夏国天域，丛林茂盛，沼泽遍野，毒虫肆虐，更有毒物常年笼罩，被称为死亡绝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即便豺狼猛兽踏入其中，也是九死一生。然而此刻，天域深处却有一名青年苦着脸，望向身前青石上薄纱遮掩下的曼妙身影，而青石上的一片映红显得格外刺眼，周围的漫天毒瘴像是被消融了一般，在两人立身之处形成了一片足有100丈的空旷地带。师娘，我错了，求你别赶我走，我会对你负责的。李牧看着青石上面色潮红的师娘冷青竹，满脸恳求而又坚定地说道：孽徒，你住嘴，谁要你负责？冷青竹又羞又怒，美眸冷冷地盯着李牧，呼吸急促，全身波澜壮阔，荡漾着惊心动魄的弧度，情绪波动导致身体传来的撕裂感，更是让他眉头紧皱。难道他不知道他皮都破了吗？这孽徒因为体质特殊，之前冲击境界导致走火入魔，阳毒具体，理智丧失，危急时刻他以自身为炉鼎，将李牧体内的阳毒吸纳。若是平时二者双修，那对彼此大有裨益。可这孽徒处于走火入魔状态，阳毒过剩，这才导致他被阳毒侵蚀。若非天域内环境特殊，此刻恐怕连他也扛不住。可即便如此，他也因此境界倒退，修为骤降。我跟师娘朝夕相处，要是我离开了，这天域内就只剩下您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不能丢下师娘。李牧一脸苦涩地望向冷青竹，一字一句地说道：住嘴！冷青竹微微一怔，眼底划过一抹复杂，继而冷目怒斥道：先前是为了镇压你体内阳毒，迫不得已，那事儿就此接过，不必再提。如今你纯阳道诀已晋升到第6种，也该离开了。可是没有什么可是。没等李牧开口，冷青竹继续怒斥道：你别忘了你那师傅怎么告诫你的，纯阳道诀自行运转到第6层，天域的环境也无法抑制，你体质特殊，只有找你7个师姐才能换来你的一线生机，还有你背负着的血海深仇，难道你想一辈子躲在天域？冷青竹决然的声音使得李牧一愣，继而黑眸中涌出一抹滔天恨意。8年前那个宛若梦魇的景象浮现脑海，那是他的成人礼，李家张灯结彩，一片喜庆。可就在那一夜，冲进来一帮黑衣人，逢人便杀，使得整个李家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母亲生死未卜，妹妹失踪，父亲重伤之下，拼命将他带到季家后，更是以垂死之躯引走追杀的神秘人，之后生死不明。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跟父亲莫逆之交的季家落井下石，竟要主动将他交出去。所幸季家的小丫头偷偷放他离开，而他绝望之下一路向北，最终被师父带入天域。师父说他是纯阳道体，是宿命之人，并且传授他纯阳道诀，只是修炼纯阳道诀3重以后，需要极阴之体相融才能平稳晋升，不然轻则身受重伤，境界倒退，重则走火入魔，爆体而亡。天域的环境特殊，能抑制阳毒，让他晋升第5层已经是极限。先前晋升第5层时，李牧并未放在心上，却没想到自己一念之差，竟在第6层时走火入魔，坏了师娘清白。想到这里，李牧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血海深仇，我自然不敢忘，可师娘，李牧同样无法割舍。李牧一脸凝重地望向冷青竹说道：师父已经仙逝，师娘为何不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师娘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授业恩师，更是他第一个女人。看着满脸凝重的李牧，冷青竹心头轻叹，神色却依旧冷漠。他修炼忘情道，早已厌倦了世俗，从没想过离开这里，更何况如今体内阳毒肆虐，贸然离开徒增风险。你个孽徒，还想让我踏入世俗？冷青竹俏脸微沉，美眸凝望着李牧，怒斥道：优柔寡断，忤逆失言，快点滚，别等我动手。看着冷青竹脸上的决然，李牧无奈地点了点头。我走。李牧低声说道，缓缓地站起身，神色复杂地望向冷青竹。师娘不是极阴之体，先前双修救我，阳毒入髓，还是别动手了。以他如今的修为，能与师娘一战，只是师娘阳毒入髓，贸然动手，只会加速阳毒扩散。冷青竹俏脸微微一变，纤细的手掌下意识地握紧，显然没想到李牧竟看了出来。这个孽徒的眼力绝佳，修炼天赋更是惊人。以师娘的修为，加上天域的特殊环境，应该还能坚持1年。师父曾说过，纯阳道诀修炼到第8层便可踏入圣境，可帮人逆天改命。8年前我太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师父仙逝，这一次绝不能再放弃师娘。李牧心头暗道，眼神逐渐变得无比坚毅，目光灼然地望向冷青竹。被李牧的目光给盯着，冷青竹俏脸微微泛红，他神色复杂，清冷的面色逐渐缓和了一分。师徒一场，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我已经知会过你师姐，离开天域后若有难处，可以找他们帮忙。冷青竹说着，犹豫中从怀中摸出半块玉佩。我曾踏入世俗，被人所救，若遇到这半块玉佩的持有者，条件允许的话，替我还了这份善缘。李牧凝重地点了点头，接过玉佩后，深深地看了一眼师娘冷青竹，旋即不再犹豫，脚掌猛然一踏地面，音爆轰鸣中，宛若炮弹般爆掠而出。天域内漫天的毒瘴宛若遇到天敌，纷纷退避，而李牧身形宛若爆圆，几个呼吸间便消失在茫茫林海中。师娘，1年之内，我必定回来救你。
耳畔传来李牧回荡在天狱内的声音。冷清竹眼神复杂，望向李牧消失的方向。片刻之后，他哑然一笑：“倾国倾城，这个孽徒倒是有心。只是我体内的创伤，可并非只有阳毒，想要驱除，谈何容易？”冷清竹低声呢喃，美眸涌出一抹茫然。真是孽缘，当初断情绝爱，修炼忘情道，却被无情所伤。如今情种深种，却是至阳至刚的，这或许便是宿命吧。出的天狱，李牧并未直接下山，反而身形宛若猎豹，在一座巨大的坟冢前停了下来。坟冢背靠天狱，既是进入天狱的门户，同样也像是守护在天狱之外的屏障。李牧神色复杂，将墓碑上的落叶灰尘轻轻涂去，这才望向墓碑上的照片。那是一个30左右的女子，穿着一身红衣，长相绝美，尤其是那带着些许忧郁的眸子，我见犹怜。李牧的师父叶红莲，号鬼谷一仙，8年前带他进入天狱。师父叶红莲性格温和，说是师徒关系，实则亦师亦友。反倒是师娘冷清竹，性格清冷淡漠，行事极为严格。师父平日里深居简出，在自己伤势出狱后，便选择了闭关。可谁都没想到，在闭关半年后，叶红莲突然垂危，哪怕自身绝顶医术都无力回天。他要求将自己葬在天狱之外，哪怕生死道消，仍在天狱之外镇守门户。师父，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李牧低声呢喃，纯阳道诀已经修炼到第6层，我也该离开了。至于师娘她，弟子会竭尽全力，不负师父所托。李牧低声说道。下一瞬，他神色微微一凝。师父叶红莲的坟冢曾被布下屏障，无法动用神识窥探。然而此刻，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声音，却有数道气息显露出来。是谁？滚出来！李牧浑身气势轰鸣，使得周遭沼泽沸腾，枯枝落叶暴卷而起，化作漫天阴粉。坟冢右侧的灌木丛内，几名男子略显狼狈地爬了出来。在看到只有李牧一人之后，几人明显松了口气。我当时谁在大呼小叫？原来是个黄毛小子。其中一名尖嘴猴腮的男子看着李牧，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不过你来晚了，这里已经被我们捷足先登了。”什么？你们是真该死啊！李牧眼帘一沉，冰冷的杀意宛若潮水般汹涌而出，使得周遭温度骤降。师父叶红莲在这里长眠，却被这一伙盗墓贼闯入陵墓，扰他安息，属实该死！你他妈说什么？尖嘴猴腮的男子脸色一沉，骂骂咧咧地冲向李牧，手中的洛阳铲高高扬起，毫不犹豫地砸了下来。滚！无视男子手中的洛阳铲，李牧扬起手，快若闪电的一巴掌甩了出去。尖嘴猴腮的男子闷哼声都没发出来，便被那恐怖的力道直接抽得飞出去几10米远，狠狠地摔在瘴气弥漫的沼泽内。其他几人瞳孔猛然一缩，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望向李牧的眼神充满惊骇。这他妈还是人吗？只是一巴掌就将一个大活人抽飞出去几10米，没人去管尖嘴猴腮的男子死活。按照那恐怖的力道，或许在升空的一瞬间就已经昏死过去了，更何况掉入瘴气弥漫的沼泽内，十死无生。小兄弟，我是阳城黑虎帮周瑾，先前我同伴出言不逊，我代他跟你道歉，还望小兄弟见谅。几人当中，一名明显是领头的中年男子连忙拱手说道，即便他在愚钝，也明白今天是踢到铁板上了。我杀了你同伴，你不想为他报仇？李牧微眯着双眸望向周瑾戏谑道，他出言不逊，落此下场也是活该。周瑾脸色一僵，随即讪然一笑回应道，你倒是识时务。李牧一脸漠然地说道。周瑾顿时心头一喜，不过晚了。李牧摇了摇头，目光扫过师父叶红莲的坟冢，小子，我们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别不知好歹。没等周瑾开口，一名精壮的青年暴怒道，别以为有股蛮力我们就怕了你，咱们也是刀尖上舔血的人，真要动起手来，未必你就能全身而退。你最好考虑清楚，我们黑虎帮后面可是站着阳城周家。聒噪！李牧眼神一寒，身形骤然一闪，快若鬼魅般的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已然身在精壮青年身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颈提了起来，在其他几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高高跃起，将那精壮青年狠狠地摔向地面。强大的力道使得地面被砸出足有尺许的人形坑洞，坑洞内的精壮男子则宛若烂泥一般，浑身骨骼尽断身亡。从始至终，甚至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抓住。周瑾脸色苍白，其他2人同样满脸惊惧地望向李牧，这狠辣果断的程度，以及这骇人的力量，让3人无比胆寒。你敢杀我，黑虎帮不会善罢甘休，更何况我们身后还站着阳城周家。周家是阳城豪门，我们这次前来就是为了帮周家大小姐周清源寻找鬼谷机缘，为了一点误会得罪黑虎帮以及周家，得不偿失。周瑾脸色阴晴不定，又惊又怒地望向李牧，接连吼道。其他2人也都纷纷手握棍棒，如临大敌地盯着李牧。误会，掘我师父坟冢，扰他安息，无论是谁都救不了你们。李牧冷声说道，话音落下，脚掌猛然一踏地面，身形暴掠而起，快若闪电般的一记鞭腿，瞬间便将其他2人踹飞出几10米外，气绝身亡。什么？你是鬼谷传人？这不可能！周瑾心神大骇，身形暴退。世人皆言鬼谷一先收徒，只收女不收男，这是铁律，从不曾被打破。更何况那坟冢内空空如也，只是一座衣冠冢。周瑾悚然一惊，电光火石之下，像是抓住救命稻草，
声嘶力竭：“小兄弟，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那坟冢之中根本就没有。周景话音还没落下，后心陡然传来一阵剧痛，伴随着骨骼断裂的声响，胸前衣衫崩碎，口吐鲜血，到的身亡。他睁大眼睛，脸上还残留着惊骇之色，死不瞑目。绝人坟墓，扰人安息，以后便长眠在此赎罪吧。李牧淡漠说道，走向叶红莲的坟前，躬身一拜：“师傅，1年后我再回来看你。”李牧话音落下，随手将那把红色匕首收起来，起身离开。这些人来自阳城，而他所要去的地方同样是阳城，那里曾是他的家。8年前他从那里狼狈逃出，如今该回去了。血海深仇，血债血偿。也就在李牧身影消失不久后，冷青竹的身影悄然走出，看着眼前巨大的坟冢，清冷绝美的脸上划过一抹怅然。差点被发现了呢。李家老宅，李牧眼眸深沉。8年的时间，沧海桑田，昔日辉煌的李家老宅，在那一场大火之后，早已变得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到处断壁残垣，在残阳下分外惨淡。8年前那凄惨的画面，犹如电影片段，在脑海中不断闪现。李牧眼眸深沉，踏脚走了进去。小伙子，别进去，这是凶宅，会倒大霉的。没错，8年前这里一场大火，死了18口。早年间夜晚经常还有凄惨哭声，据说是女鬼作祟。后来周家找人驱邪，这才安宁下来。可自此也没人敢轻易踏入。李牧脚步一顿，转眸望向说话的几名路人。他李家遭逢大劫，18口被人屠戮，何时这里变成了凶宅？还有早年间的夜半哭声，难道是？小师弟，你让我查的事有眉目了。三师姐张梦瑶的电话将李牧的思绪拉回现实。8年前残害李家的人是李家曾经的附庸周家，周家桃代李江，不仅参与了当年的事，还占了李家大半资产，如今俨然是阳城豪门。周家周清源将在3日后跟豪门赵家联姻，2大豪门联手，不容小觑。周家背后的水很深，当年的事牵扯极广，你要小心一些。另外我查到你妹妹李仙仙曾被周家抓走豢养，据说等到成人礼，作为贺礼送给玉面佛。轰！李牧目眦欲裂，凛然的杀意宛若潮水席卷而出，使得周围空气温度骤降。今天就是妹妹的成人礼，周家他怎么敢？音波滚滚，如天雷炸响。当年周家穷途末路，被父亲收留，不仅帮他们渡过难关，更有意扶持周家东山再起。而周家为了感恩，便想让孙女嫁入李家，只是那时2人年幼，李牧也并没放在心上。李牧怎么都没想到，周家竟然是白眼狼，恩将仇报。想到李家18口命丧火海，血流成河，宛若人间炼狱的场景，想到父母下落不明，想到妹妹被人如牲畜般豢养，滔天的杀意直冲云霄。周家必须要血债血偿。他身形一闪，宛若鬼魅般的直奔周家所在之地。师弟，你在听吗？飞往阳城的飞机上，一名身材姣好、面容精致的妙龄女子忧心忡忡，忍不住跺了跺脚。周家能屹立至今，底蕴不俗，此次更是与武宗攀上关系。小师弟单枪匹马，面对周家天罗地网，必然会吃大亏。张东，立刻带人前往周家，确保我师弟安全。张梦瑶挂断电话，绝美俏脸上寒霜涌动。若敢伤我师弟，我要他整个周家陪葬。周家别墅灯火通明，到处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别墅外，不少人望向气势恢宏的周家别墅，满脸艳羡。周家这些年生意蒸蒸日上，如今将与赵家联姻，将来成为豪门之首，甚至登顶阳城世家，指日可待。周家老爷子病入膏肓，药石难医，没想到攀上玉面佛季修，有他出手，怕是又能多活10年。据说玉面佛性格暴虐，虽然长得丑，但却玩得花，尤其是对刚成年的处子，有着变态的偏执。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女子被折辱致死，倒是可惜了李仙仙。说起来，她还是李家后人，没想到却被奴仆这般对待。小声一些，若被听了去，1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周家别墅内，周鸿生端坐在首位上，噙着笑容的脸上有着一抹病态的苍白。除他之外，还有一众周家嫡系，各自站在一旁。都准备好了吗？穿着旗袍，身姿婀娜的周清源瞥向身旁的青年问道。作为周家现任执掌者，虽是一介女流，却凭着惊人的手段，在周家威望不俗。周青云点了点头，低声回应道：“已经准备好了，还好没将希望放在黑虎帮身上，有玉面佛大人出手，爷爷同样药到病除。”周清源点了点头，美眸望向2楼的方向，那里一名娇俏的纤瘦少女在2人的挟持下走了下来。她脸色苍白，眼神惊惧，洁白蕾丝睡裙下的娇躯若隐若现，因为惧怕而微微颤抖。李仙仙，这是什么表情？我周家豢养你多年，能为周家做点事，成为玉面佛大人的玩物，是你的荣幸。周青云神色阴鸷地走上前，望向近在咫尺的李仙仙，沉声说道：“还真当你仍是高高在上的李家小姐，你最好识趣一些，伺候好玉面佛大人，不然的话，我让你生不如死。”李仙仙脸色苍白，咬着双唇，一言不发。尽管娇躯忍不住的颤抖，望向周家人的眸子却涌着滔天恨意。怎么，身份互换了这么多年，你还没习惯？看样子这些年豢养你在周家还是太仁慈了。周青云咧嘴一笑，望向李仙仙说道：“行了，
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送去房间吧。周清源微微一笑，眼神淡漠地扫过李仙仙，对于那仇视的目光恍若未见。如今两人身份悬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蝼蚁而已，不值得他正视。周家狼心狗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李仙仙一脸绝望，声音凄厉道：这些年被豢养，在周家饱受折磨，生不如死。若不是坚信哥哥还活着，他早已自尽。如今陷入绝境，已然下了决心，即便是死，也不会毁了清白，更不会让周家如愿。等你过了今晚再说。周青云冷笑一声，将一粒粉红色药丸化，强行塞入李仙仙口中。看着李仙仙脸色肉眼可见的变红，周青云脸上笑意更浓。真要有鬼的话，你那死鬼爹妈怎么还没出现？周青云冷笑道，望向李仙仙的眼神充满戏谑。轰隆！然而下一瞬，一道惊天的雷鸣声轰然响起，伴随着电闪雷鸣，本还星空无垠的天空黑云密布，给人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周青云脸上笑容陡然凝固，其他周家人同样面面相觑。与此同时，一道充满凛然杀意的声响，伴随着滚滚天雷轰然响彻。周家今日当灭族！冰冷彻骨的声音如天雷滚滚，带着凛然杀意，于这周家别墅轰鸣。周家所有人齐齐抬头，面色不善地望向大门方向。那里，一道消瘦修长的身影缓缓地踏步而来，电闪雷鸣下，那张充斥着漠然杀意的脸若隐若现。放肆！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大放厥词，来我周家闹事，不知死活！你当我周家是什么地方？岂容你胡言乱语！几名周家人满脸怒意，尤其是看到李牧单身一人，顿时冷声怒斥：昔日奴仆逃代李江，你周家当真好大的威风！李牧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道：你是李牧？周青云瞳孔一缩，脸上的表情无比精彩。你竟然没死！我没死，你很意外？李牧一脸漠然地扫过周青云，目光定格在周青云身旁脸色潮红、双眼迷离的李仙仙身上，脸色陡然一沉。放了他，你能活着走出去再说吧。周青云狞笑着望向李牧，唇角勾着残忍的笑容。我是说你太天真，还是说你太愚蠢？当年侥幸捡了一条狗命，竟然来周家自投罗网。放了我哥，我都听你们的。李仙仙脸色潮红，迷离的眼神残留着些许清明，泪流满面。闭嘴！周青云冷声怒斥，随即手掌一挥，身后十几名周家护卫直奔李牧而去。李牧脸色一沉，脚掌猛然一踏地面，坚硬的地板顿时犹如地震般腾空而起，对着前方席卷而出。十几名周家护卫还没反应过来，便与席卷而出的地板撞在一起，上面蕴含的强大力道，是的，十几名周家护卫口吐鲜血，倒飞而出，狠狠地砸在地上，生死不知。什么？周青云脸色陡然大变，其他周家人同样一脸震惊。然而还不等他们有所动作，李牧如钢铁洪流般的铁拳已然快若闪电般砸在周青云右肩，咔嚓！嗷！伴随着骨骼断裂的声音，周青云发出惨叫，整个人跪在地上，右肩血肉模糊，断裂的骨骼在鲜血的衬托下触目惊心。小畜生，你敢伤我孙儿！周鸿生目眦欲裂，豁然起身大吼道。李牧一脸冷漠，脚掌猛然抬起，毫不犹豫的一脚正中周青云胸前，势大力沉的一脚直接将周青云踹飞而出，狠狠地砸在大厅立柱，口吐鲜血，气绝身亡。整个周家大厅陷入死一般寂静，任谁都没想到李牧竟然会这么凶残。小畜生，你怎么敢！周鸿生脸色苍白，颤抖地站起身望向李牧，浑浊的双目中怒火滔天。周青元浅眉微蹙，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望向李牧的眼神微微闪烁。8年时间，李牧竟然发生蜕变，竟拥有如此不俗的身手。没有理会周鸿生，李牧身形一闪，将已然失去神智的李仙倩揽在怀中。好歹毒的春毒！李牧眼神冰冷如刀锋，指尖轻轻划过李仙倩痛苦炽热的脸颊，心头杀意弥天。然而下一瞬，他脸色骤然一凝，体内纯阳道诀竟在以一种骇然的速度自行运转。李牧陡然望向李仙仙，脸色变得阴晴不定。以他的修为，竟然无法消除李仙仙体内的春毒。没有丝毫犹豫，李牧掌心贴近李仙仙身后，纯阳道诀高速运转间，将其体内的春毒尽数的吸纳入体。眼看着妹妹脸上的潮红肉眼可见的褪去，李牧这才松了口气，将体内春毒暂时抑制下来。他抬起头，黑眸中涌着滔天寒意，望向脸色铁青的周鸿生。周鸿生，我李家待你周家不薄，8年前为什么对李家出手？李牧冷冷地望着周鸿生问道。到底是谁指使的？说出幕后真凶，我留你全尸。你既知道有幕后之人，还敢来周家放肆？没等周鸿生开口，周清源平静开口，似笑非笑道：你当真以为懂点拳脚就能在周家撒野，为所欲为吗？林大师，还请出手。周清源身后，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缓缓走出，眼神阴鸷。本来不想出手的，可你不该坏了我师兄好事，留下这女人，自断双臂跪下认错，我可以饶你不死。林大师淡淡说道，平静的声音却噙着不容置疑的霸道。你算个什么东西？李牧一脸漠然地扫过林坤，区区一个炼体7重的武者，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找死！林坤脸色一沉，一步踏出，身上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待会废了你4肢，打碎你满口牙，看你还能口出狂言！林坤怒喝道，身形猛然前冲，
右手紧握成拳，携着刚猛力道，一拳汹涌而出。李牧一脸淡漠地看着暴掠而来的林坤，手掌轻飘飘地探出，将林坤汹涌的铁拳一把抓住。林坤脸色骤然一变，他的一拳足有数百斤的力道，却被李牧轻易制骨。他想要挣脱开来，却骇然地发现，无论他如何发力，根本无济于事，不堪一击。李牧淡然说道，继而手掌骤然一握，咔嚓声下，林坤发出惨叫，整个手骨被硬生生地握得粉碎。接着，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注视下，以一种震撼眼球的方式，单手将林坤拎起，狠狠地摔在地上，一下两下，每一次落下，地面都发出震耳发聩的沉闷声，犹如一记重锤，捶打在每一个周家人心房。直至林坤第3次被摔下，地面已然被砸出一个足有尺许的坑洞，而林坤浑身骨骼尽断，鲜血淋漓，早已气绝身亡。整个周家别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满脸惊骇地望向宛若杀神般的李牧，谁都没想到玉面佛的胞弟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那可是一名武者，远强普通人，在李牧面前却孱弱的宛若婴儿。周鸿生，当年杀我父母，到底谁是幕后之人？李牧冷冷地望向周鸿生，沉声问道。你没知道的必要了。没等周鸿生开口，周家后堂的方向，一道宛若猛虎般暴虐的声音便传了过来。杀我胞弟，坏我好事，你想怎么死？怒吼声下，一道魁梧身影踏着沉重步伐缓缓走出。他身形健壮如牛，脸上满是横肉，一股狂暴厚重的气息如浪潮般席卷而出。我那个胞弟的确不争气，可这不是你杀他的理由。玉面佛声如洪钟，铜铃般的双目分外骇人，冷冷地盯着李牧。玉面佛。李牧看着眼前宛若屠夫般的玉面佛，忍不住抽了抽嘴角。他没想到让阳城人闻之变色的玉面佛竟然会是这副尊容，知道我应该明白什么下场吧。玉面佛似笑非笑地盯着李牧，眼中涌着嗜血之色道，所以你是自己以死谢罪，还是要我动手？就凭你也配？李牧淡然说道。话音落下，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不知死活，狂妄至极，敢这么跟玉面佛大人说话，该千刀万剐。够了。没等李牧开口，玉面佛便率先说道。嗜血的双目冷冷地盯着李牧，一股厚重的气息从他体内升腾而起。给我死来！玉面佛一声怒吼，气势轰鸣中身形一动，魁梧的身躯宛若小山般直奔李牧暴掠而来，宛若蒲扇般的粗糙大手荡起阵阵破风声，径直地抓向李牧。滚！李牧神色如常，无视那铺天盖地的厚重气息，整个人对着前方一步踏出，平平无奇的手掌伸出，对着玉面佛凌空一掌拍下。轰！惊天的炸响声宛若雷霆轰鸣，震荡的整个周家别墅摇摇欲坠，所有人脸色大变，齐刷刷地向后退去，眯着双眼望向烟尘弥漫的大厅。等到烟尘逐渐散去，坚硬的地板早已被砸出一个丈许宽的坑洞，坑洞内玉面佛魁梧的身躯宛若死狗一般的匍匐在那里，口吐血沫，铜铃般大的双目涌着浓浓的难以置信的神色。咳！玉面佛面如死灰，大口咳血，神色惊骇地望向李牧。已是玉境高手，武者一途炼体为基石，冲破身体桎梏才算入门，被称武者。在之后又被细分为若干境界：气血、开元、气动、玉境、真元、神游、超凡、入圣。你想知道？李牧低垂着头，漠然地望向玉面佛面目全非的脸。下一瞬，他脚掌猛然抬起，在玉面佛惊骇绝望的目光注视下，轰然落下。噗呲，一脚落下，玉面佛头颅宛若西瓜爆裂开来，鲜血混杂着脑浆四溅。嘶！在场的周家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抬头时望向李牧的眼神充斥着无法抑制的惊骇。这怎么可能？周鸿生浑身颤抖，满是惊惧地望向李牧，眼前的一幕让他遍体生寒。他做梦都没想到，8年前那个孱弱的孩子，如今却判若两人，杀伐果断，出手狠辣，手段之残忍血腥，宛若魔神降世。周清源同样脸色苍白，望向李牧的眼神充满震撼。他同样没想到李牧竟然如此强大，连玉面佛亲自出手都被他轻易击杀。李先生，抱歉，我来晚了。就在这时，几道矫健身影快速而来，最前方的一人面容刚毅，一头短发犹如钢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凌厉。你是什么人？李牧看着眼前的男子，体内气势轰鸣，默然问道。被李牧的目光给盯着，张东心头骤然一紧，那种感觉就如被毒蛇猛兽给盯上了一般。他不敢怠慢，连忙开口：我叫张东，是您师姐张梦瑶派我来的，先前出了点岔子，方才来晚了，还请李先生责罚罢了。李牧摆了摆手，转眸望向昏睡过去的李先倩，眼角浮出一抹柔和。8年未见，小丫头已经是大姑娘了，出落得很水灵，只是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被周家被虐待，显得颇为娇弱。尤其是此刻，哪怕昏睡过去，微和的睫毛仍在微微颤抖，显得极为不安。你先带我妹妹安顿下来，我还有事情要做。李牧淡淡说道。话音落下，张东扫过眼前一片狼藉，犹豫中点了点头。小姐给张先生安排了住处，就在云海盛庭云顶天宫，我这就先带他过去。张东沉声说道，转身带着昏迷过去的李先倩离开。目送着张东等人离开，李牧这才转身望向周鸿生。我的耐心不多，
当年到底是谁指使你的？李牧沉声问道，脸上悄然涌出一抹肉眼难见的绯红。你这么想知道，不如去的下问你爸妈。李牧身后，一名穿着灰色短衫，手拿折扇，宛若书生般的男子缓缓走出。书生大人，您来了。看到来人，周清源脸色一喜，连忙起身道：我若再不来，周家岂不是要让这小东西闹翻天？书生淡然一笑，双目眯起一道危险的弧度，望向李牧。书生，你是过江龙的人？李牧冷声问道。来阳城的路上，他便对阳城势力稍有了解。过江龙黄秋生，阳城当之无愧的霸主，手下得力干将书生和野兽都是杀人如麻的武者，有点眼力，但不多。书生淡淡一笑，目光扫过林坤以及玉面佛的尸体，能杀了玉面佛，倒是有点小能耐。不过周家，我罩的。书生话音落下，手中折扇陡然一转，化作锋锐的尺刀，直奔李牧而来。尺刀锋锐无比，发出阵阵割裂的风声，余着寒光点点，划向李牧咽喉。李牧眼神一凝，先前被暂时压制的春毒骤然暴动，他手腕一翻，一枚赤红色的匕首悄然闪现，身如鬼魅般刺向书生脖颈。书生脸色骤变，浑身汗毛根根倒立，他本能的想要躲闪，然而还是慢了一步，鲜血从脖颈划出一道血线，整个人轰然倒地，双目圆睁，死不瞑目。周鸿生心神大骇，其他周家人同样满脸惊恐，谁都没想到，仅仅只是一个照面，过江龙的左膀右臂就被当场诛杀。周鸿生，我给你3天时间，你若不说，周家灭门。李牧强压着宛若潮水般的春毒侵袭，沉声说道。先前接连出手，体内被抑制的春毒此刻全数爆发，哪怕以他的修为也无法彻底化解。他话音落下，双目逐渐赤红，目光扫过一众周家人，身形一闪，如同鬼魅般的出现在周清源身旁，没有丝毫犹豫，将周清源一把搂在怀中。周家的血债便从你身上收点利息。爸，现在怎么办？青云被杀，清源被劫，连书生大人和玉面佛都死在那个小畜生手里，咱们周家是不是要完了？一个中年人神色慌张地看着周鸿生。周家其余人也是坐立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就凭他们周家对李家的所作所为，李牧强势归来，势必会将周家灭门。慌什么？慌什么？一个丧家之犬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周鸿生一把将拐杖拍在桌子上，巨大的声响让众人立刻安静了下来。扫视了一眼众人之后，周鸿生立刻吩咐道：去，立刻把书生的死讯汇报给过江龙大人，还有清源被劫，立刻知会赵家，有赵家和过江龙在，那个小畜生翻不了天。听完周鸿生的吩咐，众人这才镇定了下来。毕竟过江龙乃是阳城扛把子，而赵家的后台比他们周家还要硬，有他们当后盾，就算3天之后李牧来了，那也是死路一条。而此刻李牧已经带着周清源来到了云海盛庭，这是阳城最高端的别墅区，能住在这里的那都是非富即贵的存在，而其中云顶天宫又是别墅区里最独树一帜的存在。当年李家在阳城也算是富甲一方了，可也没有资格住在云顶天宫。我这三师姐身份还挺神秘的。看着眼前的豪华别墅，李牧心头思索着，当年进入天域，他和三师姐张梦瑶也就见过几面。张梦瑶对他可是关爱有加，毕竟整个天域就他这么一个男弟子。后来张梦瑶出师，他俩也就再没见过面。没想到张梦瑶竟然就是这云顶天宫的拥有者。李牧，你赶紧放了我，否则杰哥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周清源愤怒地看着李牧。杰哥？赵云杰？李牧一脸打趣地问道。不错，我和杰哥3日后成婚，你现在放了我，我还可以让杰哥留你一命，否则……周清源一脸得意地说道。毕竟赵云杰不仅是他未婚夫，更是大门派的核心弟子，不管李牧从哪里学来的一身本事，绝对不是赵云杰的对手。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李牧便隔空就是一巴掌，啪！周清源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脸上立刻出现一个血手印。我不管你未婚夫是谁，也不管你们周家背后是谁，3日之后周家灭门。至于你，呵呵，我现在火气很大。李牧冷冷一笑，随后一挥手，一道力量吸附在周清源身上，顺势而去。李牧，你不得好死！周清源咆哮着，此情此景，他哪里不知道李牧要干什么？可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李牧没有理会周清源，径直来到客房。嘎吱，门被关上，随后里面传出了惊天动地的声音。第一次咋的？2个时辰后，李牧面不改色地走出房间，张东等人在门外守护，很是尽职尽责。李先生，张东立刻立正行礼，眼神中似乎充满了仰慕。辛苦了。李牧没有理会，随手丢了几颗药丸过去。这些药丸是他在天域里随意炼制的，对于武者调理气息、强身健体有奇效。张东虽然不知道这些药丸叫什么，但就凭药丸散发出的药香，就知道绝非凡物。小姐的师弟出手果然阔绰，多谢李先生。张东恭敬道。对了，我师姐呢？小姐有事在身，等她忙完了，会亲自来阳城看你的。张东说道。行了，你下去吧。李牧点点头，然后便来到了床边，看着昏迷不醒的李仙仙，李牧心如刀绞。也不知道8年来他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他至少还有师姐和师娘作伴，而他却被周家豢养，当作利益交换的工具，惶惶不可终日。仙仙，
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的。李牧取出一颗药丸给李芊芊服下，其实他有更强大的药丸，甚至可以帮李芊芊直接成为武者，但他这些年营养不良，身体太弱，现在只能帮他调理身体，等身体恢复过来之后再说吧。给李仙仙盖好被子之后，李牧在其身边盘膝坐下。虽然刚才经过2个时辰的排毒，可一次哪能排干净，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体内剩余春毒化解。只见李牧双手抱合，调集体内力量，将春毒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然而当李牧准备将春毒排出体外时，却发现这春毒如同枯骨之躯一般，根本也无法顺利排出。想要化解，便是他也需费上点气力。好蛮横的春毒，区区周家绝对拿不出这种东西来。李牧脸色阴沉，也好在他回来了，否则李仙仙中了这春毒，还被玉面佛丸弄的，丢的只怕就不只是清白，还有性命了。不管你们背后是什么人，都得死！李牧紧握着拳头，随后站起身来，在张东等人疑惑的目光中，再次走进周清源所在的房间。既然春毒无法轻易化解，那何必再费那个劲儿？房间里的声音此起彼伏。同一时间，周清源被掳走的事也已经在阳城传开了。作为周清源的未婚夫，赵云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瞬间火冒三丈：混账东西，老子去砍死他！赵云杰大怒，说着就要杀上云顶天宫解救周清源。不要冲动。这时赵家家主赵鼎走了过来，安抚着赵云杰：爷爷，我能不冲动吗？整个阳城的人都知道清源是我的未婚妻，结果李牧那厮居然掳走清源，这是把我的脸按在地上摩擦。而且这都大半夜了，鬼知道李牧那厮把清源怎么样了？赵云杰紧握着拳头，满眼都是愤怒。我当然明白，如果是别的地方，不用你说，我亲自去救我孙媳妇，但那里是云顶天宫，不能轻举妄动。赵鼎说道：云顶天宫不就是云海盛庭别墅区吗？赵云杰很是不解，赵家可是阳城数1数2的大家族，还有谁不能招惹的？你要记着，在阳城，云海盛庭是云海盛庭，云顶天宫是云顶天宫。云海盛庭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但是云顶天宫只有背景足够强悍才有资格购买。咱们赵家在省城不是有后台吗？难道还不够格？当然不够，因为住在云顶天宫的人连我们的后台都招惹不起。赵鼎说道。什么？赵云杰满脸错愕，他万万没想到区区丧家之犬竟然攀附上如此强大的势力，也难怪李牧实力提升得这么快。3天时间里，所有人都知道周清源被掳，却没有人敢出手救援。而这3天时间，李牧也终于将体内的春毒尽数炼化。让他惊讶的是，炼化了春毒之后，他的肉身力量竟然增强了1截。看来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春毒，必须找周家问个清楚。李牧冷哼一声，随后便站起身来。时间已到，今天便是周家灭门之日。哥，3天了，你终于出来了。李牧刚打开门，李仙仙就扑到他的怀里，哭得稀里哗啦。8年了，8年了，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李牧了。仙仙，好了，不哭了，哥在呢。李牧揉了揉李仙仙那枯黄的头发，心中满是愧疚。哥，这8年你肯定受了不少苦吧？李仙仙看着李牧那坚毅的面容，喃喃说道。毕竟李牧当年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如今却能秒杀书生那种武者，李牧这8年付出的努力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傻丫头，哥这8年天天大鱼大肉，还有美女相伴，没有受苦。李牧笑道。你就骗我吧。李仙仙自然不相信李牧的话，只以为是李牧宽慰她的。行了，你好好休息，我去救来。李牧说道。哥，你要去周家吧？我也要去。李仙仙紧握着拳头，这8年来她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如今有机会了，她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仙仙，你就在这里等着，报仇的事交给我就行。李牧揉了揉李仙仙的额头，毕竟这次他是要让周家灭门的，场面必定十分血腥。虽然李仙仙对周家也充满了仇怨，可他承受不了那种血腥的场面，而且这次周家肯定通知了过江龙、赵家，甚至连他们背后的势力都出动了，到时候他不一定有精力分心照顾李仙仙。于是李牧一挥手，张东立刻走了过来。张东，保护好我妹，别让她离开云顶天宫。李牧吩咐道。是，李先生。张东点头，随后吩咐手下到云顶天宫周围警戒。哥，那你自己小心点。李仙仙也知道自己去了会成为李牧的累赘，只好小声叮嘱李牧。放心吧，在阳城能伤我的人还没出生。李牧大笑一声，随后便来到了云顶天宫的大门口。此刻周清源已经3天3夜没吃没喝，又一直在遭受摧残，只剩下一口气了。看到李牧出来后，周清源眸中满是恐惧，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道：李牧，不要了，我杰哥一定。你想说赵云杰不会放过我是吧？那我就带去回周家，让你亲眼看着周家和赵家是如何覆灭的。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道力量包裹着周清源，朝着周家别墅走去。我靠，那人是谁啊？那个女人不是周家大小姐周清源吗？你还不知道，她就是李牧啊。李牧就是当初李家那个李牧，可不是吗？这几天他可成了名人了，把周清源抓到云顶天宫3天，愣是没人敢去救。今天他还扬言要灭了周家，不过周家今天可以说是高手云集，谁灭谁还不一定呢。卧槽，
这么热血吗？李牧这一路走来，所过之处议论纷纷。李牧对这些充耳不闻，径直来到了周家别墅前。有点意思。李牧感受到别墅内的气息，嘴角微微扬起，里面有一股强大的气息，虽然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能够出现在阳城这小地方，实属罕见。也不管你是谁，既然选择为周家站台，那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李牧冷笑一声，随后拎起周清源，直接朝着周家大门砸了过去。砰！一声巨响，周清源的身体把大门砸开。本来周清源3天3夜没吃没喝，就只剩下半条命了，如今遭遇重创，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混蛋！赵云杰看到这一幕，立刻血脉膨胀，眼看着就要冲上去和李牧拼命。毕竟哪个男人能忍受自己的未婚妻被人如此对待？不过赵鼎一把拦住赵云杰，因为赵云杰根本就不是李牧的对手。周鸿生，3日之期已到，说出幕后主使，我可以给你个痛快，如若不然，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李牧大步来到大门口，一脚踹开半死不活的周清源，冷冷地看着周鸿生说道：小畜生，今日有过江龙大人、赵家众人在，由不得你放肆。周鸿生咆哮道：哦，如此说来，你是不打算说了？李牧冷笑一声，他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结果，毕竟当年周鸿生如此阴险毒辣，这次又怎么会乖乖就范？你就是李牧，当年李家那个丧家之犬。这时，一个身穿一袭白衣的中年人走了出来，瞥了一眼李牧，言语之中满是不屑。哦，你就是过江虫？李牧冷冷一笑，这家伙虽然号称阳城扛把子，可在他眼里啥也不是，混账东西，你敢对过江龙大人不敬？过江龙身后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人大怒，立刻冲向李牧，要将李牧撕成碎片，弄死他，弄死他！赵云杰紧握着拳头，他虽然不是李牧的对手，但猛兽可是过江龙手下第一高手，实力比书生还要强，所以猛兽出手，李牧必定死无全尸。过江龙没有阻止猛兽，他也想看看能够灭杀书生的李牧到底有几把刷子。看着人形怪物冲了过来，李牧却没有丝毫慌乱，只见他轻描淡写的挥出一拳，那一拳便猛地砸在猛兽的胸口，咔嚓！只听见一声脆响，猛兽的肋骨尽数断裂，然后全都扎进心脏，鲜血立刻从猛兽的嘴里喷涌而出，如同一口红色喷泉，煞是耀眼。轰！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猛兽那巨大的身体直接栽倒在地。什么？现场众人都懵了，猛兽可是重达300斤，跑起来的冲击力有多大？结果竟然被李牧一拳就放倒了，这家伙到底有多恐怖？过江龙也不由皱起了眉头，看来今天是遇到硬茬子了，难怪你已经是气血境的高手了，难怪可以斩杀书生和猛兽。过江龙死死地盯着李牧，同时他体内气血开始翻涌，整个人的皮肤仿佛都变成了红色。气血境？不可能，我可是云岚宗的核心弟子，如今也没能成为气血境，他怎么可能？赵云杰满脸错愕地说道。书生和猛兽都是炼体境巅峰的高手，却被他秒杀，所以他至少是气血境的高手。赵鼎说道。不错，修炼到炼体境就可以称之为武者。或许在普通人眼里，武者就是战无不胜的存在，但是炼体境之后还有气血、开元、气动、御境、真元、神游、超凡、入圣，每一个境界之间的差距那都是天壤之别。过江龙说道。那他如果是气血境的话，今天赵云杰皱起了眉头，呵呵，他是气血境，我也是气血境，还是气血境后期，不然我能号称阳城扛把子。过江龙冷冷一笑，随后便走上前来。小子，年纪轻轻就能步入气血境，看来这些年你确实有不少奇遇，不过你不该杀我的人。过江龙冷笑道。气血境，你说是就是吧？李牧耸一耸肩，并没有把过江龙的话放在心上，因为气血境在他眼里跟蝼蚁无异。他纯阳道诀已经修炼到第6层了，虽然具体是什么境界不清楚，但就算是御境高手，也不是他的一合之将，这就是纯阳道诀的霸道之处。好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立刻给我跪下认错，做我的奴仆，我就饶你不死。过江龙背负双手，一脸的高高在上，不知死活。李牧一翻白眼，随后直接隔空就是一巴掌，嗖，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立刻隔空袭来。过江龙大惊失色，立刻伸出手来抵挡，可是在绝对力量面前，他的防御形同虚设。砰！过江龙直接被这一巴掌打飞，然后撞击在周家别墅的墙壁上，墙壁都被撞出一个人形卧槽来，而过江龙整个人都躺在人形凹槽里，五脏六腑全都碎裂，整个身体都被压扁，整个阳城的扛把子，结果被李牧一巴掌就给拍死了。现场死一般的寂静，都以为过江龙出手能够镇压李牧，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垃圾玩意，就这点实力也敢来保周家？李牧嘴角微微扬起，随后看向了周鸿生。周鸿生浑身一个哆嗦，连过江龙都不是李牧的一合之将，这家伙到底有多厉害？赵兄，还请出手！周鸿生立刻看向了赵鼎，毕竟周清源和赵云杰订婚，他们两家就是亲家，亲家有难，赵鼎可不能不管。赵鼎嘴角抽了抽，他本身也只是气血境初期，实力还不如过江龙，过江龙都被李牧一巴掌拍死，他若出手，也只有被拍死的下场。然而一想到周清源的身份，
赵鼎便不得不站出来，不然以他们赵家的地位，怎么可能和周家联姻？于是赵鼎开口道：“李牧，你先放了我孙媳妇，别的都好说。”哦，放了他？李牧看向了半死不活的周清源，不由冷笑了起来。不管周清源还有没有别的身份，只要他是周家人，都得死。不过他还要逼问春毒的来历，否则他早就一巴掌拍死周清源了。见李牧没有放人的意思，赵鼎便沉声道：“李牧，我知道你实力很强，甚至还和云顶天宫背后的人有关系，但我赵家也不是省油的灯，而且小杰还是云岚宗的核心弟子，一旦我们通知云岚宗，你便是死路一条。你真为要走到这一步吗？不错，我可是云岚宗的核心弟子。”赵云杰也站了出来，以为自己云岚宗核心弟子的身份会让李牧投鼠忌器，结果李牧根本就没有理会赵云杰，而是直接隔空就是一巴掌打了过来。聒噪！李牧冷冷一笑，那一巴掌就已经拍向了赵云杰。小杰小心！赵鼎大惊失色，赵云杰可是赵家的未来，绝对不能有事。于是赵鼎立刻挡在赵云杰面前，结果就被李牧一巴掌拍飞。啪！赵鼎便和过江龙一样，直接被拍进了墙里，变成了一滩肉泥。这赵云杰彻底妈了。过江龙没有后台，所以被李牧一巴掌拍死，而他可有云岚宗当后盾，结果李牧还是不给面子，要不是他爷爷替他挡了一巴掌，他也被一巴掌拍死了。李牧，你他妈给我等着！赵云杰立刻开溜，只有去找云岚宗求援了。想跑？李牧冷冷一笑，随后隔空就是一巴掌。既然出手，就必须斩草除根。该死！赵云杰大惊失色，立刻加快了脚步，然而他速度实在是太慢了，眼看着就要被一巴掌拍成肉泥。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突然出现，挡在了赵云杰身后，将李牧这一巴掌给挡了下来。你终于出现了！李牧冷冷一笑，来周家的时候，他就感应到一股很强的气息，比过江龙都要强得多。小子，对我云岚宗的弟子出手，你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人影冷冷地看着李牧，师傅，你来了就太好了，快杀了他，快杀了他！赵云杰看到老头之后，立刻抱着大腿，恶狠狠地指着李牧说道：“云岚宗，别说云岚宗，特么就是萧燕来了我赵的，你若不想死，就赶紧滚！”李牧瞥了一眼老头，冷冷说道：“放肆！萧燕是谁？也敢和我云岚宗相提并论？我可是云岚宗的长老，云岚宗在。”老头还要描述一下云岚宗有多厉害，可李牧没时间听他逼，便隔空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放肆！老头大怒，他可是云岚宗长老，乃是开元境的高手，区毛头小子也敢对他出手。于是老头立刻一挥手，皮肤之上立刻出现一层淡淡的红晕，这便是开元境的标志。开辟气海，元气涌动，这一层红晕便是最强的防御。有了这一层红晕，可以说是刀枪不入，才算是真正的高手。哈哈，你真以为你多厉害？我师父出手！赵云杰立刻大笑了起来。然而他的笑声还没结束，老头就直接被李牧一巴掌拍成了肉泥。所谓元气涌动，在李牧面前形同虚设。赵云杰的笑声凝固了，现场众人原本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谁能想到云岚宗的高手出面，照样难逃一死？难道就没有人能够制裁李牧了吗？李牧，你敢杀我师父？赵云杰愤怒地看着李牧，他师父在云岚宗可是有很高地位的，云岚宗知道了，一定会出面讨伐李牧的。我知道了。李牧懒得跟赵云杰废话，直接一巴掌拍死了。随后李牧才看向了周鸿生，道：“周鸿生，你请的帮手全死了，还不准备说吗？”李牧，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奇遇？周鸿生要崩溃了，连云岚宗的开元境高手都被李牧一巴掌拍死了，整个阳城还有谁能收拾李牧？答非所问。李牧脸色阴沉，随后大步上前，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直接压得周鸿生喘不过气来，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李牧，我说，但你要答应我，放了周家人。周鸿生咬紧牙关，他可不想周家被灭门，放了他们，那谁放过李家人？李牧眼神血红地看着周鸿生，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一夜，李家数十口人死在了屠刀之下，他父母都不知去向，他妹妹差点被送给玉面佛当玩物，而这一切都是周家造成的。现在周鸿生竟然让他放了周家人，他如果真的放了，如何对得起李家死去的亡魂？李牧，他们已经死了，何必放在心上？我们可以给你很多钱，很多钱。一个周家中年人赶紧说道：“何必放在心上？他们是我的家人。”李牧愤怒地看着那人，然后直接一巴掌打过去。啪！那个中年人的脑袋直接来了个360度旋转，然后直接栽倒在地。李牧，你何必再造杀念？因为我姓李。李牧咆哮一声，随后搓指成剑，一道剑气立刻出现在面前。李牧，有话好说，不要杀我周家人。周鸿生脸色大变，这一剑下去，周家就真的要灭门了。有话好说，让他们去跟阎王说吧。李牧大手一挥，剑气立刻飞出，扑哧扑哧，剑气所过之处，所有人都血溅当场，栽倒在地。看着一个个家人栽倒在地，周鸿生的心在滴血。李牧，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周鸿生咆哮一声，随后便准备咬破舌头下的毒药袋。死在我面前，生死由不得你！李牧冷冷一笑，随后一挥手，
周鸿生的嘴便动弹不得。随后李牧将毒药袋掏了出来，扔在地上。你怎么发现的？周鸿生脸色阴沉，其实他今天做好了2手准备，若是过江龙和赵家能杀了李牧，自然万事大吉；如果杀不了李牧，他就服毒自尽，因为他不敢说出幕后主使来。结果李牧竟然撕破了他的计谋，呵呵，也不看看我师父是谁。李牧冷笑一声，他师父可是鬼谷一线，而他的医术甚至还在他师父之上，就周鸿生这点小把戏，怎么可能瞒得过他的眼睛？我也不跟你废话了。李牧冷冷一笑，随后取出一根银针来，直接扎在了周鸿生的脑门上。一瞬间，周鸿生如同万蚁噬心般痛苦，整个脸都变形了。快住手！快住手！周鸿生感觉要崩溃了，只能求李牧快点住手。我还有比这痛苦万分的手段，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李牧冷笑道。你是魔鬼？周鸿生惊恐地看着李牧，刚才那种感觉，甚至比下地狱还要难受。对待魔鬼，我只有更加魔鬼才行。李牧耸了耸肩，丝毫不把这个称呼放在心上，因为在8年前，那个善良的李牧就已经死了。其实当初我们周家洛南是设计好的。周鸿生开口说道。设计好的？不错，我们周家洛南投靠李家，再让清源嫁给你，这都是计划好的。结果阴差阳错之下，你们的婚事作罢，我们也就只好对李家下死手了。周鸿生继续说道。嫁给我？为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只是听命行事。听命行事？听谁的命令？李牧皱了皱眉头，毕竟能够让周鸿生如此听话，这背后之人绝对不简单。我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叫铁修罗的人吩咐的。我和他一直都是单线联系，每次都是他来找我。对了，李仙仙的春毒就是铁修罗给的。周鸿生说道。铁修罗？你为何要听他的？因为……周鸿生瞬间眼露惊恐，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仿佛想到了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是魔鬼，他是真正的魔鬼，真正的魔鬼比我还狠。李牧有些疑惑了，那家伙为何非要让周清源嫁给他？他们的婚事作罢之后，为何又要屠杀李家？为何又要给李仙仙下如此可怕的春毒？李牧，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了，你快给我个痛快，不然铁修罗会让我生不如死的。周鸿生眼神涣散，情绪紧张，显然神智已经到达了癫狂的地步。看来你真的不知道了。李牧摇了摇头，随后一巴掌将周鸿生给拍死了。至此，整个周家就只剩下一个半死不活的周清源了。李家族人，我给你们报仇了。李牧站起身来，朝着李家老宅的方向鞠了一躬。不过他也明白，报仇之事远未结束。那铁修罗是谁？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些都还不知道。于是李牧来到了半死不活的周清源面前，掏出一颗药丸给周清源服下。周清源清醒了过来，看到满目疮痍的周家别墅，还有死了一地的周家人，周清源崩溃了。他满门被灭，昔日那些熟悉的面庞全都齐齐整整，连被他视作救命稻草的杰哥一家也嘎了。李牧，你混蛋！你混蛋！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周清源咆哮道。你的生死由我掌控。李牧冷笑一声，毕竟他要把铁修罗找出来，这周清源还不能死。李牧，我要杀了你！周清源愤怒地咆哮着，这种生死都不能自己掌控的无力感，让他几乎要崩溃了。呵呵，当年你们对李家下手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李牧冷笑一声，随后看了一眼周家的豪华别墅，直接一把火给烧了。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周清源急火攻心，直接晕死了过去。李牧也没有逗留，便带着周清源赶回云顶天宫。而过江龙被杀，周家被灭族，赵鼎爷孙俩被杀的消息也很快在阳城传开了。毕竟一个是阳城扛把子，一个是阳城顶尖家族，赵家更是阳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这样劲爆的消息自然不胫而走。卧槽，李家那小子这么猛，单枪匹马就把周家给灭了。我觉得周家就是活该，当年李家收留了他们，结果竟然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活该被灭族。不过那小子有些高调了，如此光明正大的灭了一个家族，执法队岂会坐视不理？不说执法队，周家、赵家背后都有人，那小子捅了马蜂窝了。一时间阳城谣言四起，而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出了阳城。距离阳城数100公里外一处阁楼之中，一个戴着黑铁面具的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不由笑了起来。哈哈，他终于现身了。面具男大笑道：铁修罗大人，他能杀了过江龙，修为应该到了开元境，不如手下去把他抓回来。旁边一个手下恭敬道：不必，我要亲自去一趟。当年撮合他和周清源没成功，不得不灭了李家，没想到李成阳那厮竟然带着李牧逃走了。这次李牧学成归来，他的血脉也就更加合适了。面具男大笑道：那就恭喜铁修罗大人。恭喜我不过是奉命办事罢了。面具男摇了摇头，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落寞。铁修罗大人，你可是气动境的大高手，竟然还……手下满脸震惊地看着面具男，毕竟在江东省，气动境就已经是顶尖的高手了，结果这家伙也只是听命办事。你懂什么？气动境在你们眼里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在那些大人物眼里，我连个屁都不是。面具男苦笑道：那这个李牧，算了，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面具男摇了摇头，随后便离开了。而此刻李牧已经带着周清源回到了云顶天宫。当李仙仙得知周家被灭门的消息之后，哭成了泪人，
8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想着为族人报仇。如今周家被灭门，他的心愿终于达成。哥，谢谢你！李仙仙扑倒在李牧的怀里，哭得稀里哗啦。傻丫头，他们也是我的族人。李牧揉了揉李仙仙的额头，随后道：行了，好好休息，过段时间咱们还得去找爸妈，到时候咱们还要一家团聚呢。李仙仙点点头，然后看向了面如死灰的周清源。这家伙给他下春毒，要把他送给玉面佛，可以说是蛇蝎女人。李仙仙，我周家灭门，你现在满意了？周清源红着双眼，愤怒地看着李仙仙。哼，我只恨没能亲手将他们千刀万剐。李仙仙紧握着拳头，然后来到周清源面前，恶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啪！周清源的脸立刻红了起来，显然李仙仙这一巴掌倾注了8年来的仇怨。呸！你！周清源愤怒地看着李仙仙，还准备爆粗口，结果李牧抬手就是一巴掌。啪！周清源的脸直接红肿，大牙都被打掉了2颗，舌头都麻木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能愤怒地看着李牧。哼，要不是为了引铁修罗出来，你早就死了，还敢用这种眼神看我？李牧冷笑道。周清源咬紧牙关，心中又有了一丝希望，毕竟铁修罗是他们周家的后台，只要铁修罗来了，李牧就死定了，到时候他要亲手给周家死去的族人报仇。随后李牧将周清源丢进了一个铁笼子，再将张东找来。张东，帮我找一个人。李牧开口道。找什么人？张东很是疑惑，毕竟李牧不是只有李仙仙这么一个亲人吗？还要找谁？季家，季小月。李牧一字一句地说道。当初他父亲带他出逃，将他放在季家之后，就去引开敌人，结果季家竟然要将他交出来，以此来讨好周家。好在季小月偷偷将他给放走了，他才能逃出升天。所以他回到阳城之后，就打听了季家的情况。季小月把他放走之后，季家就得罪了周家，无奈之下只好离开阳城，而季小月也被季家逐出家族，从此下落不明。季家自然是要灭的，但是季小月的恩情他也必须要还。是，属下这就去办。张东没有多问，既然李牧要找的人，那他就必须找到季小月。就不说李牧是张梦瑶的师弟了，就说李牧给他的那些药丸，就足够他给李牧卖命了。几个小时之后，张东便脸色不好看的找到了李牧。没找到人。李牧皱了皱眉头，张东也不是一般人，不是特殊情况，估计也不会愁眉苦脸的。李先生，人是找到了，不过张东欲言又止，有话直说。李先生，人是找到了，但估计是带不回来。张东说道。带不回来什么意思？李先生，刚开始的时候我动用了不少人脉，也没找到季小月的消息，后来我找到了地下特殊势力的人，才得知季小月已经被卖到了一品天下。张东说道。一品天下，那就带回来就是了。李先生，如果是别的地方倒还好说，但是这一品天下很特殊，就算小姐来了估计都有些悬。三师姐来了都悬。李牧一愣，毕竟从赵鼎他们的表现来看，三师姐的身份地位肯定不低，而连三师姐都要对这个一品天下有所忌惮的话，这一品天下却是不一般。但季小月是他的救命恩人，就算是龙潭虎穴，他也必须把季小月救出来。不错，这一品天下是一个灰色地盘，专供富豪权贵骄奢淫逸的地方，而且这一品天下是连锁形式的，背后更是一个超级大势力。张东解释道。管他什么超级大势力，把地址告诉我就行了。李牧冷冷一笑，他要救的人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休想留下。李先生，万万不可冲动，要不我给小姐发消息，让小姐想想办法。张东赶紧劝说李牧。不必了。李牧摇了摇头，他知道张梦瑶对他很好，一旦张梦瑶知道这个情况，肯定会插手进来的，到时候张梦瑶因此得罪了一品天下背后的大势力，那就不好了。所以还是他独自一人去吧。李先生，既然你真的要去，那你把这张卡拿上吧。张东见李牧如此决绝，也就知道劝说是没用的，于是张东掏出一张卡递给了李牧。这是什么卡？李牧把玩着手里的黑色银行卡。李先生，这是小姐给我的，说在你需要的时候交给你，我想你现在就需要了。张东说道。李牧一愣，张梦瑶这是啥都知道？小姐说这银行卡是她七师妹给她的，让她转交给你。啥？七师姐？李牧一阵错愕，他的这些师姐一个比一个神秘啊，又不见面就给他东西，也不知道这黑色银行卡里有多少钱。不过他是去救人的，又不是去花钱的。李先生，要进入一品天下是需要验资的，所以这银行卡你必须带上。张东提醒道。好吧。李牧也不犟，带着黑卡便离开了云顶天宫。半个小时之后，李牧来到了阳城郊区，这里很空旷，却在空旷地带矗立着一栋烂尾楼。烂尾楼不高，像是一个农家院子，这完全不像是一品天下这种奢侈地方的选址。不过李牧还是来到了烂尾楼的前面，就看到一个地下室入口。站住，干什么的？李牧刚来到地下室门口，就被2个门卫拦住了。李牧瞥了一眼2人，竟然是炼体巅峰的高手。炼体巅峰高手看门，这一品天下好大的手笔，我自然是要进去的。李牧说道。一品天下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吗？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去？这时一个少年赶了过来，冷冷地看着李牧。李牧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不过并没有动手，毕竟这里是一品天下外面，如果贸然动手，肯定会引起里面的警觉，到时候再想救走纪晓月就难了。罗少，里面请。2个门卫看到少年之后，立刻供应了进去。随后2人看向了李牧，道：想要进入一品天下，必须验资。验资？那他为何不验资？李牧问道。他可是阳城罗家人，如今阳城周家、赵家没了，罗家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还用验资？2人说道。这个够不够？李牧也不多说，将那张黑卡拿了出来。切，哪来的？一个门卫一脸不屑，随便拿张银行卡就想进去，谁知道里面有没有钱？结果另外一人立刻推了一把那人，这才谄媚地说道：先生，您里面请。哦，李牧把玩了一下黑卡，有些惊讶，因为这门卫前后态度差距也太大了吧。不过他也没有多想，还是救纪晓月要紧。于是李牧便收起黑卡，进入一品天下。老王，你啥意思？随便一张银行卡你就放他进去了？都没有看到里面的资金。一个门卫很是不解地说道。资金？那张黑卡本身就是资金，你懂吗？那是什么黑卡？那可是天盛银行黑金卡，整个龙国加起来也就100张。那人解释道。100张？不会是假的吧？假的，每一张天盛银行黑金卡都有芯片定位，一旦发现有假的，就立刻会有专人来处理。别说他一个毛头小子了，就算是域境高手，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整个龙国没有人会傻到用假的天盛银行黑金卡。可阳城没有他这1号人物啊。那门卫很是不解，毕竟能有天盛银行黑金卡的人绝对是非富即贵吧。可阳城的大人物他都认识，不记得有李牧这号人物？没有就对了，他是外地来的，好吧，差点惹到不该惹的人。那门卫一阵后怕，毕竟天盛银行可是龙国数一数二的大银行，能拥有天盛银行的黑金卡，绝对不是他能够招惹的存在。而此刻李牧已经来到一品天下，发现这里面的装饰跟外面的烂尾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连地板都是最高端的大理石，道路2旁的水晶灯也是极尽奢华，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炼体巅峰的高手巡逻，而且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个气血境的高手出现，让这里无比的安全。正因为如此，这些权贵才会安心的在这里骄奢淫逸。不过李牧并不关心这些，而是直接来到了一个大厅里。你们听说了吗？今晚有一场拍卖会。李牧刚走进大厅，就听见旁边有几个人议论了起来。拍卖会不错，一个妙龄美女的开包之夜。那人说道。妙龄美女开包？其余人一阵无语，他们都是权贵，这种女人一抓一大把，还用来这里拍卖？嘿嘿，你们也不想想，要是一般的女人用得着一品天下拿出来拍卖？那人笑道。众人一愣，貌似也对，一品天下是什么地方？普通的女人能入一品天下的法眼，能拿出来拍卖的，绝对有惊为天人的美貌。这种女人玩起来肯定很带感，那么花再多的钱也值得。而且听说这个女人是季家的，大家闺秀，岂不快哉？那人大笑道。哈哈，不管这个女人是谁，我要定了。罗定闻言大笑了起来。如今阳城没了周家和赵家，就是罗家为首，今夜谁敢与他争锋？而李牧则紧握着拳头，这一品天下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将纪晓月拿出来拍卖。随着更多的人进入一品天下，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到位了。只见一群人推着一个大铁笼子来到了台上，铁笼子外面罩着一层幕布，让人看不清里面是什么。而李牧通过敏锐的六识，能够隐约察觉到铁笼子里的气息，无助、微弱、胆怯、害怕。这丫头当年要不是偷偷放了她，也不至于沦落至此。小丫头，你等着，我一会就带你离开。李牧坐了下来，不过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铁笼子。工作人员将铁笼子推到舞台中间之后，纷纷离开。然后便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来到台上，扫过台下一众富豪公子哥、达官显贵之后，立刻堆笑道：啊，我看阳城的诸位大佬都来得差不多了，那我也就不拖拖拉拉的，直接进入今晚的正题。说完，那人便用力一扯，将铁笼子上方的幕布扯开。只见一个身穿紫色晚礼服、及腰的青丝长发、忧郁的眼神、灵动的小嘴、粉嫩的脸蛋，看上去是我见犹怜。特别是那瘦弱的身材，让人有一种忍不住要搂在怀里保护的冲动。卧槽，极品！罗定看到纪晓月之后，瞬间脑子一片空白。他现在脑子里就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纪晓月拍到手，哪怕花掉1个亿也在所不惜。极品，真的是极品！其余公子哥也是瞪大了眼睛，就连一些老头也是蠢蠢欲动。毕竟男人至死是少年，永远都爱18岁的姑娘。看到众人的反应，中年人很是满意。当初他们一品天下买下纪晓月的时候，就看出纪晓月的潜力，好好打扮一番，那就是个赚钱的机器。而且纪晓月已经被纪家逐出家族，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于是中年人敲了敲桌子，大声说道：我看诸位都还挺满意的，那我也就不浪费时间了。今天拍卖的是他的开包之夜，起拍价1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1000万！纪晓月的嘴唇微动，想要说什么，却又摇了摇头，露出了苦笑之色。他被纪家逐出家族，已经没有了任何避风港。如今在一品天下手里，想要活命，就只有沦为赚钱的工具。自杀，在一品天下，想要自杀都是奢望。而他沦落至此，皆是因为放走了李牧。可这8年来，
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如果再来一次，他还是会放走李牧的，因为从小到大就只有李牧把他当成妹妹，甚至整个季家人都没有把他当成族人。所以得知他放走了李牧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把他逐出季家。只是今夜之后，我就不再是完璧之身，李牧哥哥，咱们只能下辈子再见了。季小月闭上眼睛，放弃了抵抗。而季小月越是如此柔弱，就越是激起了罗定等人的胜负欲。他们就算花再多的钱，也要买下季小月的第一页。他们要好好蹂躏季小月，我出5000万，谁他妈都给跟我抢！罗定立刻大喝一声，眼神则是直勾勾地盯着季小月。中年人嘿嘿一笑，第一页5000万，到时候再多来几个晚上，这不就是妥妥的赚钱工具吗？而且现场这么多人蠢蠢欲动，显然价格还会往上涨。然而就在众人准备出价，中年人也是满脸期待的时候，李牧则冷笑道：“不用出价了，人我要带走。”好熟悉的声音。季小月身体微微一颤，8年了，他听到这个声音还是那么的激动。不过他没有睁开眼睛，因为他明白，就算当初他放走了李牧，李牧也难以逃出升天。8年前，周家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李牧只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他怕睁开眼睛带来的只是失望，而其余人则纷纷看向李牧。而当罗定认出李牧之后，立刻暴怒：“混账东西，谁他妈放你进来的？”“是啊，杨成有头有脸的，我都认识，没见过他这号人。”一个公子哥说道：“你们一品天下不是要验资吗？怎么把他给放进来了？”众人很是恼怒。中年人也对笑道：“这位先生，还请不要扰乱拍卖进程，否则我就要请你出去了。”“跟他客气个屁！”罗定怒了，担得他想用季小月，找死！说完，罗定就气冲冲地走向李牧。他不管李牧用什么方法混进来的，他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一番李牧。反正周家、赵家已经没了，罗家就是阳城扛把子，整个阳城就没有他惹不起的人。找死！见罗定气势汹汹的来，李牧脸色阴沉。本来罗定出价，他就很不爽，这家伙还想对他出手。说完，李牧抬手就是一巴掌。卧槽，这人疯了吧？对罗定出手，就是如今罗家可是阳城数一数二的家族，谁敢招惹他啊？哎，那小子完蛋了，得罪了一品天下，又得罪了罗家，今天怕是走不出去了。众人纷纷摇头，结果他们话音还没落地，李牧的巴掌就已经落下。啪一声脆响，罗定整个人被巨大的手掌拍在地上，然后便是一阵血浆爆裂开来，罗定整个人都被拍成了一滩肉泥。随着血腥味散开，现场众人都妈了，死了！一个公子哥有些懵，那可是罗定，那可是杨成罗家公子哥，结果就被这厮一巴掌给拍死了，还当着一品天下的面，这是不把一品天下和罗家放在眼里。那中年人也是一时半会没回过神来，他想过李牧有来头，也想过李牧可能认识季小月，可他没想过李牧竟然如此果断，罗定就只是出个价而已，就被一巴掌给拍死了，太他妈可怕了。可这里是一品天下，岂能让李牧如此放肆？于是中年人立刻沉声道：“小子，你找死！找死！”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大手一挥，一道力量立刻破空袭来，直接将铁笼子给撕开。紧接着，李牧用一股柔和的力量将季小月拖了过来。“李牧哥哥，真的是你吗？”季小月缓缓睁开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这难道是他临死前的幻想？“小月，是我来带你回家。”李牧温柔地看着季小月，这丫头从小就是他的小跟班，当年李季两家是至交，季小月就经常来他家玩，一口一个李牧哥哥。后来李家变故，季家把他给卖了，是季小月偷偷放了他，才有了后来的事。“李牧哥哥，真的是你！”季小月感受到了李牧身体的温度，这才敢确认自己没有做梦，然后便一头扎进了李牧的怀里，哭得稀里哗啦，将这8年来的委屈尽数释放出来。“小月，都怪我回来晚了，让你受罪了。”李牧很是自责，如果他早点回来，季小月也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李牧哥哥，我不受罪，能再见到你，我就满足了。”季小月抽泣着，随后季小月想到了什么，赶紧说道：“对了，李牧哥哥，你赶紧走，这一品天下的人都是魔鬼，他们不是人，你赶紧走。”李牧却揉了揉季小月的脑袋，微笑道：“小月，如今我回来了，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可是李牧哥哥，行了，你先休息，这里的事交给我。”李牧微微一笑，随后便将季小月拉到身后，其余人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都等着看这事如何收场。毕竟李牧在一品天下杀了罗定，不管是罗家还是一品天下，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子，你在我一品天下杀人，这事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说法？”中年人冷哼一声，随后便有一大群人涌了进来，其中气血境的高手就有3、4个，而中年人本身更是开元境的强者，敢在一品天下闹事，就必须付出代价。说法，你们囚禁小月，还想拍卖她的第一页，我还没找你们要说法，你还想找我要说法？”李牧冷笑道：“呵呵，进了我一品天下，那就是我一品天下的人，我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中年人冷笑一声，随后一挥手，几个气血境的高手立刻扑向李牧。“找死！”李牧脸色阴沉，只见他搓指成剑，猛地一挥，扑哧，剑气直接呼啸而过，那几个气血境的高手一眨眼的功夫就被隔断了喉咙。“怎么可能？”
中年人大惊失色，那可是气血境的高手，是已经凝练气血、力大无穷的高手了。结果几人联手，还被李牧一招秒杀。这家伙如此恐怖！卧槽，这家伙好猛！一个公子哥惊恐地看着李牧。我想起来了，这家伙不就是带着周清源去周家的那个猛人吗？对，就是他灭了周家和赵家。妈的，难怪他敢一巴掌拍死罗定。可他招惹了一品天下，估计也完蛋了。那中年人本来很担心，不过一想到自己背后是一品天下，便镇定了下来。小子，你确实有2把刷子，估计已经是域境高手了吧？否则你也不可能隔空杀人。不过你也不该来我一品天下捣乱。中年人冷笑道。捣乱？难道不是吗？扰乱我们的拍卖，抢夺我们的拍品，还杀了我们的人，这不是捣乱是什么？你现在把纪晓月交出来，然后束手就擒，说不定还能留个全尸。否则……中年人嘴角微微扬起，他知道自己不是李牧的对手，但他背后是一品天下，李牧就算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杀他的。聒噪！李牧冷哼一声，也懒得跟中年人废话，直接一巴掌就拍了过去。砰！原本还得意洋洋的中年人，直接被李牧一巴掌就给拍成了肉泥。卧槽！现场一众公子哥都懵了，那可是一品天下在阳城的负责人，乃是开元境的强者，结果李牧一言不合就动手，而且还一巴掌就给拍死了。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吧！太好了！纪晓月看到这一幕，浑身都在颤抖。很显然，在一品天下的日子里，这个中年人没有少收拾他，要不是要用他的第一次来赚钱，估计早就对他下手了。如今这家伙被李牧一巴掌拍死，他没有丝毫的怜悯，只想拍手称快。人是我李牧杀的，你们尽管给一品天下告状。李牧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冷冷地对着众人说道。现场一众公子哥瑟瑟发抖，或许他们平日里在阳城作威作福，可是在李牧面前，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喘。这家伙太可怕了！现在我要带小月离开，你们有意见吗？李牧问道。没有。众人哪里还敢多说一个不字？这家伙连罗定和那中年人都一巴掌拍死了，他们若是多说一个字，估计也会变成一滩肉泥。这家伙根本就不会跟他们讲道理的，没有最好。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带着纪晓月离开了一品天下。来到门口，2个门卫看到李牧带着纪晓月离开，不由啧啧称奇。妈的，我可是听说了，他今晚的拍卖价至少5000万，不愧是拥有天盛银行黑金卡的人，轻轻松松拿下。还好我没得罪他。那是当然，要不是我告诉你那是天盛银行黑金卡。2个门卫正互相交谈，然后就看到阳城那些达官显贵们一个个像丧家之犬一般，一窝蜂的从里面冲了出来。什么情况？2个门卫有些懵，这些人怎么像是丢了魂似的？等到众人都跑完了，里面的人才出来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2个门卫听完了都是双脚发软，还好他们不知道纪晓月是李牧抢走的，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一出手阻拦，然后就会被李牧一巴掌拍成肉泥，想想都是一阵心有余悸。而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一品天下在江东省的总部。什么？敢在我一品天下闹事，还杀了我们分部的负责人，简直不把我一品天下放在眼里。一个中年人闻言，瞬间火冒三丈。一品天下可是全国性质的大势力，如果连一个小分部的事情都搞不定，以后如何在国内立足？所以不管李牧是谁，都必须死。小月，竟然是你！云顶天宫，李仙仙看到被李牧带回来的纪晓月，瞬间就扑了过去。当初她和纪晓月都是李牧的小跟班，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可惜8年前的变故，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仙仙，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纪晓月也和李仙仙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好了，以后你们有的是机会叙旧，还是先吃饭吧。李牧说道。2人都点点头，然后手拉着手坐了下来。片刻的寒暄之后，纪晓月看向了李牧，道：李牧哥哥，你杀了一品天下在阳城的负责人，一品天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看你还是离开阳城吧。呵呵，他敢把你拿出来拍卖，该死！李牧躺在一旁的太师椅上，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李牧哥哥，我被关在一品天下这么久，对一品天下的实力还是有些了解的，他们是一个横跨全国的大势力，高手众多。我听说上次有个什么域境高手在一品天下捣乱，结果一品天下总部直接来人把他给灭了。纪晓月说道。哦，域境高手被灭了？李牧有些诧异，虽然域境高手他也并不放在眼里，但是域境高手放在整个江东省，那也绝对是顶尖高手级别的存在。看来这一品天下确实有点东西。不过就凭一品天下对纪晓月做的事，就算一品天下有天王老子坐镇，也难逃一死。是啊，要不你……行了，不必多说了，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一品天下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李牧揉了揉纪晓月的头，然后便离开了房间，让他俩好好叙旧。之后李牧则来到了关押周清源的房间，看到李牧走进来之后，周清源立刻就要冲过来和李牧拼命，毕竟他家人已死，没什么好留恋的了。给我好好坐着。李牧大手一挥，一道力量立刻将周清源按在地上，无法动弹。李牧，我求你杀了我，杀了我！周清源泪如雨下，他不想再过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了。你放心，等铁修罗来了，我会满足你的。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便盘坐了下来。
今天他没有再行周公之礼，因为他发现前2天他和周清源双修之后，他的纯阳道诀竟然又有精进。没道理啊，师傅和师娘都说了，我的纯阳道诀只有和极阴之体融合才能晋升，为何和他？李牧瞥了一眼周清源，他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为何也能让他的纯阳道诀提升了一个小境界，达到了第6层中期了？不管了，还是先稳固境界吧。李牧嘀咕一声，随后闭上眼睛，开始运转纯阳道诀。结果这一运转就是1天1夜，被他禁锢在地上的周清源是又饿又渴。然而为了不有求于李牧，他愣是哼都没有哼一声。你还挺有骨气的。李牧笑了笑，随后便解开了禁锢，然后便离开了房间。李先生，出事了！李牧刚离开房间，张东便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什么事？李牧问道。罗家带着云岚宗的人来了。张东说道。哦，罗家？李牧一阵无语，不就拍死了一个罗定吗？还兴师动众的来云顶天宫。至于云岚宗，他不就拍死了一个长老吗？也跑来阳城送死。李先生，这罗家倒是不足为虑，不过云岚宗在江东省还是有些势力的，虽然那来的只是一个长老，但也不容小觑。行了，去看看吧。李牧伸了个懒腰，然后便来到了云顶天宫大门口。李牧，你终于来了！你杀了我儿子，我要你偿命！罗运成愤怒地看着李牧。本来他们罗家好不容易等到周家和赵家覆灭，成为阳城第1大家族，结果屁股还没坐热乎，他唯一的儿子就被李牧给拍死了，这能忍？不过他也知道李牧实力不凡，所以一直没赶来。好在云岚宗的长老来了，他也就壮着胆子一起来杀李牧了。哦，要我偿命，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李牧朝着罗运成勾了勾手指，罗运成嘴角抽了抽，只好看向了一旁的老者。小子，你够嚣张的，连我云岚宗的长老和弟子都敢杀，丝毫不把我云岚宗放在眼里。老头呵斥道。他们阻止我报仇，我自然要杀他们，难不成留着过年？李牧耸一耸肩，丝毫没把这家伙放在心上，因为这老头也就开元境巅峰而已，连气动静都算不上，还不够他塞牙缝。找死！老头怒了，在江东省敢这么不把云岚宗放在眼里，都得死！说完，老头从腰间取出一把长剑，然后浑身散发出一道红晕，以极快的速度杀向李牧。李先生，小心！张东大惊，因为李牧竟然一动不动，哈哈，吓傻了。老头大喜，随后长剑就已经来到了李牧胸前。然而当距离还有1米远的时候，老头就已经无法再上前了。怎么可能？老头震惊不已，他是开元境，也只能将体内力量释放在皮肤外，形成一层红色的保护层，而他距离李牧还有1米远，结果就无法前进分毫了。李牧到底是什么境界？气动境、御境境，甚至是更高的境界？哎，还以为多厉害。李牧叹息一声，随后猛一发力，那股力量立刻爆发开来。轰！一声巨响，那股力量立刻将老头的长剑震断，然后断剑直接倒飞出去，猛地扎进了老头的胸口。噗嗤！断剑的速度太快，直接将老头的胸口刺穿，老头也被巨大的冲击力击退数10米远，栽倒在地。怎么可能？老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他堂堂开元境巅峰，竟然碰不到李牧的衣角，这家伙太可怕了。走！罗运成哪里还敢逗留，转身就跑。去死！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挥手，沾满鲜血的断剑立刻飞出，直接送罗运成上了西天。行了，出来吧。杀了罗运成之后，李牧并没有回去，因为他发现远处还有人，而且实力还在刚才那个老头之上。你就是个魔鬼！不错不错，既然发现我了，难怪你敢与我一品天下作对。这时一个中年人从远处的大树下走出，看似漫不经心，眨眼间的功夫却已经距离李牧只有几米远了。一品天下的周刚，李先生，此人不可小觑，乃是气动境后期的强者。张东赶紧提醒李牧。气动境后期？李牧冷冷一笑，他连御境高手都不放在眼里，就更别说什么气动境了。随后李牧看向了另外一棵大树，大声道：你也别藏着了，出来吧。还有人？周刚有些惊讶地看向另外一棵大树，他隐藏得这么好，可一直没有发现周围有人。李牧是如何发现的？而且对方能够让他都察觉不到，修为绝对在他之上。哈哈，有意思有意思。铁修罗纵身一跃，从树上跳了下来，笑着走了过来。铁面具，你就是铁修罗？看到来人之后，李牧立刻拳头紧握，因为整个李家的悲剧幕后黑手就是这个铁修罗。不错，我就是铁修罗。看来周鸿生把什么都告诉你了，还好我和他一直都是单线联系。铁修罗嘿嘿一笑，并不否认自己的身份，因为在他看来，李牧再厉害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的谋划今天就能搞定，自然也就没必要隐藏了。铁修罗大人，还请出手击杀此僚，他是李家余孽，还灭我全家。周清源跑了出来，恶狠狠地指着李牧说道：周清源啊，周清源，你说你也是干啥啥不行，就连给李仙仙下药这种小事都办不好。铁修罗鄙夷地看着周清源。铁修罗大人，我给李仙仙下了药，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周清源赶紧解释，他确实给李仙仙下了药，可这药最后却进入李牧体内，而且李牧还在他身上泄了火。闭嘴，没用的废物！你要是有周家其余人那么阴狠，
事情早就办妥了。铁修罗恶狠狠地说道：“你什么意思？”周清源满脸错愕，有周家其余人那么阴狠？李牧也皱了皱眉头，听铁修罗的意思，周清源和周家其余人不一样。仔细一回想，当年整个事件，貌似周清源确实都没有参与，就连最开始周家要把周清源许配给他，周清源也是极其不愿意的。难不成这里面还有隐情？什么意思？你也没必要知道了。等我拿下李牧，你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铁修罗冷冷一笑，随后便大步朝着李牧走来。他杀我一品天下的负责人，他的命是我的。周刚见铁修罗要出手，也朝着李牧杀了过来。一品天下？铁修罗冷笑一声，他的实力或许无法和一品天下抗衡，但他背后的人可远不是一品天下能够招惹的，所以他丝毫不给周刚面子，直接一拳袭来，拳风隔空袭来，吓得周刚连连后退，气动境巅峰。周刚眉头紧锁，不过几人铁修罗的实力比他强，他今天想杀李牧，估计悬了。行了，你俩也别废话了，一起上吧。李牧冷笑一声，两个气动境而已，还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还争着抢着来杀他。李牧真以为学了8年就是我的对手，真是笑话。铁修罗脸色一寒，旋即大步踏来，每一步落下，地面都为之一颤，地板上都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笑话？我看你才是一个笑话。李牧嘴角微微扬起，气动境在别人看来很强，可在他眼里，气动境就跟辣鸡没什么区别。于是，在铁修罗杀来的时候，李牧只是一挥手，一只巨大的手掌便直接飞了出去，一把将铁修罗的脖子抓住。怎么可能？铁修罗大惊失色，因为李牧这一招就直接让他无法动弹。这家伙的实力到底到了什么样恐怖的地步？就是你让周鸿生血洗李家，我倒要看看你长得是个什么样。李牧冷笑一声，随后摘下铁修罗的铁面具，一瞬间，一个丑陋无比的脸庞出现在李牧面前。只见他满脸长满了褶子、癞子，看上去就让人感到恶心。难怪你要戴着铁面具。李牧狠狠地啐了一口，然后给他戴上面具，不然会影响食欲的。混蛋，我要你死！铁修罗咆哮着，他生来就是这副面容，小时候就被同伴排挤欺凌，所以他戴上了铁面具，同时苦练武学，也变得心狠手辣。凡是见过他真容的人，全都被他杀了。呵呵，一会我会杀了你的。李牧冷冷一笑，随后看向了一旁的周刚。周刚浑身一个哆嗦，转身就跑。气动境巅峰的铁修罗都不是李牧的一河之将，他还跟李牧动手，这不是白给吗？想跑？李牧一挥手，一道气劲立刻飞出，狠狠地击中周刚的背心。噗！周刚狂吐鲜血，惊恐万分地看着李牧。李牧，你不能杀我，我是一品天下江东省的负责人之一，你若杀了我，一品天下不会放过你的。周刚大喝道：“李先生，这周刚确实杀不得，上次他羞辱了小姐，小姐也只能忍了，要不你还是……”张东赶紧提醒李牧：“他敢欺负三师姐。”李牧眼神中闪过一丝寒光，三师姐待他如亲人，这厮竟敢羞辱三师姐，他本想一巴掌拍死，现在看来必须好好折磨了。于是李牧取出几根银针，隔空就扎了过去。随着银针入体，周刚立刻痛苦万分，开始不断的哀嚎。那惨叫声，张东听了都头皮发麻。能够让一个气动境强者如此痛苦，李牧的手段真的是……行了，让他痛苦着，我们该来聊聊了。李牧看向了铁修罗，没什么好聊的。铁修罗愤怒地看着李牧，哦，你确定？李牧把玩着手里的银针，嘴角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意。看着李牧手里的银针，再看着生不如死的周刚，铁修罗双腿止不住的颤抖。这家伙就是个魔鬼，他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弄死李牧。犹豫了片刻之后，铁修罗还是放弃了挣扎。他的定力比周刚强不了多少，周刚都如此痛苦，他又何必多遭罪？好了，那就说说看，当初你为什么要让周家故意破产，然后投靠我们李家，还要撮合我和周清源？李牧问道。什么？故意破产？不是你们李家用卑鄙手段吞并了我们周家，你还因此想要强占我吗？周清源愤怒地看着李牧，这就是颠倒黑白。铁修罗看了一眼无知的周清源，随后开口道：“因为你们李家气运太强了，而且你的体质特殊，而周清源的体质也很特殊，如果你们结合的话，就会阻断你们李家的气运。”我们的气运太强。李牧一阵无语。当时他们李家虽然是阳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但也就是相当于阳城来说，一旦放在江东省，甚至是整个龙国，那根本就不起眼。所以说李家气运太强，他可不相信。不错，就是你们气运太强，我要用周清源来破掉你们李家的气运。可惜你和周清源都不同意，也就只有拖到8年前，你们李家气运最弱的时候，我才让周鸿生动手的。铁修罗说道。你说什么？周清源直接瘫坐在地上。铁修罗这么一说，那就说明当初周家破产并不是李家搞的鬼，根本就不是李家吞并他们周家，而是他们周家故意破产，然后投靠李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李家的气运。可是为什么和他爷爷说的不一样？李牧也没有理会周清源，而是继续问道：那你又为何要让他给仙仙下春毒？我本以为8年前能够彻底覆灭你们李家，结果你父母下落不明，你也不知所踪，只有李仙仙被周家圈养。这些年我一直利用他引诱你们出来，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我也就只有用这个方法
来破解你们李家的气运。铁修罗继续道。什么？周清源突然一阵头疼欲裂，不是说给李仙欠下了药，铁修罗就会出手帮他爷爷治病吗？结果铁修罗是为了破解周家气运，那他成什么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背后是谁？李牧眼神犀利地看着铁修罗。我背后没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谋划的。铁修罗一口否认，因为他明白他背后的人有多可怕，一旦他说出来，就算他死了，估计也会被拉出来鞭尸，是吗？李牧也懒得跟铁修罗废话，直接取出2根银针扎进去。啊！铁修罗立刻不断地发出惨叫，眼神里都满是恐惧。我不管你背后之人有多可怕，我都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可以比他可怕数十倍。李牧微笑着，随后取出一把刀子来，在铁修罗的太阳穴上划开一条小小的口子，然后一股细微的血柱立刻从铁修罗的血管里喷出来。这条血柱不大，但却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按照这个流速，你应该能清醒1个小时左右。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你会越来越痛苦，你完全有时间将你这辈子做过的所有恶想一遍。再然后，你会因为失血过多，渐渐的失去意识。可是我的银针又会让你的身体快速分泌肾上腺素，使你保持清醒，然后你又能清醒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你会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地瘪下去，直到你的心脏无法将血液从这个伤口里挤出来。这个时候，你也就可以死了。听完李牧的话，铁修罗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他想过很多种死法，但是要经过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太可怕了。而且远处周刚的痛苦还在持续。很显然，李牧说的都是真的，到时候他真的要生不如死。魔鬼，你是魔鬼！铁修罗恐惧地看着李牧。我说过，对付魔鬼，只有用更魔鬼的办法才行。李牧耸一耸肩，对这个称呼并不介意。快取针！我说。铁修罗崩溃了，他真的不想经历李牧说的那种死法。李牧立刻取下银针，铁修罗的痛苦这才停止。缓了片刻之后，铁修罗才开口道：你是如何知道我背后有人的？呵呵，我的体质特殊，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就算你是气动镜也不行。至于周清源的体质更加隐秘，你更看不出来。李牧说道。很好，看来我师父说的没错，你若不死，必成大患。哦，你师父不错，李家气运的事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我后面所有的安排也都是他吩咐的。他叫什么名字？何门何派？和我李家有什么恩怨？李牧问道。8年前他们李家也就在阳城有一点点势力而已，而铁修罗的师父少说也是玉静静的高手吧，怎么可能会有交集？他叫玉容真人，至于门派我也不知道。恩怨的话，据他所说，他和你们李家并无恩怨，但是你们李家的气运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具体有什么影响我就不知道了。铁修罗说道。玉容真人。李牧皱了皱眉头，搞了半天，李家遭血洗，就是因为一个叫玉容真人的人觉得李家的气运会对那人有影响，所以就家破人亡。这特么算什么事？我去哪里能找到他？李牧问道。江东省城玉山洞府，那是我的修炼之地，我师父会不定时给我下达任务，不过他也不会露面，这是你找到他的唯一线索。江东省城玉山洞府，看来得去省城一趟了。李牧叹息一声，本来想着救下妹妹之后就可以去找父母了，现在看来复仇之路还很漫长。李牧，该说的我都说了，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个痛快了？铁修罗如释重负，他不想死，但现在他也不想活了。他了解他师父的手段，一旦他师父知道了，他会真正的生不如死的。当然可以。李牧说话算话，随后便准备动手。不过就在这时，一个车队突然从远处疾驰而来，一群身穿统一制服的人走了下来。当铁修罗看到这些人之后，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特么的早不来晚不来，现在来，铁修罗死的心都有了。他们是什么人？李牧看到来人，不由皱了皱眉头，因为这些人穿着统一制服，而且修为高深，最低的都是开元境巅峰，修为最高的还有一个是玉静静的。这样的人在阳城绝对十分罕见，哪怕是整个江东省，估计也是凤毛麟角。坏了，他们是执法队的人。张东看到这些人，脸色瞬间就变了。执法队？李牧有些错愕，其实早些年他也听说过执法队的名号，可是一直没见过。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不错，上次你灭了周家，他们肯定是得到了消息，来调查此事的。张东说道。我灭周家，他们就来调查？李牧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当年李家惨遭灭门，他们一家人亡命天涯的时候，执法队的人哪里去了？现在知道来调查了，真是天大的笑话。小子，你就是李牧？为首的中年人来到云顶天宫面前，冷冷地看着李牧。我就是李牧。李牧也不迟疑，上前一步与中年人对峙了起来。我叫禽兽，是龙国执法队江东省分部的小队长，我们怀疑你和阳城周家灭门惨案有关，现在要带你回分部调查。那人说道。禽兽，你父母是咋想的？李牧一阵无语，取这么一个名字也是够了。中年人嘴角抽了抽，他当然知道自己这个名字有歧义，但名字是父母取的，他也没办法。放肆，敢这么跟小队长说话？一个少年立刻走了出来，厉声呵斥道。我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李牧脸色阴沉，随后隔空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只见一股强悍的力量隔空飞来，
少年吓得一个哆嗦。禽兽立刻猛一跺脚，一股力量也腾空而起，将李牧的巴掌给挡了下来。砰！一声脆响，两道力量在空中碰撞，立刻发出一阵气浪，将周围那几个执法队的队员击退数米远。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狱境高手，难怪胆子这么大。禽兽有些惊讶地看着李牧，毕竟能隔空打出如此强悍的劲道，除了狱境高手也没谁了。而25、6的年纪就能成为狱境高手，这在执法队也不多见。你也不赖。李牧随口一笑，刚才他也只是随手一击罢了，用的不到1成实力。这禽兽虽然是狱境高手，但在他眼里啥也不是。李牧，你虽然很天才，但你在我们小队辖区里犯了事，就必须跟我回去调查。禽兽大喝道。哦，为什么？为什么？我执法队负责整个江东省的安全，你灭了周家，自然要带回去调查。禽兽说道。是吗？那么8年前周家残害李家的时候呢？你们又在哪里？现在我灭了周家，你们就兴师动众的来抓我？李牧眼神血红，倘若当年有执法队出手，李家又怎么会被灭门？哼，当年李家灭门惨案，我们执法队还在调查之中，终究会给李家一个公道，但这也不是你灭周家的理由。禽兽大喝道。李牧大笑了起来，连3师姐都能调查清楚的事情，结果执法队还调查不出个结果来，这分明就是驰名双标。你笑什么？禽兽问道。我笑啊，我都已经报了仇了，而且连幕后黑手都救出来了，要不你们现在就给我们李家一个公道。李牧说道。幕后黑手不错，认识他吗？铁修罗周鸿生就是听他的吩咐才会血洗李家的，而他的背后便是玉龙真人，所以只要抓了玉龙真人，就可以还我李家一个公道。要不你们现在就去抓玉龙真人。李牧指了指地上的铁修罗说道。禽兽瞥了一眼铁修罗，特别是听到玉龙真人这个名字的时候，眼神都抖动了一下。显然禽兽是知道玉龙真人存在的，甚至完全可能知道玉龙真人就是幕后黑手，要不然调查了8年会一点线索都没有。来人啊，把他给我带回去。禽兽一挥手就准备让人把铁修罗带回去审问。李牧倒也没有阻拦，反正他已经知道玉龙真人的存在，铁修罗也就没有存在价值了。可铁修罗却脸色大变，如果他没有把玉龙真人告发，他是宁愿被执法队带走，还有机会逃出升天。可他已经把玉龙真人告发了，一旦去了执法队，玉龙真人有的是手段把他弄走，到时候他就真的生不如死了。于是铁修罗大喝道。禽兽，李牧说的句句是实话，我师父玉龙真人就是幕后黑手，不过我不会跟你们回执法队的。不回执法队怎么录口供？禽兽冷笑道。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执法队的黑幕？反正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了，我先走一步。铁修罗大喝一声，随后捡起一旁的断剑，直接一剑划破了自己的喉咙。他宁愿现在就死，也不想被他师父折磨。看来这玉龙真人确实够可怕的。李牧摇了摇头，铁修罗这种人都宁愿死，也不愿意去执法队，只能说明玉龙真人有多可怕。你也听见了，玉龙真人是幕后黑手，你们要是把他抓来杀了，还我李家公道，我就可以配合你们调查。李牧说道。哼，谁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要是随便找个人来演戏，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抓什么玉龙真人？你当我执法队的人是傻子？禽兽鄙夷道。李牧眼神阴冷，身上已经露出了一丝杀气。张东大惊失色，赶紧劝说道。李先生切不可冲动，执法队是由龙国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联合组建的，一旦和执法队起冲突，在龙国可就寸步难行了。哼，管他什么执法队不执法队的，不讲道理都该死。李牧冷笑一声，当年他也相信过别人，可结果却换来李家被血洗，所以从8年前开始，他就只相信自己的拳头，只有自己的拳头足够硬，别人才会跟你讲道理。你们有完没完？气氛瞬间剑拔弩张，禽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抓捕李牧，而李牧也是杀气腾腾。既然执法队不讲理，那就灭了执法队。张东则死死地挡在李牧面前，倘若李牧真的灭了这个执法小队，别说张梦瑶了，就算是张梦瑶背后的人都救不了李牧，因为在龙国，执法队就是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的脸面，谁敢灭了执法队，就会遭受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的联合围剿。就算李牧再厉害，能是这些家族和门派的对手？李先生，听我一句劝，不要冲动。张东赶紧劝说李牧。李牧瞥了一眼张东，一直以来张东都是忠心耿耿的，也从来没有如此严肃地劝说过他，所以这执法队的背后确实强得离谱，但让他被执法队带回去受辱，他绝对不会同意。大不了灭掉这个执法队，然后到省城去找玉龙真人，把李家的血海深仇报了，到时候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就可以跟执法队拼个你死我活了。你让开，我倒要看看执法队的人是不是都长了3个脑袋。李牧冷笑道。张东一阵无语，可以他的实力又完全拦不住李牧。行了，你们别争了，带我走吧。这时面如死灰的周清源突然开口了。你又是何人？禽兽瞥了一眼周清源。我叫周清源，是周家唯一的幸存者，我可以证明铁修罗说的都是真的，当年确实是我周家被铁修罗蛊惑，才会灭了李家。周清源面无表情地说道。放屁，你说是就是。禽兽冷笑一声，他们执法队调查了8年都没调查出来的事，
岂能让周清源三言两语就给承认了？这要是说出去，他们执法队的脸往哪里放？我是周家唯一的幸存者，我有必要说谎吗？而且我周家自作孽，被灭门也是周家自找的，我不怪李牧。周清源看了一眼李牧，眼神极其复杂。曾经他以为李牧是觊觎他的美貌，所以李家才会用计吞并周家，所以他觉得周家报复李家没有任何问题。再后来他爷爷病重，铁修罗让他给李仙仙下春毒，他才违背初心给李仙仙下药。可他今天才知道，这一切都是铁修罗和周家的阴谋，他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而李家从最开始就是受害者。李家被血洗，李牧失踪8年，李仙仙被圈养8年，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拜周家所赐。他已经没脸再见李牧和李仙仙了。或许将真相公布天下，是他唯一能做的了。哼，你说你是唯一的幸存者，你就是唯一的幸存者了，还敢阻碍执法队办案？给我去死！禽兽大喝一声，随后一弹手指，一股力量立刻从指尖飞出，在空中化为一把利剑，直扑周清源而来。周清源闭上双眼，他没脸活了，死了也好。李牧则冷哼一声，一阵气浪立刻将禽兽的攻击击溃。李牧，你为什么要救我？周清源表情怪异地看着李牧，李牧不是想杀他吗？为何又要救他？我说过，你的生死由我掌控，他没资格杀你。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挥手，一道气浪立刻将周清源席卷到身后。毕竟从铁修罗的话来看，周清源从来没有参与过当年的事，这8年来甚至还暗中帮助过李仙仙，只是因为周鸿生的病情，不得已给李仙仙下了春毒。本质上他和周家众人不是一路人。找死！禽兽脸色阴沉，周清源不死，岂不是都知道执法队执法不严了？于是禽兽便准备对李牧出手，让其余队员抓捕周清源。只要进了执法队，他有的是办法让周清源改变口供。住手！就在这时，一声娇喝响起，众人立刻看向远处，只见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妙龄女子正缓步走来。她身材妖娆，白色长裙也掩盖不住她丰腴的身子，那细腻的脸蛋吹弹可怕，一个马尾辫看起来青春灵动，一双大长腿煞是惹眼，气质更是超凡脱俗，只一眼就让人挪不开眼。小姐，张东立刻走上前来，恭敬的行礼。行了，你下去吧。白衣女子点了点头，然后看向了李牧。小师弟，愣着干什么？白衣女子张开双手，笑着说道。可，三师姐，不好吧？李牧有些尴尬，在天域的时候，他和三师姐见面都得拥抱一下，可现在这么多人看着，不好吧？你还是我小师弟吗？张梦瑶瞪了一眼李牧，李牧尴尬一笑，只好走了过去，然后给了张梦瑶一个大大的拥抱。一瞬间，一股少女体香迎面扑来，刺激着李牧的神经。虽然在天域里经常拥抱，可这还是离开天域之后的第一次拥抱。李牧只感觉体内的纯阳道诀开始躁动，而张梦瑶身上的温度恰好平息纯阳道诀的躁动，这种感觉让人流连忘返。小师弟，差不多行了。张梦瑶有些尴尬，因为她胸口都有点压迫感了。李牧也有些尴尬的松开手，他终于明白师娘为什么要让他找师姐们了，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极阴之体，可以用来中和纯阳道体的霸道之力，否则他的纯阳道诀往后修炼，他的肉身根本就扛不住。三师姐，你瘦了。李牧打量了一番张梦瑶，因为抱起来手感比以前差了一点，虽然差别不大，但他还是能感觉出来的。张梦瑶眼神闪躲了一下，虽然很快掩饰了过去，但还是被李牧捕捉到了。看来三师姐在外面也有麻烦。李牧心中思索着，远处的禽兽就怒了，大喝道：你们特么有完没完？我还在这呢！可，差点把秦队长给搞忘了。张梦瑶拍了拍脑门，有些尴尬的说道：你是？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江东省张家，张梦瑶。张梦瑶笑道：张梦瑶就是人送外号江东一枝花的张梦瑶。禽兽惊讶的看着张梦瑶，他就说张梦瑶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惊艳绝美，想不到竟然有这么大的名气。可，有些名不副实了。张梦瑶脸蛋一红，说她是江东一枝花，她觉得有些过了。李牧仔细打量了一番张梦瑶，她的容貌放在整个江东省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说她是江东一枝花绝对不过分。张梦瑶小姐，你来这里干什么？禽兽明显客气了起来，毕竟张梦瑶名声在外，而且张家在江东省也是豪门，还是不要起冲突为好。对了，我是来传达命令的。传达命令？不错，这是你们执法队京都总部下达的命令。周家策划了当年李家血案，其罪当诛，此案不得再追究。张梦瑶说完丢了一张纸过去，禽兽接过那张纸之后仔细看了一遍，脸色变了又变。行了，收队。禽兽叹息一声，随后便带着执法队的人离开了。三师姐，这是什么情况？李牧问道。小师弟，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但执法队是由龙国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联手组建的，你一旦灭了这个执法小队，后果不堪设想。张梦瑶说道。那这个命令，其实吧，我一开始是准备来阳城的，不过我一听说你灭了周家，我就知道执法队肯定会插手的，而执法队结构臃肿，派系复杂，我就只好转道去了一趟京都，让执法队总部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张梦瑶说道。结构臃肿，
派系复杂。李牧一愣，执法队也有这么多弯弯绕绕？不错，这10大家族、10大门派，有一部分在京都，但还有一部分在其余省份，所以在这个省份的执法队，在执法上面肯定就会有所偏袒。张梦瑶解释道。三师姐，你的意思是，这玉龙真人的背后跟执法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牧皱了皱眉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们李家血案的背后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难怪都8年了，还没有调查出凶手来，就连张梦瑶都只能去京都总部，才能暂时把这事给压下来。不错，此事只能从长计议，所以我才去了一趟总部，暂时将你和周家的恩怨了结。至于玉龙真人还有执法队，只能以后再说了。张梦瑶说道。多谢师姐了。李牧知道张梦瑶这是为他好，否则真的灭了执法小队，后果确实难以预料。他虽然不怕，但到时候张梦瑶肯定会牵扯进来，动静就太大了。小师弟，这才几年不见，你咋变得这么矫情了？咱们之间还要道谢？张梦瑶拍了拍李牧的肩头，笑着说道。对了，七师姐呢？她把卡给我了，为什么人不来？李牧问道。七师妹忙着呢，她的家业比我的可大多了，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张梦瑶笑道。那你有没有跟其余几位师姐联系？哎，有时间再说吧。张梦瑶笑着回避了这个问题。李牧倒也没有追问，而是看向了周清源。李牧，我对不起你们李家，你杀了我吧。周清源闭上眼睛，带着一丝愧疚说道。是你们周家人对不起李家，不是你。而且玉龙真人还没有找到，你还不能死。李牧说完便带着周清源回到了云顶天宫。找不找到玉龙真人有关系吗？周清源满脸苦涩，他已经知道真相，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因为他亏欠李家太多了。我说有关系就有关系。李牧面无表情地说着，而一旁的张梦瑶却笑而不语。他太了解李牧了，如果不知道实情，就算杀了周清源也不会有半点犹豫。可如今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李牧绝对不会杀周清源的，因为李牧绝对不是那种滥杀之人。仙仙，对不起。走进来之后，周清源来到李仙仙面前，直接跪了下来。当初要不是李牧归来，李仙仙的清白就被玉面佛毁了，而他就是罪魁祸首。李仙仙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此刻心情很是复杂。被圈养的8年，周家人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但周清源是个例外，甚至有时候还会骂骂咧咧的给他一些食物，说是怕把他饿死了，卖不上好价钱。而且他父母至少还活着，还有哥哥保护他。周清源呢？父母全死了，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你先起来吧。李仙仙表情复杂的说道。李牧揉了揉李仙仙的脑袋，虽然遭了8年的罪，但李仙仙心地还是善良的。随后李牧看向了张梦瑶，道：对了，三师姐，我接下来要去省城，你呢？我当然也是回省城，我家里还有些事需要解决。张梦瑶说道。那正好一起。不必了，我还有事就先行一步。三师姐，等一等。李牧立刻追了上来，然后从兜里掏出一颗黑色药丸来。这是护心丸。张梦瑶大惊，身为鬼谷一仙的弟子，她自然知道护心丸的价值。她们7个是姐妹，没有一个能炼制出来，想不到李牧竟然炼制出来了。不错，这是护心丸。刚才拥抱的时候，我看三师姐你心绪不宁，这护心丸能保护你的心脏。回到省城，不管有什么事，一定等我来。李牧将护心丸放在张梦瑶的手上，很严肃地说道。以前在天域都是师姐们照顾他，现在出来了，不管他们有什么麻烦，他都会冲在最前面。傻小子，我能有什么事？我可是张家大小姐。张梦瑶大笑一声，随后转过身来，只是在转身的一瞬间，眼角已经湿润了，因为他明白这一别，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大队长，这个张梦瑶太过分了，竟然跑去京都要总部的命令。执法队大楼里，禽兽将武器狠狠地丢在桌子上，满脸的不忿。咱们这里毕竟只是分部，总部的命令还是要遵守的。大队长林涛不动声色地说道。可是大队长，江东省是咱们分部管辖的范围，这种命令就应该咱们分部来下。他张梦瑶去京都总部拿命令，张家这是不把咱们分部放在眼里，不把你们林家放在眼里。禽兽说道。我当然知道，不过这是张梦瑶的个人人脉，跟张家的关系倒是不大。林涛摇了摇头，张家在江东省虽然也是名门望族，但是比他们林家还是差远了。张家连他们分部都无法撼动，就更别说京都总部了。张梦瑶之所以能拿到这个命令，肯定是动用了别的关系，可这还是有损咱们执法队分部的威望。你们林家，行了，不必再说了，他张梦瑶也嚣张不了几天了。林涛淡然一笑，并没有把这事放在眼里。大队长，你可是得到了什么信息？呵呵，他张梦瑶不是号称江东一枝花吗？自然会有采花使者。采花使者？禽兽眼前一亮，以张梦瑶的脾气，遇到不喜欢的人绝对不会顺从的。但如果对方是他惹不起的人呢？那就有好戏看了。对了，大队长，那李牧那小子的事？禽兽立刻转移了话题。虽然总部命令此事告一段落，但当年李家血案一事还没有定论。倘若李牧揪着不放，怕是会有败露的一天。放心吧，有人比我们更怕当年的事情败露。那小子若是待在阳城养老，就让他活下去吧。如果胆敢来找玉龙真人……林涛冷笑一声，周身立刻散发出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旁边的禽兽都被吓了一大跳。显然
当年李家血案一事并不简单。云顶天宫哥，咱们真的要去省城吗？李仙仙问道。玉龙真人就在省城，我是必须要去一趟的。当年的事情必须要调查清楚，这是唯一的线索。李牧很严肃地说道。李牧哥哥，要不还是别去了吧？一品天下在省城可是有分部的，而且季家也在省城，他们要是知道你去了省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季小月也有些担心，毕竟李牧杀了一品天下的人，以一品天下的尿性，肯定不会放过李牧的。还有季家，当年季家叛变，要将李牧交出去，如今李牧学成归来，季家岂会坐以待毙？而且季家离开阳城之后，已经在省城扎根，还混得风生水起，实力远不是当年的季家能够比拟的。他担心以李牧现在的实力，在省城活不过3天。哦，季家也在省城吗？李牧冷笑一声，正好把当年的恩怨一起解决了。随后李牧便准备带着他们前往省城，结果刚来到门口，就看到张东他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外面。李先生，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张东恭敬地说道。你们还在？李牧有些惊讶，本以为张东他们会跟随三师姐赶回省城。李先生，小姐吩咐了，从今以后我们就听你的吩咐。张东说道。李牧皱了皱眉头，张东他们可是三师姐的亲信，而且他在阳城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为何还要把他们留在他身边？李先生，我们张家在江东省也是一方豪门，族人众多，小姐可能已经有了更好的手下吧。张东苦笑道。那行吧，那就去省城。李牧倒也没有多想，有什么事去了省城自然知晓。于是一行人立刻前往机场，乘坐私人飞机急速赶往省城。李牧，你都已经知道去找玉龙真人了，为何还要带着我？飞机上，周清源不解地看着李牧。把你留下，等你自杀。李牧闭着眼睛随口说道。我现在死不死跟你貌似没什么关系了吧？我说过你的生死由我掌控，你想自杀也得我同意才行。你……周清源瞪了一眼李牧，随后也不再说话。倒是李仙仙和季小月两人一边看着下面的风景，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快看，好高的雪山！李仙仙趴在窗边指着远处的雪山说道。是啊，耸立云端，太漂亮了。季小月也是满脸惊异，毕竟被一品天下关了这么多年，别说雪山了，就连外面的小山包都没见过。周清源也看着远处的雪山，眼神里流露着怪异的眼光。雪山？李牧突然睁开了眼睛，然后看向了远处的雪山。哥，怎么了？李仙仙见李牧眼神不对，立刻好奇问道。阳城距离省城1000公里，这一路上可没有雪山。李牧立刻看向了张东，他虽然在天域待了8年，但外面的情况他还是大致了解的，这绝对不是前往省城的路。李仙仙等人也愣住了，他们刚才也被雪山的美景所震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张东嘴角抽了抽，尴尬道。李先生，小姐说了，先带你去海边散心，都你休养好了再去省城不迟。海边散心？李牧冷冷一笑，联想起之前张梦瑶的怪异举动，这里面绝对有问题。于是李牧严肃地看着张东道。张东，三师姐是不是让你以后一直跟着我？是。那我的话你听还是不听？李先生的话就是小姐的命令，我们自然听。那你说实话，三师姐发生什么事了？李牧质问道。李先生，小姐最后一道命令就是让我把你们带到海边，之后就完全听命于你，至于别的我真不知道。张东说道。你不知道？李牧一愣，看张东的样子确实不是很清楚，就是在执行张梦瑶的命令。于是李牧立刻说道。张东立刻调转方向前往省城。李先生，小姐的命令是让我到了海边再听你的命令，现在我必须执行她的命令。张东说道。那我就只有自己来了。李牧脸色阴沉，张梦瑶这么做肯定是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不想他去省城，那他就更必须去了。说完，李牧大手一挥，一股力量立刻穿透舱门，操控驾驶员，飞机立刻调转方向。张东目瞪口呆，隔空操控一个人，李牧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李先生，你的实力实在是很恐怖。不过张东犹豫了片刻，还是开口说道。不过什么？不过小姐预料到这一点了，所以她吩咐了，这飞机里的燃油根本就不够飞到省城了。张东说道。什么？李牧很是无语，这也就更加说明张梦瑶在省城遇到了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张梦瑶这是怕他到了省城会去帮他出头。李先生，不如先去海边，等补充了燃油，咱们再前往省城如何？张东提议道。不行，没时间了。李牧摇了摇头，这里距离阳城都有1000多公里了，然后再飞往省城都还需要好几个小时，如果去了海边再加注燃油，耽搁的时间就太多了。可是李先生，没有可是，去晚了三师姐会有危险的。李牧咆哮一声，把张东都给吓到了。李先生，你说小姐她，你也不动脑子想想，三师姐为何把你们留给我？为什么非要你带我去海边？就是因为她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又怕我去帮忙。李牧说道。不可能吧？小姐可是气动境高手，还有她解决不了的麻烦？张东有些错愕，在他眼里，张梦瑶就是无所不能的，甚至连执法队总部的命令都能拿来，还能遇到什么麻烦？气动境高手，你可知在气动境之上还有御境、真元、神游、超凡、入圣，每一个境界那都是天差地别。李牧说道。张东脸色变了变，
他就说这次张梦瑶的命令很奇怪，还说无论李牧怎么说，都一定要把李牧带到海边。难道张梦瑶真的会遇到危险？李先生，我亲自操控飞机，使用副油箱的燃油，以最快的速度前往省城。张东下定决心，立刻前往驾驶室。他的命就是张梦瑶救的，如果张梦瑶真的有危险，哪怕是违背张梦瑶的命令，他也要把李牧带回省城去救人。李牧这才坐了下来，虽然他会飞，但是以他现在的实力，飞行速度还是无法和飞机相比的。等他飞到省城，黄花菜都凉了。而在李牧乘坐飞机前往省城的同时，省城一栋别墅之中，张梦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一丝苦笑。瑶瑶，不是让你去京都求援了吗？怎么还这么愁眉苦脸的？一个中年美妇来到张梦瑶身边，小声问道。妈，我去了，但他只帮我做一件事。张梦瑶苦笑道。这不正好吗？你让他帮忙拒绝这门婚事不就行了？你为什么还要愁眉苦脸的？妈，我让他帮忙找执法队总部要了一道命令。张梦瑶说道。执法队总部的命令？为什么？中年美妇有些错愕，她知道自己女儿不想要这门婚事，但是对方实在是太强了，强到他们张家都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所以她拿出多年前的一个人情，让张梦瑶去京都求援。结果张梦瑶竟然用这个人情找执法队总部要了一道命令，这一道命令还不是关于她的。妈，你别问了。张梦瑶苦笑着摇了摇头。其实当初去京都的时候，她也想过用这个人情解决自己的麻烦，但是转念一想，以李牧的脾气，肯定是要和执法队起冲突的，到时候李牧绝对会死在执法队手里，所以他用这个人情换了执法队总部的命令，李牧和执法队也就没有冲突了。至于他的事，就由他自己来扛吧。瑶瑶，中年美妇惊讶地看着张梦瑶，因为从小到大，张梦瑶做事都是很冷静的，绝对不会意气用事，可这一次她竟然如此意气用事。妈，这件事我不后悔，只是我可能无法为你尽孝了。张梦瑶扑倒在中年美妇的怀里，泪水打湿了衣衫。没事，咱们张家一起扛。中年美妇安抚着张梦瑶。夫人，小姐，唐家来人了。就在这时，一个丫鬟走了进来，神色慌张地说道。终于来了吗？张梦瑶擦掉眼角的泪水，眼神里带着一丝决绝。瑶瑶，不要怕，有事咱们一起扛。中年美妇拍了拍张梦瑶的肩头，随后便和张梦瑶一起前往大厅。刚到大厅门口，张梦瑶就看到禽兽带着人来到了张家。禽兽，你们来干什么？张梦瑶皱眉道。呵呵，张小姐和唐少订婚，我们执法队自然是要来恭喜的。再说了，唐少光临江东省，我们执法队自然要负责他的安全。禽兽冷笑道。你……张梦瑶紧握着拳头，这禽兽就是来看他笑话的。行了，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唐少在里面等着呢。禽兽耸一耸肩，眼神里都带着一丝嘲讽。用执法队总部命令来压他的时候不是很拽吗？如今再拽一个试试。对了，你可不要乱来哦，你们张家要是得罪了唐少，你们在江东省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禽兽又补了一句。不劳烦你操心。张梦瑶瞪了一眼禽兽，随后便走进了大厅。此刻的大厅里，家主张振东眉头紧锁，因为他了解自己女儿的脾气，不喜欢唐少，那么就算天塌下来，也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然而唐家的实力远在他们张家之上，在女儿的幸福和张家的存亡之间，他也无法做出任何选择，这一切的选择权只有交给张梦瑶。而在张振东的旁边坐着一个翘着二郎腿的少年，他举止轻浮，身上的气息却让张振东都发怵，而且少年身边还站着一个老头，实力更加恐怖。来了。少年正喝着茶，突然看到门外的张梦瑶，瞬间瞪大了眼睛。一袭白纱裙，一根紫裙带，搭配上我见犹怜的表情，这就是他最想看到的画面。以他的身份，主动倒贴的美女多了去了，可他就喜欢征服张梦瑶这种宁死不从的女人，这样才有成就感。李先生，前面就到省城了，等我们降落到机场，你立刻前往张家。张东指了指前往一幢高楼大厦，说道。不用等降落了，你从张家别墅上方飞过，我直接跳下去就行。李牧说道。什么？不行！张东吓得一个哆嗦，他知道李牧很强，甚至有可能是域境高手，但就算是域境高手，就算飞机快要降落，那也是近千米高空，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就算是域境高手也得粉身碎骨。他是带李牧回来救张梦瑶的，不是让李牧回来送死的。没时间了，等到降落，我再全力赶去张家。黄花菜都凉了。李牧摇了摇头，上次张梦瑶离开的时候，眼神就有些不对劲，这次更是让张东带他去海边，麻烦肯定很大。他担心晚去1分钟，张梦瑶就多一分危险，所以他必须赶时间，只能从空中速降了。李先生，要不带着降落伞吧？张东提议道。不必，降落伞太浪费时间了。李牧摇了摇头，降落伞不仅费时间，而且不好控制方向，他就单纯用肉身降落，还能用力量外放来控制方向和速度，能够精准降落在周家。哥，太冒险了吧？李仙仙也有些担心，在他的理解范围内，没有人能够不带降落伞从1000米高空跳下去。仙仙，三师姐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她。李牧说道。你还没有报仇，值得吗？周清源突然开口了。冒如此大的风险，只为救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师姐，呵呵，她是我师姐，别说1000米高空，
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义无反顾。至于报仇，我自然会活下来。李牧大笑一声，随后来到了仓门口。李先生，前方就是周家别墅，你自己小心点。张东恭敬道。放心吧，我不会有事，你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等我的消息。李牧说完便纵身一跃，从1000米高空直接跳了下去。卧槽，我没看错吧？那就好，没带降落伞就直接跳下去了。远处一架飞机上，一个人目瞪口呆地说道：难道是极限运动？切，就算是极限运动也要带降落伞，再不济也要穿一装飞行服吧。他就一身常服，他这就是找死。我寻思他的衣服上也没印什么 logo 啊。哎，真是印证了那句话，你的死法超乎你的想象。张家别墅大院，唐少白放下茶杯，上下打量着张梦瑶，眼神里流露着满意的神色。随后唐少白开口道：张家主，婚礼的事已经没什么变数了，今日我就带瑶瑶回京都，你觉得如何？张振东脸色阴沉，眼神里更是带着一丝怒意，但他却无法表达出来，因为这个唐少白身份特殊，他背后的唐家更是他无法招惹的存在。哪怕张家在江东省是一方豪门，可是在唐家眼里啥也不是，甚至唐少白一句话就有可能让张家坠入万劫不复之地。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那我就把瑶瑶带走了。唐少白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便准备离开。远处的禽兽见状，不由轻笑了起来。看来他们大队长说的没错，张梦瑶不是江东一枝花吗？这唐少白就是采花使者。等张梦瑶被唐少白带到京都，他们执法队有的是办法对付李牧。慢着！就在这时，张梦瑶突然开口了：哦，瑶瑶，你对我的安排有什么意见吗？唐少白问道。唐少白，这里是一份合同。张梦瑶突然从腰间掏出一份合同来。合同？张振东等人都愣住了。这个时候了，拿合同干什么？瑶瑶，你这是何意？唐少白问道。唐少白，我怎么知道你带我回京都之后会不会为难张家？所以我答应跟你回京都，但你必须签下这份合同，从现在起不得为难张家。张梦瑶说道。呵呵，没问题。唐少白耸一耸肩，他为难张家，不就是逼迫张梦瑶和他联姻吗？如今都成功了，再为难张家又有什么意思？于是唐少白接过合同，大致看了一眼之后，也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合同。见唐少白签了合同，张梦瑶也就放心了。随后张梦瑶看向了张振东夫妻俩，眼里已经泪水打转了。爸妈，女儿不孝，无法再陪伴你们左右了。张梦瑶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道。瑶瑶，别说瞎话，是爸爸没用。张振东满脸苦涩，虽然张家号称江东豪门，可他自己也只是玉境境中期，而唐少白本身就是玉境中期，他背后的老者更是玉境巅峰，更何况唐家还有更多的高手，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梦瑶被唐少白带走。行了，这么多废话，赶紧走吧。唐少白有些不耐烦了，他现在急着回去洞房呢。张梦瑶深深地看了一眼父母，然后咬破了嘴里的一个小袋子。一瞬间，张梦瑶脸色发黑，然后一口鲜血吐出来。瑶瑶！中年美妇大惊，立刻抱着张梦瑶，却发现张梦瑶的生机竟然断绝了。张梦瑶，你干什么？唐少白大惊，如果张梦瑶死了，他要一具尸体干什么？唐少白，你签了合同，可不能反悔。张梦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合同上说的，你要跟我一起回京都，可没有说是活着跟你回去。你可以带我的尸体回去。张梦瑶笑了，带着鲜血的嘴角，带着对唐少白的嘲讽。你为什么？唐少白怒了，他费尽心思就想得到张梦瑶，可为何他宁死也不跟他走？因为我已心有所属，可惜这辈子没机会了。张梦瑶叹息一声，然后慢慢的闭上眼睛。作为鬼谷一仙的弟子，他用的可是剧毒，就算到了京都也无人能解。唐少白，我跟你拼了！中年美妇咆哮了起来。她就这么一个女儿，就这么被唐少白给逼死了。而唐少白没有理会她，而是咬牙道：拉的，就算是死了也得跟老子回京都，老子想要的女人就算是鬼也得留在身边。混蛋！张振东彻底怒了，哪怕不是对手，今天他也要给自己女儿讨个公道。也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大喝道：谁敢动我师姐？什么人？院子里所有人都抬头看着天，然后就看到李牧从天而降，好快的速度！唐少白大惊失色，他虽然是玉境高手，可是以这么快的速度降落的话，绝对非死即伤。他背后的老者也皱了皱眉头，李牧这个下降速度，少说是从数百米高空跳下来的，这个高度就算是他，估计也是死路一条。这家伙怎么敢的？傻子，你来干什么？弥留之际，张梦瑶也看到了从天而降的李牧，只能无奈的摇摇头。他之所以让张东带着李牧远离省城，就是不想让李牧牵扯进来。可李牧最终还是来了，他这个师弟啊，就是这么贴心。不过可惜了，他看不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说完，张梦瑶便闭上了眼睛，生机断绝。而李牧还没降落，就感应到张梦瑶的生机断绝，瞬间怒火滔天。他紧赶慢赶，还是没能及时赶到。师姐！李牧咆哮一声，随后以流星般的速度直接砸在了张家别墅的院子里。砰！
一声巨响，整个地面都为之一颤，紧接着一阵尘土四散开来。死了。尘埃散尽之后，唐少白立刻看向了大坑。他觉得如此快的速度降落，任何人都会死于非命的。然而李牧却直接从大坑里跳了出来，然后冲到了张梦瑶身边，将张梦瑶一把抱了起来。三师姐，你怎么这么傻？李牧握着张梦瑶的手腕，查看了一下她的脉搏，这才发现张梦瑶的脉搏已经完全停止了。从医学上来说，张梦瑶已经死了。不过李牧又查探了一下张梦瑶的心脏，发现上次他给张梦瑶服用的护心丸竟然起了作用。现在张梦瑶的心脏还有细微的跳动，只要他及时替张梦瑶解毒，就能把她救回来。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逼死三师姐？李牧抱着张梦瑶，愤怒地看着中年美妇。你就是瑶瑶不顾一切都要救的人。中年美妇上下打量着李牧，年轻帅气，朝气蓬勃，确实是张梦瑶喜欢的类型。可是张梦瑶如此冷静睿智的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三师姐不顾一切救我。李牧愣住了，你还不知道吧？他这次去京都其实是为了……中年美妇叹息一声，随后将张梦瑶去京都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当李牧知道张梦瑶明明有机会不和唐少白联姻，却因为不想让他和执法队起冲突而选择放弃自己之后，李牧心中不由自主的一颤。三师姐还是那么宠溺他，哪怕自己面对危险也不会让他受到伤害。可他太傻了，执法队又如何？他有何惧？所以是他们逼死了三师姐是吧？李牧冷冷地看向一旁的唐少白，眼神里已经充满了杀意。小伙子，算了吧，瑶瑶这么做就是不想让你深陷危机之中。唐家你招惹不起的。中年美妇劝解着李牧，他女儿宁愿自己去死，也不让李牧深陷危机。看得出来，他女儿对李牧是真好。如今他女儿已经死了，他不想李牧也死了，害我师姐者死。李牧脸色阴沉，将张梦瑶还给了中年美妇。小伙子，不要冲动，瑶瑶已经死了，你不要让她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年美妇继续劝解道：阿姨，照顾好三师姐，她还没死，我有办法救她，不过在救她之前，他们都得死。李牧眼神血红地看着唐少白说道：什么？瑶瑶还有救？中年美妇大喜过望，她知道张梦瑶学过医，也知道张梦瑶的师傅医术通天，难道李牧能把他师傅叫来？不过不管如何，只要还有希望，他就绝对不会放弃的。小子，你他妈又是谁？张梦瑶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哪怕他死了，他的尸体我也得带走。唐少白冷笑道：唐少，他叫李牧，是阳城李家的余孽，张梦瑶就是为了他去执法队京都总部要的命令，我们才没办法抓捕他的。这时禽兽立刻凑到唐少白面前解释道：如果能够得到唐少白的青睐，他也就可以平步青云了。唐少白瞬间脸色阴沉起来。张梦瑶为了李牧竟然跑去执法队京都总部，而且张梦瑶说过他已经心有所属，现在看来张梦瑶喜欢的就是李牧了。他堂唐家少爷，还是御境高手，背后更是高手无数，他自己更是一表人才。他努力追求了张梦瑶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好脸色，结果为了救李牧，张梦瑶竟然宁愿牺牲自己。凭什么？凭什么？他哪里不如李牧？小子，你找死！唐少白也是满眼怒火，哪怕李牧敢从数百米高空跳下来，今天也必须死！找死！李牧眼露寒光，然后一步步走向唐少白。放肆！胆对唐少不敬！来人，给我拿下！禽兽立刻一挥手，带着执法队的人杀了过来。这可是个表忠心的机会，他可不会错过。禽兽，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李牧大喝一声，上次要不是三师姐出面，他就已经拍死禽兽了。这家伙还真以为他是怕了执法队？哼，胆敢威胁执法队，罪加一等，给我拿下！禽兽大喝一声，几个执法队队员立刻杀了过来。给我死！李牧咆哮一声，随后搓指成剑，一道剑气从他的周围展出，然后一圈剑气直接将围过来的几个队员直接劈成了两半，现场一片血腥。好强！禽兽大惊，一招秒杀几个气动境的执法队员。李牧的实力确实够强的，不过他可是小队长，岂能让李牧嚣张？小杂碎，给我去死！禽兽咆哮一声，立刻冲了过来。给我死来！李牧也不再留手，大手一挥，禽兽立刻就被一股强悍无比的力量抓住，然后飞到了李牧的手里。李牧，你！禽兽脸色大变，因为他一个御境高手被李牧捏着脖子，竟然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这家伙到底有多恐怖？小伙子，不要冲动！张振东都被李牧吓了一跳，禽兽可是执法队的小队长，一旦李牧杀了禽兽，执法队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的。虽然李牧是为了给张梦瑶报仇，但张梦瑶做这一切不就是为了不让李牧和执法队不死不休吗？冲动！我现在很清醒，谁敢对我三师姐不利，都得死！李牧眼神血红，身上的杀气把禽兽吓得双腿发软。李牧，你不要乱来，这里是省城，这里有我们执法队分部存在，我们有真元境强者，你一旦杀了我们执法队分部甚至是总部都会对你下达追杀令的。禽兽赶紧劝说李牧，毕竟他也不想死，现在知道怕了，已经晚了。李牧冷冷一笑，随后猛一发力，砰！
随着一声巨响，禽兽整个脑袋都被捏成了肉泥，然后他的身体就如同烂泥一般，直接瘫在地上。这血腥一幕让众人都是一个哆嗦，那可是狱境中期的高手啊，还是进入执法队的天才，结果就这么被李牧一把捏爆了。小杂碎，你胆子不小啊，连执法队的小队长都敢杀。唐少白见状大怒，不过他一点不害怕，因为他身后还有个狱境巅峰的高手，而且还有整个唐家当后盾。他觉得李牧就算是在愤怒，也不敢对他出手的。执法队算什么？老子还要杀你！李牧愤怒地看着唐少白，因为张梦瑶服毒自尽，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唐少白，仗着自己是豪门贵族，就要强行将张梦瑶据为己有，害得张梦瑶服毒自尽之后还不悔改，还想将张梦瑶带回京都，死100遍都不足以赎罪。杀我就凭你！唐少白冷笑一声，根本就没有把李牧放在眼里。他本身就有狱境中期的修为，他的保镖更是狱境巅峰，李牧拿什么跟他斗？周爷爷，杀了他！唐少白看向了背后的老头，说道：“是，少爷。”老头毫不迟疑地杀了过来。小子，快跑！张振东大惊失色。李牧虽然能杀了禽兽，但这老头可是狱境巅峰，而且身为唐少白的保镖，肯定是身经百战的老手，战斗经验丰富，绝对不是李牧能够匹敌的。跑！我就是奔着杀人来的，为何要跑？李牧脸色阴沉，或许狱境巅峰在别人眼里强得离谱，可在他眼里，狱境巅峰也就是大一点的蝼蚁而已。于是，在老头冲过来的时候，李牧竟然纹丝不动。剑出东方！老头大喝一声，随后体内大量的力量喷涌而出，在他面前形成了一把长剑。长剑越来越大，威力也更加惊人。狱境巅峰，体内的内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足以杀敌于100步之外，拥有万人敌的可怕实力。那小伙子危险了！看到这一幕，张振东不由摇了摇头，而李牧却丝毫不慌，在长剑袭来的时候，只是淡然地伸出右手，只见他缓缓伸出2根手指，砰！长剑猛地落下，眼看就要将李牧劈成肉泥，结果长剑落到李牧的手指之间，竟然无法再动弹分毫了。什么？老头有些懵了，这可是他的全力一击，狱境巅峰之下无人能挡，结果李牧仅凭2根手指就挡了下来，就这点实力也出来当保镖？李牧冷冷地看向老头，然后手指一用力，砰！内力所化的长剑直接化为虚无，巨大的冲击力也将老头击退2米远，惊恐地看着李牧：“你是真元境高手？”老头惊呼：“什么？真元境？”唐少白有些惊讶地看着李牧，他可是唐家的天才，还有唐家大量的资源堆积，才在25的时候突破到狱境中期，结果李牧没什么背景，竟然在跟他相似的年纪突破到了真元境。他可是听说过，放眼整个龙国，能够在30岁之前突破到真元境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至少是真元境，否则不可能如此轻易化解我的攻击。少爷，你快走，我来拖住他。老头也意识到李牧不好对付，立刻让唐少白先走。唐少白也不傻，转身就走。我要杀的人，天王老子来了都保不住。李牧冷笑一声，随后隔空一抓，一只大手便直接将唐少白给抓了起来。别我破！老头猛地一拳砸向那只大手，结果李牧反手就是一巴掌，又一只无形大手袭来，直接将老头扇飞出10几米远。噗！老头一口鲜血吐出来，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举手投足间就能击败他。李牧的实力还在他的预料之外。放了少爷！老头虽然知道自己不是李牧的对手，但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唐少白，若是唐少白死了，他回去也难逃一死。于是老头再次杀了过来。找死！李牧脸色阴沉，本来他只想杀唐少白的，但是这老头要找死，那他就只有送这家伙上西天了。于是李牧反手就是一巴掌，啪！一只巨大的手掌隔空飞去，直接将老头拍在远处的地面上，咔嚓！老头直接被拍成了肉泥。什么？唐少白彻底懵了，狱境巅峰的高手被一巴掌拍成肉泥，这个李牧的修为究竟到了多么恐怖的地步？这张振东也麻木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算是见多识广的了，但是李牧这手段还真是超乎了他的认知，至少在江东省境内，他还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人。不过张振东很快就回过神来，赶紧说道：“小子，杀了那个老头问题不大，可是这唐少白杀不得。”哦，为什么？李牧问道。那老头只是个保镖，还有缓和的余地，但你若是杀了唐少白，唐家就会和你不死不休的。张振东说道。不错，我唐家在京都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我们吐一口气就能把张家捏死。至于你，乖乖跪下认错，我可以饶你不死。唐少白大笑道。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你赶紧给唐家打个电话。李牧说道。哈哈，你怕了？那就好，我这就打电话。唐少白冷笑一声，随后立刻给他老爹打了个电话。结果唐少白还没来得及说话，李牧便直接拿过手机，冷笑道：“京都唐家是吧？唐少白被我杀了，记住，我叫李牧，李牧的李，李牧的牧，要给唐少白报仇，就直接来找我。喂，你到底是谁？你敢杀我，我必将你碎尸万段。”京都唐家，唐云雄怒火中烧。唐家在京都虽然排不上号，但是放在江东省，那绝对是巨无霸级别的存在。结果他儿子去了江东省，竟然要被人给杀了。然而李牧并没有跟他废话，
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嘟嘟嘟，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唐云雄要被气死了。给我查，这个李牧到底是谁？到底什么身份？什么背景？唐云雄立刻咒骂道：“是三爷！”手下也不敢怠慢，毕竟唐云雄最宠溺唐少白这个儿子。唐少白要是真死了，这个叫李牧的人绝对会生不如死的。而李牧挂断电话之后，看向了唐少白。此刻的唐少白脸色苍白，他本以为李牧让他给老爹打电话，是想找他老爹要点好处，结果李牧竟然是通知他老爹收尸的。小子，不要冲动啊！张振东赶紧劝说李牧，现在还没杀唐少白，后悔还来得及。一旦杀了唐少白，整个龙国将没有李牧的容身之地。冲动！李牧摇了摇头，然后死死地盯着唐少白。李牧是吧？你别杀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资源？我都可以给你，求你别杀我！唐少白苦苦哀求，裤裆不知不觉间已经打湿了。你逼死我三师姐的时候不是很拽吗？你还要把她的尸体带回去？李牧冷冷地看着唐少白，眼神里的杀气直接让唐少白心惊胆战。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呵呵，认错有用的话，要拳头来干什么？李牧冷冷一笑，随后直接一拳过去，砰！唐少白的脑袋直接被李牧一拳打爆，整个尸体直接跌落在地。完了！张振东一阵无语，他女儿没了，现在连他女儿在乎的人也要没了。张叔，你来清理一下战场，我需要一间绝对安静的房间，我要给三师姐解毒。李牧从中年美妇手里接过张梦瑶说道。你说瑶瑶还有救？张振东立刻兴奋了起来。那是当然，我们师傅可是鬼谷一线，我得到他的真传，就算三师姐一只脚踏进了阎王殿，我也要把他救回来。李牧冷笑道。好，我这就让人准备。张振东大喝一声，随后让管家准备房间，然后再派人打扫战场。等到李牧抱着张梦瑶进入房间，中年美妇才小声道：东哥，你觉得他怎么样？行事果断，重情重义，值得托付终身。不过可惜他杀了执法队的人，还杀了唐少白，估计没多少时间了。是啊，执法队还好说，一个小队长而已，只要舍得资源也是能够压下来的。但是唐少白的事，估计就真的是不死不休的仇怨了。张振东苦笑一声，执法队虽然护短，但一个小队而已，张家只要愿意拿出一部分的家产，这事也是可以接过的。但是唐家乃是京都豪门，唐少白又是唐云雄的心头肉，这事只怕是难以善了。不管了，等他帮瑶瑶解了毒，我就让他们离开江东省，去过他们的逍遥日子，这烂摊子就由我们来收拾。中年美妇说道。是啊，这次瑶瑶为了不让我们难做，竟然服毒自尽，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合格。张振东有些自责地说道。此刻的房间里，李牧将张梦瑶放在床上，然后轻轻地脱去她的纱裙，露出那洁白如玉的后背。然而李牧没心情欣赏这个画面，也盘坐了下来，然后双手放在怎么样的背心，一股力量便从他的掌心进入到张梦瑶的身体里。随着那股力量的进入，怎么样心脏周围的毒素也开始慢慢的被逼出，他的心脏也开始恢复了一点跳动。不过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怎么样服用的乃是万年苦毒，是由一种叫做万年云苦草的毒草提炼而成的。这种毒素一旦进入体内，就会顺着血液汇集到心脏，然后附着在心脏附近的血管壁上，哪怕只残留一点都是致命的。要不是之前他给张梦瑶服用过护心丸，估计张梦瑶都已经投胎了。饶是如此，李牧也必须通过那股力量，将这些附着在血管上的毒液一点点的清理出来。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时间一点点过去，张梦瑶体内的毒素一点点的被排除，她也渐渐的清醒了过来。这里是……张梦瑶睁开眼睛，看着熟悉的环境，不由有些懵。回想起她昏死过去之前，李牧从天而降，她瞬间清醒。小师弟，你怎么样了？张梦瑶问道。三师姐，别说话，你体内的万年苦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不要乱动。李牧叮嘱道。小师弟，你怎么这么傻？我不是让张东带你去海边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三师姐，我要不回来，你就真的死了。你这是让我当个忘恩负义之人吗？小师弟，可是你回来也没用，有执法队的人，还有唐家的人，你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我服用了万年苦毒，无人能解。张梦瑶苦笑道。三师姐，禽兽已经被我杀了，至于唐少白也已经死在我手里了，还有这万年苦毒，我完全有能力化解。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好好休息。李牧说道。小师弟，你……张梦瑶心头一暖，毕竟李牧为了他杀了执法队的人，还杀了唐家的人，这是背负了多大的压力，而且要破解万年苦毒，李牧要消耗多少体力？低头看了一眼张梦瑶，没有丝毫难为情，他感觉在小师弟面前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于是怎么样闭上眼睛，等李牧帮他解毒。解毒之后，不管是多大的危险，多大的压力，他都可以和李牧一起面对。而李牧在给张梦瑶解毒的时候，执法队江东省分部里大队长林涛怒不可遏，区李牧竟敢斩杀执法队的小队长，这是完全不把他们执法队放在眼里。死子，必须死！来人啊，立刻把在外执勤的10个小队全部给我叫回来！林涛立刻下达命令。大队长，江东省地盘很大，
如果把所有小队都叫回来的话，可能会有人借机生事。一个手下说道：“生事？我们的小队长都被人给杀了，还怕有人生事？”林涛冷笑一声，身为大队长，如果连一个李牧都收拾不了，以后还如何在江东省立足？是，我这就去安排。手下不敢再劝说，立刻下去联系各个小队。而随着命令的传达，各个小队也开始从江东省各地赶回省城。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引起了江东省各大家族和门派的猜测。这是什么情况？执法队不是在江城巡逻吗？怎么突然全部撤走了？听说是执法队江东省分部的命令，好像是有一个执法小队在省城被人给团灭了。啥？执法小队被团灭，而且还是在省城？这可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啊！难怪林涛要调集所有小队回去。不过话说，是谁胆子这么大？好像是一个叫李牧的人，现在还在张家呢。张家，这就有意思了。江东省各界都在议论纷纷，都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执法小队被灭的事。如果只是抓捕一个凶手，完全用不着调集江东省分部的所有小队，甚至于林涛一个人出面就能把凶手抓捕了。林涛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是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顺道把张家给收拾了。东哥，看来这个林涛来者不善，咱们是不是提醒一下李牧？宋磊有些担心地看着张振东。是啊，他这是要凭借这个借口，趁机把我们张家拿下。张振东也来回踱步。那怎么办？现在就送他们离开吗？宋磊问道。不行，李牧在给瑶瑶解毒，如今是关键时刻，绝对不能被打断。现在就只能等。倘若那林涛真的来了，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护瑶瑶和李牧周全。张振东咬紧牙关说道。之前就因为他的软弱，导致张梦瑶服毒自尽，所以这一次就算拼了命，他也绝对不会再让张梦瑶受到任何伤害。而此刻的房间里，李牧已经将张梦瑶体内的万年苦毒解得差不多了。张梦瑶是完全清醒过来了，而李牧却因为消耗太大，浑身无力，只能瘫坐在一旁。张梦瑶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过去扶着李牧。那一瞬间，李牧的脸蹭在张梦瑶温柔的怀中，那温润细腻的感觉瞬间让李牧心旷神怡。小师弟，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好好待在海边，等事情结束了再回来报仇多好。现在好了，你是彻底得罪了执法队和唐家。张梦瑶扶着李牧，一脸怜惜地说道。三师姐，没了你，就算我报了李家的血海深仇也没什么意思。李牧脸色苍白地看着张梦瑶，时间仿佛回到了8年前，他刚进入天狱的时候，当时他身负重伤，张梦瑶就是这么给他疗伤的。你，张梦瑶心里一阵悸动，无论如何，李牧的这份心他感受到了。三师姐，要不你先穿好衣服吧。李牧有些尴尬地看着张梦瑶，毕竟为了疗伤，他可是脱了张梦瑶的衣服，现在他就躺在衣不蔽体的张梦瑶怀里，这感觉。小师弟，衣服就不穿了，我抱你上床。张梦瑶嫣然一笑，随后站起身来，一把就把李牧抱了起来。啊，上床？李牧一愣，三师姐这是要干什么？小师弟，之前唐少白逼我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已心有所属。之前我还觉得有些难为情，可这次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也就不藏这些着了。我喜欢你。张梦瑶脸蛋通红地看着李牧，就连脖子都羞红了，看上去真的让人怜惜。三师姐，李牧愣住了。其实对于7个师姐，他心里都是有情愫的，只是他一直没敢表达出来。如今三师姐透露心迹，他也是一阵感叹。小师弟，你好好休息，我来就行。将李牧放到床上，张梦瑶便拉上了窗帘。随着时光流逝，几个小时之后，张梦瑶就已经趴在了李牧的怀里，脸蛋红得像苹果。小师弟，你不是体力消耗严重吗？怎么？张梦瑶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李牧。原本他还打算随意犒劳一下李牧的，结果原本没有力气的李牧突然就充满了火力。可，三师姐，你是极阴之体，我是纯阳道体，结合之下，我的体力补充很快的。李牧嘿嘿一笑，要不然这几个小时他早就不行了。而且一番交流之后，李牧发现他的纯阳道诀竟然直接突破到了第6层巅峰，直接提升了2个小境界，恐怖如斯。不愧是三师姐，这极阴之体的力量比周清源的强了一大截啊！早知道这样，张梦瑶捂着脸，突然就觉得有些后悔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估计执法队的人该找上门来了。李牧穿好衣服，脸色平静地说道。小师弟，我母亲的那个人情我已经用了，执法队这边我估计也没什么办法了。张梦瑶一边穿衣服一边有些惭愧地说道。三师姐，我从来没有将执法队放在眼里。李牧拍了拍张梦瑶的肩头，一脸自信地说道。张梦瑶愣了片刻，执法队可是龙国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联手组建的存在，李牧竟然不把执法队放在眼里，是李牧太自大了，还是疯了？好了，我们走吧。李牧淡然一笑，随后便带着张梦瑶离开了房间。看到张梦瑶活着走出房间，宋磊和张振东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瑶瑶，你怎么这么傻？宋磊冲了过去，一把搂着张梦瑶，哭得稀里哗啦的。妈，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为难。张梦瑶也有些愧疚，她自认为一死了之，却没想到一旦自己死了，父母心中又会有多愧疚。对了，你头发怎么有些乱？还有衣服也没系好。宋磊立刻转移话题，不想太煽情了。
而这一转移话题，张梦瑶的脸红得不像话，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见张梦瑶如此脸红，宋伟瞬间意识到了什么，头发凌乱，衣衫不整，还孤男寡女，还能有什么？宋伟有些尴尬，这话题转移的不太好啊。也就在这时，张东带着李仙仙等人来到了张家，化解了场面的尴尬。张东，我不是让你带着小师弟去海边吗？你怎么把他带回省城来了？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张梦瑶立刻一通臭骂。张东愣了片刻，他知道自己把李牧带回来，肯定会被张梦瑶一顿骂的，只是没想到平日里温柔的张梦瑶，为何一见面就骂得这么狠？可，是我逼他带我回来的。李牧赶紧帮张东说话，要不然还真不好收场。既然如此，我就饶了你这一回。张梦瑶立刻说道。张东又懵了，张梦瑶的怒火来得这么快，去的也这么快吗？哥，先别说这些了，我们来的时候，执法队的小队全部赶回省城了，还有一品天下、云岚宗也都有动静了，你赶紧走吧。李仙仙有些焦急地说道。是啊，李牧哥哥，再不走的话就来不及了。季小月也赶紧催促李牧，这些人可都是冲着李牧来的。瑶，快带着李牧从后门离开，然后坐飞机离开省城，永远不要回来了。张振东也催促了起来。张叔，如果我们走了，你们又如何给执法队交代？李牧淡然一笑，刚才和张梦瑶交流过后，他也知道了省城的一些基本消息。江东省虽然没有执法队的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但是林家和京都轩辕家联姻，而轩辕家乃是10大家族之一，所以林家就凭借这层关系，将林涛送到了执法队大队长的位置上。而林家和张家一直都有仇怨，林涛就一直在找机会利用执法队把张家给灭了，只是一直没能成功。这次如果他带着张梦瑶离开了，林涛绝对借此机会将张家一网打尽了，所以他绝对不能走。再说了，一个林涛而已，他有何惧？交代？我给他交代个屁，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张振东冷笑道。没必要，区执法队我还不放在眼里。李牧大笑一声，毕竟和张梦瑶双修之后，他的实力又有精进，或许和10大家族、10大门派正面硬扛还不够，但是要对付一个执法队分部还不成问题。小杂碎，你好大的口气！就在这时，林涛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张振东脸色瞬间变了变，林涛竟然这么快就来了。说话间，只听见砰地一声，张家别墅的大门瞬间被推开，林涛带着10个小队长，还有一大群执法队员冲进了进来。张振东虽然有些害怕，不过还是走上前来，沉声道：林涛，这里是我张家，你带着执法队来想干什么？干什么？张振东，你私藏执法队重犯，其罪当诛。我今天就是带领执法队来诛杀重犯，顺便把你们这些人一网打尽。林涛冷笑道。执法队重犯？你胡说什么？张梦瑶立刻站了出来，大声质问。呵呵，李牧杀了我执法队整整一个小队，还不是重犯？你们包藏他这么多天，视为同谋，我有先斩后奏的权利。林涛冷笑道。哦，那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杀他？李牧问道。哼，不管什么原因，你杀了我执法队的人就必须死。林涛说道。哈哈，你们都一个调样。李牧冷笑一声，那禽兽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周清源这个唯一幸存者。这林涛也不管任何原因，只要他杀了执法队的人，就是死路一条。执法队的人都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吗？如果连执法的人都不顾法了，这样的执法队也就没必要存在了。哼，还敢侮辱执法队，来人给我拿下！还有，但凡阻挠执法者，视为同谋，格杀勿论。林涛大喝道。是。10个小队长点点头，立刻带着自己的小队冲进张家别墅，将李牧等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众人眉头紧锁，因为执法队的小队长都是狱境高手，而林涛这个大队长更是一个真元境的强者，哪怕是最普通的执法队员都拥有气动境的修为，而且对方足足100多人，无论是人数还是战斗力，他们都不是对手。林涛是吧？有什么事冲我来？李牧皱了皱眉头，虽然他不把林涛放在眼里，但是对方人多势众，一旦动起手来，李仙仙、季小月他们就危险了。哼，都是同谋，格杀勿论。林涛冷笑一声，只要把这里的人杀个干净，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找死！李牧脸色阴沉，随后准备先出手秒杀这10个小队长，然后再灭杀林涛。只要这些队长死了，这些队员也就不足为虑了。住手！就在李牧准备动手的时候，一个老者突然凌空飞来，悬浮在半空中。王长老！林涛看到来人，不由愣住了。这家伙可是执法队在京都总部的人，怎么跑到江东省来了？难道是京都总部都知道李牧杀了禽兽，所以派人来围剿李牧？执法队长老会命令禽兽罔顾法度，私用刑罚，其罪当诛。李牧诛杀禽兽，是为执法队除害。王长老说道。为什么？林涛咆哮了起来。他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要杀了李牧和张家，结果总部竟然说李牧杀了禽兽，是为执法队除害。那他还有什么借口杀李牧？而且在出发之前，他就已经夸下海口，还杀了李牧，顺带灭了张家，这还是无功而返。他还有什么颜面在江东省立足？执法队众人听令归队。王长老大喝道。一众小队长面面相觑，现在是听林涛的还是听王长老的？都想造反吗？王长老大喝一声，
一众小队长这才带着自己人离开了张家别墅。林涛咬紧牙关，看向王长老，道：“王长老，我退出执法队，以个人身份出手，没问题吧？我只管执法队的事。”王长老冷笑一声，不再理会林涛。随后，王长老看了一眼李牧，眼神很是复杂。李牧愣了愣，这都什么情况？三师姐，又是你找的关系？李牧惊讶地看着张梦瑶，刚才林涛还信誓旦旦的要灭了他们，结果现在就退出执法队了。张梦瑶摇了摇头，这次他可啥也没干，管他呢。李牧摇了摇头，本来执法队10个小队长一起上的话，他自己没什么问题，但李仙仙他们可能会有危险。不过现在执法队走了，只剩下一个林涛，他还真不放在眼里。李牧，希望你早日成长起来。王长老大笑一声，然后便直接飞走了。李牧有些疑惑，希望他早日成长起来，难道是执法队的人也知道他？那么当初周家制造李家血案的时候，执法队为什么没动静？看来京都也得去一趟才行。李牧叹息一声，当年李家血案太扑朔迷离了，就算找到玉龙真人，真相都不一定大白。李牧，你特么竟然能把关系找到总部去，算你狠。不过我已经脱离执法队，不受执法队的节制，老子今天必杀你。林涛愤怒地看着李牧，必杀我？李牧淡然一笑，如果林涛不离开执法队，他要杀林涛的话，执法队的人还会来救一下。可这家伙直接脱离执法队，那么就算他拍死林涛，执法队也不会插手的。不错，不仅是你，还有整个张家的人都得死。林涛咆哮着，随后取出了长剑，一瞬间杀气腾腾的。哈哈，林大队长真男人，宁愿退出执法队也要斩杀此僚，佩服佩服。就在这时，一阵爽朗的笑声响起。萧尊。林涛立刻看了过去，然后就看到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坏了！张振东看到此人也是脸色大变。爸，他是谁？张梦瑶看出了张振东的担心，很显然此人来历也不小。云岚宗副宗主萧尊，真元境的强者。张振东说道。什么？云岚宗副宗主？张梦瑶一阵无语。李牧这是干了什么？把云岚宗都给得罪了。云岚宗在江东省，那可是排名前3的大宗门，现在别人副宗主都来了。可云岚宗有个弟子和他联姻，结果被我一巴掌拍死了，也就结下了梁子。李牧指了指周清源，尴尬地解释道。你喜欢他？张振东有些不悦，不是舍命救他女儿吗？怎么还喜欢周清源？我怎么会喜欢他？李牧赶紧摇了摇头，既然不喜欢他，为什么别人联姻，你要把他未婚夫拍死，还不惜得罪云岚宗这种大宗门？张振东问道。说来话长。李牧一阵无语，他拍死赵云杰绝对不是因为喜欢周清源。你……周清源立刻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李牧，加上他那憔悴的容颜，谁都觉得他像是在怪李牧不敢承认。李牧更加无语了，他真不喜欢周清源，可是他和周清源还干了那事，关键还不止一回，这怎么解释得清楚？周清源瞪了一眼李牧，他虽然无法报复李牧，但给李牧找点麻烦还是可以的，谁让他在他身上泄火？还是先解决眼前的麻烦再说吧。李牧一阵头疼，早知道当初不如一巴掌拍死周清源算了。而萧尊也走上前来，笑道：林大队长，反正都要杀李牧，不如一起随便，反正他们都是个死，谁杀都一样。林涛倒也不推辞，反正他今天的目标就是杀了李牧，灭了张家。哈哈，既然如此，那么加我一个没问题吧？就在这时，又有一个声音响起，然后众人就看到一个大汉大步从外面走进了张家别墅。一品天下管事郑少怀。张振东看到此人，又是一个哆嗦。小师弟，一品天下的人你也招惹了？张梦瑶有些无语。一品天下抓了小月，我去要人，他们不给，我就只好硬抢了。李牧耸一耸肩，毕竟季小月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能坐视不理？你可真是会挑对手。张梦瑶很是无语，因为这一品天下可比云岚宗强太多了。云岚宗再厉害，也只是江东省的本土宗门，这萧尊之上也只有一个宗主了。但是这郑少怀之上，不知道还有多少高手。就算李牧今天逃出升天，以后还会面临一品天下源源不断的攻击，不是他们会挑对手。李牧耸一耸肩，如果一品天下不抓了季小月，他也不会去找一品天下的麻烦。小东西，你还敢狡辩？进了我一品天下，那就是我一品天下的人，就算天涯海角也得抓回去。至于你杀了我一品天下2员大将了，今天我就必须杀了你。郑少怀冷笑道。李牧哥哥，都怪我。季小月很是愧疚地看着李牧，如果不是为了救他，李牧也就不会得罪一品天下了。傻丫头，说什么呢？当初要不是你，我早就死了。所以别说是他一个郑少怀了，就算是一品天下的人全来了，也休想把你带走。李牧微笑道。季小月、李仙仙、周清源都惊讶地看着李牧，虽然他们不知道李牧哪来的底气，但是听见李牧这么说，他们心中都是满满的安全感。哈哈，好大的口气！如今我们3大真元境强者出手，你觉得你今天还有生还的可能吗？郑少怀鄙夷地看着李牧，虽然他们不知道李牧的实力究竟如何，但李牧如今也就25、26的样子，哪怕他是最顶尖的天才，如今修为也就在真元境左右。
而他们3个那都是身经百战的天才，联起手来，李牧在他们手里绝对走不出3招。不错，你可知道何为真元？就是已经将内力修炼到极致，品质上已经跨越了一个台阶，举手投足间就能毁天灭地的存在。你能杀玉境高手，但是在真元境面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玉境境只能当小队长，而想要当执法队的大队长就必须是真元境才行。林涛也很是得意地说道：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试试杀真元境是啥感觉了。李牧嘿嘿笑道：哈哈，杀真元境，你可真是天真啊。萧尊大笑了起来，要知道真元境在江东省那就是无敌的存在，就凭李牧一个人还想杀他们3个，真是天大的笑话。行了，别废话了，你们3个一起上吧。李牧冷冷地看着3人，然后朝着他们勾了勾手指：找死！3人大怒，随后各自取出武器。小子，拿武器吧，别说我们欺负你。郑少怀冷笑道：武器？你们还不配我使用武器。李牧背负双手，满脸不屑。卧槽！张振东听到这里都不由一个哆嗦，他要是做李牧的敌人，不是被李牧打死的，而是被李牧气死的。李牧对面可是3个真元境的强者，放在江东省那就是最顶尖的高手，哪怕是到了京都，他们也会有立足之地的。结果李牧说他们都没有让他使用武器的资格，太他妈嚣张了。李牧哥哥好帅！纪晓月一脸花痴地看着李牧，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他和李仙仙都是李牧的小跟班，哪怕李牧摔一跤，他们都觉得李牧摔得好帅气。这家伙不要阴沟里翻船。周清源也嘀咕一声，不过随后他就摇了摇头，李牧可是杀了他全家，他怎么会担心李牧呢？操！萧尊破口大骂，他见过的天才多了去了，可从来没有哪一个有李牧这么装逼的。于是萧尊率先朝着李牧杀了过来，见他长剑一挥，一道火红色的力量立刻附着在长剑之上，紧接着一道火红色的剑气立刻破空袭来。灭空斩！萧尊大喝一声，剑气便来到了李牧的头顶之上。真元境强者已经将内力凝聚成实质，不仅威力更大，而且距离更远，真正的能够杀敌于1000米之外。张振东立刻给众人解释道，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也见过玉境高手，但感觉和真元境强者比起来还是差远了，无论是气势还是威力都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一瞬间他们都替李牧担心了起来，结果李牧丝毫不为所动，而是大手一挥，那一道剑气竟然轻轻松松就被他给接了下来。哦，这就是所谓真元境强者吗？不过如此。李牧一手抓住剑气，然后猛一发力，砰一声脆响，那一道剑气瞬间化为虚无。什么？萧尊大惊失色，虽然他只是真元境初期，但他的真元强悍无比，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被李牧破解？试试我的！李牧冷笑一声，随后搓指成剑，只见一道剑气呼啸而来，划破虚空，径直来到了萧尊的面前。退！萧尊不敢大意，立刻释放出大量的真元挡在面前。砰！剑气直接撞击在萧尊的真元之上，他的真元瞬间被击溃，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萧尊击退数10米远，狠狠地撞击在墙壁上。有点意思。李牧嘿嘿一笑，以前他的对手基本都是一巴掌拍成肉泥，这个萧尊竟然挡了一剑，看来真元境确实算得上是高手了。好强！林涛也愣住了，萧尊的实力虽不如他，但也是真元境初期，结果全力一击，不但被李牧轻轻松松挡下，还被李牧轻松击退。现在轮到你了。李牧冷冷地看向林涛，然后猛一发力，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化为一道流光，直扑林涛而去，一剑破阴阳。林涛大喝一声，随后双手举剑，释放出大量的真元，凝聚在长剑之上。轰轰轰！随着大量的真元出现，剑气瞬间达到了10米长。随着林涛双手斩下，剑气也直接朝着李牧袭来。剑气秘籍，我一拳破之！李牧大喝一声，随后一拳砸了过去。以肉身硬扛秘籍，取死之道！林涛冷笑一声，如果李牧也施展秘籍，用真元对抗他的一剑破阴阳，说不定还有胜算。但是李牧用肉身来挡他的剑气，这不是送死吗？就算是真元境的强者，肉身也是软肋，因为当武者的修为突破到气血境，用气血将肉身周围包裹之后，武者的肉身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从那个时候起，就会专注于修炼秘籍，凝聚内力，然后转化为真元。这些步骤，肉身都没有怎么参与，所以真元境的肉身是无法和同境界的高手的秘籍抗衡的。众人都以为李牧会被林涛的一剑劈成2半，可是下一秒，李牧一拳砸在剑气上，还一剑破阴阳！我去你妈的阴阳！李牧冷笑一声，随后猛一发力，那一道剑气竟然直接断裂，怎么可能？林涛大惊失色，他这一剑的威力有多大，他是清楚的。就算是萧尊，估计全力出手也未必挡得住，而李牧竟然仅凭一个拳头就破解了。这家伙的肉身到底强悍到了什么地步？看来纯阳道体果然强悍。李牧揉了揉拳头，发现这一拳下去，竟然连皮肤都没有破。毕竟他是纯阳道体，修炼的是纯阳道诀，每一层的突破都会将肉身锤炼到极致，所以他走的是一条和别的武者不同的路。别人都是强化真元，学习秘籍，用秘籍来对敌，至于肉身并不是重中之重，而他是肉身和秘籍并行，甚至他的肉身还会更加厉害。所以
他才敢用拳头和林涛的一剑破阴阳对轰。妈的，一起上！郑少怀大喝一声，见识到了李牧的可怕，他可不敢一个人上。随后三人一起开始联手攻击李牧。那就一起来吧！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大手一抓，然后猛地一拳砸在地上，破！随着李牧一声大喝，一道气浪立刻铺散开来，然后3道强悍无比的真元立刻离地而起，化为3条巨龙，直接朝着三人扑了过去。好强的威压！三人大惊失色。李牧以1敌3，结果威力还能如此巨大，这家伙的修为究竟到了多么恐怖的地步？好强悍的秘籍，在整个江东省我从未见过。张振东看到李牧施展出来的攻击，整个人都麻了。本以为李牧的肉身就已经是最强的依仗了，可是李牧这一招秘籍更是强的离谱。他也见识过真元境强者的对决，可跟李牧的这一招比起来，可差远了。瑶瑶，你们师门这么强吗？宋磊问道。也不是。张梦瑶有些尴尬，他们7个师姐各有所长，他虽然排行第3，但是战斗力却是垫底的。不过像李牧这么强的确实不多。说话间，李牧释放出来的3条巨龙就已经撞击在3人身上，他们施展出浑身解数，也没能挡住李牧的攻击。砰砰砰！随着3声巨响，3人纷纷倒飞出去，摔在地上，狂吐鲜血。李牧，你这是什么招数？林涛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他自认为实力超群，秘籍也是万中无一，结果在李牧面前竟然连一招都扛不住。想知道吗？去阎王殿问吧。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弹手指，一道真元立刻腾空而起，在空中化为一枚剑矢，从天而降。李牧，我虽然不是执法队的人了，但我是林家人，你若杀我，就是得罪林家。林涛见李牧要下死手，赶紧呵斥道：得罪林家，你特么都要杀我了？难不成我还要恭恭敬敬地送你回去？真是天真！李牧大喝一声，随后剑矢直接落下，扑哧，剑矢直接穿过林涛的胸口，直接将他钉死在地面上。走！萧尊和郑少怀吓得一个哆嗦。李牧连林涛都敢杀，自然不在乎杀他俩。想走？李牧大手一挥，2只无形的大手便直接冲了过去，将2人给抓了回来。李牧，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萧尊立刻苦笑了起来，他们云岚宗的整体实力最多和林家持平，李牧不把林家放在眼里，自然也不会把云岚宗放在眼里。有话好说，本来我和你们云岚宗没什么恩怨，可你们为了一个赵云杰就要杀我，现在知道后悔了？李牧问道。小兄弟，都是我们的错，我回去之后一定告诉宗主，那赵云杰该死，我们立刻将他除名。萧尊说道。你们若是早有这个觉悟，又何至于被灭门呢？李牧笑道。灭门？你什么意思？萧尊瞬间变了脸色。李牧这是不打算放过他，也不打算放过云岚宗。没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吧，做事喜欢斩草除根，否则就是对自己的亲人朋友不负责任。李牧冷冷一笑，随后一巴掌将萧尊给拍成了肉泥。如果只是他一个人的话，放过云岚宗倒也没什么，反正云岚宗对他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李仙仙、纪晓月、张梦瑶他们还在呢，云岚宗威胁不到他，还威胁不到他们，到时候他们受到一点伤害，他后悔都来不及。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发生，他宁愿自己下手狠点。李牧，我是一品天下的人，你要斩草除根的话，就只有灭了整个一品天下。可我一品天下高手如云，你绝对不是对手，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我走。我回去之后将此事做个了结，从此咱们井水不犯河水。郑少怀赶紧说道。哦，井水不犯河水？李牧冷冷一笑，他虽然和一品天下没有打多少交道，但这种超级大宗门又怎么可能和他化干戈为玉帛呢？不错，只要你放过我，你带走纪晓月的事，我们就可以既往不咎。郑少怀继续说道。你们还既往不咎？李牧脸色瞬间阴沉了起来。你们特么的不分青红皂白抓了纪晓月，他去把纪晓月救出来，结果还是一品天下既往不咎，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以为一品天下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郑少怀感受到李牧身上的杀气，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其实他刚才就是想找个机会回去，然后再让一品天下派高手来围剿李牧，不曾想自己一句话竟然彻底激怒了李牧。李牧，咱们有话。然而郑少怀话还没说完，李牧就已经一巴掌拍了过去。砰！郑少怀直接被拍成肉泥。张叔，还得麻烦你打扫一下战场。李牧有些尴尬地看向张振东，上次他虽然杀了几个人，但是好收拾，可这一次3大真元境高手都被他拍成了肉泥，只能缠起来了，收拾起来确实有点麻烦。不麻烦，不麻烦。张振东干咳一声，然后赶紧让张东他们打扫战场。随后他们回到大厅，张振东则拿出一张银行卡来递给了李牧。李牧，这是我张家的所有家产，你立刻带着瑶瑶离开江东省，走得越远越好。张振东严肃道。张叔，这是什么话？李牧问道。李牧啊，林涛是林家的未来之星，你杀了林涛，林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云岚宗也是，他们的实力不比林家差，还有个更加高深莫测的一品天下。你今天杀人是爽了，可后果也是很严重的。你带着瑶瑶走了，这里的事交给我吧。张振东说道。是啊，你还杀了唐少白，
唐家的报复应该也快到了，你要不走，后果很严重。宋雷也劝阻道：瞧你们这话说的，人是我杀的，让他们来找我好了。而且我来省城，可不仅仅是为了救三师姐，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李牧说道：你还要办事？那是当然。李牧点点头，他来省城最重要的事就是找到玉龙真人，搞清楚当年李家血案的真相。至于林家、云岚宗不来找他麻烦还好，如果耽搁他调查真相，顺手灭了便是。至于唐家和一品天下，或许他现在没能力去京都灭了他们，但等他找到其余师姐，好好深入交流一番，到时候他的纯阳道诀就能更上一层楼，灭了唐家和一品天下也不是难事。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李牧便离开了张家别墅，找到了铁修罗修炼之地玉山洞府。根据铁修罗所言，玉龙真人和他也是单线联系，每次都是玉龙真人来玉山洞府，所以他想找到玉龙真人，就只有来这里找线索。可是当他来到玉山洞府之后，才发现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之前铁修罗也有一群手下，而这群手下如今也全都变成了尸体。有人要掐断线索。李牧眉头紧锁，他们越是这样，就越说明当年的李家血案背后另有隐情。于是李牧来到洞府之中，准备仔细探查一番，结果发现洞府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任何气息都没有了。还是来晚了。李牧叹息一声，如果这里找不到玉龙真人，当年李家血案的事也就断了线索。随后李牧便准备离开玉山洞府，不过正当他转身的时候，突然发现废墟之中竟然散发出一股奇特的气息。于是李牧立刻走了过去，将周围的废墟扒开，就看到一株看似普通的药材被压在废墟之下，看这样子应该是已经被压了几天了，不过一点枯萎的意思都没有。这是剑溪草。李牧一愣，想不到铁修罗的洞府里竟然长出了如此珍贵的药材。这种药材是用来炼制补元丹的主材，而补元丹是可以直接增强真元境强者的真元，所以这东西在大门派眼里那可是不可多得的好宝贝。不过这东西长得不起眼，一般的炼丹师根本就认不出来。当然了，这件稀草除了炼制补元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保留真元的气息。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它附近施展了真元，它就能保留这股真元的气息。正因为剑溪草有这个特性，所以炼制出来的补元丹才能直接增强真元境的真元。不知道动手的是不是真元境？李牧嘀咕一声，然后将那一株剑溪草摘下。如果只是玉净境或者修为更低的话，这件溪草叶留不下任何线索。而摘下剑溪草之后，李牧立刻就感应到了那一股真元的气息，好强悍！李牧眼前一亮，因为每个真元境强者的真元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颜色还是气息都是有特性的，只要对方再施展出真元来，他就能把对方找出来。呵呵，你千算万算，肯定算不到这里有一株剑溪草吧？李牧冷冷一笑，随后便带着剑溪草离开了玉山洞府。而此刻的一家酒楼里，一个中年人正搂着一个美女，一边喝着美酒，一边玩弄着美女。叮叮叮，中年人的手机铃声响起，他有些不耐烦地接通了电话。让你办的事搞定了没有？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放心吧，铁修罗的洞府都被我夷为平地了，就算那小子去了，也找不到任何线索的。中年人笑道。这个李牧异于常人，必须小心谨慎，你尽快回京都来，免得生出事端。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过2天就回来。中年人有些不耐烦地挂断电话，只要李牧找不到玉龙真人，一切就都不会有问题。大哥，这个李牧是谁？中年人怀里的美女搂着他的脖子，笑着问了一句。结果中年人眼神立刻变得阴沉起来，随后一把抓住美女的脖子。你……美女想要说什么，结果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咔嚓，随着一声脆响，美女的脖子瞬间断裂。扫兴！中年人朝着美女的尸体啐了一口，然后拿起酒壶往嘴里灌了一口，便纵身一跃，直接跳出了酒楼。接下来的几天，李牧就在省城闲逛，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真元境。不过逛了几天之后，一点线索都没有。不过想想也对，省城数千万人，而真元境强者屈指可数，而且真元境部施展出真元来，他也无法辨认出来。这么找下去，无异于大海捞针。再说了，那人说不定已经离开了江东省，这条线索可能就彻底断了。或者李牧走着走着，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不是有剑溪草吗？只要他将剑溪草炼制成补元丹，再以补元丹来引诱，到时候江东省的真元境肯定都会出现的。毕竟补元丹对一个真元境强者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于是李牧找到了张梦瑶，询问在哪里可以买到炼丹炉。虽然之前他在天域里炼过丹，但他不能把炼丹炉都搬出来吧，所以想要炼制补元丹，就必须先买一顶炼丹炉，然后将炼制补元丹的辅材买齐。而他对省城不熟，就只有找张梦瑶了。啥？你要炼制丹药？张梦瑶有些错愕地看着李牧。丹药和药丸可不一样，比如当初李牧给他吃的护心丸，其实用一些普通的锅就能炼制出来，但是丹药不一样，需要特定的炼丹炉，而且火候也有特殊的要求。在他的记忆里，他们7个弟子里只有大师姐一人能够炼丹。难道李牧也会炼丹？怎么不行吗？李牧问道。小师弟，我们离开之后，师娘是不是给你开小灶了？张梦瑶有些疑惑地看着李牧，毕竟当初他离开天域的时候，李牧的实力还不如他，
至于医术，那也是半吊子水平。而现在李牧的实力不仅远超他，就连医术也是超群，不仅解除了他的万年苦毒，现在更是能够炼丹了。除了开小灶，他实在是想不出李牧怎么会提升的这么快。可，师娘确实给我开小灶了，要不我也给你开个小灶。李牧嘿嘿一笑，眼神不由从张梦瑶的身上扫过，手上动作也变得不老实起来。看着李牧的眼神，张梦瑶不由一个哆嗦，想起那天的翻云覆雨，他双腿都发颤。这小灶不开也罢，至于李牧说师娘给他开小灶，他也不相信了。师娘一直守身如玉，怎么可能给李牧开这种小灶？小师弟，这星辰阁是龙国排名前3的商会，这里有各种资源售卖，还有各种拍卖，你能想到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卖的，所以购买炼丹炉，这里是最好的选择。带着李牧来到一栋大楼前，张梦瑶开口解释道：“哦，几乎都有卖的。”李牧一愣，看来这星辰阁确实有2把刷子，那么等他炼制出补元丹来，也就可以拿到这里来拍卖了。到时候江东省的真元镜肯定会闻风而来，只要那个人还在，他就有办法把那人找出来。好了，走吧。张梦瑶说完，便带着李牧走进了大楼。张小姐，你怎么有空来我们星辰阁？他们刚走进来，一个中年人便笑着迎了上来。毕竟张梦瑶是江东一枝花，在江东省还是很有名气的。可，我带我师弟来逛逛。张梦瑶笑道。师弟。中年人打量了一番李牧，看张梦瑶和李牧谈笑风生，显然关系不错。对了，我们也就开门见山了，你们星辰阁可有炼丹炉？张梦瑶开口说道。什么炼丹炉？中年人有些懵，因为炼丹炉这个东西很罕见，一般来说，偌大一个江东省，估计会炼丹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会炼丹的不一定有炼丹炉，所以整个江东省的炼丹师也是屈指可数。你们没有？张梦瑶问道。敢问张小姐，你找到炼丹师了？中年人立刻小声询问。这个跟炼丹炉没关系吧？张梦瑶嘿嘿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没关系，只是如果张小姐认识炼丹师的话，可以给我们星辰阁介绍一下。你们星辰阁家大业大，还找不到炼丹师？张梦瑶有些疑惑。或许在江东省来说，炼丹师很稀有，但是星辰阁作为龙国排名前3的大商会，认识的炼丹师会少了。可，不瞒张小姐，我们星辰阁的这些炼丹师炼制不出来这种丹药，所以你们星辰阁这么多高级别的炼丹师，还炼制不出来？哎，如果是高级别的丹药，那还简单了。可这种丹药级别不高，但是炼制难度大啊，好多高级别的炼丹师尝试过，结果都失败了。我们阁主说了，如果有炼丹师炼制出这种丹药来，我星辰阁定有重谢。中年人说道。李牧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他现在只想找到那人，至于星辰阁的重谢，他并不关心。见张梦瑶并没有兴趣，中年人也就不再细说，毕竟连星辰阁那么多炼丹师都没办法，张梦瑶认识的炼丹师大概率也没办法。随后中年人便带着张梦瑶和李牧来到了地下室，因为炼丹炉这个东西很少有人购买，所以都是摆在地下室的。很快，众人来到一个房间里，一个1米多高、半米宽的炼丹炉出现在李牧面前。李牧用手敲了敲炼丹炉，发现质量上比他在天域的炼丹炉差了一大截，不过天域太远了，也就只能将就了。张小姐，这炼丹炉质量一般，我也就给你报个实在价，10亿如何？中年人说道。10亿还实在价？李牧一阵无语，这要是在阳城，10个亿都能成为大豪门了，结果现在只能买一个炼丹炉。可，小师弟，炼丹炉这个东西10个亿确实不高。张梦瑶尴尬一笑，毕竟炼丹炉流动性不高，很少有人购买，数量上不去，无法分摊成本，价格自然偏高。那行吧，刷卡。李牧也不再纠结，还是先拿回去炼制补元丹重要。说完，李牧拿出七师姐给他的天盛银行黑金卡。中年人看到黑金卡之后，不由一个哆嗦。不过这位先生要的话，我们可以9折优惠。中年人接过黑金卡，嘿嘿笑道。李牧有些无语，就因为他拿出了黑金卡，所以就直接少了1个亿。看来他七师姐的面子很大。片刻之后，中年人拿着黑金卡过来，毕恭毕敬地递给了李牧。先生，这炼丹炉有些大，要不我安排人给你送过去？中年人问道。好吧。李牧也点点头，拿着这么大的东西走在大街上，确实有些显眼。要是有储物戒指就好了。张梦瑶叹息一声道。可，我们这里倒是有一个储物戒指，不过需要超凡境的高手才能使用。中年人说道。那倒也是，也只有超凡脱俗的超凡境才能打开储物戒指。张梦瑶也叹息道。储物戒指就是能够把东西装进去，然后随身携带的好东西。李牧也是眼前一亮，在天域的时候他就看见师娘使用过，如此说来，师娘至少是超凡境的强者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购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装进戒指里，然后随身携带，简直不要太方便。是啊，那东西是方便，可使用门槛太高了。张梦瑶也摇头道。储物戒指卖吗？李牧问道。先生啊，储物戒指自然可以买，但你……中年人尴尬一笑，虽然不知道李牧具体什么修为，但是他认识的超凡境高手年龄最低也是60岁，而李牧也就25、6，修为到玉境境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超凡境，
想都别想了，试试吧。李牧说道。他修炼的是纯阳道诀，所以修为和一般的武者不一样。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境界，所以想要试一试。如果打不开，那就另说了。好吧。中年人无奈一笑，谁让李牧拥有盛天银行黑金卡呢？那玩意全国也就100张，这样的人他现在还得罪不起。于是中年人立刻带着李牧和张梦瑶来到了另外一间密室，里面放着一个锦盒。随后他把锦盒拿过来，里面放着一个戒指。小师弟，要不还是别试了。张梦瑶也劝说李牧，万一打不开多尴尬，我试试看。李牧也没有什么底气，然后便拿起戒指，一道真元立刻飞出，附着到储物戒指之上。先生，不行的话。中年人嘀咕一声，还准备劝说李牧，结果下一秒，一道空间波动之后，储物戒指竟然散发出一道亮光来。这一下，张梦瑶和中年人都懵了。李牧年纪轻轻，竟然已经拥有超凡境的实力了，这就是储物戒指吗？李牧透过亮光看着戒指里的一方世界，不由瞪大了眼睛。这个跟普通戒指别无二致的储物戒指，里面的空间竟然和一个独栋别墅差不多大小，这就叫外无波澜，内有乾坤。有了这玩意，带再多的东西在身上也不会拥挤了。关键是东西装在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重量，这就是储物戒指的神奇之处。如果把刚才那个炼丹炉放在里面，都只占据一个小小的角落。难怪以前师娘总是能够变魔术一般从储物戒指里拿出大量的东西来。等李牧查看了储物戒指里面的空间之后，便收回心神，这才看向张梦瑶和中年人。怎么了？李牧有些尴尬，因为他俩看他的眼神充满了疑惑和震惊。片刻之后，张梦瑶醒悟过来，小声问道：小师弟，你就实话告诉我，你的实力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超凡境？超凡吗？我也不知道。李牧摇了摇头，毕竟他修炼的是纯阳道诀，实力是按照层数来的，而武者是按照修为境界来的，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在什么境界。不过能打开储物戒指，想必实力不会太低。你，张梦瑶很无语，用得着这么神秘吗？连他都要瞒着。而李牧则看向了中年人，道：这储物戒指多少钱？可，不瞒先生，这储物戒指摆在我们分部已经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能打开，所以我也不知道价格，我这就请示一下总部。中年人也从震惊中醒悟过来，立刻给总部打电话询问。这东西很稀少，但是他也不敢漫天要价，否则星辰阁的名声可就臭了。李牧倒也不着急，和张梦瑶等了起来。三师姐，除了师娘有储物戒指，其余师姐有吗？李牧问道。二师姐有一个，我还见她使用过。张梦瑶说道。二师姐有储物戒指？李牧一愣，那就说明二师姐少说是超凡境的强者，看来他这群师姐各有所长，等解决了玉容真人的麻烦，他就得好好找找这些师姐了。正思索间，中年人已经请示完了，来到了李牧面前。这位先生，我已经请示过总部了，总部的意思，这一枚储物戒指就送给你了，就当交个朋友。中年人说道。啥？交个朋友？用一枚储物戒指？张梦瑶一脸错愕，他对星辰阁还是有些了解的，别说总部了，任意省份的分部也是眼光很高的。结果这次总部竟然让他们把一枚储物戒指送给李牧。星辰阁总部是有多看重李牧，就因为他25的年纪能打开储物戒指。哦，交个朋友，你们就不怕血本无归？李牧倒是来了兴趣，看来这星辰阁确实有点意思。先生说笑了，一枚储物戒指我们星辰阁还是拿得起的。中年人笑道。既然如此，这储物戒指我就收下了，这个人情改日还上。李牧倒也不矫情，因为有了储物戒指，那就方便得多，炼丹炉可以随时带在身上，找个地方就能炼丹。至于星辰阁的人情，他们不是要找炼丹师炼制一种特殊丹药吗？等他把玉容真人的事情搞定了，就可以把这个人情还了。好说好说。中年人微微一笑，随后将炼丹炉取来拿给李牧。李牧则打开储物戒指，然后便是一道亮光飞出，炼丹炉就已经飞到了储物戒指里。对了，我这里有一份药材清单，星辰阁应该都有吧？李牧拿出一份清单说道。那是当然，我星辰阁的资源品类最为齐全，这些药材自然不会少，我这就去准备。中年人也不迟疑，立刻去取药材。等到李牧带着药材离开，一个少年才好奇问道：掌柜，那可是储物戒指啊，总部真的就这么送给他了？我记得上次有一个超凡大佬来索要，总部都不卖，你懂什么？他才20几岁就能打开储物戒指，至少拥有超凡境的实力，你说如果给他10年，他的实力得有多恐怖？中年人问道。他真的拥有超凡境的实力？少年有些不相信，毕竟李牧才25、6的样子，就算是天之骄子也不可能修炼到超凡境吧？这是总部的意思，等着看吧。中年人叹息道。而李牧带着炼丹炉回到张家别墅，便准备炼丹了。三师姐，你不去休息？李牧见张梦瑶就在一旁看着，有些疑惑。休息？我要看你炼丹。张梦瑶摇了摇头，因为在天域的时候，只有师娘和大师姐会炼丹，而他们炼丹的时候就不允许他旁观，他们也是这样，他就越是好奇，他就想看看炼丹是怎么个炼制法。好吧。看着张梦瑶那倔强的眼神，李牧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便将那些药材取了出来。看着李牧一点点地将药材清理排列，然后释放出大量的真元，将真元化为烈焰，开始灼烧炼丹炉。张梦瑶眼睛瞪得老大，
因为这些步骤都需要极其细致的心思才行，稍有不慎就会炼制失败。他就搞不清楚了，李牧一个大男人，咋就能静下心来做这么细致的事情呢？对了，我还听师娘说过，炼丹的时候最忌被影响心境，会导致火焰不稳，炼丹也容易失败，对不对？张梦瑶问道。所以师娘和大师姐不让你看他们炼丹。李牧一边操控火焰一边问道。应该是这样，不过你为什么不怕被我影响？张梦瑶很是疑惑。按理说师娘的实力如此强，不应该怕被影响才对，结果师娘怕被影响，李牧反倒不怕被影响，还有空闲时间跟他说话。因为你是我三师姐，长这么漂亮，只会让我炼丹效率提升。李牧嘿嘿一笑，张梦瑶的脸蛋瞬间就红了。片刻之后，张梦瑶站起身来，瞪了一眼李牧，道：小师弟，你跟谁学的这么油嘴滑舌？三师姐，这不是油嘴滑舌，这是实话啊。李牧笑道：我不跟你说了。张梦瑶面红耳赤，然后灰溜溜的离开了。不过离开的时候，眼神里却带着一丝窃喜。小师弟，还是以前那个小师弟。李牧说的半真半假。张梦瑶长得确实貌若天仙，看起来也是一种享受。但他之所以敢让张梦瑶观看他炼丹，甚至还跟张梦瑶聊天，是因为他修炼纯阳道诀之后，一心二用的能力大为提升。所谓一心二用，其实就是同时可以做两件事，还不会相互干扰。至于师娘，虽然实力强悍，但是精神力无法做到一心二用，所以不能让张梦瑶观看炼丹，否则有什么意外的话，炼丹就会失败。而李牧则不怕，他甚至可以全程和张梦瑶聊天，也不耽搁他炼丹。这就是纯阳道诀的可怕之处。哎，那就专心炼丹吧。李牧无奈一笑，本来还想着好好跟张梦瑶聊聊天，不过张梦瑶既然离开了，他也就不再多想。随着李牧源源不断地将药材丢进炼丹炉里，药材在高温的作用下开始释放出药性，而李牧则释放出真元来，用真元将那些药性凝聚起来。整个过程极其复杂，因为每一种药材的药性都不相同，而且结合顺序也不能有丝毫差错，所以饶是李牧也不敢粗心大意。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炼制，李牧总算是将这一炉补元丹给炼制成功了。好久不炼了，有些慢了。李牧看着手里的几颗补元丹，不由叹息一声。以前在天域的时候，他炼制这种丹药只要半天时间，而这次出来久了，竟然要炼制1个月了。虽然熟悉炼丹炉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他的炼丹术确实还需要多练才行。这就是真元境强者都梦寐以求的补元丹。张振东看着李牧手里的丹药，不由咽了咽口水。他自己只是玉境境，距离真元境还有很长一段路，但他也知道补元丹对于一个真元境来说到底有多大的诱惑力。就李牧这一把丹药流传出去，整个江东省的真元境估计得抢破头皮。张叔，送你1颗吧，争取早日突破到真元境。李牧嘿嘿一笑，随后直接丢给张振东1颗。啥？送我1颗？张振东浑身一颤，这玩意可以说是无价之宝，结果李牧说送就送。你不要吗？要？怎么不要？张振东立刻收了起来，这玩意他现在用不着，以后用得着啊。小师弟，你的实力已经超越真元境了吧？炼制这玩意干什么？张梦瑶有些疑惑地问道。自然有用处。李牧嘿嘿一笑，随后便直接来到了星辰阁。小兄弟，难不成要退炼丹炉？中年人见李牧又来了，不由皱起了眉头。倒不是退炼丹炉，而是有事要请你帮忙。李牧说道。哦，有事请我帮忙，但说无妨。中年人立刻笑了起来，毕竟李牧可是能打开储物戒指的人，修为极有可能达到了超凡境，这种人他巴结还来不及呢。我这里有2颗补元丹，想在星辰阁拍卖一下。李牧说道。补元丹？中年人愣了片刻，随后惊呼道，可是能够直接增强真元境实力的补元丹？不错，就是补元丹，我需要进行拍卖，而且需要让整个江东省的人都知道。李牧说道。可，别拍卖了，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中年人立刻兴奋了起来，虽然他不是真元境，但他有真元境的长辈啊，如果有补元丹的话，给他1颗，多少钱他都不皱眉头，毕竟1颗补元丹就能换一个真元境强者的人情，值了。你若想要，我送你1颗便是，但必须举行拍卖，而且动静越大越好。李牧说道。随后李牧直接丢了1颗补元丹给中年人，直接把中年人看傻了。这可是补元丹，你就这么送给我了？中年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这玩意至少能卖好几个亿，结果李牧说给就给了，你不要就算了。李牧说道。要？怎么不要？中年人赶紧藏好补元丹，这东西可不是钱能衡量的。随后中年人说道。对了，你对价格有没有什么要求？没要求，只要举行拍卖就行，不过声势要大。李牧说道。如果声势要大的话，估计就要等2天，毕竟造势也需要时间。这个没问题，我等着就是了。李牧倒也不着急，反正补元丹的消息传出去，他就不相信江东省这些真元境强者能够挡得住补元丹的诱惑。只要那个真元境强者出现，他就能发现，到时候就能找到玉龙真人的线索了。于是星辰阁便放出消息，说是要3天之后在星辰阁举行补元丹的拍卖会。这个消息可如同重磅炸弹，将江东省给炸开了锅。执法队，我运气这么好，刚来江东省上任大队长，
就遇到了补元丹拍卖。一个中年人翘着二郎腿，不由笑了起来。上次大队长林涛围杀李牧，退出了执法队，于是他就从京都调派来江东省救场了。本来他还有些不悦的，毕竟从京都繁华之地来到江东省这偏远省份，心里还是有些落差的。可是看到补元丹的消息之后，他也就觉得没什么了。只要得到补元丹，他的修为就有可能从真元境初期突破到真元境中期，这一趟就是值得的。柳辉，不要忘了你来江东省的正事。王长老没好气地看着中年人说道。王长老放心，执法队有我在，乱不起来。柳辉嘿嘿一笑，毕竟江东省执法队以前是林家的地盘，而林家背后是轩辕家，如今他接手大队长的职务，轩辕家肯定会暗中使绊子。不过他柳辉也不是吃素的。云岚宗，拍卖补元丹，好东西，看来我得亲自去一趟了。宗主云空开口道。宗主，你已经是真元境后期了，如果得到补元丹，极有可能突破到真元境巅峰，到时候江东省就无人是你的对手了。一个手下立刻拍马道。哼，等我抢到补元丹，就是那小子的末日。云空破口大骂，毕竟云岚宗在江东省可是大门派，可李牧接二连三杀他云岚宗的高手，简直不把云岚宗放在眼里。得到补元丹，突破到真元境后期，他就一巴掌捏死李牧。只是他还不知道，他志在必得的补元丹，不过是李牧花1天时间随手炼制出来的罢了。3天时间，星辰阁有补元丹拍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江东省的高层。竟然会有补元丹，看来今天是走不成了。中年人本来都已经准备回京都了，不过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改变了主意。毕竟他就是真元境后期，如果得到补元丹的话，就有希望突破到真元境巅峰。要知道，到了真元境，任何一个小境界突破起来都难如登天，能有补元丹这样的助力，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中年人直接来到了星辰阁，准备拍下今天的补元丹。而此刻的星辰阁内部，李牧坐在一个包间里，外面就是拍卖室。拍卖室里也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的来了，李牧则隔着玻璃一个一个的看着这些人。小兄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想通过拍卖补元丹认识这些人吧？钱锋站在李牧旁边小声询问道。毕竟这补元丹就算拍卖，最多也就几十个亿吧。而李牧手持天盛银行黑金卡，几十个亿对于李牧来说不过就是毛毛雨，完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而且李牧直接送了他一颗补元丹，这就更加说明丹药和钱对李牧来说根本就不重要。加上李牧一个个的看着参加拍卖的人，所以他才敢如此判断。算是吧。李牧倒也没有明说，而是点了点头。钱锋介绍到，最开始进来的就是新任执法队大队长柳辉，真元境中期，他是从京都空降来的，背后人脉很广，值得结交。哦，新任大队长。李牧一愣，他这才将林涛杀了没几天，新大队长就空降来了。他后面这个名叫林守业，真元境后期，是林家家主。由于上一任大队长是林家人，所以林守业对空降的柳辉很不满。钱锋继续介绍道，看来迟早要跟他打交道。李牧淡然一笑，毕竟他杀了林涛，也是林家最有前途的天才，这林守业肯定在继续力量对付他。不过他倒没有放在心上，这林守业如果真要找死，大不了灭了林家便是。至于林家和执法队10大家族有交情，他照样不放在眼里。在后面那个云空，真元境后期，云岚宗宗主。钱锋指了指刚走进来的那人说道。哦，云岚宗宗主，看来他们对补元丹都很感兴趣啊。李牧冷冷一笑，毕竟他和云岚宗也是不死不休的存在，就算这云空不来找他麻烦，他也会去灭了云岚宗，不然就是给李仙仙、纪晓月他们留下隐患。笑话，只要是真元境，对补元丹都会感兴趣的。钱锋说道。要不是李牧给了他一颗，估计他也会亲自参加拍卖的。对了，刚走进来这个名叫段长和，真元境中期，是纪家的供奉。钱锋说道。纪家？可是从阳城搬来的纪家？李牧有些惊讶。当初在阳城，纪家也只是一个二流家族，是依仗他们李家才能混得风生水起的。后来李家血案之后，纪家逃到了省城，没想到这样的纪家竟然能找到真元境的人当供奉。不错，就是那个纪家。该说不说，这纪家运气好啊，他们儿子竟然是个天才，被玄阳宗招入门下。这个段长和其实就是玄阴宗留在纪家保护他们的。钱锋说道。哦，纪家还有这奇遇？李牧愣了愣，可是当初纪家出卖他，差点害死他，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等把玉容真人的事情解决了，纪家的事自然也要提上日程了。这个叫赵玉辉，真元境后期，是省城赵家人，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靠自己努力修炼起来的。不过也因为没有背景，而且此人做事认死理，进场得罪人，所以就算他的实力比林守业强，在江东省他们赵家也还是被林家压了一头。钱锋介绍道。李牧有些惊讶，没有任何背景，能够在40-50岁的时候修炼到真元境后期，确实是个天才。随后钱锋又给李牧介绍了几个人，都是江东省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也还有一些欲静静的人。虽然补元丹他们现在用不着，但是一旦突破到真元境，就可以直接增强真元，这东西谁会嫌弃呢？哈哈，拍卖补元丹，我当然也要来凑个热闹。就在这时，一个中年人走进了拍卖室。
这个人没见过，应该不是江东省的人。钱锋愣了愣，不过随后一想，3天时间，这个消息足够传到外省去，那么外省的真元境强者赶过来拍卖补元丹也不稀奇。李牧也看了一眼中年人，竟然是真元境巅峰的强者，看来这家伙是想凭借补元丹直接冲击更高的境界。小兄弟，我要去主持拍卖了，这些人的信息你好好消化一下，可以选择性的交好。钱锋嘿嘿一笑，然后便离开了包间。交好？李牧淡然一笑，这钱锋还以为他拍卖补元丹是想和这些真元境交好，他只是为了找出那个毁掉玉山洞府的人而已，所以拍卖的过程他并不在意，哪怕众人为了补元丹争得面红耳赤，他也没有任何波动。最终这颗补元丹的价格被抬到了20亿，这把李牧都吓了一跳。要知道他一炉下来足足炼了10颗补元丹，如果全拿来拍卖的话，那就是200亿。这么多钱放在省城估计也能排在前10，而他的成本也仅仅是几万块的药材，也难怪炼丹师如此吃香了。哈哈，20亿，如果没有人出价比我高的话，这补元丹可就是我的了。最后进来的中年人大笑了起来，段长和柳辉等人都皱了皱眉头，因为他们都没见过这家伙，而且这家伙还是个真元境巅峰，显然不好招惹。不过就在众人迟疑的时候，李牧却突然施展出真元，隔着包间直接一把朝着补元丹抓了过去。混蛋，想抢我的补元丹！那中年人大怒，立刻施展真元，而柳辉、段长和林守业等人也纷纷出手。钱锋有些懵，那包间里不是李牧吗？出手抢自己的补元丹，李牧脑子有病。看到众人纷纷施展出真元，想要阻止自己抢夺补元丹，李牧便停了下来，因为他出手的目的就是引诱众人施展出真元来，只要他们露出真元，他就能分辨出那日毁灭玉山洞府的真元是谁。是你！李牧分辨了一下众人的真元，立刻就根据那日见西草释放出来的气息，锁定在了最后出现的中年人身上，因为这家伙的真元最霸道，也是跟见西草里面的气息一模一样。什么情况？众人发现那一道真元停了下来，都不由懵了。这家伙要抢夺补元丹，为何半途而废？难道是怕了星辰阁？阁下，你这是何意？中年人愤怒地看向包间。没什么，我就看看这补元丹是真是假。李牧随口一笑，随后不再说话。中年人很恼怒，随后看向了钱锋，道：你们星辰阁就任由他胡闹？可补元丹不还在这里吗？钱锋嘿嘿一笑，随后说道：如果没有人再出高价的话，这补元丹就由这位先生夺得了。中年人虽然有些愤怒，但也没有再追究，毕竟补元丹到手，他就有可能更进一步。拿到补元丹之后，就可以回京都了。其余众人面面相觑，也没有再出价，最终被中年人将补元丹拿下。哈哈，不虚此行，不虚此行！中年人大笑一声，随后便拿着补元丹离开了星辰阁。哎，白跑一趟！段长和等人都无奈一笑，然后也纷纷离开。钱锋则来到包间，准备将20亿交给李牧，结果发现李牧已经不见了踪影。奇怪！钱锋无奈地摇摇头，本以为李牧拿补元丹出来拍卖，是想借此机会结交江东省的真元境，结果这些人来了，李牧又走了，这又是什么套路？哈哈，补元丹到手，可以回京都去复命了，还能再得到一些奖励。中年人把玩着手里的补元丹，已经驱车来到了郊区，结果就看到前方出现一道人影，直接挡在路中央，找死！中年人大怒，随后加大油门，想要直接撞死李牧。对于他这种嗜杀成性的人来说，按喇叭催人离开，那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面对疾驰而来的轿车，李牧丝毫不慌，他直接一巴掌拍过来，轿车头立刻被巨大的力量按在地上，立刻火光四溅。高手！中年人大惊，这强悍的真元实力绝对强悍。于是中年人立刻冲出轿车，与李牧对视了起来。小子，你是谁？为何拦我去路？中年人呵斥道。玉山洞府，你毁的！李牧震惊，开门见山地说道。什么？中年人大惊失色，他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李牧是如何知道是他干的？难道这家伙能掐会算？可就算是超凡境的高手，也不可能算得出来。你们在我杀了铁修罗之后，就毁掉玉山洞府，想要掐断线索，我承认你做得很快，但是你搞忘了一样东西。李牧冷笑道。搞忘了什么东西？中年人问道。你兜里的补元丹。补元丹？中年人一愣，思索片刻之后，立刻惊呼道：是剑西草，玉山洞府里有剑西草，我毁掉玉山洞府的时候，他将我真元的气息保存了下来。不错，就是剑西草。不过就算有剑西草，你又如何找到我的？中年人又问。你傻吗？剑西草就是用来炼制补元丹的主材，只要炼制出补元丹，你们这种真元境挡得住这种诱惑吗？李牧笑道。所以你在拍卖会现场出手之人就是你？中年人脸色阴沉，原来这一步步都是李牧安排好的，只要他一露出真元，李牧就能通过剑西草里面的真元气息锁定他，然后就拦路拦截。好，很好，非常好，我做的如此天衣无缝，想不到竟然都被你抓住了破绽，不愧是那人的儿子。不过你没有任何帮手，也敢来半路拦截我，真是找死！中年人冷冷地看着李牧，他可是真元境巅峰，李牧也就25、26的样子，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玉龙真人在何处？他是不是幕后黑手？
当初的李家血案真相到底是什么？李牧大喝道：“想知道真相，真是痴心妄想。”中年人冷笑一声，随后手指一戳，背后一把飞剑立刻腾空而起，千灵众元，剑光灭世。中年人一声大喝，大量的真元就凝聚到飞剑之上，紧接着一道强悍无比的剑气出现在飞剑周围，再然后那一道剑气划破长空，径直朝着李牧劈了过来。你这秘籍弱了点。李牧淡然一笑，随后直接一拳击出。以肉身抵抗我的秘籍？笑话！中年人冷笑一声，随后剑气就已经撞击在李牧的拳头上。砰！撞击的一瞬间，剑气立刻出现裂缝，而李牧的拳头竟然毫发无伤。轰！又一声响，整个剑气瞬间四分五裂。怎么可能？中年人懵了，他可是真元境巅峰啊！他的这一道攻击，普通的真元境估计都会被直接秒杀，而李牧没有动用任何秘籍，仅仅是动用拳头，就直接把他的攻击击溃。这家伙的肉身简直太可怕了，就算是那些神游境的强者，肉身估计也没有这么强吧？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真相，否则你一会后悔的。李牧漫步走上前来，身上的气息压得那人连连后退。哼，肉身强悍又如何？只有低级武者才会拼拳头，我们是真元境强者，拼的是真元。中年人冷笑一声，随后双手合十，体内立刻爆发出大量的真元。只见那些真元凝聚在一起，随后形成了一道巨大的人影。给我去死！中年人一声大喝，巨大的人影直接朝着李牧扑了过来。呵呵，对付你我都懒得用真元。李牧嘴角微微扬起，这家伙的真元确实够强，在真元境内难逢敌手，不过可惜遇到了他，这点真元真不够看。自大！中年人冷哼一声，随后操控人影砸向了李牧。自大！李牧嘴角微微扬起，旋即脚一蹬地，身体如同离弦之箭，瞬间急射而出。哼，这是我的全力一击，你还敢用肉身硬抗，真是找死！中年人面露鄙夷之色，他这全力一击，就算是神游境的强者也不敢用肉身硬抗，就凭李牧，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是吗？说话间，李牧已经撞击在巨大的人影之上，接触的一瞬间，李牧感觉到被巨大的冲击力击中，拳头仿佛要散架一般。不过他凭借强悍的肉身，还是硬抗了这一波冲击。随后李牧便猛一发力，巨大的冲击力立刻反弹回去，咔嚓！巨大的人影立刻发出一声声脆响，然后就出现一条条裂缝。给我破！李牧再次发力，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人影给砸得粉碎。什么？中年人要崩溃了，他最引以为傲的真元攻击，结果竟然被李牧的拳头给击溃了。你是横练士？中年人惊讶地看着李牧。哦，横练士？你不知道横练士就是成为武者之后，就只是单纯的锻炼肉身，不走气血凝练成真元这条路，最终也能肉身成圣。不过这条路太过艰险，而且难度太大。中年人说道。哦，横练士也能肉身成圣？李牧一愣，毕竟一般武者超越了超凡境之后便是入圣境，而横练也能肉身成圣，看来这两条路是殊途同归，最后都能成圣。而他的纯阳道诀不仅修炼真元，也凝练肉身，那么这纯阳道诀会不会是两条路都在走？不过这个事也只有等回去找师娘之后才能问个清楚了。你不知道这些，那你怎么会是横练士？中年人怒斥道。谁告诉你我是横练士了？李牧一翻白眼，随后一挥手，一道真元立刻出现在指尖。什么？中年人更加懵了，李牧的肉身强悍成这个样子，结果真元也如此强悍，这家伙哪来的这么多精力？特别是肉身，几乎是要时刻不停的锤炼，才有可能走上肉身成圣的道路。好了，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真相，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李牧取出几根银针来，哼，告诉你真相，休想！中年人冷笑一声，随后纵身一跃，一道真元立刻出现在脚下。想走？李牧冷冷一笑，真元境是可以御空飞行的，但是想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开什么玩笑？说完，李牧中指一弹，一道真元立刻飞出。轰！中年人脚下的真元立刻溃散，中年人直接栽倒在地。紧接着，李牧将银针飞出，直接扎在了中年人的太阳穴上。一瞬间，中年人感觉受到了万蚁噬心直通，整个身体都颤抖了起来。混蛋，你究竟干了什么？中年人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愤怒地看着李牧。放心，这还只是最基础的疼痛，接下来我会让你更加痛苦的。李牧嘿嘿一笑，随后又取出了几根银针。中年人要崩溃了，一根银针就让他生不如死了，如果再来几根，他就真的要扛不住了。住手！我说！中年人赶紧求饶，早这样就不会受罪了。李牧嘿嘿一笑，随后取出银针。中年人这才擦掉额头上的汗水，开口道：我是奉命去毁掉玉山洞府的，因为那是给铁修罗下达命令的唯一渠道。奉命？奉谁的命？还有，玉龙真人是谁？在什么地方？李牧问道。京都轩辕家。至于玉龙真人，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只是用来给铁修罗下达命令的一个代号罢了。有时候是我下达命令，有时候是别人下达命令。中年人说道。玉龙真人是一个代号，铁修罗会不知道？李牧皱了皱眉头，铁修罗可是玉龙真人的徒弟，会知道每次来的人不一样。呵呵，他一个气动境而已，
在我们面前连头都不敢抬一下，他能分得清楚？中年人鄙夷道：“你们都是轩辕家的人？”李牧又问：“不，我们并非都是轩辕家的人，只是我听从轩辕家的命令罢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玉龙真人是给铁修罗下达命令的代号，而这个代号背后有轩辕家，但又不只是轩辕家。李牧眉头紧锁，因为轩辕家乃是龙国10大家族之一，也是组建执法队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家族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结果这背后可能还有别的势力。不错，据我所知，至少还有3个，而这3个的势力估计不会比轩辕家低。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李家不过是阳城一个家族而已，在轩辕家眼里，估计连蝼蚁都不如，如何会引得轩辕家这样的庞然大物出手？甚至还不止一个。李牧很是疑惑。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不过这一切都和气运有关，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毕竟我也只是一个跑腿的。中年人说道。你也只是个跑腿的？李牧一阵头疼，一个真元境巅峰，也只是一个跑腿的，这轩辕家到底有多强？而这背后到底还隐藏着什么秘密？他怎么感觉越挖越深，甚至都让他有些恐惧了。但是李家血案还没有水落石出，父母还下落不明，他就必须继续追查下去。好了，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可以放我走了吧？中年人问道。放你走？你可真是天真。李牧一阵无语，这家伙作为幕后黑手之一，他怎么可能放过这家伙？不然怎么对得起李家死去的那么多族人？小子，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说话不算话。我刚才可没有说放你走，只是让你少受点罪而已。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巴掌将中年人拍成了肉泥。随后李牧才赶回省城，而李牧刚离开不久，林守业等人才带着人来到这里。当他们看到地面上的一滩肉泥，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一个真元境巅峰的超级高手，竟然被拍成了肉泥。江东省，这是要变天了！小兄弟，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钱锋见李牧回来了，这才放下心来。没什么，去解决了一点小问题。李牧随口一笑，并没有解释什么。对了，这是拍卖的20亿，星辰阁没收取任何手续费。钱锋递了一张银行卡过来，多谢，该我们谢你才对。毕竟这场拍卖会可是让我们星辰阁的名声提升了不少。钱锋嘿嘿笑道。对了，你对轩辕家了解多少？李牧突然问道。毕竟那个中年人听从轩辕家的命令，还有其余大家族的线索，但他现在只有先从轩辕家下手，最后才能水落石出。轩辕家，你问这个干什么？钱锋有些警惕地看着李牧。没什么，我就随口一问，你要不知道就算了吧。李牧淡然一笑，倒也不着急，反正以后要去京都，到时候自然了解轩辕家的情况。钱锋犹豫了片刻，还是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李牧，毕竟他拿了李牧的补元丹，总不能忘恩负义吧。小兄弟，不管你想干什么，我都得提醒你，离轩辕家远一点。钱锋严肃道。哦，此话怎讲？你也知道执法队是由龙国10大家族、10大门派联手组建的，但是这10大家族、10大门派也是分3、6、9等的，而这个轩辕家就是这20个势力里面最顶尖的那一批，所以之前林家只因为和轩辕家交好，就可以让林涛成为执法队江东省分部的大队长。钱锋说道。哦，这个轩辕家这么厉害？轩辕家不止厉害，而且还极其护短，还睚眦必报，所以啊，不管你和轩辕家有什么恩怨，最好就隐藏在心里吧，因为轩辕家太强了，哪怕是我们星辰阁总部都不愿意和轩辕家起冲突。钱锋叮嘱道。是吗？李牧耸一耸肩，也没有再问，然后便起身离开了。而李牧刚离开，钱锋就得到消息，说是拍到补元丹的那个真元镜在省城郊外被人一巴掌拍成肉泥了。什么？难道是他？钱锋愣住了，除了李牧，貌似没有谁有这个实力吧。而且李牧从购买炼丹炉到拍卖补元丹，这一切不寻常，而且刚才拍卖补元丹的时候还想抢夺补元丹，难道李牧就是故意引众人出手，然后鉴别某个人，这才是他拍卖补元丹的真实原因？钱锋咽了咽口水，为了找一个人买炼丹炉、拍卖丹药、出手试探，然后杀人，真是心思缜密啊。钱锋喃喃自语，这些环节但凡出一点差错，那都完成不了。等等，钱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因为从购买炼丹炉、药材到拍卖补元丹到杀人，这一切李牧都亲自参与了。那么炼丹呢？是谁炼制的？张梦瑶？不可能，因为张梦瑶还没有那个能力。难道是他自己炼制的？他是一个炼丹师？钱锋都被自己的推断吓了一跳。如果李牧真的是炼丹师，那么他们星辰阁需要的那种丹药，是不是可以麻烦一下李牧？看来需要找个机会了。钱锋思索着，不管李牧能不能炼制，尝试一下总是没错的。万一李牧能炼呢？而李牧则赶回到张家，发现李仙仙、季小月他们都不在家，倒也没有太在意，毕竟来省城这么多天了，他们一直待在张家，都快憋出病来了，出去逛逛也好。不过李牧还没回到房间，就看见张梦瑶嘴角流着血丝，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三师姐，怎么回事？谁伤了你？李牧立刻走上前去扶着张梦瑶，查探了一下张梦瑶的身体，没什么大碍，这才放下心来。小师弟，出事了！张梦瑶擦掉血丝，这才诉说了起来。原来他们几个人闲着无聊，去市场上逛街，结果季小月竟然遇到了季家的人，季家人就要把季小月抓回去。李仙仙自然不干，他们就和季家人起了冲突。
由于李仙仙、纪晓月、周清源都是普通人，哪里是那些人的对手，所以张梦瑶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挡住了纪家所有人。不过后来纪家来了一个御境高手，张梦瑶不敌，只能跑出来找救兵了。我走之前在房间外用了毒，他们一时半会估计攻不进去。不过纪家有个真元境的供奉，所以不好说，而且他们把周围的信号给屏蔽了，不然我早就通知你了。张梦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混账东西！李牧大怒，本来想要等李家血案的事情彻底解决了再去找纪家算账，结果纪家竟然对纪晓月动手了，关键是还打伤了张梦瑶，还把李仙仙他们全都给围了。他们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他要整个纪家陪葬。小师弟，要不从长计议，纪家也有真元境的供奉，而且他们背后有个大宗门。张梦瑶提醒道。三师姐，没时间从长计议了，你布下的毒阵挡不了多久，要是他们出点事，我后悔都来不及。李牧没时间多想，转身就走。小师弟，要不开车吧？开车太慢了。李牧摇了摇头，以前开车坐飞机那是因为他嫌麻烦，而这种短距离的赶路，他觉得还是御空飞行更快。于是李牧直接腾空而起，朝着事发的狂奔而去。而此刻的房间里，纪晓月有些愧疚地看着李仙仙和周清源。对不起，都怪我把你们都牵扯进来了。纪晓月愧疚道。小月，说什么呢？咱们是姐妹，再说了，是纪家太不要脸了，当初是他们把你逐出家族的，现在看你长得漂亮，又要抓你回去跟大家族联姻，简直就是禽兽不如。李仙仙说道。不错，他们比周家还要过分。周清源也是嗤之以鼻。可我还是连累你们了。小月，你这是什么话？三师姐不是逃出去了吗？她会去找我哥的，我哥一定会来救我们的。李仙仙很肯定地说道。也就在他们说话间，张梦瑶布置在房间外面的毒物已经消散了。纪家众人直接将房间门踹开，将他们给团团围了起来。小月，想不到这么几年不见，你从一个丑小鸭都变成白天鹅了。为首之人是一个少年，上下打量着纪晓月，同时他的眼神也从李仙仙和周清源身上扫过，眼中带着一丝贪婪之意。族长的意思是把纪晓月带回去联姻，可还是族长没有说把别的女人带回去。而李仙仙和周清源那可都是和纪晓月一样正点的女人，在这里把玩之后带回去圈养起来，岂不快哉？纪聪海，当初你们将我逐出纪家，有什么资格带我回去？纪晓月立刻怒斥道。呵呵，当初将你逐出纪家，是因为你放走了李牧，如今你成长起来了，又能为纪家做贡献了，我们自然要带你回去。纪聪海嘿嘿笑道。哼，让我回去联姻，成为你们纪家获利的工具，我才不回去。嘿嘿，那就由不得你了。要知道，你堂哥纪晓天已经加入玄阴宗门下，我们再用你和京都豪门联姻，我们纪家就能成为江东省的常青树。你能为纪家做出这样的贡献，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纪聪海冷笑道。你们不觉得脸红吗？李仙仙鄙夷地看着纪聪海。哼，要你管，反正一会我就要把你骑在胯下，到时候不知道是谁脸红。纪聪海贪婪地看着李仙仙。你敢！李仙仙大怒。然而他们三个都是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是这些人的对手？把纪晓月带走，这两个给我留下。纪聪海冷笑一声，随后便朝着李仙仙走了过来。仙仙快走，我来拖住他。周清源咬紧牙关，随后从兜里掏出刀子，朝着纪聪海杀了过去。本来这刀子是他用来刺杀李牧的，不过知道了当年的真相，他也就没有对李牧出手的打算了。这些天他一直都在等待着为自己赎罪的机会，如今机会终于来了。虽然他也知道自己不一定就得了李仙仙，但他必须做到问心无愧。周清源，你干什么？李仙仙大惊，周清源也只是个普通人，这纪聪海实力强悍，周清源这不是送死吗？仙仙，我们周家对不起你，我先走一步。周清源微微一笑，然后就冲到了纪聪海的面前，一刀砸了下去。聒噪！纪聪海咒骂一声，还敢用刀来杀他？他虽然只是一个开元境，但对付周清源这种弱女子，还不是手到擒来。说完，纪聪海直接一拳击出，咔嚓！周清源手里的刀子瞬间断裂，然后纪聪海一拳砸在周清源的肩头，砰！周清源立刻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击在地面上，噗！随着周清源一口鲜血吐出来，差点就晕死过去。周清源，李仙仙立刻跑过去将周清源扶了起来，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仙仙，我对不起你们李家，下辈子再还了。周清源有气无力地说道。周清源，这是周家的错，不是你的错。李仙仙带着一丝哭腔，然而她没有能力，根本就救不了周清源。好了，现在该我们亲热了。纪聪海大笑一声，随后一把抓向李仙仙，快走！周清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李仙仙推开，眼看着纪聪海就要靠近了，一股惊天气息却从天而降，给我死！随着一声大喝，一道真元立刻从天而降，径直砸在纪聪海的头上，砰！一声巨响，纪聪海整个人都化为一团肉泥，地面都出现了一个大坑。远处一个少年猛然睁开眼睛，他是一个御境高手，也是因为他的到来才能破解张梦瑶布下的毒阵。如今有人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杀人，开什么玩笑？李牧则直接从天而降，来到了李仙仙身边。仙仙，你没事吧？
李牧扶着李仙仙，很是关心地问道：“哥，别管我了，快去看周清源。”李仙仙赶紧指了指不远处的周清源。李牧见李仙仙没事，这才来到周清源的面前。李牧，我欠你们李家的，都还了。周清源面无血色地说道。别说话。李牧检查了一下周清源的脉搏，越来越微弱，若是别人，肯定救不了周清源。但他是鬼谷一仙的传人，医术通天，只要周清源还有一口气，他就能救回来。于是李牧给周清源服下一颗丹药，然后用真元帮助周清源修复体内伤势。李牧，你不要管我了，让我死了行不行？周清源大喝道。我老早就说过，你的生死只能由我掌控，我不要你死，天王老子都不能杀你。李牧严肃道。为什么？为什么？周清源哭得撕心裂肺，他被周家人蒙在鼓里，当了这么多年的恶人，他今天只想救下李仙仙，赎罪之后就彻底解脱了。可李牧为什么要救他？因为你是我的女人。李牧严肃地说了一句。虽然周清源是周家的人，但他们确实已经有了男女之事，还不止一次。而且当年的事，周清源根本就不知道，也没有参与。如今更是他的女人，他能让周清源死了？你……周清源神色复杂。李牧灭了他们周家，却又是他唯一的男人，以后他要如何自处？行了，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给周清源疗伤之后，李牧便站了起来，看着李牧的背影，周清源的眼神有些发呆。这一刻，他突然发现李牧好帅。周清源啊，周清源，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周清源苦笑了起来。而远处，季家人准备带走季小月，李牧则一挥手，一道真元立刻飞了出去，将季小月身边几人全部斩杀。季小月这才正脱开束缚，跑到了李牧的身后。李牧哥哥，我怕。季小月瑟瑟发抖，要是李牧再晚几分钟，他就要被抓走了。小月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把你抓走。李牧揉了揉季小月的额头，然后看向了季家众人，哈哈，好一个英雄救美，不过可惜你招惹错了人。少年冷冷地看着李牧。哦，李牧一愣，他见过不知死活的，但是明知道他使用了真元，这家伙一个玉静静还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这家伙莫不是个大傻子？哦，我招惹错了人，莫非你认为你是玄阴宗的人就了不起了？李牧饶有兴致地看着少年，呵呵，我玄阴宗虽然不在执法队里，但我们玄阴宗的实力可不在龙国10大门派之下。你杀了季家的人，那就是与我玄阴宗作对，你现在跪下来认错，并将他们奉上，说不定还可以留个全尸。少年冷冷地看着李牧，似乎已经胜券在握，觉得李牧绝对不敢和玄阴宗为敌。哈哈哈，你一个玉静静，难道没看见我使用真元？李牧笑了起来，他见过自大的，却没有见过这么自大的。呵呵，就算你是真元境又如何，照样不是我玄阴宗的对手。你要是敢动我，我师父立刻就会出现，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少年大喝道。你师父段长和？你知道我师父？少年眉头一皱，李牧说出他师父名字的时候，可是丝毫没有放在眼里的样子。难道这家伙真不怕玄阴宗？我当然知道他。李牧嘿嘿一笑，他拍卖补元丹的时候，段长和就在其中。为了一颗他随手炼制的丹药，段长和就拼得头破血流，所以他会怕段长和？开玩笑，既然知道，还不快束手就擒！少年大喝道。行了，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给我滚过来！李牧冷冷一笑，随后大手一挥，一道真元立刻飞出，将少年给直接禁锢了起来。他再一招手，少年便飞到了他的面前。混蛋，你想干什么？少年惊呼道。放心，我不会杀你，你现在给我滚回季家去带个话，3天之内让你师父带着整个季家来磕头认错，如若不然，不仅季家会被灭，你们师徒2人也是死路一条，明白吗？李牧大喝道。混蛋，你知道？少年大怒，还想多说什么，结果李牧直接一巴掌打了过去。啪！少年的嘴角立刻溢出血丝，大牙都被李牧打掉2颗，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你若是不带话，我就直接杀了你，再亲自跑一趟季家就行了。李牧随口说道。我带。少年真的怕了，因为李牧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简直让人窒息，他怀疑自己再说半个不字，估计李牧就会直接拍死他。滚吧！李牧一把将少年丢了出去。你给我等着！少年破口大骂，然后便灰溜溜的跑了。你不该放他走，他会告诉季家人，玄阴宗也会知道，到时候你就危险了。周清源皱了皱眉头说道。哦，你这是在关心我？李牧瞥了一眼周清源，周清源脸蛋红了红，然后严肃道。我不是关心你，我是怕招惹上玄阴宗，仙仙他们出事。清源，我看还是你先养好身体吧。李仙仙扶着周清源说道。我的身体已经好了，你哥的丹药很好用。身体好了吗？那么我哥刚才说你是他的女人，咋回事？李仙仙突然问道。啊，你听错了。周清源瞬间面红耳赤。我也听见了。季小月也凑了过来。经过这次季家这么一闹，他们心中的隔阂反倒消失了。看着满脸笑容的3人，李牧也微微一笑，然后便带着他们回到了张家别墅。小师弟，你们回来了就好，没出人命吧？张梦瑶问道。没死几个。李牧随口说道。没死几个？张梦瑶一阵无语，那就是死了人了，执法队可就要插手了。呵呵，
他们对我妹下手了，我还能让他们活着离开？而且我让那小子回去通知段长和了，3天之内让他们毁了季家，带着季家人登门道歉，否则都得死。李牧说道。啥？杀了人也就算了，还放人回去通风报信？张梦瑶一阵头疼，李牧的操作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不是让别人做好准备，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李牧啊，执法队新来的大队长可是个狠人，你如果再去灭季家的话，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张振东走了过来提醒道。呵呵，我这3天时间就是留给他的。李牧随口笑道。其实吧，一个季家而已，他随手就能灭了，哪怕那个段长和是个真元境强者，也阻挡不了他分毫。但是他要灭季家，执法队肯定会插手，而执法队的柳辉又是京都空降的，这个柳辉又和林家不对付，也就是说柳辉背后的家族其实和林家背后的轩辕家是有过节的。虽说他不怕得罪执法队，但上次执法队派来的人总归还是想和他交好，所以他给了柳辉3天时间。如果柳辉处理得好，他也不是不可以和执法队的某些人交朋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大不了一并灭了。你给柳辉3天时间？张振东一愣，这个李牧还真是头脑灵光。好了，这3天时间就静观事态的发展吧。李牧淡然一笑，随后便看向了周清源。你干什么？周清源警惕地看着李牧。干什么？你不会以为一个开元境强者的全力一击这么轻易就痊愈了吧？李牧说道。你的意思是跟我到房间来，我给你疗伤。李牧说完便走进了房间，众人面面相觑，李牧这是真疗伤还是假疗伤？清源，快去吧。李仙仙一把将周清源推进了房间，张振东则看向了张梦瑶道。瑶瑶，你不是也会医术吗？你觉得是不是真的？他体内伤势确实还很严重，也只有小师弟的能力才能将帮他痊愈。张梦瑶说道。好吧，都散了吧。张振东淡然一笑，随后便离开了。而此刻的房间里，周清源红着脸道。你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还需要给你疗伤，不然你以为我叫你来干什么？李牧说道。你不会以为我叫你来是想……李牧打趣地看着周清源，他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红苹果。我没想。你没想，那你怎么觉得我在想啊？我不给你说了。行了，脱衣服吧，我先给你疗伤。李牧，我好热。周清源光着身子，体内不断的有热气窜出来，忍一忍，这是正常的。李牧操控着真元给周清源疗伤，不敢有半点懈怠。好吧。周清源坚持着，不过身体还是汗水流出，看起来更加的诱人。片刻之后，李牧停止了治疗，周清源瞬间感觉身体被掏空，直接躺到了李牧的怀里。你扶我起来。周清源眼神迷离地看着李牧，毕竟就这么光着身体躺在李牧的怀里，很难为情。刚疗伤，不要乱动。李牧也调理着自己的气息。又过了片刻，周清源体内的燥热之气开始减退，他体内的寒气便窜了起来。当寒气遇到李牧体内的纯阳道体，瞬间就激发一阵气浪。怎么回事？周清源突然感觉身体好舒服，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李牧。看来铁修罗说的没错，你确实是特殊体质，而且什么？没什么，一会你就知道了。李牧说完便将周清源抱了起来，走向了床边。啊，你又想干嘛？周清源浑身一颤，前面几次他可是遭老罪了。李牧点点头，随后便将他丢到了床上。周清源一愣，李牧这个字显然是误会他的意思了。然而他根本就不是李牧的对手，只能任由李牧索取了。只是这一次他已经没有前面几次的心态了。而李牧和周清源交流的时候，季家别墅里段长和胡子都气歪了。他真这么说？段长和怒斥道。师傅，他确实是这么说了，还说让你3天之内带着季家所有人去给他赔礼道歉，否则就杀了我们所有人。少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道。反了天了，他特么一个毛头小子，还敢让老子去赔礼道歉？段长和咒骂道。段前辈，这小子名叫李牧，是李家的余孽。季家家主季昌明赶紧提醒道。哼，管他们是谁，都得给老子死。他不是说3天时间吗？老子就按兵不动，3天之后他要是敢来，老子就捏死他。段长和怒斥道。有段前辈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季昌明总算放下心来，毕竟李牧突然这么强，他是真害怕段长和把他交出去。就凭他之前出卖李家这事，李牧就能将他碎尸万段。而此刻的执法队里，柳辉不由皱起了眉头。大队长，这个李牧又引发血案了，咱们要不要出面？一个小队长问道。血案是季家人先出手的，这也能怪李牧？柳辉问道。可季家只是想抓人，而他直接杀人了。所以你们当初就听林涛的话，要抓捕李牧？柳辉问道。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柳辉是怎么想的。你们啊，就是受林涛影响太深了。大队长，你这是何意？众人满脸疑惑。什么意思？那你们的意思，李牧发现季家要抓人，他还不能杀人，还要把季小月恭恭敬敬地送去季家吗？柳辉问道。当然不是这样，可他杀了季家的人，出了命案，咱们执法队不就得？对了，出了命案，执法队就要出动。那么当初李家血案的时候，
执法队动了吗？柳辉又问。众人面面相觑。当年李家血案，他们执法队确实是后知后觉，然后匆匆派了2个人去，就没有下文了。当时我们也问林涛了，他说执法队的大队长有自由裁量权，他说后面会派人调查，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一个小队长说道。林涛说的对，执法队的大队长确实有自由裁量权，但他的做法却有损执法队的威严，所以那李牧宁愿自己杀人，也不会让执法队插手。柳辉说道。那他为什么要放人回去？而且还扬言3天之内，季家如果不去道歉，他就要血洗季家，他这是完全把我们执法队放在眼里。另一个小队长说道。你们以为李牧是不敢杀那个人，其实他是在给我时间考虑罢了。柳辉苦笑道。他给你时间考虑，不错，你们立刻派一个执法小队去阳城，将当年的事情调查清楚，我亲自带队去调查季家这次抓捕季小月的事。那李牧给了我时间，我这个大队长也不能吃干饭。柳辉大声说道。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段长河一点都没有带季家众人去给李牧道歉的意思，而整个省城的人也在等着看李牧的笑话。他们觉得李牧肯定不敢去找季家的麻烦，毕竟季家有各段长河，段长河的背后是玄阴宗，而且李牧本身就得罪了执法队，还有云岚宗、林家在看热闹。省城众人是这么想的，季小月也是这么想的。李牧哥哥，要不还是别去了。季小月有些担心地看着李牧，他知道李牧这是要帮他出气，可是太危险了，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季家的问题，几乎牵动了整个省城的大佬。到时候李牧一旦被围攻的话，后果难料。去？为什么不去？当初他们出卖我，这事我自然要跟他们算清楚。李牧说道。可是李牧哥哥，万一执法队，你是担心执法队还跟之前一样，到时候整个省城的真元镜会一起围攻我，对不对？李牧问道。是啊，到时候这么多真元镜联手，你肯定不是对手的，我担心。不用担心，在我眼里，真元镜连个屁都不是。李牧大笑一声，然后便朝着季家别墅走去。真元镜连个屁都不是。张振东等人面面相觑，因为在他们眼里，真元镜就是天神一般的存在，是可以飞天遁地无所不能的存在。结果李牧竟然说真元镜在他眼里连个屁都不是。关键是之前李牧面对3大真元镜，真就摧枯拉朽的团灭了对方。瑶瑶，你这个小师弟到底是什么来头？张振东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但他很厉害就对了。张梦瑶说道。是挺厉害的。周清源有些站立不稳，眼神怪异的说道。家主，今日是3日之期的日子，你说那李牧会不会去季家闹事？林家别墅一个手下问道。去，肯定会去的。当初李家血案，季家出卖了李牧，以李牧的个性，肯定不会放过季家的。林守业翘着个2郎腿，一脸自信的说道。既然李牧会去，那咱们要不要去凑个热闹？咱们自然也是要去的，毕竟李牧杀了我林家最天才的人，而且他要灭季家，执法队就不会袖手旁观，最好让他们打起来，我林家才能从中牟利。林守业冷笑道。李牧杀了林涛，而柳辉又空将来顶替了林涛的位置，所以这2人都是他的敌人。而如今这2人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自然要去拱火。与季家什么下场，他根本就不在乎。走吧，看热闹去。林守业大笑一声，随后便带着人前往季家别墅。与此同时，省城各大势力也都听闻这个消息，所以不少人前往季家别墅看戏。而此刻的季家别墅里，季昌明却丝毫不慌，毕竟他已经通知自己儿子了，他儿子又给玄阴宗求情，玄阴宗就给段长河下达了命令，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季家，所以只要李牧赶来，段长河就一定会杀了李牧。至于李牧是不是段长河的对手，这还用问吗？8年前李牧就是个废物，就算这8年李牧突飞猛进，天天嗑药，实力又能强到哪里去呢？今天就要仰仗段前辈了。季昌明恭敬道。好说好说，只要日后季公子在宗门帮我美言几句就行了。段长河微笑着，丝毫没有架子。没办法，谁让季昌明生了个好儿子呢？只要不出意外，季小天将来就是玄阴宗的顶梁柱，所以哪怕他是个真元境强者，对季昌明也还是客客气气的。别人儿子以后可就是他的顶头上司。说话间，他们就看到李牧来到了别墅门口。孤身一人前来。季昌明看到李牧之后，不由愣住了。他还以为李牧会把张振东叫上壮胆，结果一个人就来了，胆子不小。又不是啥龙潭虎穴，用不着帮手。李牧淡然一笑，随后便一步踏进了别墅。师傅，就是他。那少年立刻指着李牧，开始了控诉。我让你带的话，你可带到了？李牧冷冷地看了一眼少年，那眼神就吓得少年一个哆嗦。他似乎想到了3天前被李牧支配的恐惧。你别嚣张，我师傅在此，你不是他的对手。少年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就问你，你可把话带到了？李牧沉声道。小子，我徒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不过你让我带着季家人去给你道歉，你哪来的勇气？段长河大步走上前来，冷冷地看着李牧说道。看来他已经把话带到了，而你却没有带着季家人去给我道歉，看来你浪费了自己唯一活命的机会。李牧摇了摇头，他想过，倘若段长河带着季家众人去道歉，他倒是可以不杀段长河，可是这3天时间，段长河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他自然不会给段长河活命的机会。笑话，段前辈乃是真元境强者，岂是你一个李家余孽能够威胁的？季昌明走上前来，冷冷地看着李牧。李牧立刻将目光投向了季昌明，眼神里满是杀意。8年前，要不是季小月貌似把他给放了，估计他就被季昌明交给周家了。一旦到了周家手里，他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所以季家欠他一条命，而他欠季小月一条命。如今这季昌明就在眼前，李牧倒不急着动手。季昌明，当初你为何要背叛我父亲？李牧质问道。背叛？瞧你这话说的，我和你爹又不是上下级关系，何来背叛一说？再说了，他把你留在季家，我身为季家家主，是不是有自由处置的权利？季昌明问道。哈哈，好一个自由处置的权利！李牧放肆大笑。为何这些人的借口都是如此的冠冕堂皇？呵呵，往事不必多说，反正你今天是个死人了，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其实当年我和你老爹成为至交，也是有目的的。季昌明大笑道。有目的？李牧愣住了，这家伙是带着目的靠近他老爹的。那么李家血案到底是因为他，还是因为他爹？不错，我的目的就是取得他的信任。本来我还想着怎么完美伪装才不被发现，结果你老爹竟然是个二愣子，这么轻易就相信了我，还把你交给我保护。哈哈哈哈！季昌明捧腹大笑。李牧紧握着拳头，在他的印象里，他老爹就是喜欢广交朋友，为人生性豪爽。结果这季昌明竟然如此阴险狡诈，早早的就布局了。如此说来，你早就知道李家会有血案？李牧问道。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反正靠近他自然是有好处的。要不然你觉得我们季家离开阳城之后，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长到这一步？季昌明大笑道。李牧愣住了，他就说季家当年只是一个小家族，结果来到省城半年时间就已经如此厉害了，这里面原来还有隐情。好了，不跟你废话了，你不是说3日之期一刀吗？你倒是动手啊，看看段前辈怎么收拾你！季昌明大笑道。季昌明，你这种人最可恨！李牧脸色阴沉，如果正大光明的坏，他还没有如此厌恶，可季昌明这种阴到骨子里的坏，才真的让人咬牙切齿。呵呵，你能奈我何？坚持了耸一耸肩，丝毫没有把李牧放在眼里。而段长河也开口道：小子，动手吧。很好，你们成功激怒了我。李牧脸色阴沉，随后调集体内真元，准备动手杀人。唉，此刻在别墅外，季小月摇头叹息。虽然他已经被逐出季家，但体内流着季家的血，他对季家恨之入骨，却又不想看着自己族人惨死。他现在终于明白周清源的心情了。激怒了你又如何？那你倒是动手啊！季昌明见李牧要动手，倒是一点不着急。反正段长河在这里，他就不信李牧还能是段长河的对手。住手！就在李牧准备动手的时候，一声大喝响起，随后众人就看到一队人马走了过来，距离李牧还有数10米远的时候便停了下来。林守业，林家人。李牧冷笑一声，倒也不意外，毕竟他杀了林涛，林家要趁此机会对他出手，倒也不奇怪。哈哈，林前辈来得更好，这家伙杀了林涛，不如你和段前辈联手诛杀此僚。季昌明立刻说道。诛杀他？没必要。林守业耸一耸肩，毕竟李牧时能够杀了一品天下和云岚宗的真元境强者，实力不弱，他完全没必要冒险对付李牧。前辈不杀他，那你来这里干什么？季昌明问道。当然是来看热闹的。林守业说道。看热闹？你什么意思？季昌明皱了皱眉头。难道看段长河和李牧打架？呵呵，当年你们季家出卖他，他当然不会放过你们。不过呢，这里是省城，是执法队的眼皮子底下，如果发生灭门惨案的话，你们说执法队会不会出手？林守业嘿嘿笑道。林前辈，你是想看着李牧和我们血战，引诱执法队出手，然后借李牧的手对付执法队？季昌明也不傻，毕竟林涛是前任执法队大队长，柳辉空降来接任了大队长，所以林守业对柳辉有怨气，趁此机会让柳辉和李牧打起来，不管结果如何，林家都可以坐收渔利。不愧是老狐狸，呵呵，是又如何？林守业耸一耸肩，就算把自己的真实目的说出来，李牧也拿他没办法，他就不相信李牧还能放过季家，先来对付他。哈哈，老林啊老林，你可真是老谋深算，这算盘打得响啊！就在这时，云岚宗宗主云空也走了过来。可，一般般吧。林守业耸一耸肩，并没有把云空的话放在心上。云前辈，你也是来看热闹的？季昌明问道。怎么，有谁规定不能看热闹吗？云空嘿嘿一笑，反正他和执法队也没什么交情。至于李牧嘛，杀了云岚宗的副宗主以及几个长老，他早就恨之入骨了，所以李牧和执法队打个你死我活才好。那你们就没有想过执法队有可能不来？李牧问道。不来？开玩笑，你提前3天就已经说清楚了，如果执法队不来，那就是渎职。他柳辉是不是不想干了？林守业大笑道。李牧也皱了皱眉头，看来这林守业确实挺老谋深算的，他肯定是要对付季家的，但是一旦动手，执法队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虽然他不怕执法队，但是让林守业、云空坐收渔利，这是让他心里有些膈应。而且都这个时候了，执法队还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个柳辉
跟林涛也没什么两样。想到这里，李牧也不再迟疑，准备出手灭杀段长河和季昌明。住手！就在这时，柳辉终于是带着执法队的人赶了过来。呵呵，好戏上场。林守业见状，立刻叫人搬了一把椅子过来。他今天就要当一个吃瓜群众。刘大队长，你来了正好。这个李牧胆大妄为，既然放话要灭我季家，你身为执法队大队长，难道就不管吗？季昌明立刻大声质问道。李牧也冷冷地看向柳辉，倘若这家伙和林涛一样偏袒季家的话，他不介意顺便把柳辉也给灭了。柳辉瞥了一眼远处的吃瓜群众，然后看了一眼季昌明，最终将目光投到了李牧身上。李牧是吧？你就是当年李家血案的幸存者。柳辉说道。是又如何？这3天来，我已经派人将当年的事情调查了一遍，虽然还有些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但是大体脉络还是调查清楚了。柳辉说道。哦，调查清楚了。李牧来了兴趣，这柳辉至少比林涛靠谱一些。当年林涛根本就没有调查过，而柳辉还亲自派人调查了。刘大队长，我说你是脑子有病吧？现在是李牧要灭季家，你跑去调查当年的事情有什么用？林守业立刻嘲讽了起来。就是不管当年的事情如何，你们执法队总部已经有了定论，你现在应该搞清楚的是，他要灭我季家，那就是要把执法队的威严按在地上摩擦。你身为执法队的大队长，难道就不该出手擒拿他吗？季昌明也质问道。呵呵，虽然当年李家血案的事执法队总部已经有了定论，但有些细节我还是有些发现的。柳辉说道。就算你有所发现的话，又跟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季昌明问道。当然有关系，因为当年你们季家故意靠近李家，后来又出卖李牧，实乃不仁不义之辈。柳辉冷笑道。呵呵，不仁不义又如何？跟今天的事情还是没关系吧？季昌明又问。没关系。你也知道我身为执法队的大队长，有自由裁量权，对于你这种不仁不义之辈，我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算总部知道了也不会过问的。再说了，你3天前派人去抓季小月吧，此乃大罪，李牧对付你，我还得感谢他才对。柳辉嘿嘿笑道。什么？季昌明嘴角抽了抽，他还以为柳辉会帮他们对付李牧，结果柳辉竟然袖手旁观。远处的林守业立刻大喝道。柳辉，你身为执法队大队长，难道就是这样为虎作伥？为虎作伥，这是执法队的自由裁量权，你不服可以去总部告我。柳辉耸一耸肩，其实来省城的这段时间，他已经把省城这些大家族都摸清楚了，对于季家的发家史，他是很不耻的。如今有李牧出手对付季家，他还乐得清闲。哦，看来你也不是迂腐之辈。李牧满意的点点头，看来他这3天时间没有白给柳辉，这家伙总算是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柳辉，你若是这样，就不配当执法队的大队长。林守业有些恼怒的说道。呵呵，我这个大队长是总部亲自去任命的，你若是不服气，就去执法队总部告我就行了。还有啊，我最近正在调查林涛这10多年来犯的事，一旦有了定论，我会上门来收缴林家的违法所得，哪怕林涛死了，我也要给他定罪。柳辉冷笑道。你敢？林守业大怒，这家伙不对付李牧也就算了，竟然还要调查林涛犯的事。林涛都已经死了，这不就是冲着他们林家来的吗？呵呵，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们要是胆敢阻挠执法队，我就有权将你擒拿，你可以试试看。柳辉大喝道。你！林守业嘴角抽了抽，他可没那个胆子跟执法队硬扛。如果是小问题，轩辕家还能扛下来，如果跟执法队打起来，估计轩辕家也保不住他们。云宗主呢？你要替季家出头吗？柳辉看向了远处的云空。可，不必看我，我就是来看热闹的。云空耸一耸肩，他本是想看柳辉和李牧死磕的，结果柳辉既然这么说了，热闹是看不成了。既然如此，你自由发挥吧。柳辉看向李牧说道。李牧点点头，随后看了一眼远处的季小月。片刻之后，李牧看向了季昌明等人道。但凡当年参与背叛李家的人，全都得死，至于没有参与的季家人，都滚吧。柳大队长给了面子，我也给他一个面子。如果他真的把季家灭门了，柳辉也不好向上面交代。当然最重要的是，季小月还在外面看着，如果他真的把季家那些无辜之人都牵扯进来的话，季小月又如何自处？季家众人面面相觑，连执法队都站在李牧这边，他们再留下来的话，那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于是当年没有参与出卖李家的人都开始逃命了，都给我滚回来！季昌明愤怒地看着众人，虽然执法队不会参与这事，但是段长河不还在吗？李牧能是段长河的对手？小子，你真以为执法队不插手，你能是我的对手？段长河冷冷地看着李牧。段长河呀，段长河，我给过你活命的机会，可你不珍惜，那就给我去死吧！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挥手，一道真元立刻腾空而起。哼，都是真元境，谁怕谁？段长河冷冷一笑，他可是玄阴宗的人，无论是肉身还是秘籍，都不是一般的真元境能够比拟的。说完，段长河从背上取出长剑，施展出真元，附着在长剑之上。大河之剑！段长河一声大喝，剑气立刻腾空而起，随后猛然落下。大河之剑，垃圾玩意！李牧一挥手，真元立刻化为一道剑光，嗖，剑光急射而去。所谓的大河之剑，
一个照面就直接崩溃了。怎么可能？段长河有些懵，他的秘籍威力巨大，结果一个照面就没了。李牧的实力这么强，不只是段长河，观战的众人都有些懵，都以为之前李牧灭杀3个真元境初期只是运气好而已。现在看来，李牧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去死吧！李牧双手结印，一道真元立刻在胸前化为一个圆，一枚箭矢立刻从圆心中飞出，嗖！箭矢速度极快，几乎是顷刻间就飞到了段长河的面前。铜墙铁壁，段长河不敢拖大，立刻释放出真元，在面前组成了一道防御墙。玄阴宗的绝学铜墙铁壁，不知道能不能挡住那小子的攻击。林守业立刻紧张地看了起来，其余人也死死地盯着李牧的攻击。砰！一声巨响，箭矢直接撞击在防御墙上，咔嚓！防御墙瞬间出现裂缝，然后箭矢竟然直接将防御墙击溃。什么？段长河要崩溃了？李牧的实力这么强吗？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箭矢就已经直接穿透了他胸口。怎么可能？段长河咽了咽口水，然而胸口的血窟窿做不得假。师傅！少年大惊，想要去扶段长河，结果那枚箭矢还没停下来，就直接拐了个弯，将少年也来了个对穿。轰轰！师徒2人直接栽倒在地，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用玄阴宗来威胁李牧。这柳辉也懵了，他虽然也能杀了段长河，但绝对不可能有李牧这么轻松。也就是说，李牧的实力绝对在他之上，甚至他和段长河联手都不一定是李牧的对手。加上之前李牧根本就没有把执法队放在眼里，所以如果他今天非要插手这事，甚至和段长河联手对付李牧的话，结果也会和段长河一样死。想到这里，柳辉心里都是一阵后怕，他还好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李牧，你完了，你完了，你杀了玄阴宗的人，玄阴宗不会放过你的。季昌明大喝道，我不仅要杀他，我还要杀你。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大步朝着季昌明走了过来。李牧，你别过来，我儿季小天可是玄阴宗的亲传弟子，是将来玄阴宗的宗主人选，你若是敢杀我，我儿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季昌明大喝道，季小天就是当初那个小杂种，想不到他竟然觉醒了天赋。你放心，等我杀了你们，我会亲自去结果了他的性命。李牧冷笑一声，当年季小天就心机深沉，当年出卖他的时候就属季小天跳得最欢，可以说季小天是除了季昌明之后最该死的人了。就算季小天不来找他，他也会亲自杀上玄阴宗，弄死季小天。柳大队长，你可是执法队的大队长，你可要秉公执法呀！他杀人了，难道你不抓他吗？季昌明嘴角抽了抽，赶紧看向了柳辉。我刚才已经说了，你们季家罪有应得，他杀了你们，我还得感谢他。柳辉耸一耸肩道，开什么玩笑，段长河都被李牧给秒了，他若是出手，还不是一个死字。再说了，好不容易和李牧搞好关系，他才不会触李牧的眉头。见柳辉不准备插手，季昌明有些慌了，赶紧看向了李牧。贤侄啊，当年我和你爸可是至交，他若是知道你要杀我，肯定不会同意的。季昌明赶紧说道。至交？用来出卖的至交？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就已经来到了季昌明的面前。可，贤侄啊，我刚才是骗你的，其实我和你爸真的是至交，至于我出卖你们，还不是被周家诓骗了。你饶我一回，等你爸回来了，我亲自给他说骗我的。其实吧，你若不说，我还真不会多想。李牧冷冷地看着季昌明，本来他就觉得季家走了狗屎运，出了一个季小天，所以才能搭上玄阴宗这条线。可现在想来，当年这季昌明和他老爹称兄道弟，确实太过蹊跷，而且后来季家一飞冲天，也太过诡异，这里面绝对有鬼。可你既然说了，那就说个清楚吧，当年你为何要靠近李家？李牧来到季昌明的面前，强大的气势压得季昌明喘不过气来。季昌明现在只想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刚才他多什么嘴，非要口嗨。现在好了，李牧显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季昌明苦笑道，贤侄啊，我当时就是口嗨，你别当真，我真的是被周家骗了，不说是吧？李牧也懒得废话，直接就是几根银针扎了过来，紧接着便是季昌明不断的惨叫，快住手，快住手！季昌明惨叫着求饶，不过李牧丝毫没有停手的打算。直到几分钟之后，季昌明的裤子都已经打湿了，李牧这才收回银针。说说吧，不然一会你会痛苦百倍的。李牧说道。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季昌明惊恐地看着李牧。当年李牧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还需要躲在他们季家才能活命，可这才过去了8年，李牧竟然就已经如此厉害了。答非所问，李牧又是几根银针下去啊！季昌明再次发出惨叫，这一次更加痛苦，时间也更长了。这家伙手段太狠了。林守业眉头紧锁，能让季昌明一个大男人发出如此惨叫声，显然李牧的手段超乎了他们的想象。而且这家伙能杀段长河，他们还能杀了李牧吗？又过了几分钟，李牧这才收回银针。最后一次机会，答非所问，我会让你真正的生不如死。李牧冷笑道。李牧，你觉得你父母是普通人吗？季昌明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问道。普通人？李牧皱了皱眉头，说他们是普通人吧，可他们愣是将李家带到了阳城豪门的地步。可要说他们不是普通人吧，他们貌似和普通人并没有多大区别。你真以为他们是普通人吗？真要是普通人的话，
也就不会有李家血案了。季昌明说道。你什么意思？李牧皱起了眉头。之前他得知玉容真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代号，所以知道李家血案的背后有轩辕家的影子。而现在听季昌明这么一说，貌似除了玉容真人这条线，还有别的原因。我靠近李家和周家靠近李家目的并不相同，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都跟你父母有关系。季昌明说道。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简单，接近你爸，从他嘴里套出一些有用的消息。不过还没等我套出消息来，周家就发难了，你老爹也跑了，我也就再也没必要隐藏了，所以才会出卖你们李家。季昌明说道。套出什么消息？你又是听谁的命令？李牧立克制问道。具体要套出什么消息，我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至于我听谁的命令，季昌明本来还想说什么，可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突然心脏一阵抽搐。救我！季昌明的眼睛瞬间变得血红，然后浑身抽搐，直接倒在了地上。你还不得死！李牧大喝一声，随后冲了过去，立刻施展出真元，想要阻止季昌明的死。然而当他的真元进入到季昌明体内，发现季昌明的身体已经坏死，好毒的毒药，而且只有在他要说出背后的消息时才会毒发，好高明的手段。李牧脸色阴沉，因为他现在都还没有这种手段，他甚至怀疑他是娘友没有如此高明的下毒手段。如今季昌明死了，这条线索又断了，看来只有找到他老爹之后才能继续查了。李牧啊，罪魁祸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走了吧？季昌海小声询问道。走？当年你们一起出卖李家，你觉得我会让你们离开？李牧冷冷一笑，这季昌海是季昌明的哥，也是季小月的老爹，当初出卖李家，将季小月逐出季家，这次又要抓捕季小月，这季昌海都全程参与了，他怎么可能放季昌海离开？小月，快求情，我是你亲爹，你不能如此绝情！季昌海立刻看向了远处的季小月，你不配当我爸！季小月愤怒地看着季昌海，其实从他们将他逐出季家开始，他就已经看清楚了，这次他跟来是想求李牧放过季家那些无辜的族人，如今李牧已经把无辜之人放了，剩下的人都该死，他亲生父亲更该死！季小月，没有老子哪来的你？你特么要忘恩负义吗？季昌海咆哮着。然而他话音刚落，李牧便直接一巴掌过去，将他拍成了肉泥。至于季家其余参与当年事件的人，也全都被李牧给拍死了。随后李牧看向了林守业和云空，两人看到李牧犀利的眼神，都不由皱了皱眉头。我们走。林守业自然不会这个时候动手，便和云空两人离开了。李牧倒也不急着动手，毕竟林家是轩辕家的附庸，他需要好好谋划一下，等把轩辕家的人牵扯进来，才能调查清楚代号玉容真人后面的真相。至于云岚宗，找个时间灭了便是。他现在好奇的是，柳辉这个大队长是敌还是友？小月，你先回去，我有事要和柳大队长说。李牧对着季小月说道。季小月很乖巧的点点头，便独自赶回张家别墅。随后李牧才来到了柳辉面前，道：柳大队长，你就这么看着我杀人，就不怕执法队总部怪罪下来？呵呵，我说过，每个执法队大队长都有自由裁量权，死这么几个人，我假装没看见，总部也不可能因此处理我。再说了，他们几个都该死，你不杀他们，我也会抓了他们。柳辉说道。哦，都是大队长，你和林涛很不一样。李牧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柳辉，毕竟8年前李家血案的时候，林涛肯定也是知晓的，结果林涛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大队长的自由裁量权也太大了点。呵呵，你是不是觉得执法队是铁板一块？柳辉笑着问道。哦，此话怎讲？你也知道，执法队是由龙国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组建的，负责处理龙国大部分的治安，而且在所有省份都有分布。其实吧，如果只是负责治安，倒不会有多大的矛盾，但是10大家族、10大门派本身就有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何况各个省份也有大量资源，有了利益，自然也就有了冲突，这就导致执法队内部之间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柳辉说道。哦，有很大分歧，也就是说，你和林涛其实代表的是不同人的利益，所以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来处理，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李牧问道。不错，其实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利益角度不同罢了。当年李家血案对林家背后的轩辕家来说有好处，所以他们就示意林涛不要插手，而如今我背后的家族占据上风，自然也就要收拾林家，剪除轩辕家的羽翼。李牧淡然一笑，他当然不是当年的愣头青，任何一件事都必须分出个对错来。他知道柳辉说的有道理，事情没有对错，只有利益角度不同，但有些事他自己心里有杆秤，所以李家血案的事在执法队那里就已经下了定论了。李牧问道。其实吧，如果当年仅仅是轩辕家的话，这事自然不可能如此下定论，但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你应该也清楚，李家血案的背后不只是轩辕家，还有其余的家族，甚至还有超越了执法队管辖范围的存在。所以柳辉说道。李牧皱了皱眉头，调查代号玉容真人背后确实有不止轩辕家的存在，这些势力错综复杂，加上李家对于执法队来说也就一个普通家族，根本就没必要如此深究，所以李家血案就被这么下了定论。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刚才也说了，
执法队负责龙国大部分的治安，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执法队无法管辖的，那些是我们执法队都无法招惹的存在。所以周家已经被灭，季家也已经伏法，就到此结束吧。柳辉拍了拍李牧的肩头说道：柳大队长，连你们执法队都无法招惹的存在，他们为何要牵扯进我们小小李家呢？李牧问道。呵呵，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这种事你觉得我会知道吗？我知道你也是个聪明人，否则不会给我3天时间。也正因为你是个聪明人，所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柳辉问道。柳大队长，我不是个聪明人，我是个执着的人。虽然周家被灭，季家伏诛，但幕后黑手还逍遥法外。李牧表情严肃地说道。柳辉嘴角抽了抽，他本以为自己说完之后李牧肯定会收手的，结果李牧知道了这件事背后的轻重缓急，竟然还不收手。李牧，你可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柳辉问道。我知道这件事背后错综复杂，所以你们也不会轻易插足进去，我也不怪你们。但是我身体里流着李家血脉，我父母依旧下落不明，我李家数十口冤魂还无处安放，所以我做不到就此结束。可你知道他们有多强吗？刘大队长，你们执法队不敢得罪的人，我来得罪；你们执法队不敢查的人，我来查；你们执法队不敢杀的人，我来杀。总之，凡是参与了当年李家血案的人都必须死，不管他们身居何位，不管他们实力多强，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敌人。李牧说道。唉，柳辉不由叹息一声，看来李牧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这个世界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随后柳辉说道，我知道你很有自信，不过等你把江东省的麻烦解决了之后，你就知道利害关系了。哦，江东省的麻烦？不错，林家和云岚宗，如果解决不了这2个麻烦，你连江东省都走不出去，又何谈背后的轩辕家，甚至于超越执法队的存在？柳辉说道。那么我和他们的恩怨，你会插手吗？呵呵，我刚才已经说了，没有对错，只有利害关系。我背后的家族和轩辕家不对付，所以你对付林家，我肯定助你。不过轩辕家也不是吃素的，还有你灭了季家，季小天背后有玄阴宗坐镇，而且你杀了一品天下的人，一品天下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你要面临的将是江东省的乱局。柳辉说道。乱局？我最喜欢的就是快刀斩乱麻了。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便离开了。就算柳辉不说，他也会出手对付林家，同时毁掉云岚宗，因为他现在只知道一个轩辕家参与了当年李家血案，至于其余家族，甚至于超越了执法队的存在，他并不知道。那就只有拿轩辕家开刀了，快刀斩乱麻。希望你的刀够快吧。柳辉叹息一声，随后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你给他说了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师傅，我给他说清楚了利害关系，甚至连执法队都不敢招惹的存在，我也说给他听了。不过看他的样子，就算颠塌下来，他都不会停下来的。柳辉说道。哎，果然和他说的一样，不过就看他能走到哪一步了。师傅，那我呢？在执法队允许的框架内，尽量帮他吧。是，师傅。京都执法队总部怎么样？我这师弟够倔吧？一个白衣少女放下茶杯，笑着说道。确实够倔的，我那徒儿都已经给他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还要一意孤行。老头叹息道。呵呵，如果他是这么容易放弃的话，8年前就已经死了。白衣少女淡然一笑，回想起8年前师傅把李牧带回来时的样子，李牧都快要死了。可是当李牧知道跟着师傅有机会报仇雪恨之后，那可真的是下了天大的毅力，要不然李牧也不可能在短短8年时间里就走到今天这一步。对了，你和张梦瑶也是师姐妹吧？为何上次她来执法队的时候，你怎么不出面？老头问道。哎，我们这些师姐妹啊，跟这小师弟的脾气差不多，如果我出面的话，我那3师姐心里肯定不好受的。而且经此一役，她和小师弟的感情可就升温了。白衣少女嘿嘿笑道。看着白衣少女眼神里的怪异神色，老头不由摇了摇头。他知道这个白衣少女的身份，寻常人相见一眼都难，结果他竟然为了李牧的事亲自来一趟，也不知道李牧到底是什么人。好了，既然事情已经办妥，我也就不叨扰了。白衣少女站起身来说道。您慢走。老头立刻站起身来行礼，还送他来到了执法队门口。师傅，他究竟是谁啊？看起来也就25、26的样子，你怎么对他毕恭毕敬的？一个少年很是疑惑地问道。他师傅可是执法队长老级别的人物，比大队长还要高一个级别，可即便是如此，他依旧对一个少女毕恭毕敬。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他这么说吧，就算咱们家主来了，也得陪着笑。老头说道。什么？弟子大惊失色。他们家主虽然不是龙国10大家族之一，但在京都绝对排得上号，结果他们家主来了，也要给这个少女陪着笑。行了，抓紧修炼吧，大人物一个个都有动静了，京都甚至是龙国只怕是要不太平了。哎，真不知道当年那些人为何要搞一个李家血案出来，现在好了，谁都别想太平了。老头喃喃自语道。回到张家别墅之后，李牧便找到了张振东。张叔，这些天多有叨扰，我们也准备离开了。李牧开口道。啥？离开？你们在这里不是住得好好的吗？张振东一愣，毕竟张梦瑶和李牧处得这么好，李牧要是走了，张梦瑶该有多伤心。一来呢，我还有些事确实需要离开，二来嘛，我杀了唐少白已经好几天了，
估计唐家已经调查到我了。如果我还继续待在张家的话，肯定会给张家引来祸事的。李牧说道。你这是什么话？你是为了救我女儿才得罪唐家的，我会怕引来祸事？张振东立刻拍着胸脯，上次要不是李牧，张梦瑶就已经死了，所以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让李牧一个人去扛唐家的怒火。张叔，你不过是欲静静，说不好听点，你一根手指就能把你捏死。唐家真的来了，你估计连1分钟都扛不住，所以就不要再说了。李牧微笑道。张振东嘴角抽了抽，虽然李牧说的话有些难听，但事实确实如此。真元境中期的段长红也不是李牧的一合之将，那么他又能帮得上李牧什么呢？小师弟，那你要离开省城吗？张梦瑶问道。嘿嘿，我们在省城也是有落脚点的，不过需要去收拾一下，可不是离开省城。李牧笑道。你们在省城有落脚点？张梦瑶一愣，他怎么不知道？而一旁的李仙仙想到了什么，惊呼道。你说的是咱们李家在西山的别院吧？不错，就是那个别院，8年来咱们都没去过，估计已经荒废了。当年爸妈经常带我们去，如今来了省城，咱们是该去看一看了。李牧说道。李仙仙点点头，当年的李家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那个别院里也承载着他们一家人的记忆，如今他们和父母分别多年，也只能去那里慰藉一下了。反正我也没事，跟着你们走一趟吧。张梦瑶笑道。对，他闲着也是闲着，跟着你去也能帮忙收拾收拾。宋磊和张振东都点点头，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们算是看出来张梦瑶是跟定李牧了。既然如此，他们也乐得将张梦瑶交给李牧。好吧，李牧点点头，反正都是他的人了，待在一起也没什么，那就告辞了。李牧朝着张振东拱了拱手，然后便带着李仙仙、纪晓月、周清源和张梦瑶离开了张家别墅。西山位于省城最西边，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拥抱宁静的大山，这里空气质量很好，走在山脚下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想不到西山竟然如此静谧。走在西山脚下，张梦瑶很是惊讶，她在省城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好地方。当年爸妈都是带我们来这里度假的，自然是越清静越好。李牧微笑着，随后带着众人顺着步道来到了半山腰。不过当他们准备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却发现前面的步道行竟然被拦了起来。想进去参观，那就给钱。一个工作人员见李牧等人想进来，立刻指了指一旁的2维码。我们进去还要钱？李牧一阵无语，当年他父母可是斥巨资把这个山头给买下来了，结果现在他回自己的家，竟然还要买票，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哼，这里是我们公司经营的景区，你们进去当然要买票。工作人员义正言辞道。你们什么公司？凭什么把这里当景区？凭什么收钱？李牧灵魂三问，问的那工作人员一愣一愣的。片刻之后，工作人员看到远处走来一个少年，立刻挺直了胸膛，大喝道：别的游客毫不犹豫就买票了，就你们话多，要么花钱买票进去参观，要么就滚蛋。怎么，撑腰的人来了？可惜你们惹错了人。李牧脸色阴沉，杀气瞬间喷涌而出。保安，保安！那人见李牧要动手，立刻大声呼叫。你不就是保安吗？张梦瑶有些无语地看着那人穿着保安的衣服，结果叫保安来帮忙。那人嘴角抽了抽，不过立刻回过神来，看向走过来的少年，大声说道：刘少，快来，这里有人捣乱。哼，我特么看今天谁敢在我刘家的地盘上捣乱。少年大喝一声，随后大步走上前来。哦，刘家在省城什么地位？李牧询问一旁的张梦瑶。一个二流家族吧，跟着林家混饭吃的。张梦瑶说道。啥？跟着林家混饭吃的？李牧一愣，随后大笑了起来。这可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之前他还想着林守业如果对他出手的话，他就直接灭了林家，结果林守业似乎很谨慎，哪怕是吃了亏也没有对他出手。现在好了，刘家找上门来，这不是把林家拖下水吗？只要林家下了水，轩辕家会脱得了身。小子，你特么谁啊？难道不知道西山是我刘家的产业？要么掏钱买票，要么被我打断手脚。然后吗？少年瞥了一眼李牧身边这几个大美女，不由咽了咽口水。如果能够和这几个美女共度良宵，那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西山是你刘家的产业，你有产权证吗？李牧问道。产权证？老子的脸就是产权证，在江东省，谁他妈敢不认西山是我刘家的产业？少年怒斥道。就是别说是你们了，就算是天王老子了，想要进西山也得买票。那个保安也立刻硬气了起来。有意思。李牧冷冷一笑，随后大手一挥，直接一巴掌把保安拍飞出去。你敢动手？你可知道老子是气动境高手，看我不！少年大怒，硬闯他们的景区，还打伤他们的人，简直欺人太甚。然而少年话还没说完，李牧便直接一巴掌打了过来。啪一声脆响，少年的脸直接肿成了猪头。混蛋，你敢打我！少年怒了。然而话还没说完，李牧又是一巴掌打了过来。啪又是一声响，少年的脸直接没眼看了，大牙都被打掉了2颗。混蛋，混蛋！少年急哭了，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这么打他的。你是不是想找帮手？那我放你走，你赶紧去找帮手来，我就在西山等你。李牧嘿嘿一笑，然后一脚把少年踹飞。好，
你给我等着！少年大怒，然后转身就跑。等他回去找人，一定要弄死李牧，然后好好享受这群美女。小师弟，你放他走，是想钓大鱼？张梦瑶好奇地看着李牧，毕竟以李牧的脾气，这家伙估计早死了。结果李牧只是打了他2巴掌，显然别有用意。是啊，林守业是个老狐狸，不会轻易出手的。那我就逼一逼，这样才能拉轩辕家下水。李牧说道。你已经做好准备和轩辕家对抗了吗？张梦瑶问道。走一步是一步吧。李牧叹息一声，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是不是有能力和轩辕家硬碰硬。但轩辕家是幕后黑手之后，就算再不是对手，他也必须全力出手。随后李牧便带着他们走进了西山，然后来到了西山别院，这里也是当年他们一家4口经常来度假的地方。李牧本以为别院应该长满了杂草，结果来到门口才发现，这里竟然十分干净整洁，一颗杂草都没有，而且院子里还有许多盛开的花。有人？李牧眉头紧锁，本来把西山强占化为景区，他心里就已经很不爽了，结果还有人强占他们的别院，其罪当诛。于是李牧立刻走进院子里，结果刚一进门，李牧就感觉后背一阵发凉。嗖！说话间，一枚箭矢立刻呼啸而来，小心！李牧大惊，立刻一把将张梦瑶等人拉了过来，然后一拳砸在箭矢上，砰！箭矢撞击在李牧的拳头上，瞬间断裂，而巨大的冲击力也让李牧后退一步。好强！李牧大惊，真元境强者的全力攻击，他都没有后退一步，结果一枚箭矢竟然让他后退了一步。射箭之人实力究竟有多强？躲在我身后！李牧赶紧招呼众人退后，警惕地看着四周。擅闯别院，杀无赦！一个交合声响起，然后李牧就看到几道剑光从别院深处袭来。给我破！李牧也不迟疑，大手一抓，一只真元大手立刻将那几道剑光给抓住，然后一用力，剑光瞬间消散。那个声音也有些惊讶，没想到李牧竟然如此轻易就击溃了他的攻击。你是什么人？为何在我的别院里？李牧立刻大喝道。放肆！这是小姐的别院，你算个什么东西？那个声音一听李牧说是他的别院，瞬间就恼了，立刻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只见一个身穿紫色长裙，梳着2个马尾辫，身材妖娆，脸蛋圆润的少女走了出来，愤怒地看着李牧。小姐的别院？这是我爸妈当年买下的别院，什么时候成了你小姐的别院了？真是天大的笑话！李牧冷笑道。当年买下的？告诉你，这别院是小姐当年的陪嫁，都20多年了，怎么可能是买的？少女没好气道。话不投机半句多。李牧也懒得废话，他们当年每年来度假，这还能有错？至于这女子的小姐，肯定是想鸠占鹊巢。于是李牧便大喝一声，朝着少女扑了过来，想抢人的住处，还如此冠冕堂皇，找死！少女也不饶人，立刻扑了过来，砰砰，两人对了一拳，巨大的冲击力将李牧都击退了几米，而少女也是手臂发麻，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有意思！李牧有些惊讶，虽然他没有出全力，但这家伙能和他对一拳，那就说明这个少女的实力应该在真元境以上。他看上去也就20出头，就能拥有真元境以上的实力，当真是天才。你到底是谁？能有如此实力，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为何要强占别人的住处？少女愤怒地看着李牧。我呸，这是我爸妈买下来的，怎么就强占了？李牧也没好气道。哼，我说了，这是我家小姐的嫁妆。你家小姐的嫁妆？那你把你家小姐叫出来，咱们当面对质。李牧冷冷一笑道。哼，我家小姐要是在的话，还轮得到你们嚣张？少女怒斥道。那就是空口无凭了。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李牧冷笑一声，这是父母留下的别院，哪怕她长得再好看也没用。就在剑拔弩张之际，李仙仙突然开口道，有没有可能你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李牧一愣，也就是说这个少女口中的小姐是她母亲？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她不可能没见过这个少女啊。不错，长这么大你见过母亲的娘家人吗？你听她说起过吗？李仙仙问道。李牧一愣，随后摇了摇头，他跟在母亲身边18年，从未听她说起过娘家的情况，难不成他母亲也是个大户人家？随后李仙仙看向少女道，这位小姐姐，你家小姐叫什么名字？去了哪里？少女警惕地看着李仙仙，不过发现李仙仙只是个普通人，也就放下心来。我不知道我家小姐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少女说道。众人一阵无语，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那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个别院是她的嫁妆？哼，我虽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她8年前失踪了，然后我师父就让我守在这里，说是不许任何人强占别院。少女说道。8年前失踪？李牧和李仙仙都是一愣，这时间也对得上，难不成她小姐真是他们母亲？不错，她虽然失踪了，但这个别院可是她的产业，我必须帮她守好了。你们赶紧走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少女恶狠狠地说道。那你师父又是谁？他和你小姐是什么关系？李牧问道。我师父是我家小姐的手下。手下？李牧更加猛了，他不知道他母亲有个什么手下，难不成是巧合？这家伙的小姐恰好是8年前失踪了。李牧哥哥，我看没那么巧合。季小月突然开口说道。啥？你叫什么名字？少年惊讶地看着李牧。
李牧，怎么了？李牧一愣，难道这跟他叫什么名字还有关系吗？结果李牧话音刚落，少女便走上前来，直接单膝跪地，恭敬道：“手下南宫月参见少主。”现场众人都懵了，刚才还要下死手，结果这就参见少主了，这反转来的太快了吧！我先缓缓。李牧很无语，哪怕他再大心脏，一时半会也缓不过来。我师父说了，如果将来有一个叫李牧的人来别院，就是我少主，不管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少女说道。啥？任何命令都执行？李仙仙问道。对，那让你当他的女人，你也可以。李仙仙又问。当然可以，要不我现在就脱衣服。南宫月站起身来，做事就要脱衣服。打住，打住！李牧没好气地看了一眼李仙仙，这种玩笑能随便开？他是那种人吗？随后李牧看向南宫月道：“你仔细说说。”是这样的，8年前我还在修炼，结果师父突然找到我，把我带到了这里来，说我小姐失踪了，让我守在这里，不能让任何人强占。南宫月说道：“那你师父呢？”那年之后，我师父也失踪了，但我谨记他的命令。南宫月说道：“那你师父叫啥名字？”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黄龙真人。你，李牧一阵无语，不知道师父的名字，不知道小姐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守着这里，他可真是一问三不知。他本来还想着通过他知晓一些自己母亲的消息，结果啥也没有。少主，你肯定知道小姐去了哪里吧？你肯定也知道小姐是什么身份吧？南宫月问道。我还想知道呢。李牧一阵无语，还反问起他来了。这南宫月脑子指定有毛病啊！你也不知道？南宫月一阵惊讶。李牧无奈地摇摇头，真不知道这家伙的师傅咋想的，就他这脑子，怎么没有被人骗走？对了，你什么修为？李牧问道。神游境巅峰，是不是太弱了？南宫月有些惭愧地说道。啥？神游境巅峰还太弱了？张梦瑶听到这句话，差点被噎死。整个江东省都没有一个神游境，结果他20出头就是神游境巅峰，还说自己太弱了，这是在装逼呢，还是在装逼？你是不是很少去外面？李牧问道。我师父说了，少主没来之前，不准我离开别院，所以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南宫月说道。李牧一阵无语，他这些年是怎么活过来的？行了行了，先起来吧。李牧摆了摆手，赶紧让他起来，毕竟他这么居高临下的，峰峦叠起是一览无遗。多谢少主。南宫月立刻站了起来，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李牧身后。对了，这位是小姐，这几位是少夫人吗？南宫月指了指张梦瑶、纪晓月和周清源说道。李仙仙是李牧的妹妹，她叫小姐，没有错。这几人长得这么漂亮，跟李牧又走得这么近，关系肯定不错。而且李牧一表人才，手里又这么强，多几个女人再正常不过了。瞎说什么？李牧嘴角一抽，什么叫少夫人？不要乱说。虽然他和张梦瑶、周清源都有了男女之事，但少夫人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至于纪晓月，她可一直当妹妹看，怎么可能是少夫人？少主你一表人才，实力超群，一定可以将他们拿下的。南宫月说道。李仙仙捧腹大笑，她一直没敢说的事，结果南宫月和李牧见面第一次就说出来了。只能说南宫月是个奇葩。少主，这里的陈列还和8年前的一样，我没敢动任何东西。跟在李牧身后，南宫月恭敬地介绍道。看着记忆里的场景，如今正一成不变地出现在眼前，李牧心中莫名地流露出一丝酸楚。8年了，也不知道父母身在何处，这辈子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辛苦你了。李牧说道。为少主做事是我的荣幸。南宫月恭敬道。对了，西山已经被列为景区了，应该有不少游客到这里来吧？李牧问道。刚开始的时候倒是有游客来，被我给揍了，后来有一些高手来，也被我揍了，再后来就没人敢来了。南宫月说道。李牧一阵无语，看来讲道理是没用的，还不如用拳头说话。不过最近2年倒是来过几个高手。南宫月说道。高手有多高？李牧有些惊异，毕竟这不过是他父母的度假之地而已，还会有高手前来？有2个真元境，还有2个已经达到了神游境，实力不弱，不过都被我打跑了。南宫月拍了拍胸脯说道。打跑了？你就没抓住他们，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李牧看着南宫月那晃动的胸前，有些无语地问道。我为什么要问他们？师父说让我守着这里，不让任何人进来，我没让他们进来啊。南宫月说道。你可真是……李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只来了一句胸大无脑。但凡要是抓住一个，他就能解开很多疑惑了。对了，少主，我猜测他们来这里应该是跟后院有关。南宫月突然说道。跟后院有关？你怎么知道？因为每到后半夜，我都能感受到后院有一点点躁动，动静虽然很小，但我还是能察觉到的。那你就没有仔细查看一下？张梦瑶问道。师父只让我在这里守着，可没让我动这里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察觉到动静了，但一直没有来过后院。南宫月说道。众人都是一阵无语，他是如何克制住这份好奇心的？他们要是知道这里有异样，保证今天晚上就已经一探究竟了。而南宫月足足待了8年，竟然没有来探查过。正好天黑了，去看看。李牧也有些好奇了，他们之前也在这里度过假，晚上也没察觉到什么异样。于是一行人来到后院，正好看到月光洒在院子里，看起来无比的静谧。这一瞬间，李牧仿佛回到了8年前。
当时他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无比幸福。而如今虽然实力强了，可父母失踪了，幸福感也没了。少主，难道你没察觉到什么吗？南宫月问道。张梦瑶等人纷纷想要察觉什么，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南宫月，你是不是察觉错了？张梦瑶问道。李仙仙等人也点点头，因为他们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错，特别是月亮越大的时候，那种动静就会越大。南宫月很肯定地说道。是吗？李牧也有些疑惑，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察觉到什么，但是看南宫月那严肃的样子，应该不是假的。于是李牧便闭上眼睛，好好感受着周围的情况。然而片刻之后，李牧是一点发现都没有。难道是南宫月有什么特异功能？少主，需要神游才能发现啊，你赶紧神游出来。南宫月催促道。神游出来？怎么神游？李牧愣了愣，他知道真元境过后就是神游境，但他对神游一点都不了解。啥？你不知道神游？南宫月满脸错愕地看着李牧，毕竟他和李牧打过，他敢肯定自己不是李牧的对手。结果李牧竟然不知道什么是神游，怎么可能？我知道神游境，但并不知道如何神游。李牧很严肃地说道。少主，你应该是在考验我。不过少主问了，我也就说吧。其实武者修炼出真元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用真元来对付敌人，这只是一个附加功能罢了。南宫月说道。真元对敌只是一个附加功能。李牧一愣，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理论。不错，武者修炼出真元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包裹神魂。南宫月一脸严肃地说道。包裹神魂？张梦瑶等人都懵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知识。不错，你们是不是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去了什么地方？南宫月问道。众人都点点头，只不过这种梦很快就会醒，而且醒了之后很快就又会搞忘记了。其实就是神魂去了某个地方，或者经历了什么，只是因为你们的神魂没有真元的包裹，所以坚持不了多久，而且记忆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如果修炼到了神游境，因为有足够多的真元包裹，神魂就能长时间存在，就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感受一些常人感受不到的东西。南宫月说道。原来如此。李牧恍然大悟，他就说为何叫神游境，原来是因为神魂可以出来游走。少主，你的实力还在我之上，难道你的神魂没有出来游走过？南宫月好奇地看着李牧。李牧嘴角抽了抽，因为他修炼的是纯阳道诀，所以无论是肉身、秘籍还是神魂，都和别人有些差异。南宫月这么一问，把他整尴尬了。他的实力确实比南宫月强，但也确实没有神魂出来游走过。少主，你肯定是想考验我对不对？看我作为神游境巅峰，是不是了解这些基本知识？南宫月立刻脑补。李牧嘴角抽了抽，也只好点了点头。于是南宫月便说道。少主，你先闭上眼睛，然后释放出真元，慢慢的尝试将神魂包裹在真元里，最后将神魂带离身体，然后你就会有新发现的。李牧开始按照南宫月的说法，慢慢的将神魂包裹在真元里，竟然真的离开了肉身。等李牧回过头来，看到了自己的身体，瞬间一个哆嗦，这简直比看镜子里的自己还要清晰。少主，你以前没有神游过？南宫月有些疑惑地看着李牧，毕竟李牧的实力比他强了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神游过？但是李牧都不知道怎么神游，而且神魂离体的时候也显得有些局促。确实没有。李牧倒也没有隐瞒，他的实力虽然很强，但确实没有神游过，主要是因为他修炼的纯阳道诀跟别人修炼的不一样。少主，如果你之前没有神游过，那么这次就要神游太久，否则神魂太脆弱，离开身体的滋养就会萎靡不振，可能需要很久才能恢复过来。而且以后你也不要轻易神游，如果遇到了其余神游境游荡出来的神魂太强，恰好把你的神魂灭了，那你就成了一个植物人了。南宫月叮嘱道。还能这样？李牧一愣，他就说有些人睡了一觉，结果就要休息好几天才能缓过来，看来就是神魂受到了损伤。而且神游境的战斗竟然还能由神魂进行，看来这些年他一直待在天域，有好多事也还是不了解啊。不错，之所以真元境不可能是神游境的对手，就是因为神游境是可以神魂出击的，甚至真元境都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就有可能直接变成了白痴。南宫月说道。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你的神魂可以离开身体很远？李牧问道。我是神游境巅峰，我的神魂在真元的包裹下可以离开肉身300米远的距离，一旦超过这个距离就会有些力不从心了。而且我还只能晚上神游，而且是在真元的包裹下神游。如果是白天，我的神魂一旦离体，阳光就会损伤我的神魂，哪怕是真元包裹都没用。南宫月说道。只能晚上？那是想要白天神游，那就是超凡境干的事了。至于入圣境，那就是大白天在太阳底下，神魂都能随意游走，甚至飞到几公里之外的地方都没事。南宫月说道。这就是超凡入圣。李牧恍然大悟，他以前只听说过超凡入圣的境界，却不知道超凡入圣这些境界的具体区别。现在看来，从名字里面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毕竟大白天就能神游，也就是说有些人正在走着路，突然被人在几百米外就杀了，这不是超凡是什么？而入圣境更狠，神魂不用真元包裹就能轻易神游，毕竟真元还是有一定气息的。
哪怕是超凡境的真元，也是能够被察觉的，但入圣境就无法察觉了。有时候大太阳下一阵阴风吹过，人就没了。等等，这跟你察觉异常有什么关系？李牧突然疑惑了起来。虽然南宫月说的神游很奇妙，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这里有什么异常。少主，神游因为是神魂游荡在天地间，所以能感知到很多肉身无法感知的情况。你用真元护住神魂，好好感受一下，在月光的照耀下，肯定会发现异常的。南宫月说道。我试试。李牧点点头，随后闭上眼睛。那一瞬间，李牧确实感觉周围变得很神奇。以前他修炼纯阳道诀，6时特别敏锐，自以为对周围环境的感应能力已经超强了，可是跟现在比起来，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他以前能够听到周围数十米外人类的心跳声，但现在他连数十米外蚂蚁移动的声音都能察觉到，而且周围的环境就如同雷达成像一般，在他的脑海里都出现影像了。这便是神游的可怕之处。嗡嗡嗡！就在李牧惊讶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剑鸣声，虽然很微弱，但还是被他的神魂捕捉到了。少主，你听见了？南宫月见李牧有了反应，就知道李牧肯定也发现了。不错，剑鸣。李牧说道。剑鸣？你这么厉害？南宫月有些懵。李牧仅仅是第一次神游而已，竟然就听出是剑鸣声。他听了这么多年，也只听出有异响，听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来。你听不清楚？李牧懵了。南宫月不是神游境巅峰吗？神魂的能力不应该比他更强吗？可，我真听不清楚。南宫月有些尴尬地说道。也就在这时，李牧突然一颤，肉身都颤抖了一下。少主，你第一次神游，赶紧神魂入体，不然神魂会受损的。南宫月赶紧提醒道。等一下。李牧摇了摇头。既然这里有剑鸣，那就说明肯定有东西。他要分辨出方位来，才能确定这后院里是不是真的有东西。少主，要不改日吧？南宫月赶紧提醒李牧。这要是神魂受损，10天半个月修补回来还好，要是修补不回来，他可就罪孽深重了。毕竟是他教李牧神游的，不用改日了，就现在。李牧闭上眼睛，然后继续辨别着剑鸣的方向。几声剑鸣之后，李牧终于分辨出方向来了。也就在这时，李牧感觉自己的神魂快要扛不住了，赶紧回到肉身。随后李牧睁开了眼睛，发现张梦瑶、李仙倩他们一个个都好奇地看着他。怎么了？李牧摸了摸自己的脸，难道脸上有花？小师弟，你睡着了？张梦瑶问道。睡着了？是啊，你们好几分钟都没什么动静，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张梦瑶嘀咕道。李牧一愣，不过随后笑了起来。神游之后，他和南宫月是神魂在交流，而张梦瑶他们无法神游，自然也就听不到他们之间神魂的交流。在他们看来，他和南宫月就是睡着了。南宫月便说道。少主，所以以后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神游，否则肉身被人破坏，神魂无处容身，很快就会魂飞魄散的。李牧点点头。神游有好处也有坏处，毕竟肉身无法动弹，那就是待宰的羔羊。对了，你们可找到哪里异常了？李仙仙问道。李牧站起身来，看向了院子里的西北角。刚才神游，他根据剑鸣声判断出异常就在西北角地下，难道下面是一把绝世好剑，所以不断的发出剑鸣声？哥，要挖这里？李仙仙有些好奇的看着李牧。这是一回来就要大兴土木，不错，这下面应该有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李牧说道。那就挖吧。张梦瑶已经拿来了锄头，撸了撸袖子就准备开干。锄头太慢，看我的。李牧嘿嘿一笑，随后手指一戳，一道剑气便直接劈了过去。砰一声脆响，地面立刻出现一个大坑。随后李牧又是几剑下去，大坑又加深了几分。李仙仙等人面面相觑，李牧这才几剑功夫就已经好几米深了，如果是挖掘机的话，估计也要挖好几天。随后众人看向大坑里，发现大坑底部竟然出现了一个剑柄。在李牧如此威力巨大的攻击之下，剑柄竟然没有损坏。而在剑柄出现的一瞬间，周围的温度都仿佛降低了几分，众人都不由打了个寒战。好剑，只是一眼，李牧就敢断定这把剑的品质绝对不凡。只是为何这把剑要把身埋在地下，而且正好在他父母购买的别院之下？随后李牧纵身一跃，直接来到了大坑之下，一把抓在剑柄之上，准备将长剑拔出来。结果他用了很大的劲，都没能拔起来。怎么回事？李牧有些懵了，他的力量如此大，结果都拔不出来。于是李牧又开始挖掘，当他一点点的将长剑的全貌挖出来之后，才发现长剑竟然是插进了一只大手之中。那只大手足足有5米长，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人类的手，难怪他刚才用这么大的劲都没能把长剑拔出来。好大的一只手，难道是什么怪兽的手？张梦瑶很是疑惑地说道。我以前听师傅说过，世界上有很多妖兽，它们体型巨大，跟外面那些野兽可不一样，说不定这只手是妖兽的手。南宫月说道。不管是什么手，先把这把剑拔出来再说。李牧说完再次上手，准备将长剑拔出来。然而不管他用多大的力量，长剑都纹丝不动，卡在里面了。李牧皱了皱眉头，如果长剑不是被卡住的话，也不会发出那么微弱的剑鸣声。可是长剑怎么会被卡住呢？给我出来！李牧使出大量的真元，准备利用真元强行把长剑拔出来。可是无论他使用再多的真元，
也无法让长剑撼动分毫。轰！也就在这时，大手竟然抖动了一下，然后便是一阵巨大的力量传递到长剑之上，而这股力量也透过长剑传递到李牧的手上。噗！巨大的力量让李牧忍不住一口鲜血吐出来。什么？南宫月大惊，李牧的实力可比他强了太多。结果李牧还是没能抗住那只大手的一抖。这大手的有多厉害，李牧也没能抗住，立刻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击在柱子上。与此同时，他那一口鲜血也喷在了长剑之上。也就在他的鲜血接触到长剑的一瞬间，长剑立刻发出一声剑鸣，而这一声剑鸣，所有人都听见了。怎么回事？李牧有些懵，他的鲜血还激活了长剑不成？说话间，原本月朗星稀的天空突然被乌云所笼罩，而在乌云之中，电闪雷鸣，紧接着那些雷电全都集中了起来，然后凝聚成一道1米粗细的雷电，从天而降，直接砸向西山。与此同时，整个省城的人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刘家什么情况？家主刘振峰震惊不已。爸，我都跟你说了，西山上有宝贝，你不相信？今天那家伙刚进入西山，晚上就有如此异象，肯定是他发现宝贝了。一个少年很是愤怒地说道。他就是今天被李牧差点打死的刘珂，他会来求援，结果他老爹准备明天再去找李牧的麻烦，可是晚上就出现这种异象，那就说明李牧可能已经把好东西都抢走了。妈的，这么大的异象，绝对有好东西！你个蠢货，不早说！刘振峰气急败坏地看了一眼刘珂，这家伙成天在西山晃悠，怎么就不早点发现宝贝？现在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吧？刘珂心里委屈啊，他被揍了，回来搬救兵，是你自己非要明天再去的好不？现在去还来得及，西山是我们的地盘，有好东西都是我们刘家的。刘振峰大喝一声，随后立刻带着刘家众人前往西山。林家，那是西山的方向吧？林守业看着那一道雷电的方向，不错，是西山的方向。而西山是刘家占有的地盘，那里有好东西的话，刘家肯定已经拿到手了。一个弟子说道。哼，刘家是我们的附庸家族，不管有什么好东西，那都是我的。林守业大笑一声，上次他之所以没有对李牧出手，就是因为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得到宝贝，他就能杀了李牧。要是柳辉还要从中作梗的话，大不了也弄死柳辉，到时候轩辕家的人肯定会出面保他的。哈哈，走，去西山！林守业大喝一声，随后便迅速前往西山。与此同时，省城各方势力也都注意到了西山的异象，也管不住大半夜了，全都朝着西山方向汇聚。能够引起这种异象的宝贝绝对不会差，只要能够拿到手，实力肯定大有提升。而此刻的执法队里，柳辉也是一阵头疼，这才刚解决了季家的麻烦，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柳辉苦笑道：大队长，要不我们去看一眼就行了，你就别去了。一个小队长说道。柳辉却摇了摇头道：没那么简单，这么大的动静，林守业、云空他们肯定都动身了，你们去镇不住场子的，如果再出了血案，我都没脸回京都了。可是大队长，行了，我亲自去一趟，你们负责去省城各处维持治安，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柳辉说道。是，大队长。众人立刻离开了。也就在省城众人朝着西山汇聚的时候，那一道雷电已经降落在长剑之上。那一瞬间，长剑立刻嗡嗡作响，剑光大盛。随着剑光大盛，那只大手仿佛也感受到了威胁，便准备反抗。然而在雷电的加持下，长剑的威力提升了一大截。只见强大无比的剑光猛然落下，降落在长剑之上，长剑便猛地扎进了大手之中。噗嗤，长剑直接刺穿了大手，然后雷电便射入大手之内。吼！大手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然后便开始了剧烈的颤抖。片刻之后，只听见砰地一声，整只大手瞬间爆裂开来。然而爆裂之后并没有任何血迹，整只大手仿佛都消失了一般，没有了任何踪迹。什么情况？众人都有些懵，这么大一只手，怎么着也会有一些血水之类的吧？结果竟然一点残留都没有。不过李牧也没有多想，而是来到了长剑面前。而长剑之前吸收了李牧的精血，似乎对李牧有了一丝亲切感，竟然主动飞到了李牧的手中。好重！掂量了一下长剑之后，李牧有些惊讶，因为他现在的力量如此大了，可是这长剑拿在手里都感觉还有很大的分量，而且这剑拿在手里就给人一种睥睨天下的气势。哥，剑上有没有字？李仙仙凑了过来问道。李牧仔细打量了一番，发现上面并没有什么字。既然没有名字，那我就给你取个名字吧。李牧把玩着长剑，思索片刻之后道：既然是神游时发现的，还借助雷电之力斩灭如此可怕的大手，那就叫斩神剑吧。斩神剑！众人一愣，这个名字取得有些过于霸气了吧？而长剑对于这个名字似乎很是喜欢，还发出了一阵剑鸣。看来你喜欢这个名字，那以后就随我大杀四方吧。李牧嘿嘿一笑，随后便将斩神剑收进了储物戒指中。随后李牧将大坑填了起来，而随着大坑填起来，天空中的乌云也渐渐散去，又恢复了月朗星稀的样子。少主，有人来了！南宫月突然皱起了眉头。正常，李牧淡然一笑，毕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如果没人来才奇了怪了。不过他已经将斩神剑收入囊中，就算来人了也不怕。于是李牧立刻带着众人来到了别院门口，然后就看到刘振峰带着刘珂等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门口。
就是这里，刚才那道雷电就是这个位置，快把这里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刘振锋立刻吩咐道，随后就看到数十个人冲到了门口，准备进入别院。都给我滚！李牧一声大喝，一阵气浪立刻扑面而来，直接将众人都给吓退了出来。混蛋，果然是你！刘珂看到李牧之后，瞬间就恼了。是我又如何？李牧冷笑一声，他本以为这家伙今天下午就会把林家人找来，结果现在才来，而且还只带来了刘家的人，有些垃圾了。爸，今天就是他揍了我，现在还把宝贝抢走了，你可不能放过他！刘珂指着李牧大喝道。刘振锋也瞥了一眼李牧，冷笑道：小子，刚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宝贝肯定不小吧？赶紧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饶我不死，就凭你！李牧一阵无语，这家伙一个气动静而已，还敢在他面前叫嚣，真是不知死活！哼，这西山本来就是我的地盘，你在我的地盘上得了宝贝，难道不应该交给我吗？刘振锋质问道。你的地盘？你脸皮可真厚！李牧冷笑一声，当年他父母早就把西山给买下来了，就因为他们失踪了8年，所以刘家把西山圈下来，就成了刘家的了。真是笑话！少废话，最后一次机会，交还是不交？刘振锋呵斥道。有本事就自己来取哦！李牧嘿嘿一笑，随后朝着刘振锋勾了勾手指。刘振锋气急败坏，随后一挥手，众人立刻一拥而上。哼，私闯民宅，死！李牧冷冷一笑，随后大手一挥，一道剑气立刻飞出，扑哧！随着一声响，数十人直接被剑气劈成了2半，血腥气立刻弥散在空气中。刘珂看到这一幕，吓得一个哆嗦，他没想到李牧的实力竟然这么强。如果今天李牧对付他的时候也下这种狠手的话，他估计早就死了。混蛋，你是御境高手？刘振锋脸色大变，毕竟举手投足间就能释放出剑气，至少是御境的修为才行。御境，随你吧。李牧耸一耸肩，反正他的具体实力自己并不清楚，但杀他们不成问题。哼，就算你是御境又如何？我刘家可是跟着林家混的，而林家家主林守业可是真元境的强者，你敢和林家作对吗？刘振锋呵斥道。哎，你也不想想，如果我怕林家的话，我会放他回去。李牧指了指刘珂，嘿嘿笑道。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我们背后是林家，而你是故意放他回来的？刘振锋不由皱起了眉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李牧图什么？就不怕被林守业给杀了？不错，我就是故意放他回去的，不然你们又怎么会跑来呢？不过现在看来我有些多此一举了。李牧摇了摇头，早知道有斩神剑的事，他都懒得放刘珂离开了。反正这么大的动静，林守业肯定会来的。爸，别跟他废话了，弄死他啊！刘珂大喝道。弄你妈的头！刘振锋破口大骂，别人至少是御境的高手，他一个气动境，那不是找死吗？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林守业来，而且这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林守业肯定马上就来了。随后刘振锋冷冷地看向李牧道：小子，林家主马上就来了，我劝你还是乖乖把宝贝交出来，否则到时候你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哦，他来了正好，我好跟他说道。李牧嘿嘿一笑，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林守业拉下水，就算到时候林守业来了继续当缩头乌龟，可是有刘家这些人，绝对可以查出林家的黑料来，到时候林守业想置身事外都没门。这是什么情况？这时一个中年人来到了西山别院外，看着对峙的李牧和刘振锋等人，有些疑惑。他以为自己来得够早了，结果别人已经对峙起来了。赵家主，你来了正好，你给评评理，西山是不是我们刘家的地盘？这家伙硬闯我刘家的地盘，还抢夺了我刘家的宝贝，现在更是杀了我们刘家数十人，你说他是不是该死？刘振锋看到中年人来了，立刻开始诉苦。李牧也看向了中年人，根据之前前锋所言，这个中年人名叫赵玉辉，真元境后期的高手，而且这家伙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靠自己努力修炼到这一步的，不可谓不天才。不过这家伙脾气古怪，不巴结任何人，所以在江东省得不到扶持，也一直走不出江东省。赵玉辉瞥了一眼刘振锋，道：刘振锋，西山什么时候成了你们刘家的地盘了？哼，8年前我刘家就已经接手西山了，怎么就不是我家的了？刘科质问道。接手？如何接手？我看是强占吧。赵玉辉冷笑一声，他虽然不知道以前西山是谁的产业，但绝对不是刘家的。8年前刘家突然抢占西山，他对西山也没什么兴趣，所以也一直没有过问。现在刘振锋既然说西山是刘家的产业，他可就听不下去了。有点意思。李牧嘿嘿一笑，看来这赵玉辉确实如前锋所言，脾气古怪。哼，我不跟你废话，既然你不帮我，那就请你离开我刘家的地盘。刘振锋呵斥道。我要是不走呢？赵玉山耸一耸肩，这本来就不是刘家的地盘，还有好戏可以看，他为什么要离开？你！刘振锋气急败坏，他一个气动境，自然不可能是赵玉辉的对手，这家伙不走，他也只能干瞪眼。刘振锋，这西山出了什么宝贝？这时林守业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可当他看到李牧之后，瞬间就不淡定了。怎么走到哪里都有李牧的影子？这家伙是麻烦制造机吗？林大哥，你来了可就太好了，
这小子不仅打伤我儿子，还抢夺了我们西山的宝贝，你可要给我做主啊！刘振峰看到林守业来了之后，立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过去控诉。林守业立刻看向了李牧，道：小子，你打伤了刘克，还杀了刘家人，不错，这些人都是我杀的，有问题吗？李牧倒也不反驳，而是耸一耸肩说道：好，好，好。林守业突然大笑了起来，本来他还没机会对付李牧，可现在李牧竟然闯入西山，还杀了刘家这么多人，执法队还敢不作为的话，他就告到京都。随后林守业立刻冷笑道：立刻通知柳辉，就说李牧在西山大开杀戒，让他赶紧来抓捕李牧。是，家主。手下立刻就要给柳辉打电话。不必打电话了，我来了。这时柳辉的声音响起，随后众人就看到柳辉带着2个小队长赶了过来。他也知道如此大的动静肯定引来了不少人，如果他不来维持秩序的话，出了血案他可吃不了兜着走。哈哈，柳大队长，你来了正好。李牧亲口承认他闯上西山，打了刘科，还杀了刘家这么多人，证据确凿，你现在可以抓他了吧？你的自由裁量权现在总没有用处了吧？林守业问道。柳辉眉头紧锁，他没想到这是跟李牧有关系，更没想到李牧竟然杀了这么多人，还在别人的地盘上，就算他再想帮李牧也找不到借口啊。哈哈，柳辉啊柳辉，上次你不分青红皂白帮助李牧，这一次总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吧？这时云空也走了过来，大声嘲讽道。柳辉没有理会云空和林守业，而是看向了李牧，道：李牧，你闯上西山，打了刘克，还杀了刘家这么多人，不错，都是我干的。李牧说道。那么刚才的异象也是宝贝引发的，而宝贝已经被我收取。你，柳辉很无语，你倒是掩饰一下啊，就这么明目张胆的说，这让他很不好办啊。刘大队长，他亲口承认了，你还不抓他吗？林守业问道。一旁的赵玉辉却说道：柳大队长，据我所知，这西山并不是刘家的地盘，他们却在这里圈地收费，我倒是觉得这位小兄弟是在为民除害。赵玉辉，我劝你不要信口雌黄，这西山我们已经买下8年了，怎么就不是我们的了？刘振峰问道。买的？你们找谁买的？赵玉辉问道。哼，你别管我们找谁买的，如果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那你倒是说为什么我们占据了8年都没有人来索要？刘振峰问道。赵玉辉嘴角一抽，这他哪里知道？而李牧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看向了柳辉，道：柳大队长，我已经承认了，那你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理？我必须确认这西山是谁的地盘，这关系到最终的处理结果。柳辉严肃道。李牧点点头，这家伙还不傻，如果直接就要抓他的话，这就是个草包了。随后李牧看向了刘振峰，道：你刚才说西山是你买下的，那你说说看，找谁买的？这个问题刚才赵玉辉已经问了。刘振峰冷笑道。但你并没有正面回答呀，我需要你明确说出这个西山别院到底是谁的。李牧呵斥道。哼，反正我买下来了，不然原主人怎么可能8年都不来索要？刘振峰呵斥道。就是柳大队长，你赶紧抓了他。刘科也说道。李牧却冷笑道。你说不出来，那我来告诉你，这西山别院是我李家的产业，8年前李家发生血案，我李家数十口人惨死，我父母失踪，我妹妹被圈养，我这8年也一直没回来，所以才没有人来找你索要。现在我回来了，你还有脸说这西山是你们刘家的产业吗？听完李牧的话，众人都懵了。这西山是李家的产业，回自己家还要买门票，换作是他们估计也要发飙。这刘振峰算是踢到铁板了。你说什么？这西山是你们李家的产业？你放屁！刘振峰愤怒地看着李牧，如果李牧说的是真的，那他们这些人可就白死了。放屁！你可以让柳大队长去调一下当年的产权买卖记录，或者说我拿出地契来，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李牧冷笑道。你！刘振峰嘴角一抽，李牧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就算去调查了，这西山肯定也是李家的产业，而他强占了8年，结果正主竟然回来了。柳大队长，既然这西山是我家的产业，刘家这算不算私闯民宅？李牧问道。当然算。柳辉点点头，本来他还头疼要不要抓李牧，结果这就来个惊天反转，既然是私闯民宅，那么我杀人不过分吧？李牧问道。当然，他们强闯你的产业，就算全杀了，我执法队也不会干预的。柳辉说道。所以我现在要杀他们，你们都没有权利阻止，对不对？李牧又问。众人面面相觑，本来是来抢宝贝的，结果宝贝是李牧地盘上的，这还抢个毛线？而脸色最难看的自然是林守业，他是想借此机会让柳辉抓捕李牧，不管结果如何，柳辉和李牧都会两败俱伤。结果李牧来这么一出，刘家算是完蛋了。见众人都沉默了，刘振峰心里咯噔一下，显然都默认了李牧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李牧现在要杀他，他们所有人都不会出手的。于是刘振峰立刻看向林守业，哀求道：林大哥，我可是你的人，你可不能见死不救。林守业脸色难看，如果是别的原因，他倒是可以救一救，但刘振峰他们这是私闯民宅，他也没办法。如果他非要出手，柳辉肯定借机对林家出手，所以只能放弃刘家了。刘振峰，谁说你是我的人？林守业大喝道。林大哥！刘振峰懵了，他这是被林守业放弃了，刚才不还说要他地盘上的宝贝吗？闭嘴！
谁是你大哥？林守业怒斥道。你！刘振峰彻底慌了。如果林守业都不保他的话，今天他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呵呵，枉你们跟了林家这么多年，这就被抛弃了，值得吗？李牧笑道。李牧，你不要血口喷人，谁说他们跟了我林家多年？林守业立刻呵斥道。他可不想惹祸上身。刘振峰跟了林守业这么多年，知道林守业有多冷血，说抛弃他们刘家就会抛弃他们刘家。于是刘振峰只好看向李牧道：小兄弟，我也不知道西山是你家的，这些年强占西山是我不对，我可以把这些年西山所有的营业额全都交给你，我还可以给你一笔很大的赔偿，只要你放过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哦，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李牧饶有兴致地看着刘振峰。当然，任何条件都行。刘振峰见李牧有松口的意思，立刻兴奋了起来。那好，只要你举报林守业的违法行为，只要有确切的证据，我就可以放了你们父子俩。李牧笑道。咯噔，林守业的脸色瞬间变了，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这才意识到，从始至终李牧对付刘家是假，把他们林家拉下水才是真。他看到天有异象，本以为可以来抢宝贝，顺便吃瓜，结果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柳辉也是一愣，他来到省城这么多天了，一直在找林家违法的事，可一直没有头绪。而李牧来一趟西山，就抓住了林守业的把柄。毕竟刘振峰跟了林守业这么多年，肯定知道林守业很多事，只要有一点证据，以他的自由裁量权，就能将林守业擒拿。拿下林守业，轩辕家就被彻底赶出江东省了。可以说李牧可是帮了他的大忙。你这是让我出卖林大哥？刘振峰脸色难看了起来。跟了林守业这么多年，他清楚的知道林守业的手段，一旦他出卖了林守业，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不错，我就是让你出卖他，因为出卖了他，你还有机会活命。如果你不出卖他，今天就得死。所以你自己选吧。李牧嘿嘿笑道。他这就是阳谋。刘振峰脸色阴沉，因为林守业已经放弃了他，他如果不出卖林守业，马上就得死。如果出卖了林守业，只要李牧和柳辉能拿下林守业，他就还有希望。随后刘振峰看了一眼林守业，眼神里带着一丝决绝。刘振峰，你他妈最好给我闭嘴，否则我会让你们全家死无葬身之地。林守业一看刘振峰的眼神，就知道这家伙要出卖他了。刘振峰可是他的心腹，知道他的很多秘密，随便抖出来一件就够他喝一壶的了。死无葬身之地，林大哥呀，林大哥，我要不出卖你，现在就得死。你要是我，你怎么选？刘振峰问道。你行了。刘振峰摇了摇头，不再理会林守业，而是看向了李牧，道：小子，今天遇到你，算我倒霉。我可以出卖林守业，说出来的事绝对可以让林家万劫不复，但你要保证，我说了之后能放过我们父子俩。你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李牧冷笑道。刘振峰嘴角一抽，可他已经没得选了。听李牧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否则死路一条。于是刘振峰咬牙道：我相信你一次，我举报林守业。5年前他犯下一起灭门惨案，一对老夫妻，还有一对兄妹，他们林家几人轮番侵犯了母女俩，然后坑杀了一家4口，就埋在省城以东的一个峡谷之中。什么？听到刘振峰的话，众人都懵了。林家众人轮番侵犯母女俩，还把一家4口都给坑杀了，这也太禽兽了吧！刘振峰，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林守业脸色大变，因为一旦坐实，柳辉凭借这件事就能让他万劫不复。胡说八道！人是我亲自埋的，这还能有错？那个姑娘临死前还在说，她薛小梅做鬼都不会放过我们。刘振峰冷笑道：你说什么？她叫什么名字？张梦瑶听到这个名字，瞬间懵了，眼神里都满是震惊之色。张梦瑶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难不成她认识这个薛小梅？这也太巧合了吧！三师姐，你认识她？李牧有些疑惑，他就利用刘振峰把林守业拉下水，结果刘振峰随便抖出林守业的一个罪行，竟然就和张梦瑶有关系。张梦瑶没有回答李牧，而是看向刘振峰，严肃道：你说的那个薛小梅，是不是手背上有一块黑色胎记？不错，她右手背上有一块黑色胎记，不过她的容貌和身材极好，那块胎记对于林家人来说并不重要。所以刘振峰没有说完，但众人都明白，对于那种禽兽来说，胎记什么的根本就阻挡不了他们的禽兽行径。你们真是一群禽兽！张梦瑶愤怒地看着林守业等人，这家伙都7老80了，竟然还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三师姐，你真的认识他？李牧问道。张梦瑶摇了摇头道：小师弟，我不认识这个薛小梅，但不管你要借此机会如何对付林守业，或者利用林守业干什么，都抓紧时间吧，因为林守业活不了几天了。他活不了几天了？李牧一愣，张梦瑶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跟他说这些，看来这个薛小梅的身份并不简单。这件事一旦泄露出去，林守业必死无疑，而他要利用林守业将轩辕家拉下水，所以必须抓紧时间了。刘振峰，你立刻带着柳大队长去找证据，然后尽快抓捕林守业。李牧也没有浪费时间，立刻说道。柳辉也想尽快抓捕林守业，所以立刻带着刘振峰去挖尸骨，固定证据。而林守业也知道，一旦尸体挖出来，他们林家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于是林守业便准备离开，只要离开江东省，
就算柳辉找到了证据，也拿他没办法。想跑？李牧冷笑一声，他还想利用林守业把轩辕家拉下水，怎么可能放林守业离开？李牧，我劝你不要找死，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林守业大喝道：“放肆，敢对少主不敬！”南宫月立刻走了出来，愤怒地看着林守业，随后他看向李牧道：“少主，你一句话，我把他撕成碎片。”不必。李牧摇了摇头，林守业还有利用价值，否则他早就弄死林守业了。毕竟当年李家血案，林涛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林家也还是帮凶。但为了挖掘出当年全部的真相，他必须把轩辕家拉下水才行。林守业，我觉得你还是别走了。这时赵玉辉走了过来，和李牧一前一后将林守业给困了起来。赵玉辉，你什么意思？林守业眉头紧锁。林守业，你们林家这么多人轮流羞辱一对母女，这已经是人神共愤的事了，我还能让你离开？赵玉辉呵斥道。赵玉辉，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你敢对我动手？呵呵，谁不知道你们林家背后是执法队轩辕家？但那又如何？你干了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我就要管。赵玉辉恶狠狠地说道。找死！林守业大怒，随后便准备动手。他和赵玉辉都是真元境后期，哪怕有李牧在后面，只要他全力出手，逃出去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其余林家人，就只有自求多福了。想跑？赵玉辉冷笑一声，随后释放出大量的真元，和林守业缠斗了起来。小师弟，你不出手？张梦瑶见李牧看热闹，不由好奇问道。李牧不是对林守业恨之入骨吗？我要出手，林守业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李牧淡然一笑，根本就没有出手的打算，而且他也想看看这个赵玉辉实力如何。缠斗了几分钟之后，林守业气喘吁吁，赵玉辉也好不到哪里去。赵玉辉，赶紧跟我滚开！林守业咆哮了起来。再拖下去，柳辉把证据带回来了，他就真的走不掉了。想得到没？如果让你这种禽兽跑出去，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遭殃。赵玉辉冷笑道。妈的！林守业暴怒，随后咬破手指，一股精血立刻飞出，附着在他的真元之上。爆裂赤炎，给我破！林守业大喝一声，随后一道剑气立刻朝着赵玉辉斩了过去。赵玉辉脸色大变，林守业这一击真的太变态了，哪怕他和林守业同境界，也不敢硬抗，只能闪躲了。见赵玉辉闪躲了，林守业立刻全力逃走。哎，可惜了。赵玉辉叹息一声，还是让林守业给跑了。只要跑出江东省，以林家和轩辕家的关系，就算是执法队出面，也不可能杀得了林守业。从此这家伙要逍遥法外了。跑得脱！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大手一挥，一道真元大手立刻隔空飞去。啪一声脆响，真元大手直接拍在林守业的身上，林守业直接跌落在地，一口鲜血吐出来。什么？赵玉辉看到这一幕，整个人都麻了。他全力出手，才和林守业打了个平手，结果李牧随手一击就把林守业给击溃了。虽然林守业和他一战消耗严重，可是一巴掌就被拍下来，这也说明李牧的实力强得可怕。小杂碎，我的背后可是轩辕家！林守业立刻怒斥道。我知道你背后是轩辕家，但我的目标就是轩辕家。李牧冷笑道。什么？林守业心里一个咯噔，他本以为李牧收拾刘家是冲着他来的，结果李牧竟然是冲着他背后的轩辕家来的，这家伙胆子实在是太大了。你就好好待着吧，轩辕家出手之前，你不会有事的。李牧冷笑道。希望轩辕家能早点有动作吧。一旁的张梦瑶无奈一笑，因为他知道这个消息传出去，就会有人赶来的。一旦他赶来，李牧都不一定保得住林守业。说话间，柳辉和刘振峰等人赶了回来。林守业，你涉嫌奸杀一对母女，我现在以执法队大队长的身份将你逮捕。柳辉愤怒地看着林守业说道。去之前，他还只是因为背后家族利益不同，所以针对林守业。可是挖掘了尸体之后，他觉得这个林守业就是个禽兽，就算没有背后家族利益的事，他也一定要将林守业送上断头台。这种人简直禽兽不如！哈哈，就算你们抓了我也没用，有人会救我的。林守业虽然被柳辉抓了，但他并不担心，只要他还活着，轩辕家就一定会派人来救他的。作为轩辕家的手下，他太了解执法队这10大家族和10大门派之间的事情了。什么违法，什么犯罪，其实就是各大势力之间排除异己的手段罢了。同样一个事，在不同的人看来，完全就是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轩辕家给够柳辉背后势力足够的利益，他就不会有事。至于被杀的那一家4口，谁关心呢？这年头没权没势没背景的，就只有沦为背景。林守业，如果只是小问题，轩辕家确实能够救你，但你干的这叫人事吗？轩辕家也救不了你。柳辉怒斥道。呵呵，拭目以待就知道了。林守业冷笑一声，随后被人押送回去了。随后李仙仙看着李牧道，你说这林守业会不会真的被救了？也不是没可能。李牧无奈一笑，回想起之前柳辉给他说的那些话，这所谓执法队执的什么法？不就是各自的利益吗？只要利益给够了，林守业也不是不可能被放了。不过这跟他关系不大，反正他的目的是拉轩辕家下水，只要轩辕家插手进来，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要是林守业真的被救出来了，
他再出手杀了便是。至于公道，天理，在这个世道，他可不寄希望于执法队，最值得信赖的还是自己的拳头。随后李牧看向了不远处的赵玉辉，丢了一颗补元丹过去。这是补元丹。赵玉辉大惊，上次星辰阁拍卖补元丹，被那个真元境巅峰买走了，他还懊恼了好几天，结果今天李牧直接给他一颗。不错，补元丹，你和林守业一战受了些伤，吃了补元丹，不仅可以增强真元，也能修复一下伤势。李牧说道。多少钱？我转给你。赵玉辉说道。不要钱，就当是个人情吧。李牧淡然一笑，他本来就不缺钱，而且补元丹对于别人来说很珍贵，但对于他来说也就是一炉丹药而已，用完了大不了炼制一炉。赵玉辉有些惊讶，补元丹这东西可是很稀有的，不然上次星辰阁拍卖，他们所有真元境不会如此激动。结果如此珍贵的补元丹，李牧就这么轻易的给了他，这家伙到底有什么阴谋？别这么看着我，我就是单纯的看你顺眼。李牧随口笑道。看我顺眼就给我补元丹？赵玉辉有些懵，李牧可真是土豪啊，你就当是欠了我一个人情吧。李牧笑道。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了。赵玉辉也不矫情，补元丹对他来说确实有大用，说不定就能进阶到真元境巅峰。随后赵玉辉犹豫片刻道。累了，几天前星辰阁的补元丹拍卖，不会是你的吧？确实是我的。那么拍走补元丹的那个中年人也是你杀的？赵玉辉问道。哦，你们都知道？李牧有些惊讶。不只是我，江东省不少人都知道。赵玉辉点头道。毕竟买下补元丹，结果还没走出江东省就死了，还是一个真元境巅峰，这是能瞒得住？而且刚才李牧轻轻松松就拿下林守业，所以赵玉辉才猜测是李牧杀了那人。知道就知道吧。李牧倒也没有隐瞒，反正他已经通过那个中年人知道了背后的轩辕家。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走一步，以后有事知会一声，我赵玉辉肝脑涂地。赵玉辉拱手说完便离开了西山。其实李牧也看得出赵玉辉其实还有疑问，不过没敢问出来罢了。不只是赵玉辉，就连柳辉都想问，毕竟闹出这么大的异象，宝贝肯定不会小。可他们都知道他的实力，所以就算再好奇宝贝是什么，也不敢多问。而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李牧才看向了张梦瑶道。三师姐，这薛小梅的背后有事？小师弟，你不要多问了，抓紧时间吧。张梦瑶叹息一声，毕竟这消息肯定是瞒不住的，不管轩辕家如何出手，肯定是保不住林守业的。好吧。李牧无奈一笑，张梦瑶不说他也懒得问，反正林守业都必须死。随后让南宫月准备了几个房间，让李仙仙他们都休息，他则来到了院子里，将斩神剑取出，自己的观察了起来。这斩神剑长1米左右，锋利无比，被埋在地下不知多少年，却一点都没有生锈，而且可能是吸收了他精血的缘故，拿在手上，李牧还感受到一丝亲切感。你到底是什么来历？那只大手又是什么来历？还有，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的院子里？李牧抚摸着斩神剑，喃喃自语了起来。不过斩神剑没有任何反应，李牧也是哑然失笑，一把剑怎么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呢？而在李牧把玩斩神剑的同时，京都轩辕家总部一个老者眉头紧锁，不由来回踱步。谢刚有消息了吗？老头询问道。三长老，谢刚还是失联，我估计已经死了。一个中年人恭敬道。死了？这个蠢货，老夫早就跟他说了，毁掉玉山洞府就尽快赶回来，他非要在江东省逗留。现在好了，人死了，也不知道秘密泄露了没有。老头恶狠狠地说道。三长老，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中年人说道。还有比这个更坏的消息？老头很是无语，怎么他们轩辕家最近的糟心事总是不断呢？林守业被柳辉抓了。中年人说道。什么？林守业被抓了？柳辉吃了雄心豹子胆吗？老头大怒，林家可是他们轩辕家的手下。三长老，柳辉可不是无缘无故的抓，林守业的一个附庸家族被抓，把林守业间杀一对母女的事抖了出来。中年人说道。什么？林守业这个蠢货？老头气得直哆嗦。本来林涛丢了执法队大队长的职务，对于轩辕家来说就是一大损失，现在林守业被抓，这家伙要是乱咬人，轩辕家的损失只会更大。三长老，那咱们要救林守业吗？中年人问道。当然要救，林守业知道我们很多事，一旦他把事情抖出来，咱们轩辕家可就要伤筋动骨了。老头没好气道。可柳辉亲自动手抓人，背后肯定有人受益，一旦咱们动手，正中他们的下怀。下怀就下怀，现在只有先把林守业救出来，否则以后谁还会死心塌地的为我们轩辕家做事？至于代价嘛，多给他们背后的家族一些利益吧。老头叹息一声。好，我这就去安排。中年人点点头，随后便离开了。妈的，早知道先弄死那个蠢货了。老头骂骂咧咧地说道。省城执法队大楼，李牧，你要见林守业？柳辉有些疑惑，林守业被抓之前，李牧不是有很多机会吗？为何非要现在见林守业？不错，我有事要跟他说。李牧说道。那跟我走吧。柳辉点点头，随后便带着李牧来到了大牢里。林守业被单独关押，牢门都是经过加固的，确保林守业无法逃出。怎么来看我的笑话？林守业冷冷地看着两人。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我是来给你一条活路的。李牧说道。给我活路？我特么能有今天，就是拜你所赐，你还给我活路？
真是笑话！林守业破口大骂，要不是李牧去西山把刘振峰给抓了，他又怎么会沦落到今天？呵呵，就算我不去西山，你的罪行照样会败露，你照样会被抓。李牧说道。哼，被抓又如何？知道我背后是谁吗？轩辕家。轩辕家不是你能招惹的，而且我被抓已经1天了，轩辕家肯定已经行动了，我很快就能从这里走出去的。林守业得意地看着李牧，虽然现在被抓了，但是一旦他离开执法队大牢，他就有的是办法弄死李牧。就算弄不死李牧，弄死李仙仙、纪晓月等人还是有把握的。总之他会尽一切可能报复李牧，绝对不会让李牧好过的。走出去，你觉得我杀不了你？李牧笑道。你。林守业嘴角一抽，毕竟李牧的实力太强了，真要杀他的话，他完全不是对手，所以我来给你活命的机会，你要把握吗？李牧问道。小子，你当我傻吗？你是想让我出卖轩辕家吧？那你就白跑一趟了。毕竟我若是出卖了轩辕家，他们就绝对不会救我，但我只要守口如瓶，他们就会出手救我，我就还有机会离开大牢。一旦离开大牢，我就直接去京都轩辕家，你怎么杀我？林守业大笑道。呵呵，你以为去了轩辕家我就杀不了你？真是天真。李牧冷冷一笑，那自信的微笑让林守业浑身颤抖。这家伙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啊！还有啊，我不是让你出卖轩辕家，我只是让你问个问题而已。李牧说道。问个问题，不错，你只需要帮我问一个问题，我就可以保证不杀你。李牧说道。什么问题？林守业有些疑惑地问道。虽然他不知道李牧到底有没有能力在轩辕家的保护下杀他，但只是问一个问题的话，他还是可以考虑的。当年李家血案时，林涛作为执法队大队长，是不是要执行轩辕家的命令，不调查李家血案？李牧问道。当时林涛确实接到了这样的命令，那又如何？当时李家血案的背后就是一个叫做玉容真人代号，我需要你帮我问出轩辕家代号玉容真人的负责人是谁。李牧说道。代号玉容真人，这个我怎么问？你手握轩辕家的秘密，问出负责人应该问题不大，至于具体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反正你要是问不出来，我是肯定会杀你的，天王老子来了也留不住。李牧说道。你。林守业嘴角抽了抽，李牧这是吃定他了。随后林守业问道。你的实力这么强，为什么自己不去找轩辕家的人问？让你问你就问，哪这么多废话？李牧冷笑道。好吧。林守业无奈地摇摇头，他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再说了，他问这个对他又没什么坏处，也不是没法问。说话间，柳辉走了进来，脸色阴沉道。李牧，轩辕家来人了。这么快？李牧愣了愣，他还以为轩辕家还要几天才会行动，结果第2天就派人来了。看来林守业确实知道不少轩辕家的秘密，要不然轩辕家也不会如此急着把林守业救出去。不过这些秘密对李牧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他只想知道轩辕家负责玉容真人的人是谁，而他确实可以抓了轩辕家的人，然后直接逼问。不过这会让轩辕家有所警觉的，所以他才会让林守业来问，之后他才好想办法对付这个负责人。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林守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就知道轩辕家肯定会想办法救他的，只要他帮李牧问了问题，轩辕家又把他救了出去，他就可以不用死了。说话间，一个中年人来到了执法队大楼，看到此人，柳辉不由皱了皱眉头。你认识他？李牧问道。轩辕家高手轩辕策在执法队总部任职，论职务还是我的上司。柳辉说道。哦，你的上司，看来轩辕家这次确实出了大力气。李牧嘿嘿一笑，不过这样也好，来的人越厉害，知道负责人的概率就越大。柳辉，你好大胆子，知道林守业是什么人吗？你就敢抓他？轩辕策走上前来，立刻呵斥道。轩辕管事，林守夜间杀一对母女，还灭了别人满门，证据确凿，这种人渣就该抓。柳辉很严肃地说道。证据确凿，等你们上司来了，你就知道证据是不是真的确凿。我现在也懒得跟你废话。轩辕策冷笑一声，随后来到了牢门前。贤侄，救我！林守业赶紧求救于轩辕策。林守业，只要你在这里守口如瓶，我保你安全离开执法队大牢。轩辕策严肃道。李牧一愣，这么光明正大的串供，都不必一逼他们。贤侄放心，我绝对守口如瓶，绝不会透露半个字。林守业点点头，他了解轩辕家的能力，只要他不出卖轩辕家，轩辕家就绝对有能力把他救出去。那就好，家族已经在全力运作，3天之内你就可以出来了。轩辕策说道。那就好，那就好。林守业这才松了一口气，3天时间对他来说并不长，我今天来就是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就安心等着出来便是。轩辕策说道。好。林守业点点头，随后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李牧，这才问道。对了，贤侄，当初李家血案一事，你们轩辕家是不是有个玉容真人？你问这个干什么？轩辕策皱了皱眉头，这是跟林守业貌似没什么关系吧？可不瞒贤侄，当初李家血案是我儿负责江东省的执法大队，所以这么大的血案，整个江东省几乎没有任何动静。可在他这次被杀之前，却得到了关于玉容真人很重要的情报。本来他是准备去轩辕家总部汇报的，结果出了这档子事，他就把很重要的东西交给了我，让我亲手交给玉容真人的负责人。
林守业说道。玉龙真人不是一个人吗？哪来什么负责人？轩辕策问道。贤侄，你莫要逗我了。林涛说了，玉龙真人只是个代号。轩辕策有些惊讶地看着林守业，毕竟知道玉龙真人是个代号的人并不多。难道林涛死之前真的得到了关于玉龙真人的重要情报？如果真是如此的话，确实还要向三长老禀报。毕竟代号玉龙真人参与的不只是他们轩辕家，还有别的家族和门派。若是出了什么差错，他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轩辕策说道：“东西在哪里？我亲自去取。”可，贤侄啊，我年龄大了，记不清楚了。等我出去之后再慢慢想好不好？林守业说道。你，轩辕策一阵无语。林守业这是逼他们快点救人，不过这也侧面印证了当初林涛真的得到了什么情报。于是轩辕策咬牙道：“既然如此，我回去之后请示三长老，让他加大营救力度。那就多谢贤侄了。”林守业拱手道。哼！轩辕策冷笑一声，等这次把林守业救出来了，就找个机会弄死林守业，免得夜长梦多。不过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瞥了一眼李牧，冷笑道：“柳辉，这里是执法队重地，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吗？”是。轩辕管事教训的是。柳辉微笑着回答。这个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和轩辕家起冲突为好。李牧倒也不动怒，只是在心中默默给判了死刑。等他搞定了轩辕家这个三长老，这轩辕策也就死期到了。哼！轩辕策一挥衣袖，然后便离开了。李牧，我已经帮你打听出来了，玉龙真人的负责人就是轩辕家三长老，名叫轩辕景德，乃是一个超级高手，具体是什么境界我不清楚，但在京都都是1号人物。林守业赶紧说道。轩辕景德，他特么怎能不叫轩辕缺德？李牧冷冷一笑，一手策划李家血案，害得他一家死的死，散的散，如今还不能团聚。李牧，你的条件我已经做到了，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林守业大喝道。那是当然，如果轩辕家真的救了你，我不会对你出手的，我李牧说话算话。李牧严肃道。希望如此。林守业也松了一口气，毕竟问出负责人是谁，对他又没什么损失，还能让李牧这个变态承诺不杀他，那他出去之后就真的高枕无忧了。李牧，如果这林守业真的逍遥法外，你真的不杀他了？大牢门口，柳辉有些疑惑地看着李牧。柳大队长，证据确凿，人证物证都有，你觉得他还能逍遥法外？李牧问道。柳辉叹息道：“李牧啊，我之前就给你说过，世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简单的黑白，抓了林守业也只是一个博弈，而轩辕家倘若出的牌我们接不起，这林守业自然就只有放了。呵呵，我李牧说话算话，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再对林守业出手的，毕竟我李牧说话算话。”李牧大笑一声，随后便离开了。看着李牧的背影，柳辉脸色很复杂。作为执法队的大队长，他当然希望直接拍死林守业，因为这家伙太禽兽了。然而作为柳家人，他也明白林守业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救出执法队，然后被轩辕家带回京都，莫名其妙的就死了。这种明知道对方该死，却又无法把对方怎么样的感觉，真的让他很抓狂。其实他还寄希望于林守业被救走之后，李牧不顾一切杀了林守业。现在看来，这种希望也破灭了，李牧不会再对林守业出手了。希望你们有点骨气吧。柳辉叹息一声，别说在柳家了，就算柳家背后的天宇宗跟轩辕家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如果轩辕家给的利益实在是太大，天宇宗肯定会让柳家放人的，到时候他又如何自处？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京都方面，轩辕家和天宇宗的谈判也在进行，而他们的谈判很快就有了结果，结果就是轩辕家给了天宇宗无法拒绝的诱惑，条件就是让柳辉放人。当这个命令通过柳家传递到柳辉手上时，柳辉的脸都变了，他背后这些人终究还是没有骨气，如此的证据确凿，竟然还要把林守业给放了，而上面给他的期限是在明天下午之前，他还有1天时间考虑。柳辉在考虑的时候，李牧却已经来到了赵家门口。李牧，你找我有事？赵玉辉见李牧来了，有些疑惑地问道。上次的补元丹，你欠我个人情吧？李牧说道。说吧，让我怎么还你这个人情？很简单，帮我杀个人。李牧说道。我帮你杀？你的实力比我还要强，你杀不是更快吗？赵玉辉问道。出于某种原因，我承诺不动手杀他，但他这种人必须死，所以我只能请你出手了。李牧说道。哦，到了你这个级别的高手，还需要注重承诺？赵玉辉有些好奇，毕竟实力越强，对于承诺也就不那么看重了。如果有人看不爽，一巴掌拍死就死了，又何必为了一些虚无的承诺对自己束手束脚呢？食言而肥，或许能短暂的获得好处，但从长远来看，终究会反噬的。李牧笑道。是吗？赵玉辉惊讶地看了一眼李牧，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态，将来必成大器，也难怪李牧年纪轻轻就能如此强大。说吧，让我杀谁？赵玉辉说道。林守业。李牧说道。林守业，他不是在执法队大牢里吗？而且他这次犯了这么大的事，执法队怎么可能放过他？呵呵，你也一把年纪了，还相信执法队是真的为了执法吗？他们不过是代表不同的利益罢了。林守业手握轩辕家的秘密，轩辕家的人是不会见死不救的，只要他们给够了足够的利益，柳辉背后的人肯定会放他的。
柳辉也阻止不了。李牧说道。赵玉辉无奈一笑，因为他知道李牧说的对，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投靠任何势力，因为一旦投靠，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活了。那你让我去杀林守业，岂不是要和轩辕家对着干？赵玉辉问道。怎么，你没那个胆子？哈哈，我赵玉辉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不敢？他林守业罪大恶极，其罪当诛，就算得罪了轩辕家，我也要杀他。赵玉辉说道。见赵玉辉如此决绝，李牧满意的点头道，其实吧，轩辕家救他，也只是为了把他救出来之后杀了，所以你杀了林守业，轩辕家非但不会责怪你，反倒会感谢你，自然也就不会得罪轩辕家，那就更好。赵玉辉说道。好了，那我就先走了。李牧说完便离开了。之后一个少年便走上前来道，你真要帮他去杀林守业啊？他实力这么强，为什么自己不出手？你还真相信他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小天，人无信而不立，当你在别人眼里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之后，你做事也就没有人跟随了。这个李牧不仅实力高强，做事也十分果断，将来必成大器。我是找不到什么靠山了，以后有机会的话，你就跟着他。赵玉辉说道。跟着他？爸，他什么背景你都不知道吧？赵小天好奇问道。什么背景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人。赵小天很无语，他老爹不是一直都不投靠任何人吗？为何这次要让他跟随李牧呢？这个李牧有这么神奇吗？小师弟，你的事情办妥了吗？张梦瑶看向了李牧。办妥了，林守业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明天就是他的死期。李牧说道。那就好，因为那人明天也到了，林守业必死无疑。张梦瑶说道。哦，那我倒要看看是谁了。李牧嘿嘿一笑，虽然他知道张梦瑶说的有这么个人，但他还是让赵玉辉出手，因为林守业这样的人渣必须死。第二天，执法队分部大门口，柳辉啊柳辉，我说过你杀不了我的，你亲手抓我又如何？还不是要亲自把我放了？林守业来到门口，语气阴冷道。林守业，你别得意，我能抓你，我就能杀你。等你出了执法队的大门，我就算拼了执法队大队长的职位不要了，我也要杀了你。柳辉恶狠狠地说道。呵呵，你想得到没？轩辕家有人接我，你想在轩辕家的看守下杀了我，真是痴心妄想。林守业冷笑道。说完，他还看了一眼大门外的轩辕策，有轩辕策在，他就不相信柳辉真敢杀他。哼，就算杀不了，我也要试一试。我身为执法队大队长，就要为民除害。柳辉紧握着拳头说道。那你就是了。林守业大笑一声，随后便朝着大门外走去。嗖，说话间，赵玉辉飞到了执法队大门口。赵玉辉，你来干什么？林守业皱了皱眉头。受人所托，杀你。赵玉辉笑道。受人所托？谁？这个你没必要知道，反正你今天死定了。赵玉辉笑道。柳辉惊讶地看着赵玉辉，然后看向了李牧。难道赵玉辉是受李牧所托？这就对了，他就说李牧绝对不可能因为一句承诺就放了林守业这个禽兽，而李牧借赵玉辉的手杀林守业，既不违背承诺，又可以杀了林守业这个畜生。他果然没有看错李牧。笑话，有轩辕家的人在这里，你们还想杀我？林守业大笑道。轩辕策也开口道。林守业，你在里面可曾出卖轩辕家？贤侄放心，我可是守口如瓶的。林守业嘿嘿笑道。既然如此，你们可以杀了他，不过这事就在这里解决了。轩辕策挥了挥手道。其实他们轩辕家早就想杀了林守业，只是担心林守业在执法队大牢里有可能把轩辕家的秘密抖出来，如今已经把林守业救出来了，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柳辉和赵玉辉要杀林守业，他正好都不用自己动手了。什么？贤侄，你什么意思？林守业惊呼道。什么意思？你特么自己屁股都擦不干净，这次三长老为了你的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你觉得你还有活下去的价值？轩辕策冷笑道。混蛋，你就不怕我把轩辕家的秘密说出来？林守业大喝道。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说吗？轩辕策冷笑一声，他们这么多人，一旦出手，林守业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行了，动手吧。柳辉大喝一声，随后便准备动手。赵玉辉和轩辕策也做好了准备，这一次他们是出奇的一致，都想杀了林守业这个禽兽。都给老娘住手，林守业的命是我的。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娇喝，然后一道真元格空袭来，一杆长枪被真元包裹着，猛地扎在了林守业的面前。强大的气势让众人都震惊不已。林守业也只嘴角一抽，他今天是犯太岁吗？怎么谁都想杀他？这个声音有点熟悉。听到这一声娇喝，李牧愣住了，然后看向了张梦瑶。张梦瑶也是尴尬一笑，道：小师弟，你猜对了，来人是你的五师姐薛红霞。五师姐薛小梅？难道他们？李牧突然联系了起来，毕竟都姓薛，肯定有关系。不错，薛小梅是五师妹的妹妹，死在林守业手下的那一家子全是五师妹的家人。张梦瑶说道。该死！李牧紧握着拳头，他就说5年前五师姐怎么突然就离开了天域，然后再也没有消息。原来是因为他一家人都没了，还特么是被林守业给害死的。难怪怎么样说谁都救不了林守业，以五师姐的脾气，真的是谁都救不了林守业。说话间，一道红色身影出现在空中，只见来人一袭红衣，一根红腰带，
将腰肢修饰得完美无瑕，还有那恰到好处的红色嘴唇，还有那一根扎在地上的红缨枪，不由让人想起了古代的女将军。只能说武师姐英姿飒爽，都给我让开，林守业的命是我的，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薛红霞降落在地上，然后抽回红缨枪，冷冷地看着众人。柳辉、赵玉辉、轩辕策都不由后撤了几步。虽然他们都是真元境的高手，可是面对薛红霞，他们打心眼里充满了恐惧。反正都要杀林守业，就让给薛红霞吧。你是什么人？林守业也感受到了薛红霞身上的杀气，立刻颤颤巍巍地说道：我问你，5年前你是不是杀了一个叫薛小梅的姑娘，还杀了他们一家？薛红霞怒斥道：是又如何？现在连执法队都把我放了，这事已经过去了，你还想怎样？林守业质问道。执法队放了你，我可不会放你。薛红霞手持长枪，愤怒地指着林守业。哼，你敢当着执法队的面杀我？林守业问道。执法队？别说他只是一个执法队大队长了，就算是执法队总部，我要杀你，谁敢拦我？薛红霞愤怒地看着林守业，那气势把柳辉等人都给吓住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柳辉看向赵玉辉等人，赵玉辉摇了摇头，轩辕策也只能摇头，因为他没见过此人啊。但是此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也让他们胆寒，显然也是不好惹的。哼，你就为了不相干的一家人，不惜和执法队作对，也要杀我吗？林守业有些不甘地说道。不相干的一家人？薛小梅是我妹妹，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你竟然和我说不相干？薛红霞怒斥道。什么？李牧一愣，他们是武师姐的家人，他怎么不知道？张梦瑶叹息道：小师弟啊，武师妹其实是个孤儿，从小就被那一家人收养，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天域，本以为学成回去之后可以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听到了全家失踪的噩耗。后来他离开天域，这些年一直都在追查凶手，却一直没有消息。这次如果不是你偶然间找到了刘振峰，估计他还会一直寻找下去。混蛋，林守业这个混蛋！李牧紧握着拳头，武师姐对他这么好，结果武师姐的家人竟然被林守业给害死了。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明白以薛红霞的性格，那一家人比血缘关系的亲人还要亲，不然薛红霞也不会如此愤怒。女侠，人已经死了，你节哀顺变，要不这样，我给你钱，你不杀我，如果你能带我离开的话，我还可以把林家的所有产业都给你。林守业赶紧说道。老娘缺你那点钱？薛红霞大怒，为了亲人，他追查了整整5年，现在林守业还想用钱来解决问题，门都没有。女侠，息怒，人死不能复生，你为何不向前看呢？林守业赶紧劝说薛红霞，向前看，我看你妈个头！薛红霞大怒，随后抓起红缨枪，直接一枪刺了过去。噗嗤，长枪刺穿林守业的胸膛。林守业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会因为5年前犯下的错事丢了性命。随后薛红霞一脚把林守业的尸体踹开，收回红缨枪，扫了一眼众人，还有刘振峰呢，他们也参与了当年的事，给我滚出来！薛红霞大喝道。五师姐，刘振峰在刘家。李牧赶紧提醒道。多谢小师弟了，感谢的话先不说，等我报完仇再好好跟你唠。薛红霞拱了拱手，然后纵身一跃，直接飞走了。李牧嘴角抽了抽，这五师姐还真是雷厉风行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而且他杀林守业的时候谁都不敢插手，既然林守业已死，我就不逗留了，他日再见，可就不会这么和平了。轩辕策冷冷地看了一眼柳辉说道。当然。李牧却应了一声，因为轩辕家3长老是玉龙真人的负责人，他肯定是要去抓的，到时候他和这轩辕策肯定还会有照面的，只不过到时候这轩辕策可就要丢了性命了。哼！轩辕策鄙夷地看了一眼李牧，他并不知道李牧的身份，还以为李牧就是柳辉的手下，自然没有把李牧放在眼里。随后轩辕策便纵身一跃离开了执法队。赵玉辉这才来到李牧面前道：可可，看来我还要欠你一个人情了，毕竟李牧是让他来杀害了林守业，结果林守业死在薛红霞手里，他是白跑一趟了。赵家主说笑了，你既然来了，这个人情也就还了，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李牧说道。李牧，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倒是有个机会可以和你合作。赵玉辉突然笑道。哦，什么机会？你可听说过江东省境地？赵玉辉问道。江东省境地？李牧一愣，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而张梦瑶听到这个名字，立刻皱起了眉头，道：小师弟，不要听他胡说，江东省可没有什么境地。柳辉犹豫了片刻，也没有多说什么。李牧却来了兴趣，看来这江东省境地有点意思。哦，那你说说看，这个境地是个什么地方？李牧说道。小师弟，你最好不要打听。张梦瑶赶紧劝说李牧，因为这个境地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三师姐，你也知道这个地方？李牧问道。小师弟，反正你不要打听就对了，我又不会害你。张梦瑶有些不悦地看着李牧。李牧当然知道张梦瑶不会害他，但既然是禁地，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否则也就不会称之为禁地了。那我还是走吧。赵玉辉叹息一声，看得出来张梦瑶在李牧心中的地位很重，既然张梦瑶都不让李牧打听了，他也就不打算说了。李牧却笑道。赵家主不急，还是说说看吧。你确定？我确定，先说说看是个什么地方，我再决定去不去。李牧说道。好吧，
赵玉辉尴尬一笑，随后道：“当东省地盘不是很大，也没有什么厉害高手，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真元境而已。但是却有一个地方，连神游境甚至是超凡境都趋之若鹜。”哦，连神游境和超凡境都趋之若鹜。李牧愣住了，还有这样的地方，他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不错，这个地方就是江东省境地阴风岭。赵玉辉说道：“阴风岭听起来不错，这里为何是境地？甚至连神游境和超凡境都趋之若鹜？”李牧问道：“因为那里面很危险，而且危险程度和进入者的实力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不管进入者是什么实力，幸存概率都是一样的。有时候超凡境强者进去了，就再也没能出来；而有时候一个御境进去了，反倒能出来。而根据那些幸存者所言，这阴风岭最重要的就是意志力。意志力，不错，就是意志力。但是那些幸存者出来之后，就全都想不起里面的具体情况了，都只知道意志力足够强大才能幸存，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但是因为死亡率太高了，所以才被称之为禁地。”赵玉辉说道：“哦，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跟我合作？你自己去不就行了？”李牧有些疑惑了。一旁的张梦瑶却说道：“小师弟，他已经没机会进去了。”哦，这是为何？李牧一愣，不是禁地吗？不是谁都有机会吗？那是因为阴风岭有准入门槛的，而这个门槛就是不满30岁的男性。张梦瑶说道：“不满30岁的男性，如此古怪的条件。”李牧一阵无语。他在天域里也听师娘说过很多奇特的地方，但也没见过如此古怪的条件。不错，这是无数前仆后继的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张梦瑶说道：“你的意思是让我进去了？”李牧看向了赵玉辉。不错，我给你说这个就是想你进去，顺便帮忙指点一下赵小天，他缺乏锻炼，我希望他能去阴风岭历练一下。你也说了，那是禁地，连神游境和超凡境进去了都有可能陨落，他只是御境境而已，我可不敢保证他的安全。李牧说道：“放心，我只是让你传授一下经验而已，如果他出不来，那就是他的命。”赵玉辉随口笑道：“他当然也不想赵小天去冒这个险，但是他一把年纪了，已经无法再向前了，所以他把所有希望都压在赵小天身上。只有去阴风岭这种地方历练之后，赵小天才能接他的班。小师弟，这阴风岭的情况我也跟你说了，反正我希望你还是别去，毕竟轩辕家的事还没搞清楚。”张梦瑶劝说道：“小师弟要去就让他去好了，他什么脾气你还不知道，拦得住吗？”就在这时，一个爽朗的声音响起：“五师妹，你怎么也这样？”张梦瑶没好气地看着薛红霞。然而志在四方，如果连一个小小境地都不敢去的话，小师弟又如何走遍龙国的大好河山？薛红霞笑道：“可是怎么成了小师弟的女人，你就舍不得让她冒险了？三师姐呀，你这个不行。”薛红霞搭在张梦瑶的肩头上，笑嘻嘻地说道：“五师妹，你说什么呢？”张梦瑶瞬间脸红，没好气地看着薛红霞：“我说什么？三师姐，你别忘了我们都是师父的徒弟，我的医术虽然不如你，但也不是菜鸟，我还看不出来你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了。而且在天域的时候，你可是……”薛红霞还想说什么，结果张梦瑶立刻一把捂住薛红霞的嘴，可不能再说下去，不然她就真的要找各地缝钻进去了。死丫头，你再瞎说，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张梦瑶没好气道。众人目瞪口呆，薛红霞可是超越了真元境的存在，结果张梦瑶竟然要撕烂薛红霞的嘴，关键是薛红霞竟然一点不生气，还很配合张梦瑶。高手都这么没脾气吗？还是说他俩感情好？行了行了，我不说了，行不行？薛红霞瞪了一眼张梦瑶，然后才整理了一下衣服，将手里的红缨枪一抛，收进了储物戒指里。这一幕把现场众人都给惊呆了，毕竟都知道要使用储物戒指，修为至少要超凡境才行。也就是说，眼前这个20出头的少女，竟然至少是超凡境的高手，太他妈变态了！只见薛红霞来到李牧面前，笑道：“小师弟，几年不见，你变强了，也变帅了。五师姐我都有点喜欢你了。可，五师姐，你也变漂亮了，还变大了。”李牧扫了一眼薛红霞的胸前，带着一丝笑意说道：“啧，难怪三师姐都被你拿下，你这小嘴可真是。”薛红霞嘿嘿一笑，脸颊也闪过一丝红晕。柳辉等人更是目瞪口呆，刚才还一口一个老娘，还一枪捅死了林守业，结果现在红着脸像是一个小媳妇，这还是同一个人。五师姐，先不说这些了，你觉得我应该去阴风岭？李牧赶紧转移话题，不然说着说着，五师姐估计也要动手动脚了。他刚到天域的时候，要说调戏他最多的就属五师姐了，毕竟五师姐性子最大咧咧，可没少调戏捉弄他。小师弟，你天赋很高，但是一直待在天域，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危机，没有经历过风雨摧残的花朵是长不大的。薛红霞说道。可我哥已经这么厉害了，我不想他去冒险。李仙仙挽着李牧的手腕说道。厉害，或许在江东省，甚至在龙国，他都算是个高手，但是在整个世界上来说，高手还有很多，甚至在某些人眼里，我连蝼蚁都不如。薛红霞叹息道。什么？怎么可能？赵玉辉一脸震惊地看着薛红霞，他可是能使用储物戒指的，至少是超凡境强者，结果这样的强者在某些人眼里连蝼蚁都不如，那么这些人得有多强？不要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在你们眼里
超凡入圣就已经是天花板了。薛红霞问道。众人面面相觑，难道不是吗？超凡入圣都已经不是人能够抗衡的了，难不成不是最厉害的？实话告诉你们吧，所谓的超凡入圣，甚至还不够资格见那些大佬。薛红霞苦笑道。什么？这一下众人更懵了，超凡入圣都不够资格，到底得有多厉害？可是武师妹，阴风岭还是太危险了，小师弟不能去冒险。张梦瑶说道。我说三师姐，小师弟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师弟了，他都长大了，你不是都已经体验过了吗？薛红霞说道。张梦瑶一愣，随后反应了过来，瞬间面红耳赤。武师妹，你瞎说什么？李牧也是嘴角一抽，这武师姐真是的，动不动就开车，车速还有点快。当年师傅还在的时候就说过，小师弟乃是人中龙凤，将来必定会屹立于世界之巅，所以让他适当的经历一些危险，对他来说是好事。薛红霞说道。师傅，一提起师傅，李牧脑海里立刻回荡起那个绝世容颜，只可惜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小师弟啊，要不是这阴风岭只允许男人进去，我倒是可以进去给你保驾护航，现在看来只有你自己去了。薛红霞说道。多谢武师姐好意了，我自己去就行了。李牧点点头，既然武师姐都这么说了，那么这阴风岭他是非去一趟不可了。对了，武师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李牧好奇询问，毕竟当初薛红霞离开天域就是因为亲人失踪，如今亲人已经死了，仇人也杀了，天域就只剩下师娘一人了。小师弟，你看三师姐都是你的人了，你介不介意再收留我一个？薛红霞来到李牧面前，那独有的体香充斥着李牧的鼻腔，害得李牧心跳都开始加速了。这武师姐还是那样大大咧咧的。可武师姐，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李牧说道。哼，你犹豫了，不是真心的，看来有了他们你不喜欢我了。薛红霞瞪了一眼李牧，随后指了指周清源他们说道。武师姐，你误会了，我叫李仙仙，他是我哥，我可不是他的女人。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很适合当我嫂子，毕竟你这么漂亮又这么能打。李仙仙赶紧说道。你这小嘴果然跟小师弟一样，不过我是开玩笑的，我还有事，一会就离开了。薛红霞说道。一会就走了？李牧一愣，心中隐约有些不舍。小师弟，这些年我除了在追查我家人的情况，在京都也有些事在忙，等我把所有事情都解决了再来找你。薛红霞说道。好吧。李牧无奈道。走之前拥抱一个吧。薛红霞笑了笑，随后张开双手。李牧倒也没有矫情，给了薛红霞一个大大的拥抱。拥抱的一瞬间，李牧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带球撞人。不过这个拥抱倒是挺温暖的，而且在拥抱的一瞬间，李牧体内的纯阳道诀竟然自动运行了起来。这种感觉就跟他和周清源在深入交流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薛红霞体内的极阴之力比周清源甚至是比张梦瑶的都要强得多。如果能够……小师弟，不可以，时间还没到。薛红霞似乎看透了李牧的心思，用手指按在李牧的嘴巴上，用很柔情的话说道。武师姐，行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等时机到了我会来找你的。薛红霞婉然一笑，然后便松开了李牧。好吧，咱们日后再见。李牧说道。薛红霞点点头，随后纵身一跃，便驾着真元离开了。好厉害！看着薛红霞离开的影子，李仙仙、纪晓月和周清源都是一脸羡慕。毕竟能够在空中翱翔，这能力他们估计这辈子都无法拥有了。放心，我给你们炼制一些丹药，你们虽然无法像武师姐那么强，但将来自由飞行还是可以做到的。李牧说道。真的吗？纪晓月满脸惊喜地看着李牧。那是当然，我哥刚来找我的时候，我体弱多病，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可我现在也拥有气血境的实力了，所以我相信我哥的能力。李仙仙说道。好了，我就不打扰了，告辞。柳辉走上前来，接下来就是李牧和他们独处的时间，他留下来也不过是当灯泡。赵玉辉也说道。李牧，你先好好休息，过几天我让小天带你去阴风岭，到时候就拜托你了。好。李牧也点点头，不过他可不敢说一定把赵小天带回来，毕竟阴风岭实在是太危险了。等他们离开之后，李仙仙才好奇地看着张梦瑶道。嫂子，我有个问题。死丫头，别乱叫，什么嫂子不嫂子的，我是她三师姐。张梦瑶没好气道。就算是三师姐也不耽搁你当我嫂子吗？李仙仙嘿嘿笑道。你……张梦瑶被气个半死，可想到和李牧缠绵的样子，她就一阵脸红。行了，不说这个了，你有什么问题？张梦瑶问道。嫂子，你是我哥三师姐，薛红霞是她五师姐，也就是说你比她先入门对不对？李仙仙问道。是啊，怎么了？那她为什么比你厉害？李仙仙好奇问道。空气瞬间安静，李牧都是嘴角一抽。仙仙，赶紧做饭去。李牧赶紧走上前来解围，因为他知道张梦瑶的长处从来都不是修炼，否则也不会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为玉静静。李仙仙这么问，这让张梦瑶很尴尬。张梦瑶做了个深呼吸，随后才说道。没事，仙仙把我当自己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嫂子，李仙仙也有些尴尬。其实在小师弟来之前，我们一共7个是姐妹。张梦瑶坐了下来，小声说道。7个是姐妹？众人一愣，也就是说像张梦瑶、薛红霞这样的师姐
李牧还有5个，太幸福了吧？不错，我一共7个师姐妹，我们的排列是按照进入宗门的时间来的，我第3个进入宗门，所以排行第3。但是我们7个师姐妹的年龄却相差无几，只不过我们的长处各不相同。张梦瑶说道。长处？比如大师姐，她最擅长炼丹，她的炼丹术绝对可以排在龙国前列。比如2师姐，她的书法造诣更是一绝。比如5师妹，她的修为堪比坐火箭。比如7师妹，她的商业头脑无人能及。张梦瑶说道。原来如此，李仙仙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看来他们的实力和排行没什么关系，只跟进入宗门的时间先后有关，而他们的能力也不尽相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张梦瑶的实力还没有师妹的实力强。对了，嫂子，你排行第3，你的长处是什么？不会就是擅长照顾我哥吧？李仙仙问道。你……张梦瑶带着一丝怒意地看着李仙仙。仙仙，别说了。李牧走上前去，一个暴力敲在李仙仙的脑门上，疼得李仙仙直哆嗦。哥，你这就护着嫂子了？我不跟你玩了。李仙仙瞪了一眼李牧，然后带着季小月和周清源离开了。等他们离开之后，李牧才尴尬地看向张梦瑶道：三师姐，仙仙不懂事，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小师弟啊，其实仙仙说的并没有错，在7个师姐妹之中，我是最没有长处的。张梦瑶叹息道。三师姐，别这么说，难道不是吗？大师姐的炼丹术无人能及，2师姐的书法造诣因为是登峰造极，5师妹的战斗力爆表，我呢，我也就加入宗门时间早而已，如果晚点的话，估计都没资格加入宗门了。张梦瑶苦笑道。三师姐，你的长处就是长得漂亮啊。李牧严肃地看着张梦瑶。小师弟，三师姐，从加入天域开始，你就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说没有你的照顾，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而且我一离开天域，你就帮我掌握这么多事，或许你没有其余师姐这么多的能力，但你在我心里就是最漂亮最能干的。李牧捧着张梦瑶的脸徐徐说道。张梦瑶越听脸越红，她都不知道自己在李牧心里竟然如此重要。小师弟，你是骗我的吧？张梦瑶低着头不敢看李牧的眼神。三师姐，我骗你干什么？要不我发誓。李牧说完就要发誓，却被张梦瑶一把抱在怀里。小师弟，别发誓，我信你。张梦瑶凑到李牧的耳边小声说道。而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让李牧体内的纯阳道诀开始运行，他的纯阳道体也躁动了起来，加上张梦瑶极阴之体的动静，两人抱得更紧了。就在两人翻云覆雨的时候，一个老头来到了省城。调查清楚了。老头坐在桌子旁冷冷地问道。王管事，调查清楚了，那个李牧就住在西山。手下毕恭毕敬地回答道。哦，胆子不小啊，亲自打电话给我堂家，现在还敢大摇大摆地住在西山，丝毫不把我们堂家放在眼里啊。老头冷冷一笑道。王管事，这小子有点手段。手下立刻将李牧来到省城之后的事说了一遍。老头一分析便得出了结论，也就是说他利用刘振风犯的事把林守业给揪了出来，还让轩辕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把林守业救出来，结果林守业还是被人给杀了。老头说道。确实如此，不过林守业并不是他杀的，而是他的一个师姐杀的，而他的这个师姐实力可能是超凡境。超凡境？老头一愣，他没想到李牧竟然还有一个超凡境的师姐。不过想想也对，如果李牧没有后台的话，怎么有胆子杀了唐少白，又怎么会有胆子挑衅他们唐家呢？那他的师姐可还留在省城？老头问道。这倒是没有，他当天就走了。那就好，只要超凡境的高手不在，他就不是我的对手。老头冷笑道。王管事，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不急，我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老头嘿嘿一笑，毕竟李牧杀了唐少白，他可不会只是杀了李牧这么简单，敢跟唐家作对，他会让李牧死得很难看。一品天下？他干了这么多事吗？负责人杨超度听完手下的汇报也有些惊讶，之前他闭关，所以一品天下损失这么大，他也没办法去找李牧报仇，结果他一出关就听说了季家被毁，林家破灭，省城势力大洗牌的消息。舵主，当时他轻轻松松就拿下林守业，所以这个李牧的实力可能是真元境巅峰，甚至还会更高。手下说道。真元境巅峰，甚至更高，这个好办，过几天试探一下就知道了。不管他的实力有多强，敢跟我一品天下作对，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杨超度冷笑道。试探？如何试探？嘿嘿，超过真元境，那就是神游境。神游境的高手晚上是可以利用真元包裹神魂进行神游，等总部的神游境高手来了，自然就可以进行试探了。杨超度说道。总部有神游境高手来？手下很是兴奋，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神游境的强者。唐家一品天下在蠢蠢欲动，李牧却丝毫不担心。他知道这两方势力迟早会找他的麻烦，不过他并不在意，而是在给张梦瑶盖上被子之后，便只身来到了星辰阁。小兄弟，好久不见。钱锋看到李牧之后很是热情，毕竟上次星辰阁借助李牧的补元丹，可是好好的秀了一把存在感，他在星辰阁总部的存在感都提升了一截。行了，我也不废话了，我第一次来你们星辰阁，就听说你们星辰阁在寻找炼丹师，需要炼制一种品阶不高但炼制难度极大的丹药，
李牧问道。你是为这个事来的？钱枫一愣，随后立刻变得更加热情，因为这个事情在星辰阁所有分部都发布过，结果没有任何炼丹师帮这个忙。如果李牧能帮忙的话，那就太好了。不错，我可以帮你们炼制这种丹药，但你们必须帮我一个忙。李牧说道。什么忙？钱枫并没有急着答应，毕竟李牧以前就能炼制，却没有来帮星辰阁，所以李牧的这个忙绝对不简单。等我炼制出来了再说吧。你先把丹药名字和药材拿出来，我现在就炼制。李牧说道。现在就炼制？钱枫有些懵，李牧这也太雷厉风行了吧？我时间不多，如果你们不想要的话，就算了。李牧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毕竟过2天就要去阴风岭，到时候可就没时间炼丹了。要？怎么不要？我立刻让人去准备药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种丹药。钱枫赶紧带着李牧来到了阁楼上，随后钱枫给李牧讲述了一下丹药，名叫白玉丹，是一种解毒的丹药，而且这种丹药只对白玉毒有效果，对别的毒药没有任何抵抗作用，而且这种丹药的炼制难度极高，修为低于神游境的炼丹师基本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这个丹药基本不会有人炼制。白玉毒，这可是很罕见的毒药，只有在极寒之地提炼出万年冰蚕，然后辅佐术、食味、名贵药材才能提炼出来，而白玉丹又基本上没人能炼制，所以白玉丹和白玉毒基本都见不到。李牧说道。见李牧竟然随口说出白玉雕的制作手法，钱枫就知道李牧肯定是个高手，看来白玉丹有希望了。是啊，白玉丹至少需要神游境的修为，而且炼丹术太高的话，反倒炼制不了白玉丹，这就导致白玉丹在龙国几乎绝迹。可钱枫本来还想说些什么的，结果片刻之后又咽了回去。李牧并没有多问，他知道肯定是星辰阁有些大人物中了白玉毒，需要白玉丹来解，但是因为机密，所以又不能说出来。不过李牧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只想跟星辰阁做个交易罢了。行了，我对你们白玉丹的用途不感兴趣，我给你们炼制白玉丹，你们帮我一个忙，就算扯平了。李牧淡然一笑，随后便将炼丹炉拿了出来。片刻之后，星辰阁的工作人员就将炼制白玉丹所需要的药材拿来了。随后李牧便开始了炼制白玉丹。炼制过程跟炼制补元丹没多大区别，不过李牧炼制的速度更快了，毕竟有了炼制补元丹的经验，很多步骤更加熟练了，所以李牧仅仅花了1天不到的时间就把白玉丹给炼制出来了。这就出来了？钱枫惊讶地看着李牧，他还以为李牧要在房间里炼制几天几夜呢，结果1天就搞定了。要不然呢？李牧淡然一笑，随后丢了一颗白玉丹给钱枫。真的是白玉丹？看到李牧丢过来的丹药，钱枫不由舔了舔嘴唇。他们星辰阁找了大半年了，结果李牧1天时间就搞定了，太夸张了。激动了片刻之后，钱枫并没有急着把白玉丹收下，而是开口道：小兄弟，这白玉丹难度极大，想必你让我们帮的忙也不小吧？这个忙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李牧笑道：哦，此话怎讲？你可认识轩辕家3长老？李牧问道。轩辕家3长老？钱枫皱了皱眉头，上次李牧就问过他知不知道轩辕家，他都已经给钱枫说过轩辕家有多可怕了，结果李牧还要打听轩辕家的事，难道李牧是想让星辰阁帮忙对付轩辕家？就一颗白玉丹，他可不敢做这个主。怎么不认识？李牧问道。认识自然是认识，这个3长老名叫轩辕震德，在轩辕家也算是中上层，是一个神游境的高手。小兄弟啊，我知道你可能拥有超凡境的实力，但是神游境和超凡境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而且这个轩辕震的实力强悍，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钱枫赶紧叮嘱李牧，毕竟李牧年纪轻轻就能炼制白玉丹这种级别的丹药，只要好好发展，将来的炼丹造诣绝对登峰造极。可若是非要跟轩辕家作对，后果难以预料，这个你就别管了。我不会让你们星辰阁帮忙对付轩辕家，我只是让你们找个机会将这个轩辕震德引出京都，最好能引来江东省，别的事情就不需要你们管了。李牧说道。把轩辕震德引来就行了，没别的要求了。钱枫愣住了，他还以为李牧让他们帮忙对付轩辕家呢，结果只需要他们帮忙把轩辕震德引出来，这个忙并不难，毕竟以他们星辰阁的实力，随便找个什么由头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让轩辕震德离开京都。就这个要求，你们同意呢？白玉丹就给你们了，如果不同意的话，就当我今天没来过。李牧说道。我请示一下。钱枫皱了皱眉头，毕竟是要和轩辕家作对，虽然只是帮忙引出来，但一旦轩辕家追查到底的话，肯定能查出蛛丝马迹的，所以这种事他必须请示总部。于是钱枫立刻去给总部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让他不要有任何犹豫，都要答应李牧，因为白玉丹对于星辰阁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至于引出轩辕震德简直是小事一桩。哦，你们总部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李牧有些疑惑，轩辕家不是很强吗？星辰阁竟然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的条件，或者说这个轩辕震德在轩辕家的地位并不高。小兄弟，你的炼丹术是一绝，或许可以考虑加入我们星辰阁。钱枫赶紧拉拢，加入星辰阁就不必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等你们做好了准备将轩辕震德引出来就通知我吧。李牧摇了摇头，他对加入星辰阁可没有兴趣，
毕竟他有师门了。虽然师傅已经死了，但还有个师娘，而且还有7个师姐，他如何能加入别的门派呢？好吧，钱锋也没有勉强，毕竟李牧这种人才，就算不能拉拢，只要叫好，对于星辰阁来说，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第二天，赵玉辉带着赵小天找到了李牧，因为今天就是进入阴风岭的最佳时间。小师弟，你千万要小心，如果遇到危险，保命第一。张梦瑶叮嘱道。三师姐放心，我有分寸。李牧微微一笑，便准备离开。李仙仙则直接扑到李牧的怀里，带着一丝担心道：哥，你可一定要平安归来。傻丫头，我是去探险，又不是去刀山火海，你担心什么？李牧揉了揉李仙仙的脑门，说道：人家是担心你吗？李仙仙揉了揉鼻子，感觉有些酸楚。李牧哥哥，注意安全。季小月也叮嘱道：放心吧，我知道。李牧点点头，少主，你放心去吧，这里有我，谁也别想伤害他们。南宫月拍了拍胸脯说道：毕竟作为一个神游境巅峰的强者，在江东省几乎是无人能敌的，有他在，确实没有人能够伤得了李仙仙他们。你注意安全。周清源看了一眼李牧，眼神有些复杂，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说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李牧点点头。经过这2个月的相处，他和周清源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至于最后会走到哪一步，他也说不准，但至少他现在和李仙仙他们相处的不错。李大哥，你可真幸福，这么多大美女陪着。离开西山别院之后，赵小天一脸羡慕地看着李牧，毕竟那几人随便一个，那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而李牧的西山别院里就有5个。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脑子里整天想些什么？今天是去阴风岭。赵玉辉一脚踹在赵小天的屁股上，没好气道：爸，我知道了。赵小天瘪了瘪嘴，便没敢再说什么。很快，他们3人来到了阴风岭外，看着眼前一座高耸入云端的山头，李牧不由皱了皱眉头。你们说的阴风岭就是这里？李牧问道。不错，这里就是阴风岭。既然这阴风岭是一座山头，直接飞上去不就行了？李牧有些疑惑，毕竟到了玉境境就可以短距离飞行了，至于真元境，甚至是可以御空而行，飞上去不是很容易吗？李牧啊，当初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阴风岭很古怪，就算真元再强，也不可能在这里飞行，仿佛那些烟障是可以分解真元一般，哪怕是超凡境的强者，飞到几米高之后也会扛不住掉下来。赵玉辉说道。哦，如此神奇。李牧有些懵，随后大手一挥，一道真元立刻飞出。那一道真元飞到空中，化为一道剑气，直接朝着空中烟雾劈了过去。若是在外面，这一剑下去，至少是一道数10米长的剑痕。可是李牧的剑气在遭遇到烟障之后，竟然一点点被吞噬，随后在劈了几米远之后，竟然完全消散了。好古怪的烟障！李牧有些惊讶，能够悄无声息地分解真元，那么真元境到了里面，岂不是没有多大优势了？因为很多秘籍都是需要真元才能施展，如果秘籍飞出去几米远就消散了，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在这里阴风岭里面，肉身强悍可就占了大便宜。这里的烟障不仅能分解真元，甚至对神魂也会有伤害。之前听说一位超凡境的强者，趁着夜色想要用神魂去试探阴风岭深处的秘密，结果神魂受损，直接变成了植物人。赵玉辉继续说道。超凡境直接变成了植物人。李牧一愣，这阴风岭是越来越邪乎了。不过李牧倒也没有释放出神魂，毕竟现在是大白天，他不确定自己的神魂能不能在白天神游，所以啊，就算是入圣境的强者来到阴风岭，也只能依靠肉身进去，而且里面的危机并不多，能不能活着出来跟实力关系并不大。赵玉辉说道。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李牧笑了笑。对了，我们还飞到天上去查看过，发现这阴风岭方圆数百公里，终年被烟障所笼罩，所以没有人知道阴风岭到底长什么样，就连里面的一点地貌也是根据活着出来的幸存者口述的。赵玉辉说道。有意思。李牧话音刚落，就看见一阵阴风吹来，然后就看到入口处的烟障被吹开了一个缺口。现在就是最佳进入时间，进去之后，小天你要紧紧跟随李牧，明白吗？赵玉辉提醒道。赵小天点点头，随后便跟在了李牧身后。李牧大步走向阴风岭，而越是靠近烟障，李牧就越感觉神魂受到了某种压迫，体内的真元仿佛也遭到了压制，背后更是凉飕飕的。对了，李大哥，一会在里面可能会遇到其余人。赵小天说道。会遇到其余人？刚才外面不是没人吗？李牧问道。李大哥，这阴风岭方圆数百公里，横跨江东省、岭南省、玉京省，在别的地方也有很多入口，不过这种概率很小。赵小天说道。李牧恍然大悟，毕竟方圆数百公里，那么在上1000公里的外围，总有那么几个入口，而且里面如此诡异，虽然危险，但也拦不住人的好奇心，总会有人想要冲进来送死的。李大哥，你看前面。说话间，赵小天立刻指了指前方，李牧也看了过去，发现是一团雾气朝着他们飘了过来。李牧皱了皱眉头，毕竟进入阴风岭之后，周围就一直处于雾障之中，而在雾障之中还有一团特别浓郁的雾气，这还是什么情况？而随着那一团雾气靠近，李牧瞬间感觉神魂受到了冲击，浑身都无法动弹。等他想要警告赵小天的时候，发现赵小天已经一动不动，仿佛神魂已经被镇压一般。好强的力量！
李牧皱了皱眉头，虽然他不知道自己的神魂有多强，但绝对不会如此微弱。可是他的神魂都被震慑得无法动弹，赵小天的神魂自然是更加不堪。然而下一秒，赵小天便动了一下，然后就像个没事人一样。你反应过来了？李牧有些疑惑地看着赵小天，这家伙只是玉静静而已，神魂按理说很弱小才对，怎么这么快就缓过神来了？李大哥，我爸不是说了吗？在这里实力越强，遇到的危险可能就越大。我只是玉静静，所以这团雾气对我的神魂压力并不强，所以我很快就缓过神来。而你的实力如此之前，按理说受到的压力应该很大才对，你却能比我更早醒过来，看来你的实力真的是深不可测。赵小天一脸震惊地说道。深不可测？李牧摇了摇头，他能说他的神魂能出来游走，也才几天时间而已嘛。对了，李大哥，咱们继续前行吧。赵小天说道。李牧也没有再纠结，而是带着赵小天继续深入。可还没等他们走出几步，就听见一声嘶吼，然后就看到一只长达3米的猎豹从浓雾之中冲了出来，直扑他们而来。找死！李牧脸色阴沉，一只野兽也敢对他们出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说完，李牧搓指成剑，一道真元立刻化为剑气，直接劈向了猎豹。然而剑气还没有靠近猎豹，就已经被周围的雾气给分解。李大哥，在阴风林里，真元是没什么用的。赵小天赶紧解释道。既然真元没用，那就用拳头。李牧倒也不害怕，而是直接一拳砸了过去。砰！猎豹一爪子撞击在李牧的拳头上，巨大的冲击力将李牧都给击退几米远，而猎豹也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力，倒飞出数10米远，惊讶地看着李牧。好强！赵小天大惊，这只猎豹显然不是普通的豹子，如果仅凭肉身的话，他绝对不是这只豹子的对手。结果李牧一拳就将猎豹击退。李牧的肉身究竟有多强悍？好！猎豹也没想到李牧的肉身竟然这么强，也知道自己并不是李牧的对手，转身就走。跟上！李牧则直接跟上了猎豹，毕竟猎豹作为土生土长的野兽，对这里肯定更加熟悉。而且刚才那一拳，猎豹肯定受了伤，以野兽的习性，受了伤肯定就会想办法疗伤，而疗伤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吞吃草药。这阴风岭与世隔绝，草药肯定不少，就算找不到这阴风岭的秘密，那么带一些珍贵草药回去也不算白跑一趟。而猎豹的速度很快，毕竟是有着短跑王者的外号，可李牧的速度也不慢，紧紧地跟着猎豹身后。要不是要兼顾身后的赵小天，他早就追上猎豹了。毕竟是赵玉辉亲自拜托过，他也不能不放在心上。果然和李牧预料的差不多，猎豹在浓雾之中来到了一片草地，草地上有很多草，其中大多数都是没用的青草，而猎豹则找到了一颗淡黄色的花，这朵花一共7瓣，花瓣是黄色的，花蕊是红色的，根茎是蓝色的。卧槽，3色花！看到这一幕，李牧都忍不住爆了粗口，因为3色花太罕见了，就算是在天域的时候，他也只见过一株被师娘做成标本的3色花。就这样，师娘也只是让他观看，没敢让他上手。结果在这阴风林里竟然有活的，而且还有好几株。猎豹吃下一株3色花之后，体内的伤势瞬间就好了大半，可见3色花的药效有多猛。李大哥！赵小天这才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毕竟他的速度可比不上李牧的速度。而赵小天的声音惊动了猎豹，猎豹朝着李牧的方向嘶吼了一声，然后便狂奔着离开了。李大哥，我是不是闯祸了？赵小天有着尴尬。没事，李牧摇了摇头，反正还有几株3色花，只要带出去就不算白来。于是李牧走上前去，将剩下的几株3色花摘了下来。不过就在李牧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队人马突然出现。小子，3色花是我们的，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为首之人语气阴冷道。哦，你的？为什么在我手上？李牧问道。李大哥，不要轻举妄动，他们是岭南省宋家的人，招惹不得。赵小天赶紧劝阻李牧。哦，岭南省宋家，不错，岭南省的整体实力比咱们江东省强不少，而宋家又是岭南省的百年世家，他们家主更是拥有神游境的实力。赵小天说道。神游境的实力，我还以为多厉害呢。李牧一阵无语，别说他了，就连南宫月都有神游境巅峰的实力。这宋家真要是跟他起了冲突，不用他出手，只要给南宫月一个命令，宋家就要除名了。小杂碎，你他妈看不起我们宋家是不是？少年怒了，他身后这群人也是愤怒地看着李牧。是又如何？李牧也不遮掩，冷冷说道。哼，你他妈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阴风岭，在这里真元是没用的，而我带来的人都是横练高手，他们的真元不行，但是肉身力量强悍无比。这次我带他们进来就是想探查阴风岭的秘密，既然你不把3色花交出来，那我就只好杀了你，然后再自己取3色花了。少年冷笑道。想杀我？李牧的眼神瞬间变得阴冷起来。我想杀你又如何？我宋哲想要杀的人，天王老子都救不了。少年冷冷地看着李牧说道。看来你是真的想找死。李牧眼神阴冷，本来他不想杀人的，但这宋哲既然要找死，那他就只好成全宋哲了。给我上！宋哲大喝一声，随后一挥手，身后7、8个横练高手直接扑向了李牧。保护好自己！李牧叮嘱一声赵小天，毕竟这里真元没多大用处，
那么他就不可能时时刻刻照顾赵小天。李大哥放心。赵小天点点头，他虽然只有遇静静的实力，但是他的肉身也不是一无是处，或许杀不了这些人，但是想要杀他也没那么容易。李牧则如同离弦之箭，直接杀入人群。哼，自不量力，我精心培养的这一群横练高手，就是为进入阴风岭做准备，今天就拿你来开刀。宋哲冷冷一笑，或许李牧在外面的实力很强，但是一旦进入阴风岭，再厉害的秘籍，再浑厚的真元，都变得一无是处。在这里，拳头才是硬道理。说话间，已经有3人冲到了李牧面前，同时取出各自的武器，朝着李牧砍了过来。3剑客。李牧冷笑一声，这3人都用剑，而且看起来还配合无剑，应该是这宋哲精心调教的。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人放在心上，因为他的纯阳道体最厉害的不是真元，不是秘籍，而是肉身。就凭这几个人，给他挠痒都不够。说完，李牧一拳砸了过来，砰！那人一剑劈在李牧的拳头上，然后长剑直接断裂，然后断剑直接飞出，扎进了那人的胸口。噗嗤！那人一口鲜血吐出来，直接命陨当场。什么？宋哲大惊，他进行培养的高手，在李牧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家伙难道也是个横练高手？呵呵，横练高手不过如此。李牧也不迟疑，如狼入羊群一般，一拳一个小朋友。不少半分钟功夫，宋哲带进来的人就全都死在了他的手里。赵小天有些懵，他知道李牧很强，但没想到李牧居然会这么强。这么多的横练高手，不到半分钟就解决了，这效率也太高了吧！混账东西，你他妈谁啊？宋哲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他进行准备了好几年，就是为了在阴风岭大展身手，结果这才进来第1天，自己人就团灭了，还如何在阴风岭里寻找机缘？重要吗？李牧冷笑一声，如果这家伙不想抢他的3色花，他才懒得下死手。可是这家伙一来就要抢东西，根本就不是好东西。既然如此，他也懒得留情了。哼，老子可是宋家人，你得罪了我，以后在龙国可就寸步难行了。宋哲呵斥道。呵呵，我不仅要得罪你，我还要杀你。李牧冷笑道。杀我？你敢？你要敢杀我，宋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再说了，我又不是手无缚鸡之力，你杀得了我？宋哲冷笑道。首先，从阴风岭出去的人，不是都记不得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吗？而且里面危机重重，谁都有可能丧命，那么谁知道你是我杀的？其次，就凭你这3脚猫功夫，给我塞牙缝都不够。李牧大笑道。操，你瞧不起我？宋哲瞬间大怒，立刻朝着李牧就扑了过来。自不量力。李牧摇了摇头，这宋哲的肉身还不如刚才那几个保镖，跟他斗。于是在宋哲扑过来的时候，李牧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啪！宋哲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然后脑袋就直接360度旋转，再然后就直接掉在了地上。这要是在外面，李牧的真元出手，这宋哲就直接变成肉泥了。卧槽！赵小天浑身一颤，李牧的肉身这么强吗？一巴掌就把宋哲给拍死了。关键是李牧眉头都不皱一下。李大哥，你不该杀他的。赵小天叹息道。哦，为何？李大哥，虽然从阴风岭活着出去的人一般都不记得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有一部分记忆的，而且在阴风岭的就这些人，如果宋家派人调查，总能查到你头上来的。赵小天说道。查就查吧，一个神游境而已。李牧一点都没放在心上，毕竟神游境对他来说也不过如此。赵小天一阵无语，神游境而已，神游境在江东省那就是无敌的存在，好不？行了，继续前进吧，看看还能不能遇到别的药材。李牧也没有多说，将3色花收进了储物戒指，然后便离开了。什么？赵小天看到李牧收3色花的样子，瞬间懵了，因为能使用储物戒指，那就说明李牧的实力至少是超凡境，而李牧也就25-26，竟然已经是超凡境了。难怪李牧敢不把宋家放在眼里。就不说李牧背后的势力了，单说李牧的天赋，就能让很多大家族、大门派抛出橄榄枝。宋家还真惹不起李牧。于是赵小天立刻屁颠屁颠地跟在李牧身后，只要跟着李牧，这次在阴风岭里就绝对不会出事。而李牧他们刚离开不久，就又有一队人马来到了这里。一个老头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宋哲等人的尸体，不由皱起了眉头。这些人皮肤坚硬，肌肉和骨骼都是经过长年累月锻炼的，应该都是横练高手。在外面的话，至少能和玉静静抗衡。在阴风岭里，真元境高手的肉身都不一定有他们强悍。老头分析道。连真元境高手的肉身都不一定有他们强。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应该是宋哲，岭南省宋家的公子哥，身份实力都这么强，结果还没团灭了。锦衣少年有些惊讶地问道。不仅仅是团灭，从他们的伤口来看，完全是一击毙命，他们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出手之人要么是真正的横练高手，要么就是修为达到了超凡境，肉身才能如此强悍。老头说道。哦，看来这阴风岭里有高手啊，不过这样才有意思，我大老远的从京都跑来，总不能一点困难都不遇到吧？少年嘿嘿一笑，显得更加兴奋了。少爷，还是小心谨慎为好，这次咱们来阴风岭是有任务的。老头叮嘱道。我当然知道有任务，但也不耽搁我寻求刺激。少年笑道。反正小心些就对了，
只好不要跟这种人打照面。老头叹息一声，他了解自家这个少爷的脾气，但凡遇到天才，总想要挑战一下。于是两人也离开了这里，开始朝着阴风岭的深处进发。而此刻李牧已经带着赵小天深入到阴风岭几公里，发现这里的浓雾是越来越强。之前在外围，他的真元还能飞出去几米远，而在这里，他的真元刚一离体，就会被这些雾障分解。所以在外面的话，真元境强者还在近身几米远的地方用真元进行对敌，而到了这里面，真元境强者的依仗就真的没有了。在这里，说不定一个真元境强者连一个气动境的人都打不过，而且这些雾障对神魂也有很强的压制作用。李牧尝试过将神魂包裹出来，可是刚一露头，神魂就仿佛要被撕裂一般，所以到了这里面，唯一可以使用的就是肉身。赵小天，你的肉身情况如何？李牧问道。我虽然只是玉静境，但是我知道要来阴风岭，所以在几年前我就特意强化肉身，所以我的肉身应该和真元境的肉身差不多，可能和你刚才杀的那些人不相上下吧。赵小天说道。自保是够了。李牧点点头，随后丢了几颗丹药给赵小天。李大哥，这是用来疗伤和镇定心神的，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你可以用来保命。李牧说道。毕竟越往阴风岭深处走，就越有危险，到时候他不一定有时间保护赵小天。多谢李大哥。赵小天也不矫情，毕竟在遇到麻烦，李牧自保还行，可没有精力再保护他，而且他是来里面历练的，可不是来这里游玩的，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拼命的。不过等李牧带着赵小天继续深入之后，才发现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因为同样一棵树，他竟然遇到了3次幻境。李牧一皱眉头，随后闭上眼睛，感知着周围的情况，随后他又摇了摇头，这不是什么幻境，而是他们迷路了。这阴风岭里面烟雾缭绕，仅凭感官来判断方向是很容易出错的，而且这里山林沟壑，崎岖不平，也无法判断是上山还是下山。随后李牧又掏出手机，发现手机的定位、指南针等等功能也全都报废了。李牧面露难色，看来这阴风岭确实不简单，如果被困太久的话，估计是会崩溃的。赵小天呢？李牧回过头来，发现已经没有了赵小天的影子，这家伙可是一直跟在他身后的，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李大哥，我在这呢。就在这时，赵小天匆匆忙忙地跑到李牧身边，别跟丢了，这里情况复杂，容易迷路。李牧叮嘱道。好的，李大哥。赵小天点点头。不过就在李牧转身准备继续前进的时候，赵小天突然从背后掏出一把古刀，径直朝着李牧的腰间刺了过去。早就发现你不对劲。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个侧身躲过赵小天的攻击，紧接着就是一巴掌打在这些天的后背，赵小天瞬间飞出几米远，狠狠地摔在地上。你怎么发现的？赵小天惊讶地看着李牧，他自认为自己伪装的天衣无缝，李牧不可能发现的。呵呵，赵小天看我的眼神是崇敬，而你看我的眼神是贪婪，所以你不是赵小天。李牧说道。通过一个眼神就可以判断出来，当然了，通过神魂也是有一些判断的。行了，说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李牧冷冷说道。哼，就算你发现我了又如何？你留不住我。赵小天冷笑一声，随后纵身一跃，准备离开。想跑？李牧一声轻笑，随后大步踏来，原本10几米远的距离，他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冲了过来，一把赵小天的脖子揪住。好快的速度，好厉害的肉身，你是横练士？赵小天惊讶地看着李牧。在外面有些人的速度是很快，但完全是凭借真元和秘籍，但是在这里面还能有这么快的速度，靠的自然是肉身力量。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李牧冷笑道。我是你的人。赵小天妩媚一笑，随后他的容貌就开始发生变化，渐渐的赵小天就变成了冷青竹的样子。师娘！李牧浑身一个哆嗦，虽然他明知道眼前这个师娘是别的东西变化的，可他依旧无法抓着师娘的脖子。哦，原来你对你师娘有意思，哈哈，好一个逆徒！冷青竹扭了扭腰肢，满脸笑意地看着李牧。我不管你是谁，赶紧编个模样，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李牧呵斥道。哎，你说你也是对你师娘感兴趣，那就感兴趣嘛，当个充实逆徒也不错，而且我就在这里，你可以来啊，我保证不反抗。冷青竹朝着李牧勾了勾手指，甚至开始慢慢褪去薄纱，露出那白皙光洁的肌肤，让人欲罢不能。明知道眼前之人是假的，可是看到师娘的样子，李牧心里竟然动摇了。毕竟离开天域已经快2个月了，怪想念师娘的。见李牧眼神有变化，冷青竹就知道李牧动摇了，于是冷青竹继续诱惑李牧，甚至将所有衣服都脱光了。来嘛，这里又没人。冷青竹微笑着。好。李牧也没有再僵持，而是走了过去，将冷青竹抱在怀里。师娘，等我，1年之期一到，我就接你出来。李牧抱着冷青竹喃喃说道。好，我相信你，不过你先闭上眼睛，我先把你弄舒服了再说。冷青竹微笑着说完就要去解李牧的裤子，可李牧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严肃道。好了，思念之情已减，该干正事了。你……冷青竹一愣，感情刚才李牧根本就没有中招，完全就是利用他来解了思念之情，这家伙的心智如此坚定。好了，别废话了，现出原形吧。
李牧冷冷地看着冷青竹，你的意志很坚定，我也只能认栽了。冷青竹苦笑一声，随后开始慢慢变化成了一只狐狸。狐狸？李牧一愣，狐狸会化形，太诡异了吧？我确实是狐狸，但我并不是会化形，或者说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化形，只是我的身体会释放一种味道，一旦你闻过这种味道，就会被我影响心智，那么你看我的样子，就会变成你心中最想要的样子。狐狸说道。一只小狐狸能有这么厉害？呵呵，我可不是普通的狐狸，我可是妖兽。狐狸冷笑道。妖兽？何为妖兽？你不知道妖兽？狐狸有些惊讶地看着李牧，毕竟李牧的实力这么强，肯定是大宗门大家族的弟子，按理说李牧的知识面应该很广才对，不可能不知道妖兽。可是看李牧的样子，确实是不知道妖兽。我跟你说，你保证不杀我？狐狸说道。说吧，我不杀你就是。李牧随口就答应了，反正这家伙又没有威胁到他。妖兽就是野兽开了灵智，就比如我，乃是三尾灵狐，可口吐人言，可令人致幻，在这阴风林里，就算是真元境都不是我的对手。狐狸很是自信地说道。李牧倒也相信，若不是他足够警惕，说不定就中招了。虽然挨一刀不会受重伤，但战斗力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他尚且如此，那么那些真元境一旦中了他的幻境，被这家伙杀了，估计还以为在温柔乡里呢。妖兽着实可怕。当然了，有些妖兽并不能口吐人言，但是他们也能修炼，实力从1星到9星，到了一定的级别之后就能口吐人言，甚至还有的可以化形，是真正的化形，而不是我这种靠幻术。三尾灵狐说道。真正的化形？李牧一愣，也就是说，厉害的妖兽变成人，他都不一定认得出来。不错，不过这种妖兽很强，至少跟你们人类的超凡境相当吧，所以数量并不多。三尾灵狐说道。先不说这些了，我的那个同伴呢？李牧问道。那里了。三尾灵狐一扫尾巴，一阵风吹了过去，就看到赵小天拿着一根棍子，不停地在空中挥舞，在他的幻境里找到了一本绝世秘籍，练得正欢呢。三尾灵狐说道。唉，李牧无奈一笑，这赵小天还真是个武痴啊。随后三尾灵狐撤掉了幻术，赵小天立刻醒了过来，看到李牧之后，赵小天立刻兴奋道。李大哥，我刚才找到了一本绝世秘籍，练成之后就可以直接超凡入圣，简直太厉害了，咱们立刻去找。哪有什么绝世秘籍，你中了幻术了。李牧说道。不可能，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我还练习了，如此真实的存在，怎么可能是幻术？赵小天一个劲的摇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看错。你还不相信？李牧叹息一声，随后指了指一旁的三尾灵狐，道。幻术就是他施展出来的。他一只小狐狸而已。赵小天自然不相信，觉得李牧就是不相信他。你才是小狐狸，你全家都是小狐狸。三尾灵狐立刻朝着赵小天龇牙咧嘴的说道。谁在说话？赵小天大惊，立刻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别的人。是我在说话，怎么了？三尾灵狐说道。什么？赵小天惊恐地看着三尾灵狐，狐狸会说话？难道苏妲己是真的？片刻的震惊之后，赵小天惊讶地看着李牧，道。李大哥，真的是幻术？那你是如何脱困的？呵呵，区区幻术，能奈我何？李牧耸一耸肩道。三尾灵狐恨得牙痒痒，刚才他差一点就得手了。那绝世秘籍真的是假的？赵小天一脸的意犹未尽。那可是能够直接超凡入圣的绝世秘籍啊！当然是假的。如果真有什么直接超凡入圣的绝世秘籍，世界上的超凡入圣还不是满大街都是？李牧说道。好像也对。赵小天无奈一笑，看来是自己魔怔了。不过赵小天对李牧是更加的佩服了，他被幻术影响太大，要不是李牧叫醒，根本就出不来。而李牧不仅能自己走出幻术，甚至还能把三尾灵狐给擒拿了，这手段简直高明。也好在他老爹让他跟着李牧，否则他可能就走不出这阴风岭了。对了，给我说说阴风岭的情况。李牧看向了三尾灵狐。阴风岭很大，我也没有走完过，我只知道我们妖兽不受这些烟瘴的影响，而且在我的活动范围内还有不少妖兽。至于这阴风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也不知道。三尾灵狐说道。行了，你走吧。李牧摇了摇头，既然这家伙不知道，他就只好自己继续深入探索了。你们还要进去吗？再往里走的话，就有更厉害的妖兽，而且你们的真元和神魂受到的影响更大。三尾灵狐说道。哦，你不想我们进去？我们作为阴风岭的外来者，越危险对你来说不是越好吗？李牧好奇地看着三尾灵狐。危险越大，机缘越大，万一你们走到了最后，得到了阴风岭的机缘，这阴风岭还会不会存在都不一定，这对我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三尾灵狐说道。毕竟没有了这些烟瘴的保护，以他的实力，估计一个玉静境就能拿下他。哦，你和我非亲非故，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李牧问道。你……三尾灵狐一愣，李牧这话能噎死人。不过转念一想，他刚才还要杀李牧来着，李牧不杀他就已经很难得了，又怎么会为他考虑呢？于是三尾灵狐眼珠子一转，道：要不我在前面给你们带路？那就走吧。李牧倒也没有拒绝，毕竟这狐狸对这里比他们熟悉，有个向导自然更好。李大哥，真要相信他？跟在李牧身后，赵小天有些担心，毕竟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而且这三尾灵狐刚才还想害他们来着，现在就好心给他们当向导。他不一定好心，但你有更好的办法吗？李牧问道。赵小天摇了摇头，毕竟他没来过阴风岭，对里面的情况是一窍不通。要不是跟着李牧一起的，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所以跟着这三尾灵狐，貌似是唯一的办法，总比他们一直在里面横冲直闯要好吧？咦，千年养魂木！就在这时，李牧突然看到前方一棵大树，瞬间惊讶了起来。千年养魂木，那是什么玩意？赵小天问道。千年养魂木，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用来滋养神魂的东西。只要院子里有这样一棵养魂木，对于神魂有莫大的好处。对神游境来说，神魂就能在外面待更久的时间。当然了，这玩意最大的用处还是用来炼制养魂丹。如果神魂受损，吃上一颗养魂丹，伤势就能好一大半。李牧说道。这可真是好东西啊！赵小天大喜，毕竟这玩意对于神游境来说价值不菲，所以价格方面自然也不会低了。这确实是好东西，而且足足1000年了。李牧嘿嘿一笑，随后便将这颗千年养魂木给挖了起来。你要装进储物戒指吗？储物戒指只能装死物，这千年养魂木装进去，很快就会死的。三尾灵狐提醒道。死就死吧，死了还能炼制几炉养魂丹，不死的话，回去种在院子里正好。李牧说道。三尾灵狐没有再说话，而是眼神狐疑地看了一眼李牧，毕竟一眼就认出千年养魂木，说明李牧的炼丹造诣绝对不低。随后李牧一路跟着三尾灵狐，发现了不少珍贵药材，甚至还发现了不少的矿石。这些矿石他现在没用，但是拿回去给李仙倩他们锻造一些兵器用来防身还是不错的。李大哥，这阴风岭里还真是宝贝多啊！跟着李牧，赵小天也算是长了见识，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李牧得到的这些东西放在外面，那都是有价无市的存在，结果这里一抓一大把，没那么简单。李牧将一株草药收进储物戒指，脸色并不好看。整个过程中，他甚至还动用了一下神魂，担心这三尾灵狐不知不觉间就释放出味道来，又将他拉入幻境。而不是幻境的话，这么多药材都是真实的。哪怕阴风岭是深山老林，很少有人出没，但是如此多的珍贵药材，也不可能恰好就被他找到了。也就是说，这极有可能是三尾灵狐故意引他们走的这条路。三尾灵狐是想报恩，还是有别的阴谋？暂时不得而知。找到了！就在这时，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随后李牧就看到一队人马冲了过来，将李牧他们团团围住。你们是什么人？赵小天立刻挡在李牧面前，冷冷地看着众人。我要的是这只狐狸，把他们两个杀了。少年瞥了一眼李牧和赵小天，根本就没有把他俩放在眼里。你要抓我？三尾灵狐惊讶地看着少年。还口吐人言，那就更不会错了。少年大喜，你们抓他干什么？李牧开口问道。哼，何必跟一个死人废话？少年冷笑一声，随后一挥手，一个手下立刻朝着李牧扑了过来。要我帮你吗？三尾灵狐问道。用不着。李牧冷笑一声，这个手下实力还不如宋哲的保镖。于是，在那人冲过来的时候，李牧直接一巴掌打了过去。啪！那人的脸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然后脑袋直接搬了家。好强的力量，宋哲他们是你杀的？少年一皱眉头，因为他这手下的死状跟宋哲那群人差不多。哦，你们看到尸体了？既然如此，还敢来找我麻烦？李牧冷笑道。哼，我是来抓这只狐狸的，本不想和你纠缠，不过既然你的实力这么强，那我倒想先杀了你，再抓这只狐狸。少年大笑道。你为什么要抓这只狐狸？你来过阴风岭？呵呵，我虽然没有来过阴风岭，但我毛家根据这些年从阴风岭活着出去的那些人的只言片语里面推断出，在这阴风岭之中绝对有能够影响人神智神魂的妖兽存在，否则为何这么多人离开之后都不知道在阴风岭里面发生了什么？而且还有一些人有一点点碎片拼凑出的消息就指向狐族，所以他应该是一只三尾灵狐，对不对？少年说道。毛家？李牧一愣，根据他之前了解的情况，这个毛家可是执法队10大家族之一，实力和轩辕家不相上下，这样的家族竟然要插手阴风岭。好了，不废话了，三哥，我和他对决，你去抓三尾灵狐。少年对着一旁的中年人说道。中年人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不过片刻之后还是点头道，去吧。而李牧则看向了三尾灵狐，道，看在你带我找了这么多资源的份上，我再救你一次。再救我一次？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们这次是志在必得？那老头的实力应该是神游境，虽然他的神魂在阴风岭无法施展，但是肉身实力很强。还有那少年，虽然只有真元境的修为，但是肉身强悍无比，他的保镖实力也都是真元境，而且是横练士，连起手来你不可能是对手的。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丢下我，然后跑路。三尾灵狐道。其实吧，如果他们好好跟我说话，说不定我还真不会管你。但是嘛，我不喜欢他说话的语气，所以这事我还就管定了。还有啊，你的见识挺广的，一眼就看出他们的实力和修为，而且一点不慌乱，看来你不简单啊。李牧又补充了一句，然后就看到三尾灵狐眼神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慌乱，看来这家伙还有秘密，难怪这家伙非要跟着他。
我能有什么不简单的？不就是一只三尾灵狐吗？连你都迷惑不了。三尾灵狐瞪了一眼李牧，带着一丝幽怨说道：“懒得跟你废话。”李牧也不急，这家伙只要跟着他，就总有露出狐狸尾巴的一天。说话间，对面众人就已经杀了过来。那中年人想要越过李牧，直接抓捕三尾灵狐。李牧则冷笑道：“敢无视我？”说完，李牧猛一蹬地，然后跳出数米高，一拳就朝着中年人砸了过去。好强的力量！中年人大惊，毕竟在这里无法使用真元，无法使用秘籍，完全就靠肉身力量进行弹跳。他作为毛家精心培养的天才，才能在30岁的年纪突破到神游境，所以才能在这里跳出几米远，想要越过李牧。结果李牧跳出这么高，实力显然不容小觑。给我下来！李牧一拳击出，巨大的力量逼迫中年人后退，无法直接抓捕三尾灵狐。给我上！少年也不害怕，立刻召集众人朝着李牧扑了过来。不管李牧在外面有多厉害，但是在这阴风林里，任何真元神魂都是假的，只有肉身力量才是最强的存在。见众人一拥而上，李牧并不着急，而是一步踏出，朝着最前面一人击出一拳。砰！那人挨上一拳之后，径直倒飞出去，一口鲜血吐出来。什么？少年大惊，他的手下可都拥有真元境的肉身强度，结果一拳就被李牧打伤了。有点意思。李牧眼前一亮，因为那宋哲的手下也是横练士，但是一拳就被他打死了，而这个少年的手下挨了他一拳，竟然没有死。看来京都大家族的人培养方式确实不一样。一起上！少年大喝一声，剩下众人立刻一拥而上。就算李牧再厉害，但双拳难敌4手，他们就不相信李牧挡得住。你们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来给他致命一击。中年人来到少年耳边说道。少年点点头，他也知道李牧不好招惹，于是立刻指挥众人开始围攻李牧。喂，你不去帮他？三尾灵狐对一旁的赵小天说道。我去了只会添乱，反倒让李大哥分心来救，我就不去当累赘了。赵小天摇了摇头道。如果是宋哲的那群手下，他还能抵抗1-2个，但是这些人任意一个实力都在他之上，他就不用去捣乱了。看来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三尾灵狐点点头，随后饶有兴致地看着李牧。对了，你不是能置换吗？赶紧帮一帮李大哥。赵小天说道。我是能置换，但我看他还能打，就先等一等吧。还能打？赵小天很无语，对面可是连神游境高手都有，李牧还能打吗？说话间，那10几个真元境高手开始不断的攻击李牧，都以为李牧会双拳难敌4手，显得很慌乱。可是李牧竟然丝毫不慌，有条不紊地抵挡着众人的攻击，抽空还能重创1-2个真元境高手。这家伙竟然没有任何破绽。中年人有些惊讶，他还想着李牧露出破绽的时候，他就直接给李牧致命一击。可是打了片刻，他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简直不可思议。三哥，我们算是拖住他了，你去抓捕三尾灵狐。少年说道。中年人点点头，既然暂时杀不了李牧，那就先抓捕三尾灵狐再说。啊，他们要抓我，你快来救我！三尾灵狐见老头要来抓他，赶紧向李牧求救。你，赵小天无语地看着三尾灵狐，只是估计当李牧的拖油瓶是吗？而李牧有些无语地看了一眼三尾灵狐，这家伙面对一个神游境高手，根本就没有慌乱，反倒用这种带着一丝撒娇的语气，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不过既然已经动手了，他自然不会让对方抓走三尾灵狐。于是李牧猛一发力，击退面前几个真元境，便准备去阻止老头。哼，你的对手是我！少年大喝一声，随后猛扑了过来，和李牧对了一拳。砰！一声巨响，李牧被击退几米远，少年也是连连后退。好强的肉身！李牧有些惊讶，这少年也只是真元境，但是他的肉身竟然能够和他不相上下，显然这家伙也是个天才。你的肉身也不错，就是不知道你是哪个大门派还是大家族的人。少年兴奋地看着李牧，懒得跟你废话。李牧脸色阴沉，不想跟少年纠缠。不废话，那咱们就打！少年大喝一声，随后又是一拳袭来。找死！李牧大喝一声，随后积蓄大量的真元在拳头上。虽然真元会被周围的物障分解，但是在拳头上的真元可以源源不断的补充，所以可以一直存在。砰！这一拳下去，少年再次倒飞出去，而李牧却纹丝不动。击退少年之后，李牧再次扑了过去，将中年人给挡了下来。小子，我们的目标是三尾灵狐，你最好让开，我们可以不为难你。中年人冷冷地看着李牧，他知道李牧不好应付，还是不要为敌为好。如果是刚才，说不定我就真的同意了，可现在嘛，没机会了。李牧冷冷一笑，以为他是软柿子，就要杀了他，再抢走三尾灵狐，结果发现他不好对付，就不打了。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小子，我劝你不要自误，真以为我们没办法杀了你？中年人怒斥道。那你们尽管动手。李牧捏了捏拳头，也已经失去耐心了。不就是动手吗？那就再次大开杀戒好了。找死！中年人面露凶相，同时给少年使了个眼神，他们这是要全力出手了，那就看看是谁找死吧。李牧脸色阴沉，随后做了个深呼吸，便准备杀入人群。不过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从一旁的丛林里窜了出来，
直接扑向了一个真元境。那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拿到黑影一嘴咬断了脖子，鲜血直喷。那是大黑熊。三尾灵狐看到那只巨大的黑熊，眼神里带着一丝惊恐，而众人也看了过去，一头高达3米，手臂都比他们大腿粗的大黑熊正在享用美食。这一幕让众人都胆战心惊，在这种大黑熊面前，他们的肉身简直就是个笑话。跑！看到黑熊的一瞬间，李牧没有再对他们出手，因为这头黑熊实在是太强了。如果是在外面，他有真元秘籍使用，绝对不会怕这个级别的妖兽。但是在这阴风岭，他的真元和秘籍被压制，甚至连神魂都无法施展。面对这样一只身强体壮的妖兽，也只能暂避锋芒。如果被他们拖住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黑熊吞吃那个倒霉蛋的时候，李牧立刻脱离战场，带着赵小天和三尾灵狐离开了这里。三哥，咱们怎么办？少年问道。还能怎么办？赶紧跑吧！三哥一阵无语。他虽然是神游境的强者，可是在阴风岭里，他完全不是这头黑熊的对手。于是他们也顾不得抓捕三尾灵狐，还是保命要紧。而有一个跑得慢的人被黑熊一把抓住大腿，然后被一嘴咬掉了脑袋，惨不忍睹。听着背后发出的惨叫声，李牧都不由一个哆嗦。这阴风岭还真是危机重重啊！你见过那大黑熊？李牧看向了三尾灵狐。我没见过，但是听说过它的可怕，好像是10几年前吧，有一个超凡境的强者想要闯阴风岭，然后就被那黑熊直接撕成了碎片。三尾灵狐说道。什么？超凡境都被撕成了碎片？赵小天和李牧都是一个哆嗦。超凡境在外面几乎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存在，结果在这阴风岭里竟然不是一头熊的对手。所以啊，跑是明智的选择。不过我也听说了，越是深入阴风岭，里面的妖兽就越厉害，可能还有比大黑熊更可怕的妖兽。三尾灵狐说道。那怎么办？赵小天突然打起来退堂鼓。虽然来的时候他说的信誓旦旦的，可是见识到大黑熊的可怕，而且里面还有更厉害的妖兽，他真的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了，没有回头路了。李牧摇了摇头，现在出去他们也找不到路，只有一条路走到底，看看这阴风岭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能够克制真元的物障，甚至连神魂都被压制了，而这样的存在又是如何在江东省出现的。走吧！三尾灵狐立刻在前面带路，然后继续朝着阴风岭深处进发。好！说话间，赵小天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一声嘶吼，吓得一个哆嗦。怕什么？听声音距离我们少说几公里远。李牧说道。李大哥，我不是怕，我就是双腿不听使唤。赵小天嘴硬的说道。李牧一阵无语，这有区别吗？而随着不断的深入，李牧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珍贵药材，显然只是三尾灵狐故意带他走的这条路。你不怕大黑熊追上来？李牧摘下一朵花之后，有些疑惑的看着三尾灵狐，这肯定不是最近的一条路，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珍贵药材，就算有也早就被抢走了，而不是最近的路，这家伙就不怕大黑熊追上来？怕什么？大黑熊虽然身体很强，但是脑子不好使，追不上来的。三尾灵狐嘿嘿笑道。哦，看来你很了解他嘛。呵呵，都在阴风岭里面存在了这么多年，了解一下是很正常的嘛。三尾灵狐笑道。话音刚落，众人就听见扑腾一声，然后就看到前方的大树上停了一只大雕。大雕停在树枝上，足足有2米高，虽然没展开翅膀，但是看体型绝对不会小，而且这家伙会飞，速度极快。被这家伙盯上，凶多吉少。阴风雕实力比大黑熊更胜一筹，而且它会飞，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咱们绕行。三尾灵狐赶紧说道。那就走吧。李牧也不想浪费时间，赶紧把阴风岭探测完成，然后回去了。毕竟他让星辰阁将轩辕震得引出来，如果自己不在外面的话，那就错失调查清楚玉容真人的机会了。不过就在他们准备绕行的时候，阴风雕竟然直接一跃而下，在丛林间如入无人之境，直接朝着他们扑了过来。走！李牧也懒得跟阴风雕浪费时间，直接砍断几棵树，挡住了阴风雕的路。不过阴风雕并没有停留，直接用翅膀将那些倒下的树全部斩断，然后就出现在距离李牧只有几米远的距离上。好快的速度，好硬的翅膀！李牧脸色阴沉，如果这些丛林挡不住阴风雕的话，他们就只有和阴风雕硬碰硬了。想到这里，李牧纵身一跃，直接跳到阴风雕的上空，然后直接朝着阴风雕的背部砸了过去。哟！阴风雕一声嘶吼，然后扇动翅膀，数十根羽毛立刻如同箭矢一般朝着李牧呲了过来。砰砰砰！李牧不断用拳头击退羽毛，而他的拳头也遭受强烈的冲击，虽然没有骨折，但皮肤已经破碎，骨头都差点散架了。老子不信邪！李牧脸色阴沉，毕竟他可是纯阳道体，这阴风岭的烟障只能压制他的真元和神魂，难不成还想压制他的纯阳道体不成？于是李牧立刻调集真元，受伤的皮肤瞬间开始好转。与此同时，李牧再次从树上一跃而下，砸向了阴风雕。哟！阴风雕也被李牧给激怒了，区区人类到了阴风岭里还敢如此嚣张，真是自不量力。随后阴风岭也没有再用羽毛攻击，而是化为一道残影，直接扑向了李牧。砰！李牧一拳砸在阴风雕那巨大的爪子上，就如同和钢板正面冲击，然后李牧倒飞出去，撞击在一棵大树上，
将树干都给撞断了。而阴风雕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爪子竟然被李牧给砸骨折了。哟，阴风雕知道李牧不好惹，便准备撤退，想跑。你当我脾气好？李牧脸色阴沉，刚才他都要绕路了，这阴风雕还要攻击他，现在想跑，当他是好好先生。说完，李牧立刻从一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如果是在空旷的地方，他的真元被压制，他绝对追不上阴风雕。但在丛林里，这么多参天大树，阴风雕逃跑的速度受限，而他还有借力点，所以这阴风雕想跑，门都没有。他的实力确实很恐怖，肉身也是得天独厚。三尾灵狐惊讶地看着李牧，他本以为李牧是害怕大黑熊，所以才会带着他们跑路。可现在这阴风雕的整体实力比大黑熊还要厉害，结果李牧竟然打得阴风雕抱头鼠窜。也就是说，真打起来，大黑熊都不一定是李牧的对手。不过这里这么大的动静，会不会引来其余厉害妖兽？赵小天问道。走吧，咱们跟上去，这里已经很接近阴风岭最中心了。三尾灵狐说完，便带着赵小天跟了上去。而阴风雕在丛林里逃了几公里之后，已经精疲力竭，翅膀也被茂密的丛林折腾得满是伤口。每次他想要冲出丛林飞上天，都被李牧阻止，只能在丛林里逃窜。他堂堂飞禽，被迫在丛林里逃窜，简直丢脸。终于阴风雕飞不动了，只能靠一双爪子在地上跑，速度一下子就降低了不少。别说李牧了，就连赵小天都能追得上。跑，你倒是继续跑啊！李牧冷冷地看着阴风雕，刚才他都要绕路了，这货还非要来吃他。哟，阴风雕不跑了，而是愤怒地看着李牧。他是万万没想到，区区一个人类竟然会有如此强悍的肉身。以前也有厉害的人类进来，哪怕是神游境的高手，肉身也没有李牧这么离谱的。既然跑不动了，那就受死吧！李牧冷冷地看着阴风雕，随后便准备下死手了。不过就在这时，远方突然传来一阵响动，然后就看见一队人马慌不择路地跑了过来。李牧定眼一看，这不就是毛家那群人吗？除了为首的中年人和那少年，剩下的真元境强者也只剩下4个了，其余人都已经被这里的妖兽吃了。而在他们身后追逐的便是那只大黑熊。又遇到了。少年看到李牧之后，先是一愣，随后眼珠子一转，朝着李牧扑了过来。他们不是大黑熊的对手，那就把大黑熊引向李牧，来一招祸水东移，找死！李牧还不知道少年心里的小九九，他虽然不怕大黑熊，但可不想被当枪使。于是李牧一捏拳头，直接砸向了少年。少年一皱眉头，李牧非但不走，还要来攻击他。少爷小心！中年人大惊，立刻加速冲了过来，挡在少年面前，一拳和李牧对了过来。砰砰一声巨响，李牧和中年人都倒退一步。中年人眼中满是震惊，因为他这一拳可是真正的全力一击，而李牧竟然纹丝不动。这家伙的肉身简直强得离谱。好，两人刚对完拳，大黑熊就已经冲了过来，看到众人之后，立刻兴奋地站立起来，用2只爪子拍着胸脯，兴奋地大叫：大黑熊，他的实力最强，他的肉身最好吃，你快吃他！少年立刻指了指李牧。大黑熊瞥了一眼李牧，眼中带着一丝贪婪，他也看得出李牧的肉身最强，肯定最好吃，但他不但要吃李牧，还要把所有人都吃了。快跑，快跑！就在这时，又有一队人马狂奔而来，冲到这里之后都停了下来。卧槽，什么情况？那人冲到这里不敢再跑，因为阴风雕和大黑熊显然都不是好惹的，而在他们身后竟然是一群全身黝黑的巨狼，足足有5、6只，每一只都有2米多高，獠牙足足有10几厘米长，看起来阴森恐怖。你是毛胜利？太好了，快救命！那几人看到少年之后立刻兴奋了起来。玉京省杨守之。少年看到几人之后也是一愣，为何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朝这里跑？至于救命，他特么现在都被大黑熊逼入绝境了，哪里还有精力救杨守志？救命啊，救命啊！说话间又有一队人马狂奔而来。岭南省唐飞。毛胜利看到这群人之后也是一愣，毛兄，太好了，快救命！唐飞看到少年之后也兴奋了起来。救命！你看不懂形势吗？毛胜利有些无语。唐飞这才环顾四周，发现大家所有人都困在这里，而周围的阴风雕、大黑熊还有黑巨狼，他们这群人仿佛成了盘中餐了，而他们身后的大猎狗也已经围了过来，将他们给团团围在中间了。有问题！李牧皱了皱眉头，他是追着阴风雕来到这里的，而其余人都是被妖兽追到这里来的，为何大家都会聚集到一个地方？而且这些妖兽追到这里之后竟然都停了下来。好！大黑熊瞪了一眼阴风雕，眼神里都带着一丝鄙夷，毕竟他们这些妖兽都是追杀人类到这里的，只有阴风雕是被人类追杀到这里来的。阴风雕有些尴尬，不过还是趁机吃下一些药材，开始修复伤势。三尾灵狐，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李牧立刻看向三尾灵狐，他虽然实力强悍，但是面对这么多妖兽的围攻，也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特别是在真元、神魂被压制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肉身脱困都成问题。至于赵小天，他是完全顾不上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实力最多也就是3星妖兽，而他们任意一只都有5星妖兽的实力。三尾灵狐说道。那么这里有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李牧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就是一个巨型峡谷，峡谷里到处都是参天大树，甚至于峡谷上方时不时的还能看到一闪而过的黑影。显然上方还有飞禽，加上地上这些猛兽，想逃走难如登天。难道这阴风岭就是一个陷阱，不断的吸引高手前来？至于那些逃出去的人，其实就是他们故意放出去的，不然怎么会有人源源不断的来送死呢？而且真元和神魂被烟瘴压制，实力大降，自然就只能沦为这些妖兽的口粮。李牧分析道：不对，这背后肯定有一只大手。李牧又摇了摇头，否则以这些妖兽的灵智，还不足以造成现在的局面。要不然这么多厉害的人类，甚至还有神游境的强者，都被引到了这里来，而把他们引到这里来，也绝对不是当口粮这么简单。否则其余人在半路都被吃了，也不会被集中到这里来了。妈的，这些妖兽什么情况？把咱们赶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动手了？唐飞警惕地看着一众妖兽。是啊，刚才他们还凶猛异常，为何把咱们聚集起来之后就不急着动手了？他们是有别的企图吗？杨守志也很疑惑，毕竟这大黑熊、黑巨狼、大猎狗个个实力不凡，天上还时不时的有飞禽在巡逻，他们这群人现在就是瓮中之鳖，一点逃跑的希望都没有。他们是想看我们狗急跳墙，以此为乐。中年人缓缓开口，他一说话，众人的脸色都难看了起来，因为他是这群人里年龄最大的，实力也是最强的。现在连他都这么说，显然都没有丝毫的希望了。三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毛胜利皱眉道：你见过斗兽吗？在一个斗兽场里，人类释放出自己圈养的野兽，让那些野兽自相残杀，杀到只剩最后一个就可以活命，这就是人类取悦的方式。我估计这些妖兽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取乐。三哥说道：不会吧？众人脸色阴沉，如果真是如此，他们这几十号人竟然只能有一个活着出去，太残忍了吧！蠢货，不懂我们的思想就不要乱脑补。就在这时，一个空灵的声音响起，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却深入所有人的心头。李牧也听见了，感觉那个声音直扑灵魂深处，让他的灵魂都深受震撼。谁？你到底是谁？三哥警惕地看着四周，大声呵斥道：我是阴风岭的主宰。那个声音继续响起，不过显然没有露面的意思。而大黑熊、大猎狗等妖兽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立刻恭敬地匍匐行礼，显得很是尊敬。哼，那你让这些妖兽围困我们是什么意思？三哥呵斥道：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还有，你们可知道进入阴风岭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那个声音继续响起：30岁以下的男性。你问这个干什么？毛胜利问道。既然你们都知道，那为什么还有人要钻漏洞？漏洞？什么漏洞？李牧一愣，30岁以下的男性，这个条件还有什么漏洞可以钻？而这句话才说完，三哥的脸色不由变了变。与此同时，唐飞身边的中年人也变了脸色。阴风岭规定是30岁以下的男性，不只是进入的时候不到30岁，也包括出去的时候不能到30岁。而你们进来的时候不到30岁，可是在里面的时候满了30岁，就是违反阴风岭的规矩，其罪当诛。那个声音不容置疑地说道。李牧有些无奈，他们进入阴风岭确实好几天了，可是相差几天而已，用得着如此精准吗？哼，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满30岁？三哥质问道。你在质疑我的能力？杀了他俩！那个声音冷冷一笑，随后远处就有2道光照射在那2个30岁的中年人身上。大黑熊、大猎狗等妖兽没有任何迟疑，直接就扑向了2人。毛胜利、唐飞等人哪里敢阻拦，只能离他们远远地。毕竟这么多的妖兽，他们要是敢帮忙，那就是死路一条。混蛋，我跟你们拼了！三哥咆哮一声，随后手持长剑刺向大黑熊。可是大黑熊直接一爪子就把长剑拍断，而大猎狗直接扑了过来，一嘴就咬在三哥的屁股上。那一嘴下去，三哥的整块屁股直接没了。而三哥还没来得及惨叫，大黑熊便一巴掌拍了过来，三哥的整个脑袋都被拍成了肉泥。好强！李牧皱了皱眉头，这些妖兽的力量简直强得可怕，哪怕是他，估计在这么多妖兽的围攻之下，也难以逃出升天。如果带着赵小天的话，更是死路一条。片刻之后，另外1人也死在了这些妖兽手里。毛胜利、唐飞等人都是脸色阴沉，现在他们可都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他们本来是想在阴风岭里寻找机缘宝贝的，想不到竟然成为妖兽的口粮。很好，现在轮到你们了。那个声音继续响起。李牧则环顾四周，周围都被雾障环绕，哪怕他60敏锐，也找不到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而一旁的3尾灵狐仿佛也被这个声音所震慑，瑟瑟发抖，不敢动弹。赵小天更是已经绝望了。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毛胜利立刻大喝道。你们这里一共有30个人，不过我只能让5个人活着出去，所以你们有25个人要死。那个声音说道。只有5个人活着出去。众人面面相觑，这是个什么意思？跟三哥说的不是一样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反正站到最后的5个人就可以活着离开阴风岭，而且我还会给他们一些好东西。你们可以结盟，可以反水，甚至可以自裁，反正最后还有呼吸的5个人就是最后的幸存者。那个声音说道。妈的，大家一起联手冲出去！唐飞大喝道。冲出去！刚才这些妖兽的实力
你们也看见了，如果在阴风岭之外，他们确实不是你们的对手，但是在阴风岭里，你们的真元、秘籍、神魂都被压制，你们仅凭肉身，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众人脸色阴沉，因为这个声音说的对，就算他们联手，也不可能是这些妖兽的对手。那么唯一活命的机会，就是站到最后。大家靠拢！毛胜利大喝一声，随后他身边仅剩的4个真元镜立刻聚在毛胜利身旁。唐飞、杨守志等人也纷纷召集自己人，成了好几个小团体。还有一些孤零零的人环顾四周，想要寻找盟友，可又怕被背后捅刀子，毕竟少一个人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相信。片刻之后，这30个人就形成了7、8个小队伍，都警惕地看着其余人。至于赵小天，则瑟瑟发抖地站在李牧身后。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个累赘。如果李牧要抛弃他的话，他不可能活到最后的。好了，你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活到最后5个，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记住，只有心够狠、够缜密，才能活到最后。那个声音大笑道：“少爷，你到中间来。”一个手下对着毛胜利说道：“不错，先让他们自相残杀，咱们坐收渔利。”另一个手下说到：“毛胜利自然想要保存实力，于是就到4个保镖中间坐下，等着别人厮杀。而其余人都没有动作，毕竟谁也不想第一个动手。呵呵，你们想拖时间？那我就告诉你们吧，你们一共只有10分钟时间，10分钟之后，如果没有决出最后的5个人，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杀了。”那个声音继续响起。什么？众人脸色阴沉，本来还想着拖延时间，看看能不能拖到最后，结果只有10分钟时间，这么下去，到时候都得死。毛兄，咱们2家联手，先把其余人都杀光，然后咱们再决出最后的5个人，怎么样？唐飞立刻看向了毛胜利说道：“要不咱们3家联手吧，到时候咱们3人占用3个名额，另外2个名额就给你们2家的保镖，如何？”杨守志立刻提议道：“可以，那咱们就先不动手，先杀了其余人再说。”毛胜利说道。3人达成协议，便开始朝着其余小团体发起进攻。赵小天见状，便看向了李牧，道：“李大哥，你去找个盟友吧，我就不拖你后腿了。”“你什么意思？”李牧问道。“李大哥，我只有玉静静的实力，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如果你还要保护我的话，只有死路一条的。我答应你老爹带你出去，自然就要带你出去。”李牧冷笑一声，随后立刻看向了毛胜利等人，大喝道：“我不管你们怎么动手，我和赵小天占用2个名额，你们最好不要来招惹我，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笑话，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还想占用2个名额？”唐飞瞬间就恼了，他的保镖都只有1个名额，凭什么给李牧和赵小天2个名额？说完，唐飞立刻一挥手道：“先给我干死他们！”他的3个手下立刻朝着李牧扑了过来。找死！李牧脸色阴沉，他本不想出手，可唐飞非要找死，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说完，李牧立刻大步踏出，砰！只见李牧一拳砸在一个真元镜的胸口，那人胸前肋骨直接断裂，然后扎进心脏，心脏立刻停止跳动，然后那人直接倒飞出去，一命呜呼。什么？唐飞脸色大变，这家伙竟然一拳打死他的一个手下，这家伙的肉身如此厉害，给我去死！李牧如同狼入羊群，3、5两下就把另外2个保镖给打死了。唐飞吓得一个哆嗦，赶紧说道：“老兄，我错了，我觉得咱们可以联手。”“联手？你想太多了。”李牧冷笑一声，如果唐飞没对他出手，他倒是懒得杀唐飞，可是这家伙都对他出手了，如果他还放过唐飞的话，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说完，李牧立刻杀向了唐飞。“混蛋，快住手！我是岭南省唐家人，你敢杀我，唐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唐飞呵斥道。“岭南省唐家？从这里出去之后都不记得里面发生过什么，谁知道是我杀了你？”李牧问道。“你？”唐飞有些懵，从这里出去之后确实不记得里面发生过什么，那么谁给他报仇？他现在有些后悔派人去杀李牧了，现在是惹祸上身了。好了，给我去死吧！李牧冷冷一笑，就已经冲到了唐飞面前，一拳砸了过去。“老子跟你拼了！”唐飞大喝一声，随后一拳砸来，咔嚓一个照面，唐飞就粉碎性骨折。他的肉身强度也就跟玉静静的差不多，而李牧的肉身强度比他高了好几个级别，自然不可能是李牧的对手。随后李牧又是一拳，唐飞的胸口瞬间凹陷下去，眼神瞬间变得空洞，尸体直接栽倒在地。“李大哥！”就在这时，赵小天突然大喝一声，李牧回过头去，就看到2个真元镜高手杀向了赵小天。“找死！”李牧大怒，他都已经说了不想插手，这唐飞就是自己找死，结果这2人还敢去杀赵小天。于是李牧立刻施展出真元，虽然真元很快就被分解了，不过在真元的帮助下，他的速度还是有一大截的提升。于是在关键时刻，李牧赶了过来，将2人击退了。“混蛋，你们特么的招惹他干什么？”杨守志看到那2个保镖，瞬间破口大骂：“李牧可是把唐飞死人给秒杀了，结果他的2个保镖去杀赵小天，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少爷，我们只是看他孤身一人，杀一个人，咱们就多一分活着出去的希望。”一个保镖苦笑道。“那你们现在没希望了。”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如同离弦之箭杀了过来。“兄弟，误会啊，我们不是想杀他的。”杨守志赶紧认错。“晚了。”李牧脸色阴沉，
随后一拳拳的击出，杨守志的保镖一个个倒在李牧的拳头之下。兄弟，别冲动，我是玉京省杨家的人，你不杀我，我出去之后必有重谢。杨守志赶紧利诱，出去之后谁还知道谁是谁？李牧冷冷一笑，丝毫没有留手，直接一巴掌拍死了杨守志。卧槽！其余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李牧，这家伙太猛了吧！3、5两下就干死了杨守志和唐飞2个团伙，而如今还剩下10几个人，也没有人敢去招惹李牧了。毕竟谁也不想招惹这个杀神。赵小天则咽了咽口水，他是万万没想到李牧竟然如此猛，他这是直接躺赢啊！从进来到现在，他都没有动过手，全程跟着李牧，别的事全是李牧一个人搞定的。而李牧看了一眼众人，再看了一眼时间，就你吧。李牧看向了毛胜利，毕竟时间不多了，等他们打下去，10分钟就到了。既然毛胜利之前想杀他，那就杀了毛胜利这群人，剩下的人也就差不多只有5个了。小子，你想干什么？毛胜利见李牧杀了过来，立刻呵斥道：干什么？之前在外面的时候你就想杀我，我当然要杀你。李牧说道：哼，我说了，我只要3尾灵狐，你不交出来，我才要杀你的。我劝你最好识相点，否则我毛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毛胜利大喝道：哎，我这个人吧，最讨厌被威胁了。李牧淡然一笑，他本就已经打算杀了毛胜利，结果这家伙还威胁他，那就更该死了。见李牧浑身杀气，毛胜利就知道李牧肯定不会放过他，于是毛胜利立刻大喝道：给我挡住他！4个保镖立刻冲了过来，挡在了李牧面前。毛胜利则开始逃，他知道自己不是李牧的对手，但他只要拖到只剩5个人，那就可以活命了。既然你们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李牧冷冷地看着这些保镖，随后开始一拳一个小朋友。与此同时，毛胜利开始攻击其余人，他要在李牧杀光他的保镖前，将这里的人杀得只剩下5个。而他的实力确实足够强，别的那些人根本就挡不住他的攻击。于是在李牧杀了他的4个保镖之后，现场就只剩下5个人了：毛胜利、李牧、赵小天，其余2个是玉京省和岭南省的人，实力并不是很强，只是运气好而已。哈哈，小子，你不是很拽吗？现在就只剩下5个人了，你杀不了我的。毛胜利大笑了起来。你确定？那是当然，如今就只有5个人了，你杀不了我。而等我出去之后，我会调集毛家所有力量，一定会找到你的。到时候我会杀光你所有的亲人朋友，让你成为一个孤家寡人，然后再慢慢的折磨你。毛胜利冷冷的看着李牧。哦，你也有取死之道？李牧冷笑道。取死之道？你怎么杀我？你不要忘了，刚才那个声音说的是剩下5个人的话就都可以活命，但是没有说必须剩下5个人，剩下4个人也是可以的吗？李牧耸一耸肩道。毛胜利心里一个咯噔，李牧这意思，这是要动手啊！小子，你不要乱来！毛胜利大惊失色，可是看李牧的样子，显然没有停手的意思。于是毛胜利立刻对着空中大喊道：现在只剩下5个人了，你赶紧让他停手！空中沉默了片刻，随后传来一个声音，他的理解没毛病，剩下4个也可以。我尼玛！毛胜利要崩溃了，今天他横竖都是个死吗？随后毛胜利看向了李牧道：大侠，饶我一命，出去之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保证不会亏待你的。出去？你觉得我会让你出去？李牧冷冷一笑，他并不缺钱，也不缺资源，但如果放了毛胜利，他念头不通达，心里就不爽。说完，李牧便走了过去，一拳送毛胜利上了西天。另外2人看到李牧杀了毛胜利，都瑟瑟发抖地看着李牧。毕竟剩下4人可以，那么剩下3个也是可以的，只剩2个也不是不行。李牧瞥了一眼2人，道：放心，你们和我无冤无仇，我不会杀你们的。2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离李牧远远地。李大哥，你太厉害了！赵小天来到李牧面前，很是恭敬地说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不要掉以轻心。李牧叮嘱一声，毕竟外面还有这么多妖兽虎视眈眈，还有个神秘高手，今天这事远没有结束。赵小天也点点头，毕竟外面的妖兽随便一只都能把他给吃了，没离开阴风岭，危险就不算结束。很好，你们活到了最后，我会信守承诺。那个声音继续响起，然后就看到大黑熊从一棵树后面掏出一大把珍贵药材和矿产来，随意分成了4份，丢给了他们4人。李牧看了一眼地上的东西，药材和矿产确实不少，而且都很稀有，拿到外面去绝对很值钱。不过李牧就好奇了，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不是说出去的人都不记得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吗？那肯定是记忆被篡改，而想要篡改记忆，那就涉及到神魂，也就是说，在他们出去之前，神魂肯定会受到攻击的。也就在李牧思索的时候，那个声音继续响起：你不想要这些吗？事已至此，你还不现身相见吗？李牧问道。现身相见，见与不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得到资源之后，我会抹掉你们在阴风岭里面的记忆，所以就算你见了我，也不会记得的。那个声音说道。抹掉记忆？那你倒是可以试试看。李牧冷冷一笑，他的记忆是不允许被抹除的，谁都不行。很好，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那就试试看。那个声音冷冷一笑，随后李牧就感觉一股阴风袭来，
他的神魂开始遭遇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赵小天他们都已经把东西给收了起来，结果还没说什么，就已经晕死了过去。显然，他们的神魂已经沦陷，记忆已经被篡改，到时候丢出阴风岭，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出去之后，只会说阴风岭里危机重重，跟实力没多大关系，只和毅力有关系之类的。而李牧则死死地坚守着神魂，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篡改他的记忆，哪怕只是关于阴风岭的记忆也不行。你的神魂竟然如此强大，还能挡住我的攻击？那个声音有些疑惑。实话告诉你吧，我以前还不知道我的神魂可以离体，既然你要尝试我的神魂如何，那我也就试一试我的神魂究竟到了什么地步。李牧嘿嘿一笑，随后竟然强行将神魂剥离出来。眼看着李牧的神魂要离开身体，那个声音都有些震惊了。不可能，这里是阴风岭，神魂会受到烟瘴的镇压，而且现在是大白天，你的真元也被压制了，你的神魂怎么可能出来？这是超凡境都做不到的事。那个声音惊呼道。超凡境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李牧冷笑道。快点停手，周围的烟瘴正在朝着你汇聚，如果你强行进行神游，你的神魂就会遭到无法逆转的损伤，就不只是被篡改记忆这么简单了。那个声音立刻大喝道。损伤又如何？我的记忆只有我能掌控，谁都别想染指。至于这些烟瘴，想要损伤我的神魂也没那么容易。李牧大喝一声，随后释放出大量的真元，这些真元包裹着神魂，开始慢慢的离开肉身，而那些真元一出现，就开始被烟瘴分解。李牧不得不更快速的释放出真元，否则没有真元的保护，他的神魂是扛不住这些烟瘴分解的，而烟瘴越多，分解的速度就越快，李牧释放真元的速度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大人，要不我们直接毁了他的肉身吧？大黑熊贪婪地看着李牧的肉身，毕竟如此强悍的肉身，吃起来味道肯定好极了。都别动！那个声音大声呵斥，他倒要看看李牧的神魂能冲到哪种程度。而李牧的真元已经快要扛不住了，因为围过来的烟瘴越来越多，而他的神魂已经冲到了10米高空，真元已经后继无力了。小子，你的神魂没有真元的保护，扛不住这些烟瘴的侵蚀，再不回去的话，你的神魂可就要灭了，到时候你就成了一个活死人。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其实你就在几十米远的地方。李牧的神魂飘在空中，扛着烟瘴的侵蚀，而神游之后，神魂的感知力比肉身强太多了，他立刻就感应到这个声音的源头就在几十米远之外，只是被烟瘴阻碍，所以他看不到声音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你判断得很准确，可惜你看不到我的。那个声音大笑道。是吗？如果我神游过来呢？李牧问道。你能将神魂飞到10米高空就已经是极限了，而且现在是白天，你的神魂是扛不住阳光的照射。那个声音说道。此言差矣，这些烟瘴虽然对神魂有侵蚀作用，但同样这些烟瘴也阻挡了大部分的阳光，所以对我来说，白天还是夜晚影响并不大。李牧大笑道。说完，李牧的神魂竟然朝着声音的方向狂奔而去。你不要命了？那个声音大惊，没有真元的保护，李牧的神魂扛不住这些烟瘴的侵蚀，到时候真的成了活死人了。死就死吧！李牧大笑一声，随后加快了速度，不过他的神魂也开始受损。不过即便是如此，李牧也没有停下脚步，他要看看这个声音的主人到底是谁。你个疯子！那个声音有些猛，不过还是没有飞走。等李牧飞过来看到这个声音的主人之后，不由笑了起来。果然是你！说完，李牧的神魂就坚持不住了，立刻降落下去，回到肉身之中。呼！李牧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一次神游消耗实在是太大了，真元消耗了一大半，就连神魂受到的损伤也很大。如果再飞出去击10米远，估计他的神魂就真的要完蛋了。饶是如此，他的神魂也需要休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睁开眼睛之后，李牧看向了远处角落里的三尾灵狐，这家伙看起来已经晕死了过去，实则是神魂出窍。那个声音其实就是三尾灵狐发出的声音。行了，别装了。李牧看了下三尾灵狐，三尾灵狐也睁开了眼睛，惊讶地看着李牧道：你不顾神魂受损，就是为了验证那个声音是不是我发出来的？不错，我宁愿神魂受损，也不会让你篡改我的记忆。李牧说道。既然你知道，那你为何不直接对付我的肉身？三尾灵狐无奈道。这么多妖兽，你觉得我会伤得了你的肉身？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三尾灵狐问道。其实吧，从进入阴风岭，我就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为何出去的人都觉得里面机缘很多，却不记得里面发生了什么，都只知道里面跟实力无关？那些人的神魂肯定是受到了影响，而我遇到你之后，你就在影响我的神魂，而且你死皮赖脸的跟着我，肯定是有所图谋的。后来遇到毛胜利他们，你对神游境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那就说明你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妖兽这么简单。再然后到了这里，这么多妖兽竟然都把你给无视了，而你竟然被吓得晕死了过去，正好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太多的巧合了，所以我推断这个声音就是你。李牧分析道。所以你拼了神魂重伤，也要验证自己的猜想。三尾灵狐问道。不错，我的神魂只有我做主，谁也别想篡改。那么你现在神魂身负重伤，以我的现在的能力篡改你的神魂，岂不是轻而易举？三尾灵狐笑道。你不会的。李牧笑道。哦，
你为何如此肯定？很简单，如果你要篡改我的记忆，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跟着我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刚才让你篡改了记忆，就会被直接踢出阴风岭。而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李牧问道。下一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阴风岭只允许30岁以下的男性进入，而且利用烟障压制了真元和神魂，不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进来杀人，然后拿着东西离开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何必大费周章的把人引导这里来呢？李牧说道。三尾灵狐惊讶地看着李牧，他是万万没想到，李牧竟然分析得如此透彻，不愧是主人等了数十年的传人，无论是肉身、神魂、意志、智商，都是绝顶之才。三尾灵狐惊呼道：“主人，传人？”李牧一愣，难道这狐狸背后还有高人？还有什么传人？不错，这阴风岭其实即使主人留下来挑选传人的试炼之地，只有通过了试炼，才有资格继承主人的衣钵。三尾灵狐说道：“继承衣钵？那我没兴趣，告辞。”李牧一翻白眼，他是鬼谷一仙的传人，可不想再当别的传人。这一幕把一众妖兽整不会了，别人拼了命都想得到的传承，李牧竟然不要，还不感兴趣，告辞了。喂，你什么意思？三尾灵狐有些懵，好不容易通过考验，结果最后关头不干了。没什么意思，我对别人的传承不感兴趣，你们另找他人吧。李牧说道。不感兴趣？那你来阴风岭干什么？三尾灵狐问道。阴风岭有好东西啊，你们要是篡改那些人的记忆，说是这里面有大佬的传承，我就直接不来了。李牧说道。三尾灵狐懵了，这不成闭环了吗？本来他就只是让这些人带着一些资源出去，让外面的人觉得阴风岭里面有宝贝，所以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进来。但如果是说里面有大佬的传承，估计到阴风岭来的人会多如牛毛。结果李牧竟然对大佬的传承不感兴趣，这算什么事？反正我对别人的传承不感兴趣，你还是另找他人吧，我先走了。李牧说道。喂，不行！三尾灵狐赶紧拦着李牧，毕竟等了数十年，才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合格的人，他怎么可能让李牧就这么离开了？怎么？李牧警惕地看着三尾灵狐，毕竟这家伙能命令那些妖兽，而他现在神魂又受损了，不是这些家伙的对手。如果这家伙非要阻拦他的话，他还真走不出去。你为什么不要我主人的传承？三尾灵狐晃动着尾巴，一脸疑惑地问道。因为我有师承。李牧说道。有师承没关系，我主人说了，只要通过考验就能得到他的传承，不认他当师傅都行，毕竟厉害的天才得到几个传承也是常事。三尾灵狐说道。还能这样？李牧一阵无语，怎么感觉自己有种脚踏两只船的负罪感呢？当然，主人也知道他这一脉不好寻找传承者，所以说过，如果100年内还没有合格的继承人，阴风岭就会消散，我们这些妖兽也就自生自灭了。如果有合格的继承人，就把他的衣钵传承下去，不认师傅没关系，只要不断了就行了。三尾灵狐说道。他这一脉，难道他跟外面的那些宗门不一样？李牧有些疑惑，因为从他进入阴风岭开始，就处处透露着诡异。那是当然，我主人当年可是绝顶天才，打的那些所谓圣人屁滚尿流。三尾灵狐得意说道。真这么厉害？你还不相信？我当初就是被主人收服的。你不是说你只是3星妖兽吗？你主人那么厉害，收服你一只3星妖兽干什么？李牧鄙夷道。哼，谁告诉你我是三尾灵狐了？三尾灵狐怒了，立刻愤怒地看着李牧。说话间，只看见三尾灵狐的尾巴竟然开始分叉，原本只有3条尾巴的，现在竟然分裂成了9条尾巴，而他的气势也陡然间提升了好几个台阶。小子，我可是极其罕见的9尾灵狐，我只露出3尾，只是不想吓到你而已。9尾灵狐很是得意地说道。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李牧嘿嘿一笑，9尾灵狐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李牧就是故意激怒他，让他现出原形的，而他竟然傻傻地暴露自己了。你太狡猾了。9尾灵狐没好气地看着李牧，他隐藏了这么久，结果李牧3言2语就让他自爆了。一般般吧。李牧耸一耸肩，不过也没有打算离开了，毕竟他出去之后还要应付轩辕家，甚至还有轩辕家后面的那些家族门派，以他现在的实力不一定够，所以多一些依仗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家伙的主人又不让他拜师，只是传承一下而已，大不了他以后找到合适的人，再给这家伙找个徒弟就是了。对了，你主人叫什么名字？这阴风岭又是怎么回事？李牧问道。我主人名叫玄铁居士，这阴风岭是他的作化之地，30岁以下男性才能进入阴风岭，也是他留下的规矩。9尾灵狐说道。啥？玄铁居士？还有没有金刚居士？李牧一阵无语，这名字还真是够奇葩的。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刚才说他这一脉不好寻找传承者，是为什么？李牧问道。因为我主人是个横练高手。横练高手？外面不是一大堆吗？李牧一阵无语，这次进来的那些人可都是横练高手，随便拉个人来也能继承吧？一大堆，他们不配。我主人可是肉身成圣的大佬，就凭他们那点横练手段，还想得到我主人的传承，门都没有。9尾灵狐一脸不屑地说道。那我为什么就行？首先，在真元和神魂都无法动用的情况下，你能抗住我的诱惑，
就说明你的意志坚定。后来你又在这里挡住了这么多人的进攻，说明你的肉身足够强大。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你拼了神魂重伤，也不让我篡改你的记忆，就说明你的个性适合主人的传承。九尾灵狐说道。那么这些烟障怎么回事？主人为了遴选合适的横炼高手，所以布置了这些烟障，杜绝各种高手用真元和神魂作弊，只有用肉身走到最后的，才有资格成为他的传承者。那么为何最后我要用神魂反抗才行？李牧又问。因为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前面不能用神魂，后面又必须用神魂，因为主人当年就是在神魂上栽了跟头。九尾灵狐叹息道。他不是横炼高手吗？怎么在神魂上栽了跟头？横炼高手肉身极其强悍，但是主人的神魂是他的弱点，所以后来被几个超越了入圣境的高手联手攻击他的神魂，才将他重伤。九尾灵狐说道。哦，超越了入圣境？李牧一愣，果然在入圣境以上还有更厉害的高手。不错，所以主人留下阴风岭的时候就说过，前面不能用神魂作弊，但却必须要有强悍的神魂，而你就是这几十年来最合适的传承者。九尾灵狐说道。李牧有些无语，他就来找点资源而已，结果就成了最合适的传承者了。好了，不废话了，跟我走吧，去见主人的骸骨。九尾灵狐跳上李牧的肩头说道。那就去看看吧。李牧叹息一声，虽然不会拜师，但好歹得到别人的传承，去看一看是应该的。随后在九尾灵狐的指引下，李牧来到了阴风岭半山腰的一处洞府之中。在洞府里有一具枯骨，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但依旧散发着一股强者的气息。前辈，虽然得了你的传承，但不能叫你一声师傅，抱歉。李牧鞠了一躬，喃喃说道。而李牧话音刚落，那具原本完好无损的枯骨竟然直接坍塌下来，仿佛是最后一丝遗憾也随之消散。主人，看来你是同意他作为传承者了，那么从今以后，我们阴风岭的所有妖兽都将是他的手下。九尾灵狐来到枯骨面前，恭敬说道。啥？我的手下？李牧一愣，他可不想要一群妖兽手下。不错，当初主人说过，一旦有了传承者，我们就是传承者的灵宠。难道主人你不想要我们吗？九尾灵狐可怜巴巴地看着李牧，眼神里都透露着一丝幽怨。不是我不想要你们，而是因为我要面临很多危险，你们跟着我反倒危险。李牧说道。主人，我们不怕危险，我们愿意为主人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九尾灵狐说道。你？李牧摇了摇头，他如果带着这么一大群妖兽出去，估计很快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主人，先不说这个了，我先把前主人的传承交给你。九尾灵狐说完，从枯骨一旁的地下挖出一个盒子来，然后从盒子里掏出一本书来。主人，这就是前主人的毕生所学。九尾灵狐将书叼到李牧的手里说道。玄铁炼体诀。李牧看到这本书，不由眼前一亮。之前他因为是纯阳道体，搭配上纯阳道诀，所以肉身也是十分强悍。但是纯阳道诀并非纯粹的炼体秘籍，所以对于肉身并没有很强的锻炼，只是契合了纯阳道体，所以才让他的肉身如此强悍。而如今有了玄铁炼体诀，那么他的肉身就会突飞猛进，实力更进一步。这是前主人的毕生所学，同时还有阴风岭的所有资源，我让那些妖兽全部给主人取来。九尾灵狐说道。全部取来？那么这阴风岭呢？李牧又问。主人，既然前主人已经有了传承，这阴风岭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等我们把所有资源取来之后，阴风岭的烟障就会散去，这里也就成了无主的丛林。九尾灵狐说道。好吧。李牧叹息一声，毕竟这里的资源这么多，全部带走的话，以后用来炼制丹药的话就不缺原材料了。随后九尾灵狐便吩咐那些妖兽去取资源来，他则和李牧来到了赵小天等人昏迷的地方。主人，这些人呢？要不杀了？九尾灵狐说道。你蠢啊，全杀了，阴风岭又消失了，岂不是所有人都要来找我？李牧一阵无语，到时候他就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谁都知道来找他了。而如果这些人还活着，那么暂时不会怀疑上他，等最后怀疑上他时，他就已经不怕了。那我还得篡改他们的记忆。九尾灵狐说道。李牧点点头，这些记忆必须要篡改一下，否则他出去之后麻烦就太多了。半天之后，大黑熊、大猎狗等妖兽已经采集资源回来了，足足几大包，里面的资源足够李牧用很久了。主人，要不我们帮你把这些资源扛回去？大黑熊一脸谄媚地说道。不必，我自己来。李牧嘿嘿一笑，随后打开储物戒指，直接将那些资源全都收了进去。一众妖兽目瞪口呆，这下他们就没借口跟着李牧了。主人，要不我们还是跟着保护你吧？九尾灵狐说道。不必了，你们自力更生去吧，以后有缘再见吧。李牧说道。可是怎么？主人的话不管用？李牧冷冷地看着九尾灵狐。我们当然听主人的话，我们这就走。主人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到黑暗森林来找我们。九尾灵狐说道。黑暗森林？不错，黑暗森林是妖兽集中营，我们去那里讨生活，将来再来帮主人。九尾灵狐说道。好吧。李牧点点头，便看着这群妖兽离开了。而这群妖兽离开之后，阴风岭的烟障也随时消散，露出了阴风岭的整体面貌。这是一条100公里长的山脉，数百个山峰此起彼伏，煞是好看。一边一个吧。李牧看了看地上的几人，
随后将几人分别丢到了不同的山头上。做完这一切，李牧便躺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与此同时，阴风岭外各地的人都震惊不已。什么？阴风岭的烟瘴消失了？到底是什么情况？赵玉辉看到这一幕，有些目瞪口呆。毕竟阴风岭的烟瘴存在了数十年，怎么突然就消失了？难道是里面出了什么事？快进去找人！在玉京省，杨家众人立刻来到阴风岭，寻找杨守志等人的踪迹。可是众人将阴风岭找遍了，也没找到杨守志的影子。到最后，只有4个人活了下来，而赵玉辉等人也是最后才找到李牧的。李牧，你没事吧？赵玉辉赶紧叫醒李牧。我没事，怎么突然睡着了？李牧挠了挠头，有些尴尬地说道。李大哥，你也睡着了？我也不知不觉间睡着了。赵小天也很尴尬地说道。那么其余人呢？赵玉辉又问。其余人我也不知道啊，我最后只记得进入阴风岭的时候，进来之后的事一点都不记得了。赵小天说道。放屁，你们肯定知道什么？整个阴风岭就只有你们4个人活了下来，你们会什么都不知道？一人大喝道。就是杨守志、唐飞、宋哲等人全都消失了，就连京都的毛胜利也失踪了。他们都有很多横练高手保护，他们都死了，凭什么你们4个人活下来了？快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老头也大喝了起来。你们这是什么话？阴风岭本来就危机重重，任何人不管是什么修为，到了里面危险程度是一样的。难道以前进入阴风岭的人就没有高手了吗？可他们都活着出来了吗？李牧冷冷地看着这些人，真要是起了冲突，他可不怕。这杨家、唐家实力最高也就神游境，大不了背后还有超凡境的人。混账，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资格跟我们副组长这么说话？一个真元境后期的人站了出来，厉声呵斥李牧。我们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李牧冷冷地看着那人，随后一挥手，一道真元立刻化为剑气，朝着那人飞了过去。找死！那人也是真元境后期，可不会轻易就范。于是他立刻释放出真元，想要挡住李牧的剑气。然而一个照面之后，他的所有防御全都形同虚设，直接被李牧的剑气击穿。扑哧，剑气直接刺穿那人的胸口，一个真元境后期就这么死在了李牧手里。混账东西，你敢当众杀人！杨元吉大怒，作为杨家副组长，自己人就这么死在自己面前，他岂能坐视不理？杀人又如何？你们也要动手不成？李牧冷冷地看着杨元吉，这家伙也就是神游境中期而已，神魂强度远不如他，真要动起手来，他有把握强杀这个杨元吉。至于唐家、宋家等人，如果全部出手的话，就算不能团灭，至少他可以全身而退。面对李牧的气势，杨元吉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毕竟李牧这个年纪就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就在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赵玉辉赶紧走上前来说道：诸位，他叫李牧，是江东省的人，前段时间江东省季家、周家、林家可都是毁在他手里，执法队也在帮他维持秩序，诸位还是稍安勿躁。赵玉辉这话一出，众人立刻沉默了起来。季家和周家在他们眼里啥也不是，但是林家可不一样，林家拥有轩辕家的背景，同样被李牧给灭了。关键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执法队非但没有抓李牧，反倒帮李牧维持秩序，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李牧来头不小，否则执法队绝对不会允许李牧在江东省乱来的。再说了，这阴风岭本就危机重重，以前甚至还有超凡境的大佬死在里面，但也有御境境的小辈活着出来，甚至还有一些气动境的小人物从里面出来，所以他们4个活着出来，只能说明他运气好而已。而且啊，但凡从阴风岭里出来，都会忘记里面发生了什么，你们再询问也没用。赵玉辉继续说道。众人面面相觑，赵玉辉说的也有些道理，或许李牧他们几个真的只是单纯的运气好，就比如赵小天只是御境境的人，而另外2个活着出来的，一个真元境，一个御境境，而且都没有什么背景，只能说他们派进去的人运气太差了。哼，别让我们查出来他们的死和你们有关系，否则绝不轻饶。杨元吉咒骂一声，随后带着杨家人离开了。毕竟阴风岭的烟瘴已经消失了，他们还要去搜寻一番，看看在里面能不能发现些什么东西。小天，你们真的不记得里面发生了什么？众人离开之后，赵玉辉才好奇地看着赵小天。爸，我是真不记得了，不过我兜里倒是有一些好东西。赵小天说完，将兜里的那些药材、矿石拿了出来。赵玉辉一看，这些可都是好宝贝，拿到星辰阁能换不少的好东西。随后赵玉辉看向了李牧，道：李牧，多谢你了，赵家主严重了，我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说不定我都没有帮上忙。李牧笑道：呵呵，我这儿子有什么本事我最清楚，虽然你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他能得到这些资源还能活着出来，肯定有你的援手。赵玉辉说道。也许吧。李牧淡然一笑，也没有过多的解释。至于他并没有被篡改记忆的事，他自然不会告诉赵玉辉。对了，如果只是杨家、唐家、宋家这些人的话，问题还不是很大，不过京都的毛家牵扯其中，这事可就不好办了。毛家是执法队10大家族之一，他们的人死在了阴风岭，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而你们4个幸存者就会是他们的突破口，你可要小心了。赵玉辉说道。呵呵，不记得就是不记得，
他们非要来找我的话，大不了我承认毛胜利就是我杀的，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便离开了。李大哥，好猛！赵小天一脸崇拜地看着李牧，敢不把执法队10大家族之一放在眼里？不管李牧有没有这个实力，就凭这个胆气，就足够他佩服的了。行了，回去吧。赵玉辉叹息一声，他不知道李牧是不是真的记不得了，但李牧将赵小天活着带出来，而且还带了这么多资源，无论如何，他欠李牧一个大人情。而此刻的京都毛家大院里，什么？全军覆没了？一个老者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震怒。是的，父亲，毛胜利带去的10几个人，连同他3个一起，都死在了阴风岭。一个中年人恭敬道：“没道理啊！阴风岭虽然危机重重，但那老三可是神游境的强者，毛胜利本身也是肉身强悍无比，加上我们派给他的保镖都是1等1的横练高手，怎么就全军覆没了？”老头眉头紧锁：“父亲，你说会不会是阴风岭里面的存在，知道我们破解了3尾灵狐的事，所以痛下杀手，然后直接解散了阴风岭？”中年人问道：“阴风岭没了，一切都无法查证了。”老头叹息道：“也不是无法查证，这次阴风岭有4个人活着出来，通过他们的嘴，一定能知道一些东西的。他们的记忆都被篡改了，记不得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找了没什么用的。”老头摇了摇头道：“如果有用的话，他们就不用派毛胜利进去了。”中年人却笑道：“父亲，记忆被篡改，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复原的。”你的意思是？父亲，我们通过这些年的调查，发现从阴风岭出来的人，其实就是神魂被别人篡改，所以记不清阴风岭里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才推断出阴风岭里应该有3尾灵狐，因为3尾灵狐最擅长的就是迷惑，一旦被迷惑，那么就容易被篡改记忆。中年人说道。老头点点头，他们毛家一直判断阴风岭里肯定有好东西，所以一直都在暗中调查，这次更是派出天才毛胜利去里面调查，只是没想到一队人马竟然全军覆没了。篡改记忆其实也是可以复原的，只是复原的难度极大，而想要复原，不仅需要珍贵的药材，还需要高手帮忙。高手？那可是需要超越了入圣境级别的高手才行啊！老头叹息一声，其实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可是入圣境本来就很稀有了，至于超越了入圣境，神魂强度已经强得离谱了，不仅可以大白天进行神游，甚至可以在烈阳之下，神魂飞到数十公里之外去杀人。这种人别说他们毛家没有了，就算是整个10大家族也没有。如果真的找到了这种人，又怎么可能会对阴风岭感兴趣呢？所以这就是个自相矛盾的事。不错，只有超越了入圣境，才有机会恢复被篡改的记忆。可父亲，你是担心就算找到了这种人，也不可能为了阴风岭这点事亲自出手吧？中年人问道。老头点了点头，中年人却说道：“父亲，以前阴风岭还存在，而且只在江东省、玉京省、岭南省，所以这些大佬并不关心。但是如今阴风岭消失了，而且咱们派了这么多人去找3尾灵狐，他们还团灭了，你说这会是巧合吗？你想说什么？”父亲，我想说的是，阴风岭并不简单，说不定有连超越了入圣境都感兴趣的东西，只要能说服这种人，咱们就有希望搞清楚阴风岭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中年人说道。好吧，那就先找到这样的高手，然后再去找那4个人吧。老头说道。中年人点点头，他的直觉告诉他，阴风岭绝对不简单，所以就算请超越入圣境的人出手，需要很大的代价，他也觉得值。而毛家父子俩在密谋时，李牧已经回到了西山别院。众人见李牧回来了，悬着的心也都放了下来，毕竟一出去就是几天，还一点消息都没有，任谁都要担心。哥，你可吓死我了！李仙仙赶紧走过来，拽着李牧的胳膊说道：“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李牧揉了揉李仙仙的胳膊，然后跟众人一阵寒暄。吃过饭之后，便回到了房间里。少主，阴风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的神魂竟然受到了如此重的创伤？南宫月很是担心地问道。作为神游境巅峰的强者，他自然看出李牧的神魂受到了重创，只是刚才李牧没有表现出来，当着他们的面，他也没有多问。没什么事，休息几天就好了。你去外面看着，这几天我不想被人打扰。李牧说道。是。南宫月点点头，李牧的手段比他高明，肯定有办法修复受伤的神魂。而南宫月离开之后，李牧便从储物戒指里拿出炼丹炉来。在阴风岭里有这么多的资源，特别是千年养魂木，特别适合用来修复神魂。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李牧都在炼制丹药修复神魂，同时他也修炼了一下玄铁炼体诀，发现这玩意和纯阳道诀搭配，能够完全发挥出纯阳道体的潜力来，他的肉身也因此再上一个台阶。也就在李牧修炼玄铁炼体诀的时候，西山别院外2队人马悄悄地摸了过来。王管事，前面就是西山别院了，李牧就住在那里面。一个手下说道。呵呵，我前几天就说过要给他一个惊喜的，今天就来兑现承诺了。王管事冷笑道。王管事，要不要通知家族那边？没什么好通知的，李牧杀了唐少白，就是唐家的敌人，我杀家族的敌人，家族难道还会不同意？王管事冷笑道。可这个李牧貌似和执法队的关系不错。执法队？呵呵，我用神魂杀人，李牧并不会死，执法队也查不出来。王管事说道。王管事厉害。手下毕恭毕敬，
然后就看到王管事闭上了眼睛。他们看不出任何异常来，只觉得一阵阴风吹过，他们就知道王管事已经开始神游了。这种手段也只有神游境的高手才能做到。而在几百米外，杨超度也恭敬地站在一个老头身边。陈老，前面就是李牧的西山别院，还请陈老出手灭杀此僚。杨超度恭敬道：当然，杀了我一品天下这么多人，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不过我需要先试探一下他的真实实力。陈老点点头，随后也闭上眼睛，神魂直接在真元的包裹下离开了肉身。片刻之后，陈老和王管事两人的神魂就在西山别院外相遇了。两人先是一愣，不过发现都是为了对付李牧之后，也就放下了戒心，都朝着别院里飞去。怎么感觉冷飕飕的？纪晓月躺在院子里的椅子上，看着月亮，感觉一阵阴风吹过，喃喃自语：你再少穿一点了，别说我哥了，我看到估计都忍不住。李仙仙打趣地看着纪晓月，毕竟纪晓月18、19岁的年纪，穿着清凉的睡衣，将凹凸有致的身材展露无遗，她一个女人看了都感觉忍不住。仙仙，你瞎说什么？那是我李牧哥哥，他才不会乱想呢。纪晓月没好气道。两人有说有笑，而空中两人的神魂都带着一丝贪婪。妈的，这个李牧挺会享受的，这两个厨丸弄起来肯定很有感觉。王管事舔了舔嘴唇说道：等一会灭了李牧，咱们一人一个。李老说道：没问题。两人点点头，随后便朝着李牧休息的地方飞去。与此同时，南宫月正在李牧休息的房间外打盹，突然感觉到一阵阴冷，瞬间睁开了眼睛。何方宵小，敢来西山别院撒野！南宫月大喝一声，随后立刻神游来到了空中。那人是谁？他身边怎么会有神游境的高手？两人看到南宫月之后，瞬间有些不淡定了，因为他们都预料过李牧可能是神游境的高手，可他们的神魂更加强悍，联手之下绝对可以弄死李牧。可他们没料到李牧身边竟然还有一个高手，看这家伙的神魂比他们强悍了一大截。快走！王管事不敢逗留，立刻转身就走，因为南宫月的神魂太强，而且来势汹汹，显然不是好惹的。这要是走得晚了，估计小命就交代在这里了。哪里走？南宫月冷冷地看着两人的神魂，毕竟大半夜的神游至此，绝对没安好心。看到他之后就要跑路，这不就是冲着李牧来的吗？李牧闭关的时候可交代他不能让任何人打扰他，如今两人的神魂也敢来捣乱，那就都变成白痴吧。说话间，南宫月的神魂已经飞到了两人面前。好快的速度，快跑！李老脸色大变，因为一般的神游境，就算神魂被真元包裹，在晚上的速度也不敢太快，否则真元一旦出现漏洞，神魂就会被风吹，受到损伤。而南宫月的速度如此之快，显然神魂的强大远超他们的想象。想跑已经晚了。南宫月飞到了两人的面前，冷冷地看着两人。可，姑娘，我们神游至此，就是看看西山的风景，你不要误会，我们这就走。王管事立刻陪笑道：对，西山风景优美，我们就是来看风景的。哦，看风景的？那你们怎么大半夜来？你们视力这么好吗？南宫月问道。两人面面相觑，大半夜来看风景，这个借口真是太拙劣了。别看了，分头逃跑！李老大喝一声，随后和王管事立刻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逃跑。南宫月的神魂再强，也不可能离开肉身太远，否则就有魂飞魄散的可能，所以他们只要逃向不同的方向，南宫月绝对不可能同时杀了他们两个。你们还是太弱了。南宫月摇了摇头，如果这两人的神魂再强一些，达到神游境后期，那么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走，以他现在的神魂强度，还真不一定能杀了他们两个。可他们一个神游境初期，一个神游境中期，神魂逃跑的速度不足他的1/3。于是南宫月先杀向李老，毕竟他是神游境中期，神魂的速度快一点。该死！李老见南宫月杀了过来，吓得脸色苍白，立刻加快速度。而神魂在空中飞行的速度一旦过快，他的真元就包裹不住。阴风透过真元吹到神魂之后，李老就感觉神魂颤抖，快要坚持不住了。给我去死！南宫月的神魂已经追了过来，随后化为一道流光，直接穿透了李老的神魂。轰！一声脆响，李老的神魂瞬间碎裂，化为一阵阴风，消散于天地间。什么？远处王管事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都差点散了。他不敢再大意，立刻朝着自己肉身方向逃走。只要神魂回归肉身，就能以肉身逃命。要杀李牧，让唐家的高手自己来吧，他是再也不来了。这个女人太他妈强了，往哪里跑？南宫月杀了李老的神魂后，立刻朝着王管事的神魂冲了过来。快啊！王管事立刻加快速度，已经飞到了距离肉身只有几米远的距离，眼看着就要回归肉身，却被南宫月挡住了去路。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王管事立刻求饶，他知道一旦神魂没了，他的肉身就是一个活死人。他不想死，他活了几十年，好不容易修炼到神游境，他还想活下去。饶命！那你们来西山别院干什么？南宫月问道。姑奶奶，我们是唐家的人，李牧杀了唐少白，唐家派我来击杀李牧，没想到他有你这么一个高手保护，早知道我就不来了。王管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道。就凭你们来杀少主？南宫月一阵无语，李牧的实力还在他之上，哪怕现在李牧神魂还没有完全恢复，估计这两人来了也是死路一条。
少主，他是什么身份？王管事有些懵。李牧不是孤身一人吗？不是李家余孽吗？怎么会是什么少主？这个你就没必要知道了。南宫月冷笑一声，随后立刻冲了过来。姑奶奶饶命啊！王管事吓得六神无主，只能求饶。然而神魂对决不比肉身冲杀，打不过还能抗一下，而神魂对决只要实力差距太大，直接一波冲锋就魂飞魄散。所以南宫月一个冲锋，王管事的神魂就瞬间消散。什么情况？冷飕飕的，地面上几个搜下看着王管事的肉身都打了个寒战。这西山本来就高，吹点冷风也正常。一人说道，也不知道王管事怎么样了，有没有杀了李牧。众人正思索间，就看到王管事的肉身直接栽倒在地，他们立刻过去将王管事扶了起来，想要叫醒王管事，却发现怎么叫都没用。他们甚至给王管事泼冷水，王管事都跟死人一样，只是王管事还能呼吸，就像是一个睡着的人。怎么会这样？一个手下有些慌了，他们很少跟神游境的高手打交道，不知道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而在空中，南宫月并没有出手，虽然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将这些人都变成白痴，但这些人的肉身还需要处理，太过麻烦了。不如让这些人带着王管事的肉身离开，回去之后还能震慑一下唐家。如果唐家还敢来找麻烦，那他不介意帮助李牧去对付唐家。他虽然不知道唐家有多强，但李牧都不怕得罪唐家，他还怕什么？于是南宫月直接回到了西山别院，回归肉身。而李牧也从房间里走了过来，他也感受到外面神魂的战斗，有神游境强者来了。李牧问道，不错，一个唐家的，一个一品天下的，都被我打成白痴了。南宫月恭敬道，看来他们都不长记性啊。李牧叹息一声，真以为他好欺负。少主，要不要我去敲打一下他们？南宫月问道。算了，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李牧摇了摇头。南宫月虽然是神游境巅峰，但无论是唐家还是一品天下，那都是龙国有名的势力，南宫月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他终究是要去京都的，到时候有什么恩怨再一并解决了吧。他们很强吗？南宫月问道。你师父没有告诉你龙国的势力吗？李牧有些疑惑地看着南宫月。师父说了，一切威胁到少主的人都该死，不管他们有多强，我都要去杀了他们。南宫月一本正经地说道。行了，下去休息吧。李牧揉了揉额头，这南宫月忠心是忠心，就是这些年一直待在西山别院，没有去外面见识那些高手啊。真以为神游境巅峰够厉害了，遇到超凡境甚至是入圣境，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对了，少主，你的神魂恢复了，速度也太快了吧。南宫月惊讶地看着李牧，他记得他以前神游太远，导致神魂受损，足足1个月才缓过来，结果李牧神魂受了那么重的创伤，几天时间就恢复如初了。李牧这神魂的自愈能力也太强了吧。一般般吧。李牧淡然一笑，毕竟他炼制了修复神魂的丹药，修复起来速度自然很快。第二天，李牧直接来到了星辰阁，毕竟距离上次和星辰阁的交易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星辰阁是否已经履行了承诺。见李牧来到星辰阁，钱锋立刻迎了过来。李牧啊，你再不来的话，我就要去西山别院找你了。钱锋赶紧说道。哦，有事？你可还记得上次你和我们星辰阁的交易？当然记得，莫非你们已经有计划了？李牧问道。不只是计划，是已经实施了。钱锋说道。哦，你们已经把轩辕景德引出来了？李牧问道。不错，我们星辰阁在玉京省举行了一场拍卖会，拍卖会场有一件轩辕景德志在必得的宝贝，他肯定会亲自参加的。什么时候？明天晚上。钱锋说道。难怪。李牧嘀咕一声，如果他在阴风林里再耽搁2天的话，那就错过机会了。当初是轩辕景德负责代号玉龙真人的计划，那么轩辕景德就一定知道8年前的具体情况。8年了，事情终于要水落石出了。你们是真的拿出他想要的拍品了？李牧问道。那是当然，轩辕景德这种老狐狸，如果是假的，你觉得他会来？钱锋说道。多谢你，这就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做的一场交易罢了。不过你最好还是不要在玉京省动手。钱锋说道。哦，为什么？你也知道，每个省份都有执法队的分布，在江东省，柳辉可能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如果到了玉京省，那里的执法队大队长可不会袖手旁观。而且玉京省还有个杨家，实力很强，他们的家主更是神游境强者，想必也会参与拍卖的。如果在玉京省动手的话，情况会很复杂。钱锋说道。这个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自有分寸。李牧淡然一笑，既然轩辕景德都被引出来了，如果他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就只有去京都了。而京都鱼龙混杂，高手众多，他去了也不一定能查出当年的真相，所以这次绝对不能错过。那你自己小心点，到时候你就用盛天银行黑金卡，可以挑选任何包件。钱锋说道。李牧说完便离开了星辰阁。等李牧离开之后，一个老头才走了出来。周老，拍卖地点为何选在玉京省？选在咱们江东省不是更好吗？钱锋问道。咱们和李牧做的是交易，而不是帮他办事。如果选在江东省，你觉得轩辕家会察觉不到？到时候咱们星辰阁就会被牵扯进去的。老头说道。钱锋一阵嘀咕，想想也对，李牧就在江东省，如果星辰阁刚好就把拍卖会选在江东省的话，
轩辕家肯定会怀疑的。毕竟能够成为龙国10大家族，轩辕家的人都不是傻子。周老，那你觉得李牧会不会在玉京省动手？钱锋问道。从他刚才的情绪来看，他是不会让轩辕景德离开玉京省的。不过这事也没那么容易。周老说道。哦，此话怎讲？你以为轩辕景德是吃素的？他可是神游境高手，而且玉京省还有杨家，还有浮云宗，肯定都会参加拍卖的。到时候高手云集，他想动手可没有那么容易。周老说道。那个家伙说不准啊。钱锋叹息一声，从他认识李牧开始，这家伙就不按套路出牌，不管敌人有多强，也不管情况有多复杂，他总是不顾一切的出手。这一次这么多高手，李牧会犹豫吗？而李牧离开星辰阁之后，并没有回西山别院，而是直接来到了执法队总部，找到了柳辉。李牧，你来干什么？柳辉皱了皱眉头，这家伙来找他，准没好事。可，我来通知你一声，我要杀人了。李牧笑道。杀人？谁？云岚宗云空。李牧说道。在阳城的时候，云岚宗就已经和他结怨，后来云岚宗就一直派人找他麻烦，直到现在还剩下一个宗主。虽然对他没什么威胁，但是对于李仙仙他们来说，一个真元境后期威胁还是很大的。这次他要去玉京省对付轩辕景德，不知道结果如何，也不知道几天能回来。万一南宫月被什么牵制住了，李仙仙他们可就危险了。所以他必须把一些威胁扼杀在摇篮里。这个云空必须死。你是杀一个人，还是要灭门？柳辉问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李牧说道。柳辉浑身一颤，李牧这意思是要灭门啊？云岚宗在江东省可是大宗门，少说也有几百号人。李牧杀这么多人，他作为执法队大队长，不可能无动于衷。而李牧偏偏要来找他说明情况，这家伙要干什么？李牧，你不该来找我。柳辉有些无语地看着李牧。如果李牧不来说，他完全可以等李牧灭了云岚宗之后，再派人去云岚宗调查情况。至于能不能调查清楚，那就不好说了。以前的林涛就是这么干的，也没什么问题。可如今李牧来找他说明情况，这就不好办了。刘大队长，我是来跟你做交易的。李牧笑道。交易？什么交易？你可知道执法队玉京省的大队长是谁？李牧问道。玉京省的大队长郑红，他也是轩辕家的附庸。你问这个干什么？柳辉有些疑惑了。虽然玉京省和江东省毗邻，但郑红可管不到他这里来。如果我去玉京省捣乱，当着郑红的面杀了轩辕家的人，你觉得如何？李牧问道。你说啥？柳辉一个机灵，当场就跳了起来。当着郑红的面杀轩辕家的人？李牧这是疯了吗？你没听错，我要去玉京省杀轩辕家的人，而且是当着执法队大队长的面，然后我会回江东省来。你们够不够胆子保我？李牧问道。你等等，让我缓一缓。柳辉来回踱步，因为这事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他根本就做不出任何的决断。思索片刻之后，柳辉立刻拿起电话给远在京都的总部打了电话。随后柳辉放下电话道。李牧，你可知道在我们执法队里是不允许跨省执法的？不允许跨省执法？不错，就比如有个人在江东省犯了事，如果在江东省内呢，就是我来管，但如果他跑到了玉京省，那就是郑红管了。但是呢，他是在江东省犯的事，郑红可管可不管，我却没有权利去玉京省抓人。柳辉说道。所以能不能抓到那个人，还是郑红说了算，对吧？李牧问道。柳辉点了点头，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现在去灭云岚宗，你没意见吧？李牧问道。你不叫灭云岚宗，你这叫替天行道。云岚宗这些年在江东省干了很多缺德事，我已经搜集了不少证据，我这就委托你去剿灭云岚宗。柳辉说道。好说。李牧点点头，看来这柳辉挺上道的，他以后要去京都的，那么就先跟柳辉背后的势力合作一下，等到了京都，看看后续情况如何再说吧。等李牧离开之后，柳辉立刻联系了总部。父亲，你们有情报说轩辕家有人到玉京省？柳辉问道。不错，明天晚上玉京省有一场拍卖会，轩辕家的轩辕景德会参加拍卖，玉京省执法队的郑红肯定会陪同的。这个李牧怎么会有情报，而且还要去杀了轩辕景德？他的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柳辉说道。是啊，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跟轩辕家对着干的，他是第一个。不过我们跟轩辕家已经快要撕破脸了，既然李牧有意识好，那咱们就顺水推舟。是，父亲。离开执法队之后，李牧直接来到了云岚宗的山门外。云岚宗作为江东省数一数二的大门派，山门自然是十分豪华的。而此刻的山门里，云空正悠闲地晒着太阳。宗主，要不咱们还是走吧？一个长老很是担心地看着云空，毕竟他们云岚宗和李牧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大仇了，而林家、季家都已经毁在李牧手里了。虽然这段时间李牧一直没有对云岚宗下手，但这并不代表李牧会放过云岚宗啊。而且云岚宗没有后台，就算李牧要灭云岚宗，执法队也不会出手的。为何云空会如此淡定？走？为什么要走？你不会以为我这段时间都在梦游吧？云空冷笑道。宗主，你有什么动作？呵呵，自从上次林守业死后，我就知道李牧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以他的脾气，就算我们离开了江东省，他也会紧追不舍的。既然如此，那就跟他来个鱼死网破。云空说道。
鱼死网破。宗主，那李牧可以秒杀真元境后期，你的实力？云空鄙夷地看了一眼长老，然后说道：当然不是我跟他打，你们可还记得季家有个天才少年？季家的天才少年，你是说季小天？不错，就是他。他们季家被灭门，而我则将他老爹的骨灰拿了回来，让人送到了玄阴宗。季小天悲愤交加，立刻派了高手来，要不然你觉得我还敢留在江东省？云空冷笑道：宗主未雨绸缪，属下佩服佩服。长老立刻竖起了大拇指，毕竟有了玄阴宗的高手镇守，李牧绝对不敢放肆的。随后长老想到了什么，宗主，我记得季家当时被一把火给烧了，你咋找到季小天他老爹的骨灰的？你蠢啊，只要是一堆骨灰就行了，他还能看出是不是他爹的？反正他爹死在李牧手里，这是整个省城的人都知道的事，这还能有假？云空说道。长老一愣，随后对云空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这是把借刀杀人运用到了极致啊！这里可是云岚宗。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云空立刻带着众人来到门外，就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来到了大门外。敢问前辈可是玄阴宗的高手？云龙问道。不错，本人玄阴宗传功长老韩长青。老者摸了摸胡须，很是得意的说道。原来是韩前辈，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云空恭敬道。别整这些客套的了，季小天是我的师侄，他族人被灭，宗门指派我来给他报仇，你给我指认动手的人是谁，我去杀了他，我还要回去修炼。韩长青说道。前辈要不先休息休息再说？云空问道。休息就不必了，你快带我去。云空点点头，反正李牧就在西山别院，带着韩长青去杀了李牧，他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必去了，我已经来了。李牧的声音在外面响起，云空眼前一亮，看来都不用带路了，李牧这是自己送上门来了。来了来了，李牧那小子来了。云空听到李牧的声音很是兴奋，韩长青也冷笑了起来，一个从小阳城走出来的人，哪来的胆量和玄阴宗作对？于是韩长青便和云空一起来到了云岚宗的大殿外。李牧，你小子敢一个人来，不带着柳灰壮胆？云空看到李牧之后冷笑了起来，呵呵，我一人足矣。李牧耸一耸肩，哪怕来了个韩长青，也改变不了云岚宗被灭的结局。小子，好大的口气！韩长青冷冷地看着李牧，你是玄阴宗的人是吧？本来我都快忘了和你们玄阴宗有恩怨了，不过既然你们来了，那就顺便灭了吧。等我找个时间杀上山门去，把那个傻季小天杀了。李牧悠悠道。放肆，还要杀上玄阴宗山门？今天老夫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韩长青大喝道。老家伙，你是神游境吧？在这大白天，神游境的优势可不大。李牧嘿嘿笑道。神游境的优势就是能够让神魂离体，进行远距离作战，但那是在晚上才行，而现在是烈阳当空，神魂一旦出现，就算是在真元的保护下，那也是瞬间被毁。看来你对神游境也是有所了解的，那你就应该知道，神游境相对于真元境的优势，可不仅仅是可以进行神游，而是到达了神游境神魂的敏感程度，换句话说，那就是60更加敏锐，反应更快。所以就算是大白天，神游境的优势也比真元境大了一大截。韩长青笑道。哦，还有这事？李牧一愣，因为他的神魂一直都很强，所以对于真元境和神游境的实力差距，就一直以为是神游境可以进行神游，没想到神游境和真元境的差距这么大。呵呵，我看你就是假装不知道吧？你之前能够秒杀真元境后期，你应该是神游境的强者吧？能够在你这个年纪就突破到神游境，确实不错。可你不该跟我玄阴宗作对，以至于要陨落在我手里。韩长青冷笑道。神游境强者，可能是吧？李牧耸一耸肩，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算是什么修为，反正他的神魂能够神游，只是这大白天的，他也不想让神魂出来。再说了，就凭韩长青这点实力，他都犯不着用神魂出场。嚣张！韩长青冷冷一笑，随后大袖一挥，一道真元立刻呼啸而来。去！李牧也不迟疑，一弹手指，一道真元立刻隔空飞出，化为一枚箭矢，直接射向了韩长青的真元。砰！一声脆响，韩长青的真元瞬间被击溃。好强的真元！韩长青大惊，他没想到李牧的真元和秘籍如此强大，这就强了。李牧冷冷一笑，这还只是他的随手一击罢了。说完，李牧大步踏来，速度极快。要跟我近身作战，门都没有！韩长青冷笑一声，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就是肉身，一旦被近身，一般的神游境强者他都打不过。于是韩长青立刻暴退，同时施展出大量的攻击，想要逼退李牧。就这，李牧都懒得再使用真元，而是一拳一拳地砸向韩长青的攻击。砰砰砰！随着一声声巨响，韩长青的攻击一道道被李牧击退。这么强！韩长青有些懵，李牧的真元和肉身都如此强悍，难怪以前那些真元境全都不是李牧的对手。韩前辈，我来助你！云空见状也不迟疑，立刻对李牧发起进攻。他知道自己的攻击对李牧威胁不大，但是只要给韩长青创造机会，韩长青就一定能施展出杀招的。韩长青点点头，随后双手合十，嘴里默念复杂的咒语，紧接着他身后立刻出现一道血红色的真元，
那些真元立刻凝聚成一个血红色的骷髅。血骷髅吞天地！韩长青大喝一声，随后血骷髅立刻朝着李牧扑了过来。血骷髅所到之处都带着无边死气，而李牧仿佛从血骷髅里看到了大量的冤魂在哀嚎，他的神魂仿佛都被触动了。你这秘籍是杀了多少人？李牧脸色阴沉，这玄阴宗都是这种阴险毒辣的秘籍吗？哼，他们都是该死之人，跟你一样。韩长青冷笑一声，随后操控血骷髅来到了李牧的面前。好！血骷髅发出一声时候，那种刺穿灵魂的声音让云岚宗众人直接瘫倒在地，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而李牧的神魂也是一阵颤抖，李牧立刻冲天而起，一拳砸向那血骷髅。哼，血骷髅擅长的是攻击神魂，你用拳头去攻击有什么用？韩长青冷笑一声，随后操控血骷髅消散，从李牧的肉身直接穿过，穿透血骷髅的一瞬间，李牧感觉神魂都被刺穿了一般，发出一阵刺疼。秘籍竟然能伤神魂？李牧有些惊讶，不是神魂才能对神魂造成损伤吗？这秘籍怎么能伤得了神魂？哈哈，你这就孤陋寡闻了吧？我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秘籍，而是融合了魂技的秘籍。韩长青大笑道：魂技？那是什么玩意？李牧一愣，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这不知道？韩长青有些懵，李牧不是神游境强者吗？怎么会知道魂技？见李牧如此疑惑，韩长青就知道这家伙不是装出来的。看你是将死之人，那我就给你解惑吧。魂技其实就是一种独特的秘籍，不过修炼的不是真元，而是神魂，要不然就靠神魂硬碰硬，那就太原始了。韩长青大笑道：神魂类的独特秘籍？李牧一愣，看来他也得找一些魂技来修炼才行了。好了，你现在可以去死了。韩长青大喝一声，随后血骷髅再次出现，直接将李牧给包裹了起来。再然后，李牧的神魂开始被血骷髅撕咬。哈哈，你小子倒是继续拽啊！云空立刻大笑道：你们真以为这点魂技就能内核得了我？李牧冷冷一笑，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全力出手，就是想试合为魂技，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逞口舌之力罢了。云空冷冷地看着李牧，韩长青全力出手，他就不相信李牧还能如此轻易就化解血骷髅的攻击。逞口舌之力，笑话！李牧冷笑一声，随后加固神魂，正在攻击他神魂的血骷髅瞬间就被击退。好！血骷髅被击退之后，立刻嘶吼一声，无边死气立刻弥漫开来，将李牧给笼罩在其中。你该死！李牧脸色阴沉，刚才的死气跟现在的死气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他刚才以为这韩长青也就杀了几十个人而已，可现在看来，想要这些骷髅拥有如此强悍的实力，少说有几百人命丧韩长青之手。如果只是单纯的灭杀还好，可这血骷髅显然是摄取了那些人的神魂，否则血骷髅绝对没有这么强悍的实力。呵呵，那你也要有杀我的实力再说啊！韩长青很是得意地说道。是吗？你真以为这破血骷髅我没办法对付？李牧嘴角微微扬起，随后一挥手，一道道真元立刻飞出，将血骷髅给包围了起来。这么强大的真元，韩长青有些惊讶。本以为刚才李牧对付他的真元已经是李牧的全部实力了，结果现在李牧竟然施展出这么多的真元，简直恐怖！给我破！李牧大喝一声，大量的真元立刻凝聚成一只大手，直接把血骷髅给抓在手里。咔嚓！随着一声声响，血骷髅立刻开始四分五裂。混蛋！韩长青大惊失色，一旦血骷髅没了，他的损失可就大了。于是韩长青准备召回血骷髅，结果那只大手却死死地捏住血骷髅，让血骷髅无路可逃。你这种邪恶之人，该死！李牧大喝一声，随后再次发力，准备直接消灭这个血骷髅。云空脸色大变，难道连韩长青都不是李牧的对手了吗？小子，我承认你的肉身和真元都很强大，在这些方面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真以为我韩长青没有别的手段？否则我能走到今天？韩长青冷冷地看着李牧，身上的气息再次发生猛烈的变化。你想干什么？李牧一皱眉头，难不成这韩长青还有别的手段？小子，这是你逼我的，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玄阴宗的绝学！韩长青大喝一声，随后立刻从兜里抓出一把丹药来。云雾丹。看到这些丹药，李牧瞬间就分辨出来了，这玩意没什么攻击力，唯一的作用就是制造云雾，跟烟雾弹的作用类似。但是这个东西可不是制造简简单单烟雾那么简单，而是直接在天空中形成一层厚厚的云雾，当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就足以遮天蔽日。看来你还是挺识货的，不错，这就是云雾丹。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玄阴宗的绝学！韩长青大喝一声，随后将一大把云雾丹抛向空中。砰砰砰！随着一声声巨响，大量的云雾立刻出现，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瞬间被厚厚的云雾所笼罩。随着云雾越来越多，光线也就越来越少了。这才叫遮天蔽日，没有了阳光，前辈就可以神游了。云空看到这一幕，也是啧啧称奇。韩长青也冷笑道：小子，知道我玄阴宗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就是神魂。刚才烈阳高照，我无法进行神游，等到云雾丹完全发挥效果，这里就跟黑夜没什么区别了，到时候就是猎杀时刻。猎杀时刻？李牧问道。不错，
你的肉身和真元确实很强，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论神魂，你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韩长青很是得意地说道。是吗？那就试试看吧。李牧冷冷一笑，本来他还想着如何进行神游，结果韩长青给他创造了条件，那他正好是自己的神魂到了什么地步？保护我的肉身，有机会的话直接毁掉他的肉身。韩长青立刻对云空等人吩咐道。是，韩前辈。云空点点头，随后分出一部分人保护韩长青的肉身，其余人则准备找机会毁掉李牧的肉身。毕竟一旦进行神游，肉身就无法行动，而如果李牧不用神魂对付韩长青，他的神魂就会遭遇重创。所以无论如何，今天李牧就是死路一条。怎么没有料到这一点？李牧皱了皱眉头，他虽然能进行神游，可是一旦神游就无法操控肉身，而一旦肉身被云空他们毁掉，就算他的神魂再强大也无济于事。那就先杀了你们。李牧心一横，随后在韩长青神游之前化为一道流光，直接杀向了云空等人。韩前辈，快出手！云空大惊，他根本就不是李牧的对手。韩长青也不迟疑，神魂立刻离体，朝着李牧扑了过去。去死！李牧大喝一声，随后大手一挥，数十道真元立刻飞出，化为十几道剑气，直接杀向了云空等人。该死！云空没想到李牧这个时候还能分心对付他们，也只好施展出秘籍来抵挡李牧的攻击。扑哧扑哧，随着一声声响，他身边的人一个个全都倒在了李牧的攻击之下，哪怕是他挨了李牧的一次攻击，也是身负重伤，只剩下半条命了。去死！李牧回头看了一眼韩长青，由于神魂的速度比不上肉身速度，所以李牧直接扑向云空。在韩长青的神魂冲过来的时候，一拳击穿了云空的胸口。扑哧！云空目瞪口呆，他本以为韩长青来了他就不用死了，结果他竟然被李牧当着韩长青的面给杀了，太他妈憋屈了！混蛋！韩长青大怒，李牧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韩长青的神魂立刻扑向李牧，同时操控血骷髅扑了过来，他一定要灭掉李牧的肉身，让李牧变成一个白痴。也就在同一时间，李牧的神魂离开了肉身，被韩长青的神魂和血骷髅包围了起来。小子，看来你对神魂还是有些了解的，知道神魂飞行的速度比不上肉身，所以你利用时间差杀了云空他们，这样你的肉身就没有威胁了。韩长青冷冷说道。一般般吧。李牧嘿嘿笑道，要不是遇到南宫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神游呢。很好很好，难怪你敢和我玄阴宗为敌，不过就算如此，你也逃不过我神魂的追杀。韩长青冷笑道。神魂？你就这么确定我的神魂不是你的对手？李牧冷笑了起来，如果是他神魂重伤的时候，或许还不是韩长青的对手，可是他已经修复了神魂，实力大涨，就韩长青这点神魂他还真不放在眼里。开玩笑，你的肉身和真元已经如此强大了，而你才25、26的样子，就算你是超级天才，你也没那么多精力将神魂修炼得多强。韩长青说道。那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李牧嘿嘿一笑，随后朝着韩长青的神魂扑了过去。上！韩长青大喝一声，血骷髅立刻朝着李牧飞来。说完，韩长青的神魂也扑向李牧，他和血骷髅联手之下，他就不相信还弄不死李牧。砰砰砰！李牧的神魂直接一拳拳的砸向韩长青，他没有魂技，那就单纯的靠拳头砸，直接砸烂韩长青的神魂。你特么魂技都没有，为何你的神魂会如此强大？韩长青要崩溃了，他以为李牧的神魂也就一般般而已，结果竟然强得离谱。可是为何李牧的神魂如此强，却不会魂技？这不合常理。如果说我几天前才学会的神游，你信吗？李牧问道。几天前？不可能。韩长青一翻白眼，如果几天前才学会神游的话，李牧的神魂不可能如此强的。你爱信不信。李牧也懒得解释，随后继续朝着韩长青的神魂进行狂轰滥炸。韩长青也不敢和李牧的神魂正面硬扛，只能借助血骷髅抵挡住李牧的猛攻。而猛攻片刻之后，韩长青感觉自己的神魂已经有些扛不住了，毕竟要操控血骷髅，还要控制自己的神魂，消耗的神魂之力可是很大的。他虽然是神游境后期，也已经有些扛不住了，而李牧却一点累的意思都没有。混蛋，你的神魂怎么会如此强悍？韩长青要崩溃了，攻击力强也就罢了，还特么如此持久。李牧难道就没有短板吗？强吗？我也不知道。李牧耸一耸肩，可能这就是纯阳道体自带的吧。说完，李牧再次猛攻。砰！随着李牧一拳击出，血骷髅直接变得粉碎。没有了血骷髅，韩长青的神魂就完全不是李牧的对手了。跑！韩长青也不傻，知道再打下去他肯定会魂飞魄散的，于是他立刻朝着肉身的方向跑去。想跑？李牧冷冷一笑，随后狂奔而去。混蛋，你怎么这么快？韩长青懵了，神魂的速度之所以不能太快，就是怕被风吹到神魂，而李牧的速度足是他的2倍，难道李牧就不怕被风吹到神魂？第一，我的真元包裹的足够严实；第二，我的神魂足够强，一点风还构不成威胁。李牧挡在韩长青的面前说道。李牧，放过我，我可以让玄阴宗不再对付你。韩长青知道自己跑不过李牧，再不求饶就真的死定了。你不会以为我是初出茅庐吧？或许8年前还管用，
可现在嘛，我只信奉一句话，那就是斩草除根。李牧冷冷地看着韩长青说道：什么？你？韩长青嘴角抽了抽，他没想到李牧年纪轻轻竟然如此老成，呵呵，受死吧！李牧的神魂化为一道流光，直接穿透韩长青的神魂，扑哧，韩长青的神魂瞬间消散，消失于天地间。随后李牧的神魂才回到肉身，看了看云岚宗的一片废墟，然后一把火给烧了。做完这一切，天空中的乌云也渐渐散去，又回到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片刻之后，有人来到执法队汇报：什么？你说云岚宗已经团灭，而且玄阴宗的神游境强者都死了？柳辉惊呼道：不错，云岚宗团灭，玄阴宗神游境强者身死，如今云岚宗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手下恭敬道：一片废墟，一片废墟。柳辉咽了咽口水，感觉后背一阵发凉。他本以为李牧不把神游境放在眼里，只是一句玩笑话，结果竟然是真的。神游境强者都这么轻易死在李牧手里，李牧的实力究竟到了什么地步？这家伙才26岁吧？难不成那家伙真的是个超凡境？26的超凡境，这放在京都那也是顶尖天才。这家伙从李家血案到现在也才8年时间而已，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而杀了韩长青之后，李牧并没有再回西山别院，而是直接前往玉京省。毕竟只有1天时间了，还是先去玉京省熟悉一下地形再说。于是几个小时之后，李牧在天黑的时候来到了玉京省城白玉城。白玉城比江东省城大了不少，而且高手也要多不少。根据之前的了解，林家在江东省算是最顶尖的家族了，但是在玉京省，林家只能算是一个2流家族，因为玉京省的资源更加丰富，培养出来的高手也就更多，大家族和大门派也就更多。哪怕是拥有神游境强者的杨家，在玉京省也只能排在第3。而作为玉京省执法队大队长，郑红的修为也达到了神游境后期，比柳辉足足高了一个大境界，所以玉京省的整体实力比江东省强了一大截。看来明天晚上要对付轩辕景德还有些麻烦。仔细调查一番之后，李牧不由皱了皱眉头，因为到时候参加拍卖的神游境都有好几个，如果单纯比拼肉身，他自然不怕任何人，但神游境的神魂可不是吃素的，到时候他的肉身和神魂可能都会受到攻击。他在玉京省又人生地不熟的，万一受了伤，想要离开白玉城可就难了。看来还是低估了龙国这些高手。李牧皱了皱眉头，这还只是玉京省的高手，到了京都，高手只会更多，到时候要面临的可就是轩辕家，甚至还有另外的10大家族、10大门派。不过好不容易等到机会收拾轩辕景德，绝对不能错过。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便来到一个酒店先住下。结果刚到大厅，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玉城酒店作为白玉城级别最高的酒店，自然也就成了各大名流落脚的地点。加上明晚星辰阁会有一件好东西拍卖，所以很多人都从全国各地赶了过来。这玉城酒店的套房自然也很紧俏。只见一个身穿青色长裙的女子漫步来到前台，准备订一间房。这位小姐不好意思，我们玉城酒店的套房已经全被预定了。前台小姐赶紧说道。全被预定？青衣女子皱了皱眉头，看来她还是来晚了。于是她准备离开，毕竟白玉城这么大，不可能只有一个酒店。不过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白衣少年却拦住了她的去路。小姐，我刚好有一间房，不介意的话可以和我挤一挤。白衣少年一脸坏笑，上下打量着青衣女子，眼里都满是贪婪。他自认为见过很多美女，但是青衣女子这样的他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倒不是说青衣女子的五官有多么的难得一见，而是她的五官都刚刚好，特别是那股子气质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甚至她微怒时眉宇间散发出的忧郁都让他一阵心痒痒。这种女人如果错过，估计这辈子都再也遇不到了。无耻！青衣女子瞪了一眼少年，没有再说什么，便准备离开。小姐，来都来了，就别走了。白衣少年嘿嘿一笑，随后几个保镖立刻走上前来，将青衣女子给拦了下来。朗朗乾坤，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白玉城，有执法队维持秩序的。青衣女子大喝道。嘿嘿，实话跟你说吧，这玉城酒店是我家的产业，而执法队郑红是我的舅舅，你就说今天会不会有人来救你？白衣少年嘿嘿笑道。青衣女子眉头紧锁，难怪这家伙如此胆大妄为，感情是有恃无恐。于是青衣女子冷笑道，我不管你到底是谁，你最好通知你背后的人，给他们说说我的名号，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动手。你的名号？你不过是玉静静而已，能有什么名号？白衣少年耸一耸肩，丝毫没有把青衣女子放在眼里。一个玉静静而已，大不了是京都某个大家族的千金吧，等他把这家伙办了，大不了请家族和舅舅帮忙说个情，甚至到时候可能原地结婚。你……青衣女子皱了皱眉头，这家伙不通报的话，问题就严重了。他虽然身份特殊，但这次出来匆忙，没有带人，而他只有玉静静的修为，在这些人眼里真的啥也不是。好了，等我好好享受一下，到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白衣少年大笑一声，随后便贪婪地走了过来。混蛋！青衣女子大怒，随后一掌击出，一道内力立刻飞向少年。少年只是轻轻一掌，就将少女的攻击击退。玉静静而已，使用的是内力，在我一个真元镜面前，不值一提，你就乖乖就范吧。
少年大笑一声，随后便走了过来。混蛋！青衣女子脸色阴沉，想要逃走，却被少年的保镖挡住了去路。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貌似你需要帮助。”你是？青衣女子一皱眉头，这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啊。而等她回过头来，看到那张英俊又熟悉的脸庞时，表情精彩极了。二师姐，几年不见，你长大了。李牧一把搂着青衣女子的腰肢，一脸坏笑地说道：“小师弟，你怎么在这里？”青衣女子大喜，丝毫没介意李牧搂着她的腰。嘿嘿，我这不是来找你吗？李牧笑道：“你找我？你觉得我信吗？”青衣女子瞪了一眼李牧，然后才推开李牧的手。她叫青灵书，人如其名，如同书中走出的书灵一般，充满了灵性。她的书法、国画水平简直堪称一绝，而且医术也是一流，在天域排行第2，就是修为很差，跟张梦瑶有得一拼。而正因为她如同书里走出来的一般，所以她和薛红霞是2个完全不同的性格的人。薛红霞大大咧咧，实力强悍无比，动不动就调戏李牧；而青灵书温婉尔雅，在天域的时候，李牧都敢出言挑逗。如今在白玉城遇见，李牧才敢直接上手搂着她的腰，而且几年不见，手感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特别是她那红扑扑的脸，看上去和她的青色长裙交相辉映，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混账东西，你他妈谁啊？少年看到李牧之后，瞬间就恼了。这里是他们的酒店，他要享用一个女人，被拒绝了。结果李牧一个毛头小子，不仅上了手，特么的这个美女还不反感，凭什么？想知道我是谁？你还不够格？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便准备动手。青灵书却一把拉住李牧，他知道李牧的脾气，真要动手，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好看。于是青灵书说道：“小师弟，不要节外生枝，好吧？”李牧叹息一声，他这7个师姐里，要说最爱好和平的，自然是青灵书。他虽然是玉境高手，但不被人逼到绝路，是绝对不会出手的。虽然他可以一巴掌拍死这个少年，但2师姐都发话了，他自然要给个面子。于是李牧冷笑道：“通知你们族长，就说书灵居士在此，要是晚一点，你小命难保。”少年大怒，敢在他的地盘上威胁他。不过一个中年人还是劝阻少年道：“少爷，要不还是问一问吧。”他也看得出李牧的实力不弱，动起手来他们不一定是对手，而且这家伙有恃无恐，这个女人肯定大有来头。少年犹豫片刻，还是给家族打了个电话。而片刻之后，少年的脸色就变了，因为家族给他的回复是让他立刻下跪道歉，如果惹得青灵书不高兴，就把他丢到护城河去喂鱼。而且族长亲自赶来，在族长到来之前，他要是赶起来，来了就打断他的腿。于是挂断电话之后，少年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给惊呆了。这个青灵书到底什么来头？算你有自知之明。见少年跪下，李牧满意的点点头，看来他2师姐的名头还是挺管用的。郭少，这是什么情况？几个手下有些懵。郭少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怎么给这个女人跪下了？我特么怎么知道什么情况？反正都给老子跪下，我爷爷马上就来。郭少没好气道：“什么家主？”众人也是个一哆嗦，家主可是很少出面的，结果为了这个女人竟然要亲自来。不过郭少都跪下了，他们哪里还敢不跪？于是众人都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片刻之后，一辆轿车疾驰而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火急火燎地从车上走了下来，身后跟着几个真元境的保镖。爷爷！郭少看到老者之后，立刻叫了一声：“混账东西，回去之后再收拾你。”老头瞪了一眼郭少，然后才来到青灵书面前：“老夫郭天宇，拜见书灵居士。”老头躬身行礼，很是恭敬地对着青灵书说道：“你认识我？”青灵书疑惑地看着老头，他可不记得见过此人。书灵居士可是名满龙国的书法大家，我这孙儿不懂事，冲撞了居士，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郭天宇说道：“冲撞我是小事，可他对我小师弟不敬，让他给我小师弟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青灵书指了指一旁的李牧说道：“郭天宇有些惊讶地看了看一旁的李牧，他并不知道青灵书有什么师弟，但是看他俩亲密的样子，可不像是一般的师姐弟的关系。不过青灵书都发话了，他自然只好看向了郭少，大喝道：“混账东西，还不来给书灵居士和他师弟道歉！”郭宝林虽然心有不甘，但是他爷爷发话了，他不得不听，只好走上前来道：“我有眼无珠，冲撞了书灵居士，还请居士恕罪。”青灵书则严肃道：“你没听见吗？你冲撞了我没事，但你冲撞了我小师弟，你就必须跟他道歉。”郭宝林虽然很不爽，但看了一眼爷爷的眼神，就知道今天不给李牧道歉是不可能走得出去的。于是郭宝林只能看向了李牧，道：“对不起了，还请先生原谅。”李牧瞥了一眼郭宝林，以他的眼力，自然看得出这郭宝林虽然嘴上道歉，但心里还是10000个不情愿，而且以这种人的尿性，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他倒是不怕郭宝林的报复，这家伙真要找死的话，他不介意送这货上西天。既然道了歉，那就走吧。青灵书是个爱好和平的，既然别人都道歉了，总不能揪着不放吧？混账东西，还不谢过书灵居士！郭天宇怒斥道：“多谢书灵居士！”郭宝林行了一礼，然后
便带着人离开了。可，树林居士胸襟开阔，老夫多谢多谢。郭天宇恭敬道：“那你们酒店还有房间吗？”青灵书问道：“有，当然有。”郭天宇立刻过去让人给青灵书准备房间。不过片刻之后，郭天宇有些尴尬地说道：“树林居士，因为拍卖会的缘故，咱们酒店今天就只剩下一间大床房了。不知一间大床房，那就挤一挤吧。”青灵书无所谓地说道：“反正他和李牧又不是外人，挤一挤也没啥。”郭天宇嘴角抽了抽，关系亲密也就算了，还可以挤一挤，看来这李牧和青灵书的关系不浅啊。好，我立刻让人收拾。郭天宇赶紧让人腾出房间，然后便恭敬地退出了酒店。此刻郭宝林就在外面等着，很是不解地问道：“爷爷，那树林居士是个什么人？一个玉静静而已，你何必对他如此客气？他如此心高气傲，大不了灭了就是。”结果话音刚落，郭天宇直接一巴掌打了过来，没好气道：“你他妈懂个屁啊！如果只是他一个人，我当然不怕，但是你知道他背后都是些什么人吗？他背后真有人的话，他能一个人来？”郭宝林好奇问道：“知道齐石白吗？”郭天宇问道：“齐石白就是个名誉天下的书法大家齐石白，不错，就是他。你知道他是书法大家，那你知道他其余的身份吗？”“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些，他是齐家家主，而且还是龙国书法协会的会长，修为更是达到了入圣境，乃是龙国最顶尖的高手之一。”郭宝林很是崇拜地说道：“那你知道他和青灵书什么关系吗？”“他和齐石白还有关系。不错，齐石白都要叫青灵书一声大师，他在龙国书法界那就是横着走的存在。在京都，就算他只是一个玉静静，好多超凡境入圣境见了他都要毕恭毕敬的行礼。你特么今天差点就害了我郭家，懂吗？”郭天宇恶狠狠地说道。就因为书法，郭宝林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书法再好，能当饭吃吗？你以为书法就是拿来看的？要不然呢？要不然你可知道，对于超凡入圣的那些人来说，一幅好的书法甚至可以助人入圣。郭天宇说道：“好的书法可以助人入圣？爷爷，你没开玩笑吧？”郭宝林有些懵，这都什么跟什么？这个世界是很奇特的，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所以以后给我注意点，不要再去招惹他了。还有，那个小子跟青灵书的关系很好，你也不要去招惹了。”郭天宇说道。“是，爷爷。”郭宝林嘴上说着，可心里还是十分的不服气。一个玉静静而已，算特么什么大佬？他找个机会弄死李牧，然后把青灵书拿下。而此刻的酒店里，李牧跟着青灵书来到了房间里，发现房间里果然只有一张床。“二师姐，咱们就在床上挤一挤。”李牧一脸坏笑地说道。“你睡床，我睡沙发。”青灵书严肃道。他说的挤一挤，可不是挤在一张床，而是在一个房间里。轰！说话间，一声巨响，一道雷声响起。青灵书吓得一个哆嗦，直接跳到了李牧的怀里。“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青灵书一阵后怕。他虽然不怕郭宝林这种人，但他很怕打雷，这仿佛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打雷的时候他是下意识的找靠山。要是李牧不在，估计他就直接藏进被窝里了。可，二师姐，要不你松一点，你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了。李牧看了一眼挂在自己脖子上的青灵书，不由干咳一声，因为他可真是胸怀宽广，又很暖和，挂在李牧胸口确实让人遐想啊。青灵书一愣，赶紧松开李牧。虽然他和李牧关系很好，但这动作也太亲密了。“小师弟，对不起。”青灵书面红耳赤，这要是让别的师妹们看见了，会误会的。结果青灵书话音刚落，又一声炸雷响起，声音更大。青灵书吓得又是娇躯一颤，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跳到李牧的身上。这一次他勒得更紧了，李牧只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了，而且不经意的一低头，山峦叠起，沟壑纵横，这下他的呼吸就更加急促了。“二师姐！”李牧赶紧移开眼睛，提醒了一下青灵书。“不，我就不下来，要不咱们到床上去吧。”青灵书有些尴尬地说道。“不是你睡床，我睡沙发吗？”李牧问道。“那是不打雷的情况下，你也知道我最怕打雷了，你要陪我。”青灵书轻咬贝齿，不敢看李牧的眼睛。“那好吧，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帮你一把了。”李牧嘿嘿一笑，然后便抱着青灵书来到了床上。结果一到床上，雷声就更大了。这一下青灵书把李牧抓得更紧了，更是直接蜷缩进了李牧的怀里。“二师姐别怕，有我在呢。”李牧轻轻地抚摸着青灵书的后背，他体内的纯阳之力就开始躁动起来了。与此同时，青灵书体内的极阴之力也开始蠢蠢欲动，两种力量透过身体，在他们的皮肤相遇，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涌现在他们心头。于是满园春色关不住，雷声也识趣地停了下来。第二天早上，李牧给青灵书端来了早餐，青灵书则是用一种怪异又复杂的眼神看着李牧。他就来一趟白玉城而已，咋就成了这样呢？要说那雷声也怪，他们一到了床上，情到深处就没了。“小师弟，你可不能跟别人说。”青灵书穿好衣服，脸蛋红扑扑地说道。“二师姐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李牧拍着胸脯保证。“你最好说到做到，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青灵书瞪了一眼李牧，然后便开始吃早餐，而李牧则来到床上盘坐了下来。“小师弟，你不吃吗？”青灵书好奇问道。“二师姐，我不吃，
我感觉经过昨晚的事，我要有所突破了。李牧说道。你，青灵书一阵无语，不是说好了不提昨晚的事吗？你咋又提？而李牧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体内的纯阳道诀又开始自动运行了。经过昨晚的雨疏风骤，他的纯阳道体和青灵书的极阴之体互补，使得他的纯阳道诀直接突破到了第7层。只能说青灵书的极阴之体真的厉害，不仅他的修为提升了，就连他的神魂也提升了一大截。之前他还不敢尝试白天神游，可现在他感觉自己的神魂在真元的包裹下，大白天就可以四处游荡了。按照修为的说法，能够白天神游的话，就算是超凡境了。这还没完，李牧竟然发现和青灵书一番交流之后，他竟然可以做到一心二用。所谓一心二用，就是能够让神魂同时做2件事，一是进行神游，二是操控肉身。不得不说，青灵书就是他的福星。昨天他还在担心，如果在拍卖会要对轩辕景德出手，现场那些神游境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又有神魂攻击，又有肉身攻击，他还没找到解决办法。结果现在就完美解决了，他的神魂可以出击，同时还可以操控肉身，不怕肉身被毁了。二师姐，谢谢你。修炼片刻之后，李牧看向青灵书，很是感激地说道。你谢我干什么？青灵书正吃的早餐呢，有些惊讶地看着李牧。二师姐，要不是你，我估计要很久才能突破。李牧说道。我还以为啥事呢？青灵书瞪了一眼李牧，其实跟李牧翻云覆雨之后，他的修为也有所提升，也已经到了真元境，所以嘛，他觉得他和李牧就是相辅相成。对了，二师姐，你怎么突然来白玉城了？而且还是一个人来的？李牧走了过来问道。还不是因为星辰阁的拍卖。青灵书说道。星辰阁的拍卖？二师姐，你是为了这个来的？李牧一愣，这么说来，他还得感谢星辰阁了，要不然他怎么和二师姐邂逅？是啊，我本来在全国游历，结果听说星辰阁的这次拍卖，所以便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就没来得及带保镖。这次要不是遇到你啊，估计就真的没了清白。青灵书说道。不过话音刚落，他就觉得说错话了，因为遇到了李牧，也没了清白啊。说完，他就瞪了一眼李牧，这家伙在天域的时候看起来没那么多心眼子，怎么出了天域变坏了？可李牧尴尬一笑，赶紧转移话题道。对了，二师姐，你知道星辰阁这次拍卖的是什么吗？一幅千年古画。千年古画？李牧一愣，青灵书是书法家，所以拍卖古画是情理之中的事，而那轩辕景德来拍卖古画又是个什么章程？难道那家伙也对书法感兴趣？不错，这幅画不仅有画到感悟，而且上面的书法更是一绝，所以十分难得，我必须亲自来一趟。对了，小师弟，你怎么也来白玉城了？青灵书好奇问道。呵呵，我这不是来为二师姐你保驾护航的吗？李牧嘿嘿笑道。看来五师妹说的没错，你果然比在天域里更加油嘴滑舌了。你见过五师姐了？李牧一阵脸红。电话里说的。行了，别贫嘴了，说正事。好吧，其实我也是为了拍卖会来的。李牧一脸严肃地说道。你也是为了拍卖会来的？难道你也喜欢那幅画？青灵书很是疑惑地问道。据他所知，李牧貌似对于画道并不是很感兴趣，就算有个一知半解的，也是在他的熏陶下了解的。二师姐，我不喜欢那幅画，但我确实是因为那幅画才来的。李牧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师姐，你可知道星辰阁为何突然要拍卖这幅画？李牧问道。你别告诉我跟你有关系。青灵书有些诧异地看着李牧，其实他早就知道这幅画在星辰阁手里，但是一直以来星辰阁都没有拍卖这幅画的打算，甚至他动用过一些关系也没能动摇星辰阁。结果这次星辰阁突然要拿出来拍卖，所以他才火急火燎地赶过来。可星辰阁确实是因为我的关系才会把这幅画拿出来拍卖，而他们拿来拍卖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轩辕景德引来。李牧说道。因为你，而且是要将轩辕景德引来。青灵书更猛了，本以为就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拍卖，结果里面竟然如此复杂。随后李牧将具体情况说给青灵书听，而青灵书听完之后立刻严肃道。小师弟，这轩辕景德可不是一般人，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这里是白玉城，是执法队分部驻地，而且这里还有很多高手，你要是贸然动手，后果不堪设想。你要是真想拿下轩辕景德，等这件事过后，我回京都找人，一定将轩辕景德绑到你面前来。多谢师姐了，不过这次我必须从轩辕景德嘴里套出消息来，否则就晚了。李牧摇了摇头，他当然不想冒险，但是没办法，他离开天域已经2-3个月了，就只找到了轩辕家这么一个仇人，而且还是无法撼动的仇人。而且根据消息，轩辕家的后面还有不少的大势力，而他甚至连父母的消息都没有打探到，而且他还要回天域去将师娘救出来。总之他的事还有很多，所以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更何况这次轩辕景德回去之后可就很难出来了，机会难得，那你也不能冒险。我立刻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来白玉城，一个轩辕景德而已。青灵书板着个脸说道。二师姐，你就别管这事了。李牧拍了拍青灵书的肩头，他为了这幅画都没有惊动他背后那些人，结果为了帮他对付轩辕景德，他就愿意动用人脉，可见他在他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是没那个必要，一个轩辕景德而已，他还不放在眼里。可是二师姐，
没有可是，我能应付。你还是想想如何排到这幅画吧。李牧笑道：好吧，如果他们敢伤你一根汗毛，我就让他们所有人陪葬。青灵书恶狠狠地说道。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星辰阁大门外已经人流涌动了，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佬，也有不少白玉城的达官显贵，外围还有大量的人在等待机会。毕竟这么多大佬，只要能攀上一两个，这辈子就不用愁了。来了这么多大佬，星辰阁的人自然也是严阵以待，所以这次拍卖会的安保特别的严格，所有进入会场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登记才能放行。一些想要混进拍卖会然后结交达官显贵的人，全都被挡在了外面。对不起，你不能进去。门卫对着一个中年人严肃道。什么？我可是白玉城三流家族的家主，我都不能进？那中年人很是惊讶，他可是手握10亿资产，竟然还不够资格进入拍卖会。先生，今天我们星辰阁有着严格的标准，你还不够标准，所以抱歉了。门卫微笑道。哼，我都不够格，我倒要看看你们星辰阁到底是个什么标准。那中年人很是恼怒，毕竟整个白玉城三流家族以上的也就10来个而已，如果三流家族不够格，那么整个玉京省够资格参加拍卖会的也就20-30个，加上外面来的人，整个拍卖会也就50来个人而已，而外面少说为了上千人，这合理吗？门卫没有理会此人，而是继续认真甄别所有人的信息。轩辕先生，请进。门卫看到轩辕景德之后立刻放行，刚才那个中年人也不敢说什么，毕竟轩辕景德可是轩辕家的人，而轩辕家可是整个龙国10大家族之一，比他们家族强了太多太多。这轩辕景德哪怕只是轩辕家的一个小长老，地位也比他高得多。说句不好听的，轩辕家的人能来白玉城都是他们的荣幸。紧接着又是一些厉害人物进入，包括执法队大队长郑红、杨家家主杨元宏、浮云宗宗主罗云福等等。对于这些人，那中年人也没有任何勇气去质疑。可是当他看到李牧和青灵书也可以进入之后，瞬间就恼了。喂，你们是不是看人下菜？是不是看她长得漂亮就可以放她进去了？还一放就是2个。中年人指着李牧和青灵书说道。你懂什么？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舒灵居士，他能来是我们星辰阁的荣幸。门卫没好气道。什么舒灵居士？就是一个真元境初期的女人罢了。中年人有些不服气地说道。小声点，你不要面了，别说你一个三流家族的家主了，听说昨晚郭家郭宝林得罪了舒灵居士，差点被打死。旁边一人赶紧说道。什么？郭宝林？那中年人一个哆嗦，郭家可是2流家族，比他家强了不知多少倍，结果就因为得罪了青灵书，差点被打死。这青灵书究竟是什么人？不错，听说他本身实力不强，可他能摇人，随便摇一个来就能在玉京省横着走。他就算了，他身边那个人呢？他凭什么进去？中年人又质问门卫。舒灵居士钦点的人当然可以进去，你要是能得到舒灵居士作保，你也可以进去。门卫没好气道。呸，特么是个吃软饭的。中年人朝着李牧的背影啐了一口。李牧同时打了个喷嚏，他并不知道，就因为和青灵书一起进入星辰阁，他就成了一个吃软饭了，这里面就清静多了。来到星辰阁里面，李牧才松了一口气，看来星辰阁设置门槛是对的。青灵书也点点头，如果人太多的话，有人乱叫价不说，人多嘴杂的也容易出乱子。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了拍卖厅外，负责这次拍卖的是星辰阁分部的掌柜廖凡。面对从各地赶过来的人，他也表现得不卑不亢。诸位，这次由我来主持这幅王玄机的真迹拍卖，由于这幅真迹很珍贵，所以需要大量的安保，同时我们也选择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拍卖厅，这就导致包间的数量有限。廖凡语气平缓地说道。众人一皱眉头，毕竟平日里都是大佬，要参加别的拍卖会肯定是不会抛头露面的，肯定都是在包间里。如今包间数量有限的话，就注定只有少部分人在包间里。我也知道诸位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人物，所以我们这次选择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使用包间，诸位有没有意见？廖凡问道。众人也都摇了摇头，毕竟这次的主要目的是拍到这幅画，至于是不是在包间里并不重要。于是众人立刻开始抽签，现场一共来了70人，却只有5个包间，所以李牧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可是最终的结果出来，李牧竟然抽中了一个包间，而且还是位置最好、配置最豪华的包间。而作为轩辕家的人，轩辕景德运气有点差，竟然没有抽到包间。本来吧，众人也没有什么意见，都准备开始拍卖了。轩辕景德却突然站了出来。拍卖的事先等一等，我觉得他没资格进包间。轩辕景德摸了摸白胡子，冷冷说道。轩辕景德，你什么意思？青灵书冷冷地看着轩辕景德。李牧可是他师弟，怎么就没资格了？舒灵居士，我当然不是质疑你的身份，只是他没资格进包间而已。轩辕景德冷笑道。他们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佬，凭借身份才能进来拍卖，凭什么李牧靠吃软饭就可以进来，而且还是最豪华的包间？轩辕景德这么说，其余人虽然没有明说，但都觉得轩辕景德说的有道理。李牧一个吃软饭的，凭什么进最豪华的包间？李牧突然大笑了起来。本来他还想着今天对轩辕景德出手的话，肯定很多人猜原因，结果借口这不就来了吗？这轩辕景德竟然主动招惹他，
那他灭了轩辕景德，套出玉龙真人代号的全部消息，也就不会有人怀疑他的动机了。小子，你笑什么？轩辕景德冷笑道。不错，我觉得轩辕老哥怀疑的有道理，大家都是靠自己的身份进来的，拍品又是王玄机大师的作品，绝对不允许你这种吃软饭的沾染，要么你就把豪华包间让出来，要么你就滚出去。一个老头说道。你再说一遍。青灵书冷冷地看着老头，那老头吓得一个哆嗦，看来李牧对青灵书来说很重要啊，不然青灵书也不会如此维护李牧。书灵居士，你确实很适合参加王玄机大师的作品拍卖，但是他没有这个资格。轩辕景德指着李牧说道。如果我非要带他进去呢？青灵书质问道。呵呵，如果真要这样的话，这拍卖会也就别开了。轩辕景德冷笑道。你！青灵书大怒，这轩辕景德真是找死，这是欺负他，这次是一个人来的。诸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廖凡赶紧走出来，其实他也不知道李牧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要是没有李牧的话，根本就没有这次拍卖。不过既然拍卖会设置了门槛，他自然要问清楚。于是廖凡赶紧问道，这位先生，除了是书灵居士的同伴，你还有别的身份吗？哦，是不是我亮出身份来就行？李牧问道。这位先生，只要你拿出让众人信服的身份来，自然不会有人怀疑的。廖凡说道。呵呵，让我们信服？如果他真有这个身份，就不会靠书灵居士来吃软饭了。那可不。众人议论纷纷，轩辕景德则一脸冷笑。其实吧，他并不是故意针对李牧，而是要给青灵书一个下马威。对于这幅画，他是志在必得的，而现场其余人对他的威胁并不大。但是青灵书不一样，倒不是说青灵书本身有多强，而是青灵书的人脉实在是太广了。如果青灵书非要这幅画，他也要大出血，所以他就要将李牧赶出去，让青灵书知道厉害。李牧冷冷地看了一眼轩辕景德，他自然也猜到轩辕景德有这个想法，不过这倒是正中他的下怀。随后李牧掏出那张盛天银行黑金卡来，在众人面前晃了晃。不知道我现在够不够资格？李牧问道。那是什么？一个二流家族的家主好奇问道。不就是一张黑卡吗？这里谁的资产没有个几百亿？一张黑卡算个屁！有一人说道。而杨元宏看到黑卡之后，立刻皱起了眉头，道：你们懂个屁！要是一般银行的黑卡，自然不算什么，可那是成天银行的黑金卡，全国限量100张，每一张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盛天银行的黑金卡，每一张都有记名吧？查一查不就知道真假了？差，你懂个屁！这些黑金卡确实是记名的，但是无法伪造，而且都是有芯片定位的。如果是被偷的，卡的主人肯定能找到，可是没有人找来，要么就是他的，要么就是原主人送给他的，无论是哪一条，都足以证明他的资格。杨元宏叹息道。而轩辕景德也是脸色阴沉，他没想到名不见经传的李牧竟然拥有盛天银行的黑金卡，本想趁机敲打一番青灵书，结果踢到了钢板上。这个家伙绝对不简单，既然我有资格的话，这一场拍卖会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李牧收起黑金卡，笑着问道。当然可以。廖凡微笑着，态度显然恭敬了不少。刚才虽然也是带着笑，但显然是给青灵书面子，可现在他是打心眼里尊敬李牧，因为盛天银行黑金卡实在是太稀有了。小师弟，你面子不小啊，七师妹竟然连黑金卡都给你了。来到包间之后，青灵书瞪了一眼李牧，因为盛天银行的黑金卡很稀有，他可不相信李牧凭借自己的实力拿到黑金卡，正好七师妹就有一张，他觉得肯定会是七师妹的那种黑金卡。可不瞒二师姐，这黑金卡是七师姐托三师姐带给我的，说来我还欠了七师姐的人情。李牧尴尬一笑道，这黑金卡可是帮了他的大忙，以后见到七师姐还要好好感谢一番才对。哎，看来七师妹对你也是痴心一片啊。青灵书喃喃道。二师姐这是什么意思？李牧愣了愣，把黑金卡借给他用，怎么就痴心一片了？为什么就不能是师姐对师弟的关爱？等你去了京都你就明白了。青灵书淡然一笑，并没有过多的解释。李牧虽然一头雾水，但也听出了一些端倪，想必是七师姐的处境并不是很好，可还是将这盛天银行的黑金卡带给了他，要不然二师姐也不会这么说。看来要尽快去一趟京都才行了。李牧叹息一声，然后不再说什么，等着拍卖会开始。而在大厅里，轩辕景德死死地盯着那个包间。三长老，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让那小子消失。这时郑红凑了过来，小声说道。虽然青灵书身份特殊，他没办法对青灵书动手，但是李牧算什么？不就是一张盛天银行黑金卡吗？又不是李牧自己的，只要他找个借口弄死李牧，就说是李牧违反了执法队的规矩，就算是黑金卡背后的人找来了，执法队也能保他，不用你出手。敢跟我作对，等今天拍卖会完了，我亲自去弄死他。轩辕景德冷笑道。三长老威武！郑红立刻拍起了马屁，毕竟他之所以能当上玉京省执法队的大队长，背后可是轩辕家的功劳，所以他对轩辕家是充满了恭敬。行了，去维持秩序吧，今天这幅千年古画我是志在必得的。轩辕景德说道。是，三长老。郑红点点头，立刻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既然诸位已经落座了，那么就开始今天的拍卖了。廖凡来到拍卖台上，朝着后台招了招手，立刻就有人抬着一个桌子上来。
不就是一幅画吗？用得着2个人抬？看到这一幕，李牧有些疑惑。一幅画再重也就几斤吧，随便一个成年人也能提100多斤吧。小师弟，你真不懂。青灵书有些疑惑地看着李牧。二师姐，我该懂这些吗？李牧很是疑惑，看来师娘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说给你听啊。青灵书叹息道。李牧一愣，听青灵书这么一说，貌似还真的是这样。按理说他的纯阳道诀第6层了，他的神魂也能进行神游，师娘应该告诉他才对。可是师娘啥都没说，也没给他说神魂可以神游，也没说储物戒指的事。难道是师娘觉得他只需要专心修炼纯阳道诀就行了？算了，我给你解释吧，因为这不是一幅普通的画。青灵书说道。我当然知道不是普通的画，这是大师王玄机的作品吗？大师？真正的书法大师有很多，但是很多大师都只能卖1-2个亿就顶天了，对不对？青灵书问道。李牧点点头，一般的大师一作，就算是古董，卖1-2个亿也就顶天了。如果只是如此的话，星辰阁根本就犯不着搞这么大的阵仗卖王玄机的画，肯定另有玄机。你猜对了，这幅画起拍价估计就是100亿，上不封顶。青灵书说道。啥？100亿还上不封顶？李牧听了一个哆嗦。100亿啊！江东省的3流家族总资产估计也就这个数吧。就算是张家这种顶尖家族，能有个500亿家产就不错了。结果王玄机的一幅画就价值100亿，还是起拍价。知道为什么吗？青灵书问道。能让人有所感悟。不错，王玄机之所以称之为大师，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入圣境的超级高手，而他把自己对于武道、秘籍、圣境的感悟都融合在他的画作之中，买到他的画就可以身临其境的感悟，就有可能突破境界，所以价值才会如此高。青灵书说道。原来如此。李牧恍然大悟，看来这个世界并不简单，一幅画就能有这么多的功能。正因为这幅画蕴含了太多的东西，所以无形之中就有千斤重，一般人根本就拿不起，所以星辰阁才会让2个大力士来抬。青灵书说道。说话间，2人已经将那幅画给抬了上来。只见廖凡掀开桌布，露出一个玻璃展台，展台里面便是王玄机的画作《白狐登仙赋》。看到这幅画的名字，李牧不由愣住了。不是一幅画吗？怎么就取了个骈文的名字？我刚才说了，王玄机是一位大师，不仅仅是画作大师，更是书法大师。他的画作可让人领悟，他的书法更能让人领悟。这《白狐登仙赋》便是他画作和书法的集大成者，所以价值不可估量。今天只怕是要大出血了。青灵书眼神带着一丝贪婪地说道。还能这样？李牧一愣，书法和画作融为一体，看来这王玄机真是个厉害人物。诸位，这幅《白狐登仙赋》乃是王玄机大师的作品，我们只能展示名字，具体的内容就不展示了。谁拍到手之后，自己拿回家去领悟吧。现在开始拍卖，起拍价100亿，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亿。廖凡说道。500亿。轩辕景德直接开口，这价格直接把白玉城几个2流家族的人吓得一个哆嗦。毕竟白玉城的2流家族总资产也就1000亿左右，结果轩辕景德一开口就是500亿，他们就只能干瞪眼了，因为他们总资产1000亿，可是活动资金远没有500亿，根本就买不起。看来今天只能赔跑了。500亿，这个轩辕景德是志在必得了，咱们就别掺和了。一个家主苦笑道。那可不，一开口就是500亿，不管我们出价多高，他肯定还会再出价的，还会因此得罪了轩辕家，得不偿失。对啊，咱们就看着就行了。众人议论纷纷，不过很少有人出价的。这个轩辕景德可真是……青灵书一阵无语，虽然500亿他也拿得出来，可为了一幅画，他还是觉得有些可惜。二师姐，不就500亿吗？我来。李牧嘿嘿一笑，随后帮青灵书出价600亿。一听到包间出价，轩辕景德瞬间就怒了，这特么显然就是跟他对着干。700亿。这时又有一个包间的人出价了，很显然他们也对这幅白狐登仙赋纸在必赔。很好，1000亿。轩辕景德冷冷一笑，1000亿的话足以让一个大家族培养出好几个神游境的强者了，他就不相信这些人还敢出价。虽然出价的人又少了2个，不过还是有人在出价。1100亿。李牧再次出价。青灵书一愣，赶紧提醒道：小师弟别乱来，已经有些不值了，毕竟1000亿已经是一个大家族的全部身家了。二师姐，七师姐给我的可是盛天银行黑金卡，还怕没钱吗？李牧问道。虽然黑金卡可以无限透支，但也是需要还的。再说了，用这么多钱买这幅画不值得。青灵书说道。二师姐放心，我自有分寸。李牧淡然一笑，因为轩辕景德看起来志在必得，那么等他把价格抬上去，然后就放手，等轩辕景德带走这幅画就行。反正他要对付轩辕景德，到时候轩辕景德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都想跟我争是吧？很好。轩辕景德冷冷一笑，随后站起身来，伸出3根手指朝着众人扫了一遍。看到这个手势，众人脸色纷纷大变。我尼玛，犯得着这么狠吗？直接点天灯。一人惊呼道。是啊，一幅画而已，点天灯有些狠了。什么叫点天灯？一人好奇问道。你连点天灯都不知道？这在拍卖行里，那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出价，他都会加价，直到拍到手为止。一个老头解释道。
这么夸张？万一有人恶意加价呢？恶意加价，现场都是些大佬，谁也不会丢了体面。再说了，真要恶意加价，得罪了轩辕家，后果可想而知。众人闻言一愣，是啊，轩辕家可是龙国10大家族，一般人哪里敢得罪轩辕家？所以这轩辕仅得一点天灯，其余人就很少有出价的了。虽然这幅白狐登仙赋很稀有，但就算买来了有所突破，结果得罪了轩辕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现在再出价就有些不明智了。扫了一眼众人之后，轩辕景德冷冷一笑，看来轩辕家的头衔还是很好使的。1300亿，李牧再次加价，这一下让众人都有些懵了。那家伙是个愣头青吗？真以为有青灵书当后盾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得罪了轩辕家，青灵书都不一定保得住。混账东西，你找死！轩辕景德大怒，他虽然是轩辕家的3长老，但是能调动的资金还是有限的，如果太高的话，他也需要调配。轩辕老贼，只允许你质疑我的资格，难道还不允许我出价了？这里是星辰阁，不是你们轩辕家，少在这里给我倚老卖老的！李牧丝毫不给轩辕景德面子，而是大声呵斥道：卧槽，那家伙好勇，竟然说他是轩辕老贼，估计轩辕景德要被气得吐血了。一人惊呼道：想想也对，他能得到盛天银行黑金卡，绝非泛泛之辈，结果拍卖会还没开始就被轩辕景德质疑资格，换作是我也咽不下这口气。就算轩辕景德点了天灯，我也要让他大出血才行。听完李牧的话，轩辕景德也是怒火中烧，却也没有办法，只能冷笑道：那我倒要看看你能出价到多少。呵呵，我有盛天银行黑金卡，无限透支，就看是我能坚持，还是你能继续出价。李牧随口一笑道。轩辕景德嘴角抽了抽，盛天银行黑金卡确实可以无限透支，难道今天点天灯就是个笑话？1500亿！轩辕景德立刻大喝道：那我出1600亿！李牧说道：1800亿！那我就出1900亿！2000亿！轩辕景德直接站了起来，因为这是他能调动的极限。如果李牧再出价的话，他就只有打电话去家族里了，否则今天点天灯，明天就要上大街裸奔了。小师弟，别闹了！青灵书也被李牧吓了一大跳，那可是2000亿，如果再出价的话，就真的大大超过了白狐登仙赋的价值了。二师姐，我可没闹，我这是在给星辰阁送大礼呢。李牧嘿嘿一笑，毕竟星辰阁能拿出白狐登仙赋来拍卖，才能把轩辕景德引来，而他自然也要有所表示，所以就让轩辕景德花2000亿买这幅画，也算是帮星辰阁赚一笔钱。于是李牧大笑道：哈哈，轩辕老贼，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这幅画就暂时交给你保管了。不过你给我听好了，这幅画你带不出玉京省，迟早要到我手里来。卧槽！现场众人大惊失色，李牧这家伙真是疯了吗？这是在威胁轩辕景德，跟轩辕景德抢拍品也就算了，现在还特么要威胁轩辕景德，这是不把轩辕家放在眼里，也不把玉京省这些大佬放在眼里啊！小杂碎，你特么倒是动手抢一个试试！轩辕景德真的怒了，一个毛头小子还敢威胁他，真当他是吃素的？那你给我等着就行。李牧耸一耸肩，这家伙自动送上门的借口，他不抢都不行了。好了，宣布吧。轩辕景德冷冷一笑，并没有把李牧放在眼里，他是巴不得李牧动手抢夺，到时候他都不用给青灵书面子，直接一巴掌拍死李牧。既然没有人再出价了，那么这幅白狐登仙赋就是2000亿的价格，由轩辕景德拍的。廖凡按照流程说了一遍，然后便让人将这幅画收了起来，送到了轩辕景德面前。终于得到手了，轩辕景德舔了舔嘴唇，因为这幅画里面的线条、书法，那都是一绝，多看就能让他有所感悟，甚至能突破到超凡境。而且到了轩辕家，他还可以给那些大佬看，说不定轩辕家的整体实力能提升一大截。不过这里是星辰阁，他自然不会在这里看。于是轩辕景德收起画作，冷冷地看向包间，道：小子，我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玉京省，你有本事就来，放心，你走不掉的。李牧大笑一声，随后便和青灵书离开了包间。三长老，要不我今晚……郑红走上前来，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毕竟在玉京省的地盘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一个人，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不必，我倒要看看他明天敢不敢来。轩辕景德冷笑一声，随后便离开了。有意思，有意思。杨元红笑了笑，今天虽然没有拍到王玄机的画作，但看到有人敢和轩辕景德叫板，也不算白来。虽然他们都觉得李牧不是傻子，明天绝对不可能去找轩辕景德的麻烦，不过他们明天还是想去看看热闹。在回酒店的路上，青灵书叹息道：哎，想不到那轩辕景德竟然愿意出2000亿，看来我只能和白狐登仙赋失之交臂了。二师姐别这么说，明天我去抢过来送给你就是了。李牧笑道：抢过来送给我？小师弟，你可别干傻事，轩辕景德可不是普通人，这次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郑红肯定会插手的，还有白玉城这么多人。青灵书说道：动静越大越好。李牧嘿嘿一笑，毕竟他找轩辕景德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说清楚代号玉容真人的消息，至于抢夺白狐登仙赋只是顺带的。不过呢，他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为了抢白狐登仙赋，所以人越多越好，动静越大越好。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那可都是神游境的强者。青灵书严肃道：神游境又如何？在我眼里，
啥也不是。李牧冷冷一笑，随后便和青灵书回到了房间里。那个啥，过了1天了，应该有别的房间了，我去再开一间房。青灵书有些脸红的说道。二师姐，我手头有点紧，就别再开了，节约一点是一点吧。李牧说道。你手头有点紧？青灵书一翻白眼，你丫刚才1000多亿买画的时候，怎么不说手头有点紧？现在几百块的房费舍不得，还说手头有点紧。男人，行了，时间不早了，咱们洗澡休息吧。李牧嘿嘿一笑，随后便关上了房门。小师弟，你别乱来，这才多久？青灵书要崩溃了，才1天好不好？都20个小时了。李牧一脸严肃，然后便洗澡去了。第二天艳阳高照，李牧伸了个懒腰，从床上起来。经过一夜的折腾，青灵书还在熟睡，而李牧感觉体内的纯阳道诀更加浑厚了。看来青灵书的极阴之体很强，对纯阳道诀的滋补很大。好好睡，等我的好消息。李牧嘿嘿一笑，随后便穿好衣服离开了。李牧刚离开，青灵书便睁开了眼睛。其实他早就醒了，可是他如果睁开眼睛，就会劝说李牧别去。可他也知道李牧的脾气肯定不会听劝的，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假装睡觉。李牧去闯祸，他来善后。于是青灵书立刻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小青啊，你跑哪里去了？可吓死我了！一个老头的声音响起。齐老啊，我来了白玉城。白玉城，玉京省的白玉城，你是为了那副白狐灯仙赋去的？齐世白问道。齐老英明，别管白狐灯仙赋了，你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你将来的成就绝对比白狐灯仙赋强，可别本末倒置了。齐世白赶紧劝阻青灵书，他之所以如此看重青灵书，是因为他明白青灵书在书法一道的天赋，只要给青灵书时间，青灵书的成就不会比王玄机弱的。齐老，我这里遇到点麻烦。青灵书说道。有人欺负你，倒不是欺负我，而是欺负我师弟。我就这么一个师弟，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欺负。你就说是谁，我亲自给他们打电话。齐世白有些恼了，不管青灵书的师弟是谁，他齐世白都要帮场子。先看结果吧，如果我师弟有个什么3长2短的，我要让他们陪葬。不知道齐老院不愿意帮这个忙了？开玩笑，为了帮你出气，就算是10大家族，我也帮你灭。齐世白大喝道。那就多谢齐老了。青灵书恭敬道。如果是别人这么说，他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齐世白的身份地位超过了10大家族，齐世白真要对付一个10大家族，并不是难事。小师弟，你最好别有事，否则轩辕家就没必要存在了。青灵书冷冷说道。而此刻的白玉城城门外，轩辕景德冷笑道。呵呵，我就说那小子没中，还敢威胁我，今天连面都不敢露，就是说的好像很厉害似的，现在都不敢露面。郑红也鄙夷道。三长老，我昨天回去之后问了，那小子叫李牧，去过阴风岭，还对我杨家不敬，今天他要赶来，我都帮你弄死他。杨元宏恶狠狠地说道。他也是回去问了杨元吉才知道的，否则昨天他就不会放李牧离开了。阴风岭，轩辕景德摇了摇头，他对阴风岭可不感兴趣，不过能够从阴风岭出来，看来李牧也是个心智坚定之辈。行了，他是不会来了，我们走吧。轩辕景德冷冷一笑，随后便准备离开。哦，谁说我不来了？李牧的声音突然响起，众人都变了脸色，这家伙是真不要命了。小子，你一个人来的？青灵书呢？轩辕景德瞥了一眼李牧，没有发现青灵书的影子，有些疑惑。毕竟李牧孤身一人，哪来的胆子来杀他？对付你，我一个人就足够了。李牧耸一耸肩道。笑话，就凭你也配？轩辕景德冷笑一声，根本就没有把李牧放在眼里。虽然他看不出李牧的具体修为来，但是李牧如此年轻，能到真元境就已经顶天了。他们现场5、6个人都是神游境强者，随便一个出来也能吊打李牧。本来吧，我和你们轩辕家没什么恩怨，可你非要在星辰的羞辱我，那我就只有杀了你了。不过呢，只要把白狐灯仙赋交出来，我还是可以饶你一命的。李牧笑道。笑话，我花了2000亿，怎么可能交给你？轩辕景德一翻白眼，2000亿对于轩辕家来说虽然不是很多，但绝对不是小数目。李牧想凭2句话就拿走，开什么玩笑？既然你不拿，那就别怪我下手无情了。李牧冷笑道。李牧，本来我要之后才找你问清楚阴风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杨元宏走上前来说道。杨家的人是吧？我今天没空跟你们拉扯，你最好给我滚远点。李牧冷冷地看着杨元宏，哼，找死！杨元宏大怒，一个毛头小子敢这么和他说话，简直找死！说完，杨元宏大喝一声，一道真元立刻破空袭来，在李牧的面前形成了一把长剑，想要直接将李牧击穿。那就看谁找死吧。李牧冷冷一笑，随后一拳击出，将那一道剑气直接击退。砰！剑气瞬间碎裂，现场众人都有些懵，都以为李牧只是匹夫之勇，却没想到李牧的实力竟然这么强。这一拳就将杨元宏的攻击击溃。杨元宏可是神游境后期，实力不是一般的强悍，哪怕不是全力一击，也不是李牧用拳头能够击溃的吧？原来你小子有点本事，看来你是知道阴风岭里发生了什么了。杨元宏脸色阴沉，如果李牧真的知道，那么李牧就应该知道阴风岭消失的原因。呵呵，一直以来离开阴风岭的人
都不记得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李牧问道。哼，既然你不知道，那就给我去死吧！杨元宏大喝一声，再次发起进攻。然而，无论杨元宏如何用真元发起进攻，李牧都能用拳头挡下来，这让众人有些始料未及，都没想到李牧的肉身竟然如此强悍。难道这家伙是个横练士？哼，在我的地盘上撒野，当我这个大队长是吃素的？郑红冷笑一声，随后立刻朝着李牧发起进攻。你们执法队是轩辕家的狗吗？李牧挡下郑红的攻击，语气阴冷道。哼，我身为执法队大队长，你在我管辖的地盘上闹事，难道我还不能杀你了？郑红质问道。呵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牧冷笑道。你……郑红很无语，还欲加之罪？李牧当着他的面抢劫，怎么就欲加之罪了？行了，别废话了，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一起上吧，皱一下眉头算我输。李牧冷冷地看向众人，朝着他们勾了勾手指说道。卧槽，这小子有点勇。罗云福有些错愕地看着李牧说道。既然他有这个要求，那就满足他吧。轩辕景德冷笑一声，随后立刻朝着李牧杀了过去。他觉得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既然李牧想要找死，那就成全李牧好了。说完，轩辕景德也施展出真元，朝着李牧杀了过来。很好，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听话的人。李牧大喝一声，随后释放出大量的真元，在空中形成一把利剑，猛地劈出。扑哧，利剑横扫八荒，将最前面的郑红、杨元宏等人击退，后面的轩辕景德、罗云福等人也被巨大的冲击力击退几米远。卧槽，这家伙这么猛！罗云福有些懵，刚才他本以为李牧就是横练士，结果李牧的真元和秘籍也是如此厉害，以一己之力击退他们5个神游境的攻击，确实挺猛的。看来他应该也是神游境，不过他应该是主修肉身和秘籍，神魂应该很弱。轩辕景德思索片刻之后说道。肯定的，否则他哪有这么多时间来锻炼肉身和秘籍？不过现在是大白天的，咱们也无法神游，也就无法攻击他的神魂了。郑红说都暗，还是先攻击他的肉身再说，我就不相信他有这么厉害。轩辕景德冷笑一声，随后开始猛攻。他们可是一群神游境，难道还收拾不了一个李牧不成？于是众人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不过无论他们如何攻击，李牧都能轻松应对。这家伙太猛了，不攻击他的神魂，还真拿不下他。杨元宏脸色阴沉地说道。看来需要出杀招啊！可笑的是咱们一群神游境，为了杀一个毛头小子，竟然还要出杀招。轩辕景德无奈一笑，本以为李牧就是个匹夫，没想到李牧竟然是真的有本事。事到如今，如果不出杀招，他们就真的丢死人了。杀招？三长老，你的意思是云雾丹？遮天蔽日！轩辕景德大喝一声，随后从兜里取出一把云雾丹来。这个时候，只有用云雾丹遮蔽阳光，将这一片变成黑夜，他们才能神游，才能对付李牧。云雾丹，看来神游境强者是标配。李牧喃喃道。不过也对，毕竟神游境强者大白天不能神游，但如果不神游的话，跟真元境强者的实力强不了太多，所以为了和真元境有更大的差距，云雾丹也就成了神游境最好的东西了。只要有云雾丹，就可以随时神游。小子，既然知道云雾丹，就应该知道你的末日到了，还不束手就擒？轩辕景德冷笑道。呵呵，你们怎么就敢肯定我的神魂不够强呢？李牧阴森一笑，众人只感觉心里一个咯噔，难不成这家伙神魂也很强？哼，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你的肉身和真元已经如此强悍了，而你只有25、26的样子，你哪来的时间锻造神魂？要知道神魂锻造起来可比肉身和真元更加困难。轩辕景德一边释放云雾丹，一边警惕地看着李牧。强不强也要试过才知道。李牧笑道。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的神魂很强，那又如何？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分人攻击你的神魂，然后其余人攻击你的肉身，你又如何应对？轩辕景德问道。不错，没了肉身，你的神魂就是孤魂野鬼，活不了多久，而没了神魂，你的肉身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你就说你如何应对吧。郑红也大笑道。其余人也点点头，因为这就是无解的存在。别说李牧了，就算是最强悍的神游境强者，也必须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神游境强者在用神魂对敌时，都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肉身，要么将肉身隐蔽得很好，要么就是专门有人保护肉身，否则肉身和神魂只要损失一个，这辈子就废了，到时候再说了。李牧耸一耸肩，他自然不会太会一心二用。那我就先看看你的神魂如何。轩辕景德冷笑一声，说话间，那些云雾丹已经完全释放出来，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已经乌云密布，变得和夜晚差不多。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神魂才敢进行神游。小子，出来吧！轩辕景德冷冷一笑，随后闭上眼睛，神魂便在真元的包裹下离开了肉身。其余几人也都离开了肉身，他们倒要看看李牧的神魂是不是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强。哦，你们都出来了吗？那我也陪你们玩玩。李牧嘿嘿一笑，随后也释放出神魂来。一瞬间，周围阴风四起。此刻，如果周围有人，就只看到几个人闭目养神，周围却让人毛骨悚然。很多人夜晚行走时，总感觉背后发凉，其实就是遇到了神游境高手在神游。而那些夜晚走一趟夜路就被吓得神志不清的，就是招惹了神游境高手。
神魂被那些高手所伤造成的。更有甚者，直接一病不起，就是神魂遭遇重创。而在空中，几人的神魂死死地盯着李牧的神魂，因为他们发现李牧的神魂真不是一般的强。妈的，他的神魂这么强，他哪来的这么多时间？郑红脸色阴沉，毕竟无论是肉身还是真元还是神魂，李牧都强得离谱，就算是天才中的天才也不可能这么强吧。不管他哪来的时间，今天他都必须死。轩辕景德大喝一声，随后就扑向了李牧。神魂攻击没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直接就是对撞。李牧自然不怵，直接一拳砸了过去。砰砰，两阵阴风吹过，两人的神魂就已经对撞了2次。轩辕景德没有占到丝毫便宜，反倒受了不小的损伤。这家伙的神魂太强了，大家一起上。轩辕景德脸色阴沉，他没想到李牧才25、26，神魂就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如果单独遇上，他必死无疑。难怪这家伙敢不把轩辕家放在眼里，那就一起上。郑红也不敢拖大，立刻和众人的神魂一起朝着李牧的神魂发起猛攻。灭魂针！轩辕景德大喝一声，随后他的神魂就分出一点来，在他的面前形成了一枚枚细小的针来。魂技！李牧一愣，虽然他已经知道魂技的存在，不过他暂时还没有学会什么魂技，所以面对轩辕景德的灭魂针，李牧也只好用拳头回击。砰！灭魂针撞击在李牧的拳头上，瞬间碎裂，而李牧的拳头也仅仅受了点伤。这么强！轩辕景德大惊，连魂技都拿李牧的神魂没辙。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强。李牧嘿嘿一笑，其实在遇到南宫月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可以神游，所以自己的神魂到底强到什么地步，他也不清楚。反正在天域的时候，他感觉神魂就很强大了，只是师娘一直没有告诉他，他可以神游。他感觉师娘有很多事还瞒着他，要不是这次青灵书提了一嘴，他都不会往这方面想。至于师娘为什么要瞒着他，他也不清楚，但师娘肯定是为他好。妈的，还在这里装逼！郑红大怒，随后众人的神魂再次联手进攻，李牧则在众人的攻击间来回游走，抽空还会攻击他们。就算他们使用魂技，李牧也能依靠神魂的强悍直接硬抗。总之打了几分钟，他们是一点便宜没占到，神魂还累得气喘吁吁的。妈的，这家伙的神魂怎么会如此强？杨元宏有些累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这家伙绝对有师承，否则就凭他自己绝对不可能这么强。轩辕景德冷冷说道：就算有师承，一般的师傅估计也教不出这样的徒弟来，只能说他的天赋真不是一般的强。郑红说道：我看也别浪费时间了，一部分人围困他的神魂，另外2人神魂归位去攻击他的肉身，只要肉身没了，他也就死定了。轩辕景德说道：攻击我的肉身，你们太不讲武德了吧？李牧故作愤怒道：呵呵，武德在龙国拳头才是硬道理，你打不过我们，你管我们用什么方法杀你？郑红冷笑一声，随后神魂立刻归位，准备用肉身攻击李牧。杨元宏也不再迟疑，他和郑红2人用肉身攻击李牧，其余人围攻李牧的神魂。他们就不相信李牧可以2线作战。小子，你的肉身就要被毁了，你还笑得出来吗？轩辕景德冷冷地看着李牧说道：肉身被毁，你确定？李牧冷冷一笑，根本就没有把轩辕景德的话放在心上。你什么意思？轩辕景德皱了皱眉头，然后他就发现郑红和杨元宏朝着李牧的肉身发起进攻。下一秒，李牧的肉身突然睁开眼睛，嘴角微微上扬，他再看李牧的神魂竟然依旧存在。你可以一心二用。轩辕景德说话都不利索了，眼神里都带着一丝恐惧。一心二用很难吗？李牧好奇问道。毕竟他也是和青灵书深入交流之后就可以一心二用了，并不是很难。一心二用是极少数神游境强者才能拥有的技能，这可比魂技困难多了，不仅需要神魂足够强大，还需要极其坚毅的心智才行。你怎么可能？轩辕景德脸色阴沉。与此同时，郑红、杨元宏2人已经朝着李牧的肉身冲了过来，可当他们看到李牧睁开了眼睛时，都有些懵。他神魂归位了，难道就不怕神魂被灭了？杨元宏问道。不对，他的神魂没有归位，上面还有阴风，他们的神魂还在。郑红惊呼道。神魂还在，可他睁开了眼睛，也就是说他能一心二用，不仅可以用神魂对敌，还可以同时操控肉身，太恐怖了吧？杨元宏一个哆嗦，就算他能一心二用，可他只能用一小部分的神魂操控肉身，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一起上！郑红大喝一声，随后立刻对李牧的肉身发起进攻。郑红说的对，李牧虽然可以一心二用，但也只能分出一小部分的神魂来操控肉身，如此一来，他的反应能力就降低了一大截。不过好在他的肉身足够强悍，就算反应慢了，但是硬抗也能扛一段时间。而他的神魂此刻已经和轩辕景德等人对峙了起来。三长老，这家伙的肉身很强，郑红、杨元宏他们一时半会估计是毁不掉他的肉身。罗云甫小声说道。既然毁不掉肉身，那我们就毁掉他的神魂。轩辕景德冷笑一声，李牧要分心操控肉身，神魂肯定弱了一大截。于是他们3人的神魂立刻出手，准备灭杀李牧的神魂。想灭我的神魂，真是痴心妄想。
李牧冷冷一笑，随后杀入人群之中。砰砰砰！随着一声声巨响，阴风阵阵吹拂，轩辕景德等人的神魂立刻被击退，罗云甫等人纷纷倒退，而李牧则抓住机会，一把抓住轩辕景德的神魂，朝着外面狂奔而去。混蛋，你想干什么？轩辕景德大惊，他的神魂想要反抗，却发现李牧的神魂太强了，他根本就挣脱不开，而且李牧的神魂速度很快。罗云甫两人想来追赶，却发现他们速度一旦加快，真元被吹散，神魂就会遭遇重创，而且距离肉身越远，他们的神魂就越不稳固，再追的话，神魂就会遭遇重创。妈的，他要把三长老的神魂带到哪里去？是啊，他的神魂距离肉身这么远，难道就不怕神魂遭遇重创？而且再往前面就出了云雾丹的效果范围，到时候阳光的灼烧，他们根本就扛不住。哼，让他跑，咱们神魂归位，毁掉他的肉身再说。罗云符咒骂一声，随后神魂归位，4大神游境强者就开始对着李牧的肉身进行猛攻。你们怎么下来了？三长老呢？郑红见罗云符两人都神魂归位了，有些好奇地问道。他的神魂带着三长老的神魂飞走了，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追不上，就只好先来毁掉他的肉身了。罗云符说道。那就动手吧。郑红点点头，只要毁掉李牧的肉身，不管李牧的神魂再强，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们开始对李牧发起猛攻，而李牧操控肉身的神魂本来就不强，如今又面临4大神游境强者的围攻，只能节节败退。不过他并没有服软，凭借肉身的强悍在慢慢的抵抗，他要给自己的神魂争取时间。此刻的天空，轩辕景德的神魂已经有些扛不住了，大喝道：小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再往前面的话就出了云雾丹的范围了，出就出呗，反正我又不怕。李牧嘿嘿一笑，随后直接超出了云雾丹的范围，前面就能看见强烈的阳光了。啊！轩辕景德的神魂立刻发出一声惨叫，因为神游境的神魂根本就扛不住烈阳的炙烤，这种感觉比肉身承受酷刑还要可怕。反观李牧，虽然也有些难受，可他的神魂还能扛得住烈阳的炙烤。你能白日神游？你是超凡境强者？轩辕景德见李牧的神魂竟然没有事，立刻就目瞪口呆了起来。25、6的超凡境，整个龙国也没几个吧？这家伙为何如此可怕？算是吧。李牧耸一耸肩，单就从神魂可以日游来说，他确实算是超凡境。你先带我回去，我把白狐灯仙付给你就是了。轩辕景德已经怕了，立刻求饶道：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为了一幅画吧？李牧冷冷地看着轩辕景德道：不是为了那幅画，那你是为了什么？轩辕景德有些懵，他不就是质疑李牧，所以被李牧报复吗？然后李牧要为青灵书抢走那幅画，难道不是这样？你也知道我叫李牧，那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当年李家血案的幸存者。李牧说道。李家血案的幸存者跟我有什么关系？轩辕景德有些懵。有什么关系？当年你们李家执行代号玉龙真人的任务，任务内容就是覆灭李家，而你作为玉龙真人代号的负责人，你问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李牧眼神立刻变得犀利起来。代号玉龙真人，那个蠢货是死在你手里的。轩辕景德立刻醒悟了过来，当时他让人来毁掉玉山洞府，结果那人贪玩，在江东省待了好几天，然后就死了。他还以为出什么意外了，结果竟然是李牧干的。也只有那人知道玉龙真人其实是个代号，不对，他只知道玉龙真人是个代号，并不知道我是负责人。是谁出卖了我？轩辕景德大喝道。呵呵，你还记得你派轩辕策去救林守业吗？李牧问道。林守业？轩辕景德一愣，随后脸色大变，因为轩辕策知道他是代号玉龙真人的负责人，但是轩辕策对他忠心耿耿，不可能出卖他的，除非是被林守业套取了消息。想到这里，轩辕景德心里发毛，李牧这一切都算无一策，最终把他给救出来了。如此说来，星辰阁拍卖白狐登仙赋也是你的关系了？轩辕景德问道。不错不错，都学会抢答了。李牧嘿嘿笑道。你到底干了什么，竟然能让星辰阁把白狐登仙赋拿出来拍卖？轩辕景德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毕竟星辰阁已经得到白狐登仙赋很多年了，很多人都眼馋呢，结果一直没拿出来拍卖，结果为了一个李牧，竟然同意拍卖了，这家伙面子这么大。你别问这个，我只需要你告诉我代号玉龙真人的全部真相。李牧脸色阴沉道。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告诉你的。轩辕景德脸色大变，因为这事关轩辕家的安危，他绝对不会说。呵呵，看来你是受的苦太少了。李牧冷冷一笑，随后将轩辕景德的神魂带到了烈阳之下，被烈阳炙烤，轩辕景德的神魂仿佛掉到了18层地狱一般，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你快带我进去，快进去！轩辕景德咆哮着，因为这种神魂的炙烤比肉身的疼痛痛苦万倍，他真的扛不住。告诉我真相，我给你个痛快。李牧笑道。你是说我给你说了，你还是要杀我？轩辕景德惊呼道。那是当然，你害死了我李家这么多人，不杀了你，我如何给这么多族人交叉？不过呢，你要是说了，可以少遭点罪，如果不说，会真的生不如死的。李牧笑道。哼，他们还在里面攻击你的肉身，你要是不放了我，等他们击溃你的肉身，你就死定了。轩辕景德咬牙道。毕竟4个神游境强者，
他就不相信李牧凭借一缕神魂操控的肉身能扛得住他们的攻击。你说的对，我的肉身肯定抗不了多久的，但你也抗不了多久，所以就看咱们谁先倒下了。李牧一点不慌乱，反正他又不痛苦。见李牧一点不在乎的样子，轩辕景德更加慌乱了，因为现在对于他来说，那就是度日如年。小子，听我一句劝，你最好不要知道真相，因为就算你知道了，也无济于事，你太弱小了，无法改变的。轩辕景德咬牙道：就算我无法改变，也跟你没关系，你只需要告诉我真相就行了。李牧说道：那你先带我进去，我给你说实话。轩辕景德实在是扛不住了，因为神魂被烈阳炙烤的痛苦简直不是人能承受的。早这样不就好了？李牧嘿嘿一笑，将轩辕景德的神魂带回了云雾丹的作用范围，轩辕景德这才好受一点。片刻之后，轩辕景德才开口道：李牧，你真的要听吗？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但说无妨，但如果有半点谎言，后果你是知道的。李牧冷冷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听好了。当年执行玉龙真人行动的命令是族长亲自给我下达的，由我来当这个负责人。我当时也很好奇，当时的李家不过是阳城一个小家族，连给我们轩辕家提鞋都不配，为何要族长亲自给我下命令？轩辕景德回忆道。李牧也很疑惑，当时的李家在阳城虽然很强大，但是在轩辕家面前连个屁都不是。轩辕家这超级大家族为何会对李家下手？族长告诉我，因为李家的存在影响了某些人的气运，所以必须要破掉气运。我们轩辕家的任务就是让周家接近你们李家，伺机破坏你们李家的气运。轩辕景德说道。只是你们没想到，我们李家福大命大，并没有死绝。我父母失踪，我们兄妹也福大命大吧？李牧冷笑道。福大命大？你想太多了。其实父母逃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族长并没有告诉我。我之前问过一句，不过族长说了，他说我们轩辕家只负责玉龙真人这一部分，其余部分的不该我们轩辕家管。轩辕景德说道。什么？李牧浑身一颤，连他父母能逃走都是计划好的，那么父母去了什么地方？他们离开之后又经历了什么？负责玉龙真人计划的其余人又是谁？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不过我可没办法回答你，因为我知道的就这些，我把我负责的部分完成就行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成长得这么快。轩辕景德苦笑道。为什么是周清源？李牧问道。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族长点名的，我只负责执行。轩辕景德说道。该死！李牧紧握着拳头，本以为抓了轩辕景德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结果越调查越模糊，越调查越心惊胆战。因为听轩辕景德的意思，轩辕家族长貌似也是奉命行事，而玉龙真人背后这些大势力也全都是听人命令的。他们李家到底何德何能，竟然让能够指挥如此大家族的人大动干戈？好了，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可以给我个痛快了吧？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知道了这些对你没什么好处。轩辕景德大笑道。毕竟连他们族长都要听命行事，这背后的大佬强大到连他们轩辕家都只能俯首称臣。至于李牧孤身一人能改变什么？知道了还不是只有干瞪眼？不管背后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管玉龙真人背后到底是有哪些门派家族参与了，我都会你们付出代价的。李牧恶狠狠地说道。那就祝你成功吧，不过你杀了我，族长肯定会有所察觉的，你的死期也就不远了。轩辕景德笑道。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李牧冷笑一声，随后一把将轩辕景德的神魂给毁了。随后李牧的神魂便回到了自己的肉身之中，而此刻他的肉身已经快要扛不住了，而神魂全部归位之后，他的战斗力瞬间就提升了一个台阶，将郑红等人全部击退。他回来了。郑红脸色大变，因为轩辕景德还没有回来，那就说明轩辕景德的神魂极有可能已经被李牧给灭了。混蛋，三长老呢？罗云福问道。他已经死了。李牧冷笑道。什么？你杀了三长老？不可能，不可能！郑红等人纷纷摇头。李牧的神魂虽然强，但是要分一部分出来操控肉身，不可能杀得了轩辕景德的神魂的，没什么不可能的。你们可以看看他的肉身有没有反应就知道了。李牧耸一耸肩道。郑红等人立刻过去推轩辕景德的身体，没有人任何反应，就跟一个活死人一样。混蛋，你杀了三长老，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杨元宏等人都震惊了，都以为李牧来拦路抢劫，只是过瘾而已，谁成想李牧竟然真的杀了三长老。我是不是死定了另说，现在我要带走属于我的白狐灯仙赋，你们谁赞成谁反对？李牧漫步走向轩辕景德的身体，冷冷说道。几人脸色大变，这白狐灯仙赋可是轩辕景德花了2000亿买到的，结果要被李牧抢走吗？当然了，你们可以反对，甚至可以对我出手，不过后果嘛，你们可以掂量掂量。李牧嘿嘿一笑，随后大手一挥，一道真元立刻飞出，将白狐灯仙赋从轩辕景德的腰间抢走。看着白狐灯仙赋飞到李牧手里，众人是敢怒不敢言，毕竟李牧的实力摆在那里，这个时候动手极有可能把自己都搭进去。行了，白狐灯仙赋到手，咱们后会有期。李牧大笑一声，随后转身就走，不过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道。对了，郑大队长，你是执法队的人，我当你的面杀人，你会不会抓捕我？郑红一愣，没想到李牧竟然问这个问题。
要说抓人吧，他没那个实力；要说不抓人吧，他这个大队长干的也憋屈。于是郑红咬牙道：“小子，我现在抓不了你，不代表我会放过你，我会请高手出面抓捕的。很好，我等你。”李牧大笑一声，随后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等李牧离开之后，众人再次呼叫轩辕景德，可依旧没什么反应。他们这才敢肯定，轩辕景德的神魂已经被李牧给灭了。疯子，疯子，真的是个疯子，连三长老都敢杀。杨元宏要崩溃了，毕竟他们杨家还不如轩辕景德呢。如果李牧敢杀轩辕景德，那么就敢灭他们杨家，那他们还要和李牧作对吗？如果杨守志在阴风岭里确实是死在李牧手里的，他还要报仇吗？而李牧突然变得这么强，会不会跟阴风岭的消失有关？而郑红于是脸色阴沉，随后咬牙道：“我立刻向总部申请高手来，一定要把他给绳之以法。太他妈嚣张了，必须要超凡境的高手才有希望了，否则一般的神游境来了也是送菜。”罗云福说道。郑红点点头，毕竟他们几个神游境联手都不是李牧的对手，那么李牧的修为只怕是已经到了超凡境了。这种人确实只有超凡境才能拿下了。于是他们各自回去，一定要拿下李牧。而李牧已经回到了酒店，将白狐登仙赋丢给了青灵书。你回来了，还把白狐登仙赋抢回来了。青灵书看着手里的话有些猛，他都已经请期失败出面了，结果李牧回来了。当然，我答应了二师姐，一定将白狐登仙赋给你抢回来，自然要抢回来。李牧笑道：“轩辕景德呢？他就这么给你了？他当然不会给我，所以我杀了他。”李牧说道：“啥？你杀了轩辕景德？”青灵书一个哆嗦，轩辕景德可是轩辕家的三长老，虽然在轩辕家并不是多厉害的人物，但也是轩辕家的门面啊。在玉京省被李牧杀了，轩辕家还不得炸毛？到时候调集执法队的人出手，李牧就算是手段通天，估计也无济于事了。他不给我，我就只好硬抢了。他不是我的对手，就被我杀了呗。李牧笑道：“有人看见吗？”青灵书又问：“如果没什么人看到的话，轩辕家一时半会还不知道谁干的，就还有转圜的余地。”结果李牧说道：“看到的人多了去了，郑红、罗云福、杨元宏等等，那他们没出手帮轩辕景德？帮了呀，结果没保住，被我弄死了。”李牧随口说道：“没保住？”青灵书一阵错愕，那几个可都是玉京省的超级大佬，都是神游境后期巅峰的超级强者，结果这么多人加上轩辕景德，还不是李牧的对手，反倒被李牧杀了轩辕景德，抢走了白狐登仙赋。李牧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小师弟，你的实力和五师妹比，谁强谁弱？青灵书好奇问道。不清楚，不过下次和五师姐见面，倒是可以一决高下。李牧笑道：“你行了，二师姐，你赶紧看看这白狐登仙赋吧，说不定能有所领悟。”李牧笑道：“这个先别看了，咱们赶紧离开玉京省。郑红是执法队大队长，他不是你的对手，肯定会找帮手的，到时候肯定会来抓捕你的，说不定会有超凡境的高手出面，所以你必须到执法队的执法范围外。”青灵书严肃道：“哦，执法队的执法范围外？当然，执法队只负责龙国大部分的治安，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是执法队无法插手的地方，只要去了哪里，执法队就拿你没办法，就算轩辕家也动不了你。我正好在那里也有些人脉，可保你平安。”青灵书严肃道：“二师姐，看不出来你人脉还挺广的吗？”李牧打量了一番青灵书，他实力不咋地，可人脉是真广。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就别贫嘴了，赶紧走。青灵书没好气道：“我说二师姐，你还是好好看你的白狐登仙赋吧，我自有办法对付执法队。”李牧嘿嘿笑道，他知道郑红会叫帮手，可是帮手从京都过来也是需要时间的，他完全有时间从容离开玉京省，也好给柳辉时间做准备嘛。毕竟执法队也不是铁板一块，他要借力打力，否则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对付轩辕家，难度还是太大了。好吧，那我就先看这幅画了。青灵书也没有再劝李牧，大不了再请奇石白出山就行了。随后青灵书打开白狐登仙赋，一瞬间一股古朴的气息迎面扑来。最开始是几行字，写得苍劲有力，这王玄机的书法造诣确实是登峰造极了。好字，好字！青灵书立刻一阵叹息，虽然他自己也是书法大家，可是看到这个字，他还是自叹不如的。大师就是大师，哪怕已经过了1000年，依旧不会过时。李牧也看了一眼，觉得这些书法确实有过人之处，不过他对书法并不是很精通，所以看不出具体的门道来。既然青灵书说是好字，那就是好字吧。随后青灵书继续往后打开，就看到一只白狐出现在画里。只见那只狐狸半眯着眼，嘴上露出一丝微笑，头上的白毛尖竟然露出丝丝仙气，看起来飘飘欲仙的样子。再看它的脚下，赫然是一大片云朵，这是登仙而去的样子。而那白狐的身后，竟然是9条尾巴，九尾灵狐。看到这里，李牧不由一愣，在阴风岭里为首的妖兽就是一只九尾灵狐。看来艺术都来源于生活，这王玄机肯定也见过九尾灵狐，否则绝对不会画得如此传神。而王玄机既然见过九尾灵狐，那么九尾灵狐羽化登仙这事应该也是真的了。那么那只九尾灵狐呢？将来有没有机会羽化登仙？随后李牧又摇了摇头，毕竟那九尾灵狐已经带着那些妖兽去到黑暗森林，
他们还会不会见面都是个问题。而青灵书将白狐登仙赋已经完全展开，便开始慢慢欣赏起来。他也不急，毕竟想要有所感悟，一时半会自然是不可能的，有时候甚至需要观想好几年才能有所感悟。看了片刻之后，李牧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便开始闭目养神。可就在他闭目养神的同时，白狐登仙赋里面的那几行字开始在他的脑海里回荡，每一笔每一划都仿佛长了腿似的，开始自己运动起来。这是什么情况？李牧大惊，想要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奇特的环境了，根本就睁不开眼睛。他在环顾四周，也看不到青灵书的身影，也就是说，这不是真实环境，也不是神魂，而是他自己脑海里的样子。当他看到那一笔一画的动作时，他的身体竟然都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也就在李牧在幻境里跟随笔画运动的时候，他的头顶之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道真元，直冲云霄，天空中都出现了一道道光晕。卧槽！青灵书直接瞪大了眼睛，本来是他在感悟白狐登仙赋的，结果他没领悟到，李牧倒是领悟到了什么，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领悟，而是引发异象的领悟。这就说明李牧和这白狐登仙赋十分契合，否则绝对无法引发异象。哎，小师弟啊，你可真是天才啊！青灵书无奈一笑，毕竟李牧也就25、26的样子，神魂强的离谱也就算了，肉身也是强的没边，现在连悟性都这么高，看一眼白狐登仙赋就可以原地领悟，这说出去谁相信？只有我来给你保驾护航了。青灵书无奈一笑，也不好再领悟，而是给李牧当起了保镖。毕竟这种顿悟的机会可是很难得的，一旦被人打断的话，后果很严重的。而李牧在领悟的同时，郑红他们也看到了天空中的异象，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的，因为这种顿悟的机会应该是轩辕景德的，结果李牧抢走了白狐登仙赋，这异象肯定是青灵书引发的。哼，我已经通知总部了，他们明天就会派人来了，一定要擒拿李牧，将白狐登仙赋夺回来。郑红恶狠狠地说道。正如郑红所料，轩辕景德被杀的消息传回执法队京都总部，立刻引起了震怒。毕竟当着执法队大队长的面杀人，杀的还是轩辕家的3长老，这就是对执法队的公然挑衅。如果不杀了李牧，执法队和轩辕家如何在龙国立足？于是他们连夜派人前往玉京省，一定要拿下李牧。不过由于京都和玉京省相距数千公里，所以最早也要明天白天才能赶到了。而京都大佬前往玉京省的同时，柳辉也已经得知了消息，整个人都惊呆了。卧槽，他还真的去杀了轩辕景德，还是当着郑红的面，太他妈残暴了。柳辉咽了咽口水，之前李牧说跟他做个交易的时候，他还以为李牧是开玩笑的，毕竟李牧除非脑子坏了才会跟轩辕家作对，而且当时他还不相信李牧有能力杀了轩辕景德。可现在呢，李牧不仅杀了轩辕景德，还是当着郑红的面，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柳辉，李牧回江东省了吗？电话里传来老爹的声音。父亲，李牧还没回来，轩辕家已经派超凡境前往玉京省，一旦李牧被堵在玉京省就完蛋了。什么？超凡境？轩辕家是真的动怒了。柳辉咽了咽口水，毕竟超凡境在龙国可是超级大佬级别的人物了，结果为了杀李牧，轩辕家竟然出动超凡境了。你立刻带着人前往江东省和玉京省交界处，只要李牧到了江东省的地盘，你就必须给我保住他。电话那头吩咐道。父亲，如果这么做的话，显然就要和轩辕家彻底撕破脸了。柳辉说道。放心，我已经请示过天宇宗了，他们说李牧敢杀轩辕景德，也算是帮天宇宗出了一口恶气，这次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李牧，如果有可能的话，直接拉李牧加入天宇宗，如果不行也要交好，以后绝对是一大助力。好，我这就去办。柳辉点点头，既然天宇宗都发话了，他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于是柳辉立刻召集12个小队长，火急火燎地朝着江东省和玉京省的边界赶去。只要李牧能回到江东省的地界，他就不相信轩辕家的人还敢坏了执法队的规矩。各方势力都在调动，而李牧却依旧沉浸在幻境里，看着那些笔画打架，他也在模仿其中的动作。时间一点点过去了，等到太阳升起之后，青灵书都还守在李牧身边，因为在顿悟的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否则幻境破灭，非但顿悟不到什么东西，反倒会留下祸根。小师弟啊，你这顿悟够久的。青灵书一脸羡慕地看着李牧，毕竟顿悟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结果李牧一顿悟就是一个晚上，这也太夸张了。说话间，李牧已经睁开了眼睛，发现太阳都出来了，不由愣住了。这就过了一个晚上了。李牧揉了揉眼睛问道，你还知道过了一个晚上？我可是在外面守了你一个晚上。青灵书带着一丝幽怨说道。啥？二师姐守了我一个晚上，你不领悟吗？李牧问道。领悟个屁啊，你看了几眼就进入顿悟之境，而且一顿悟就是一个晚上，我不能让人打扰你，所以就只能守着了。顿悟之境？什么叫顿悟之境？我只感觉我被困在幻境里很久，你不知道啥叫顿悟之境？师娘都教了你些什么？青灵书很是无语，都顿悟一个晚上了，结果不知道啥叫顿悟。二师姐说说看嘛。顿悟就是在特定情况下触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可以瞬间理解以前理解不了的东西。你被困在幻境里，肯定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青灵书问道。
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李牧一愣，他在幻境里看到笔画在打架，这确实是以前看到的，而这些东西都是能够让人快速提升实力的，可能是修为上的提升，有可能是秘籍上的提升，也有可能是特殊技能的提升。小师弟，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可有什么提升？青灵书问道。我看到一些笔画在打架，足足看了一个晚上，看得我头疼。至于提升，我觉得我的想象力提升了。李牧一阵无语，他还以为动物有多厉害呢，结果啥也没有感悟到。啥？笔画在打架，你就没有别的提升了？青灵书问道。真没有了，我骗你干什么？李牧苦笑道。没道理啊，你的顿悟都引发异象了，天上都是红云，你不可能啥也没领悟到啊。青灵书满脸的不解。啥？我还引发异象了？李牧更是无语，他是真的啥都没有领悟到，咋还引发异象了？算了，可能是你现在还没有领悟透彻吧。总之这些幻境肯定对你有所帮助，现在咱们当务之急是离开玉京省。青灵书说道。离开玉京省？看来郑红他们请的救兵到了。李牧说道。他们昨晚就已经请了救兵，估计再有几个小时就到了，咱们得赶紧走了。青灵书说道。那就走吧。李牧倒也没有坚持，而是和青灵书离开了玉京省。什么？他们走了？郑红得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怒了，他还等着京都来的大佬收拾李牧呢，结果李牧这就逃了，他们正在全力赶往江东省。杨元宏说道。拦住，一定要拦住他们，至少要拖到京都的大佬赶来。郑红大喝一声，随后立刻带着人赶过去追击李牧。他知道自己不是李牧的对手，但只要拖住李牧，等京都的大佬到了，就有办法弄死李牧。而此刻李牧已经来到了两省边界处，已经看到了前方柳辉等人，看来柳大队长已经知道消息了。李牧笑道。当然，你杀了轩辕景德，可是震惊了所有人，我必须亲自来接你。柳辉说道。不过我们后面貌似有追兵啊。李牧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郑红他们都追了过来，还有杨元宏、罗云甫等人。李牧，只要你来到江东省的地盘上，我保证他们不敢闹事。柳辉笑道。郑红也知道李牧一旦离开，他就没办法追击了，于是郑红立刻大喝道。李牧，你给我站住。哦，郑大队长有话要跟我说。李牧问道。李牧，你在我玉京省的地盘上犯了事，我就要抓你，你若是个男人就跟我打一架。郑红大喝道。哦，郑大队长这是为了拖延时间，连命都不要了。你也是见识过我的实力的，真要跟我动手，你完全不是我的对手。李牧说道。别那么多废话，你就说你敢不敢跟我打一架吧。郑红冷笑道。呵呵，郑大队长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出手的话就有些矫情了。李牧大笑一声，随后看向了青灵书。二师姐，你先去柳大队长那里，你不能出事。李牧说道。小师弟不要冲动，他们的高手已经赶过来了，你要是被牵制住了，后果不堪设想。青灵书劝说道。二师姐，我还没有跟超凡境打过呢，如果真的来了，正好可以打一架。李牧笑道。你？青灵书很是无语，跟超凡境打一架，这家伙也真是够勇的。柳辉也是一皱眉头，劝说道。李牧，不要冲动，你还是赶紧过来，不要中了郑红的阴谋。郑大队长，保护好我二师姐，别的事就不用你管了。李牧大笑一声，随后便走向了郑红。很好，你是条汉子。郑红冷笑道。你更是条汉子，为了拖延时间，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我是敬佩你这一点，否则我就已经走了。李牧笑道。哎，我也是没办法呀。郑红满脸苦涩，毕竟轩辕景德是在他的地盘上被杀的，而他们又是轩辕家的属下，如果李牧在他的看守下溜走了，他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必须留住李牧。行了，动手吧。李牧淡然一笑，朝着郑红勾了勾手指。其实他留下来也并完全是为了郑红，而是想要验证一下昨晚那些笔画打架有没有用，不然这顿悟一个晚上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都引发异象了，万一没用，那就真的到了血霉了。我跟你拼了！郑红大喝一声，随后释放出一道道真元，朝着李牧冲了过来。李牧没有闪躲，而是本能的一拳击出。这一拳击出之后，那一道真元竟然被李牧的拳头接住，然后倒飞出去，反倒砸向了郑红。什么？郑红一愣，这是传说中的借力打力吗？他打出去的攻击竟然转过头来打他，这是什么操作？李牧也有些惊讶，因为这一拳跟他以前的攻击确实有些不一样。他其实并没有刻意的使用这一拳，只是肌肉记忆一般的就打了出去，就仿佛昨晚在幻境里练习的那些招式刻在了他的肌肉骨子里。郑红拼尽全力才将自己这一击挡下来，难以置信的看着李牧。你这是什么秘籍？为何能反弹我的攻击？郑红质问道。我也不知道。李牧耸一耸肩，毕竟这些都是笔画打架启发的，具体什么招式他确实不知道。哼，不说算了。郑红大喝一声，随后再次发起进攻。李牧则身体下压，然后脚一蹬地，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一般，顷刻间就冲了出去。卧槽，好快！柳辉看到李牧的速度，整个人都懵了。他见过很多高手，甚至超凡境的强者他也见过，可是跟李牧的速度比起来，超凡境强者的速度都太慢了。好快！李牧也是一愣，他之前也觉得自己速度够快了，可是在修炼了玄铁炼体诀之后，速度就有了很大的提升。而经过昨晚的领悟，
他脚下的步伐也就更快了。现在的速度至少比之前的速度快了50%，也就是说，他利用肉身奔跑的速度，甚至在短时间里可以比飞行还要快，这就太可怕了。所以郑红还没来得及反应，李牧就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然后李牧便一拳砸在郑红的胸口。不过李牧并没有下死手，毕竟杀轩辕景德是一回事，可若是杀了郑红，就又是另一回事了。这家伙毕竟是执法队大队长，杀了他，郑红背后的人也不好处理，而且杀一个郑红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砰！郑红直接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击在远处的大树上，大树直接断裂，郑红再跌落在地，一口鲜血吐出来。他感觉得出来，李牧最后收手了，否则他的肉身绝对扛不住李牧这一击。你为什么收手？郑红质问道。杀你，我嫌脏手。李牧耸一耸肩，随后便朝着江东省的地界走去。罗云福、杨元宏等人见状都想上来阻拦，可是看到身负重伤的郑红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住手。郑红的实力和他们相差无几，李牧不收手就会直接打死郑红，如果他们出手的话，李牧可就不会留手了，到时候他们就是一具尸体了。为了轩辕景德去死，他们还没有那么高尚。也就在李牧他过地界之后，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大喝：小杂碎，给我拿命来！是轩辕管事。郑红看到来人之后立刻兴奋了起来，可是他已经去到了江东省的地界。杨元宏叹息道。说话间，轩辕景灵已经飞到了众人面前，愤怒地看着李牧。你要杀我？李牧质问道。哼，你杀了我3个，我当然要杀你。轩辕景灵怒斥道。他先质疑我的身份，要当众羞辱我在先，又抢夺我的白狐登仙赋在后，我要夺回白狐登仙赋，他还不给我杀他，抢夺白狐登仙赋，何错之有？李牧反问道。青灵叔一愣，他这小师弟强词夺理的能力是一点不弱呀。哼，在执法队面前杀人，你还没错了？轩辕景灵质问道。那你想怎样？杀了你？杀我？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李牧耸一耸肩，随后看向了柳辉。柳辉闻言便走上前来，拱手道：轩辕管事，根据执法队的属地管理法，在我们江东省的地盘上，任何事情都由我的大队来管理，就算李牧犯了事，也由我来处理。轩辕管事身为执法队的管事，想必比我懂吧？柳辉，你要保他？轩辕景灵脸色阴沉道。轩辕管事，我不是保他，我只是要维护执法队的公平正义。如果没有属地管理法，那么任何执法队都可以异地执法，还不乱套了？柳辉微笑道。那你现在就把他拿下，我要亲自审问他。轩辕景灵呵斥道。轩辕管事，事发时我没有在，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等我调查一番，再决定要不要擒拿他。柳辉说道。你找死！轩辕景灵怒了。调查一下？还调查个屁呀！轩辕景德都死了，等柳辉调查，调查的结果肯定是没有凡事，所以这事他绝对不会同意的。轩辕管事，你是总部的人，是无权管理各大队的情况，你要是非要越权管理，我就只有上报了。柳辉说道。那我不越权管理了，老娘直接杀了你们，就没有人知道是我干的了。轩辕景灵冷冷一笑，随后身上立刻释放出大量的杀气来，瞬间将李牧、柳辉等人全部笼罩起来。轩辕管事，你要干什么？柳辉脸色大变，毕竟轩辕景灵可是超凡境，实力强悍无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这家伙的对手。如果这家伙全力出手，把他们给团灭了，谁也不知道是他干的，到时候把罪名按在李牧身上，然后他出手剿灭李牧，还是一份功劳。轩辕景灵，你当我不存在吗？青灵叔愤怒地看着轩辕景灵。哟，这不是书灵居士吗？听说我3哥拍下的白狐登仙赋到了你手里，你还顿悟了，还引发了天地异象，确实有些天赋，不过可惜了，你只是真元境，还不够我塞牙缝的，所以等我杀了你，我就诬陷说是这小子干的，你觉得如何？轩辕景灵质问道。你，青灵叔皱了皱眉头，毕竟他们加起来都不是对手，只要被杀了，是是非非还不是轩辕景灵说了算。轩辕管事，这柳辉背后可是天宇宗，这么做会不会？郑红有些担心，万一天宇宗知道了这事，后果不堪设想。呵呵，我把他们全杀了，你们会去告状吗？轩辕景灵瞥了一眼郑红等人，问道。郑红、杨元宏等人一个劲的摇头，敢跟轩辕家作对，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既然你们不告状，天宇宗就算怀疑是我干的，也没有证据，我有家族当后盾，他能奈我何？轩辕景灵问道。众人面面相觑，貌似还真是这样，只要把对面的人全杀了，谁知道呢？可那书灵居士可不是一般人，如果杀了他，郑红有些担心，毕竟青灵叔的人脉实在是太广了，入圣境的朋友都有一大堆，万一有个什么纰漏，后果不堪设想。呵呵，杀了他，嫁祸给那小子，就算他人脉广，也无济于事的。再说了，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们怕个屁！轩辕景灵说道。众人点点头，也不再说什么，只要轩辕景灵一声令下，他们就一起上。柳辉心底一个咯噔，赶紧劝说道：轩辕管事，你可要想清楚了，修为到了入圣境，有的可是能推演的，如果推演出来，你们轩辕家坏了执法队的规矩，就会被踢出执法队的，到时候你也活不成。呵呵，推演？你真以为那么容易推演？不超越入圣境，根本就推演不出来。而那种大人物会
会为了你们几个推演。轩辕景灵冷笑道：“行了，别跟他废话了，赶紧呼叫救援。”青灵书说道。柳辉点点头，随后立刻就要给总部打电话，可是打了半天，竟然打不出去。呵呵，我既然决定动手了，你觉得我会给你们通风报信的机会？轩辕景灵冷冷一笑，随后指了指一旁的信号屏蔽器。柳辉脸色更难看了，这下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青灵书也是脸色阴沉，如果连呼叫都不行的话，他都无法跟骑士白取得联系了。难道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小师弟，我们来挡住他，你赶紧跑！青灵书立刻挡在李牧面前说道。跑？二师姐，一个超凡境而已，怕什么？李牧嘿嘿笑道。怕什么？小师弟，你是不知道超凡境的厉害之处。青灵书一阵无语。李牧虽然能够杀神游境的高手，但是面对超凡境还是有些不够看的。不说别的，超凡境可以直接大白天神游，就凭这一点，几乎就立于不败之地。只要他直接神游攻击众人的神魂，那么他们就只有被动挨打的分。所以面对超凡境，神游境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李牧，树林居士说的对，超凡境实在是太强了，我们里面就属你最强了。你立刻跑路，出去之后通知天宇宗，一定不能放过轩辕家。柳辉咬牙道。柳大队长，你也怕了？李牧嘿嘿笑道。能不怕吗？柳辉满脸苦涩，他本以为执法队的规矩能够让轩辕景灵忌惮一下，结果这家伙直接要杀了他们，只要没有活口，也就没有人知道他坏了规矩了。行了，你们保护我师姐，剩下的世交给我就行。李牧淡然一笑，随后便走上前来。小师弟，你疯了？他可是超凡境。青灵书大惊失色。二师姐，你不是问我的实力和五师姐比如何吗？我可以告诉你，前几天我可能还没有结论，不过现在嘛，五师姐来了也不是我的对手。李牧嘿嘿笑道。什么？青灵书大惊，五师妹薛红霞可是超凡境的强者，实力强的离谱，结果李牧竟然说他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家伙这么猛的吗？小子，你很有自信吗？轩辕景灵冷冷地看着李牧，一个25、26的毛头小子，还敢不把他这个超凡境放在眼里，胆子真不是一般的大。一般般吧。李牧耸一耸肩，随后看向了郑红等人，几人一个哆嗦。李牧这眼神让他们害怕啊！你们都别动，我要亲自会一会他。轩辕景灵冷笑一声，随后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把长剑来。储物戒指，超凡境的专属。柳辉咽了咽口水，毕竟到了超凡境才能使用储物戒指，有了这玩意可以装很多的东西，谁也不知道他下一秒会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什么来。你这剑弱了点。李牧瞥了一眼轩辕景灵的长剑，眼中闪过一丝鄙夷，毕竟他的斩神剑品质高了好几个档次，只是他一直没有遇到配得上斩神剑的对手，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过斩神剑。弱了点。你知道这是什么剑吗？此剑名曰出龙，乃是京都锻造大师龙守元的作品。轩辕景灵冷笑道。锻造大师龙守元，没听说过。李牧耸一耸肩，毕竟他没去过京都，对这些人物并不是很熟悉。龙守元，他锻造的武器都是精品，小师弟要小心了。青灵书赶紧提醒李牧。是啊，龙守元可是京都最著名的锻造大师之一，李牧他这次凶多吉少了。柳辉也是满脸苦涩，只要李牧都不是对手了，那么他们今天所有人都会折在这里。小子，我这出龙剑极少出鞘，但一旦出鞘就必须见血，能够死在出龙剑下，也算你死得其所了。轩辕景灵冷笑一声，随后手持出龙剑冲了过来。哎，你何必自讨苦吃呢？李牧无奈一笑，他刚学习了玄铁炼体诀，又在白狐登仙赋里面有所感悟，他现在的肉身秘籍强得离谱，如果这轩辕景灵用神魂来攻击，或许还有一丢丢的胜算，但是用剑那是一点胜算都没有。自讨苦吃，笑话。轩辕景灵冷笑一声，这出龙剑锋利无比，只要李牧敢来抵挡，那么他就可以直接把李牧劈成两半。然而下一秒，李牧竟然直接用2根手指就把出龙剑给夹住了。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用2根手指夹住一个超凡境的长剑，这怎么比科幻片还要科幻？怎么可能？轩辕景灵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他可是超凡境，力量强悍无比，加上他的出龙剑可是龙守元亲手打造的，威力强大无比，结果竟然被李牧2根手指就接住了，这科学吗？没什么不可能的，比肉身力量，你完全不是我的对手。李牧冷冷一笑，随后2根手指一弹，出龙剑立刻发出一阵剑鸣，巨大的反弹力立刻飞出，轩辕景灵也被巨大的力量击退数10米远。好强的力量，你少说是超凡境巅峰才有的力量。轩辕景灵脸色阴沉，他只是超凡境初期，所以力量有所欠缺，但是李牧的力量简直太夸张了，他跟一些超凡境巅峰也切磋过，差不多就这样。超凡境巅峰？不可能！郑红等人纷纷摇头，毕竟李牧才多大，怎么可能拥有超凡境巅峰的实力？你们在质疑我的判断？轩辕景灵冷冷地看了一眼众人，郑红等人一个哆嗦，质疑轩辕景灵，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强，但是对付你足够了。李牧冷冷一笑，随后便再次袭来。轩辕景灵也不敢再拖大，而是将手中出龙剑一抛，嘴里默念咒语，然后便是一道道真元离体而出，飞到出龙剑之上。吼吼吼！出龙剑发出一声声龙吟，然后携带着大量的真元
直扑李牧而来。小师弟，快躲！青灵书大惊失色，轩辕景灵这是使用了秘籍，威力巨大。李牧竟然傻乎乎的还想用肉身去抵挡，这不是以卵击石吗？躲？我为什么要躲？李牧冷冷一笑，随后捏了捏拳头，然后纵身一跃，身体在空中一个旋转，然后愿就砸向了出龙剑。哼，我的肉身力量或许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使用了秘籍，而且还是地级秘籍，你挡不住的。轩辕景灵很是得意的说道，因为只有到了超凡境才能使用地级秘籍，威力可比一般的秘籍强得多。地级秘籍很强吗？李牧冷冷一笑，拳头就已经撞击在出龙剑之上。砰！一声巨响，出龙剑劈在李牧的拳头上。都以为李牧的拳头少说要被切断几根手指，结果李牧的拳头竟然毫发无伤，反倒是出龙剑被震退出去，发出一声哀鸣。什么？轩辕景灵有些懵，这可是出龙剑搭配地级秘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是李牧的肉身太强，还是他的攻击太弱？这龙首原的杰作也不过如此吗？李牧吹了吹拳头，喃喃说道。这青灵书也是一个哆嗦，龙首原的人品虽然不咋样，但是锻造能力确实是一绝，这出龙剑的威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李牧能用拳头扛住出龙剑的全力一击，只能说明李牧的肉身强得离谱。小子，你确实很强，难怪敢和我轩辕家作对，可是你不该招惹我轩辕家。轩辕景灵脸色阴沉，既然用拳头和秘籍都拿不下李牧，那就只有用最后的手段了。小师弟不好，快跑！青灵书瞬间就知道轩辕景灵是要动用神魂了，一旦神游，他们所有人都得死。跑？我为什么要跑？李牧耸一耸肩，丝毫没有把轩辕景灵放在眼里。很好，我就喜欢你这么勇的人，不过可惜了，你今天死定了！轩辕景灵大喝一声，随后看向郑红等人，大喝道：保护我的肉身，今天我要大开杀戒。是，轩辕管事。郑红等人点点头，随后走过来保护轩辕景灵的肉身，让轩辕景灵可以专心操控神魂，毁灭李牧的神魂。轩辕景灵的神魂可比轩辕景德的强得多，他们就不相信还杀不了李牧。神游了，快跑！柳辉也知道轩辕景灵神游，现在只有跑的距离轩辕景灵的肉身足够远，超出轩辕景灵的神游范围，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就凭他们这点神魂力量，还不够轩辕景灵赛牙缝的。然而还没等他们跑，就被一股强悍无比的神魂威压给笼罩。肉身想跑，可是神魂无法操控肉身，就仿佛神魂被禁锢一般。想跑，然后出去告状，我怎么可能给你们这个机会？轩辕景灵的神魂漂浮在空中，冷冷地对着柳辉等人说道。柳辉他们看不到轩辕景灵的神魂，但也知道今天怕是十死无生了。随后轩辕景灵看向了李牧，小子，我知道你能杀了我3个，说明你的神魂也足够强，不过可惜了，你只是肉身强而已，而想要白天神游，神魂需要强到一定的境界才有希望，可惜你不行。轩辕景灵得意笑道。哦，你就这么确定我无法白天神游？李牧问道。哼，日游和夜游是2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太阳对神魂的伤害极大，可不是用真元包裹住神魂就行的。轩辕景灵说道。你说的对，太阳对神魂的伤害很大，所以当天轩辕景德使用了云雾丹，可惜了，如果他不用云雾丹的话，他还不会成为一个植物人的。李牧嘿嘿笑道。你什么意思？他不用云雾丹就不会进行神游，不神游就不会变成植物人，最多就是被我一巴掌拍死而已。李牧嘿嘿笑道。轩辕景灵皱了皱眉头，因为他总感觉李牧很高深莫测，难不成这家伙真的会神游？可是肉身和秘籍强就已经够离谱了，如果李牧能日游的话，那就是真的超凡境了。25.6的超凡境，这放在京都那都是极其罕见的天才。你不是问我什么意思吗？那我就来告诉你，其实日游对我来说并不难。李牧嘿嘿一笑，随后他的神魂便在真元的包裹下离开了肉身，来到了空中，和轩辕景灵的神魂对视了起来。什么？轩辕景灵懵了，因为李牧如此轻易的日游简直可怕，也说明李牧并不是第一次进行日游，而且这家伙的神魂看起来似乎比他的还要强，这怎么可能？不要觉得惊讶，日游并不难。李牧的神魂飘荡在空中，感受着阳光的沐浴，感觉浑身舒畅。不难？你特吗？轩辕景灵要崩溃了，当初他从神游境突破到超凡境，可是足足花了10年时间，而李牧如此轻易就能日游，这家伙难道真的是天才？好了，还要打吗？李牧问道。哼，就算你能日游又如何？神魂的战斗可不像肉身战斗那么轻松。轩辕景灵呵斥道。你说的对，不就是魂技吗？我也有。李牧嘿嘿一笑，因为在白狐灯仙赋里领悟的那些招式有好多都是神魂使用的，这种魂技让他神魂的战斗力也提升了一大截。你也会魂技？轩辕景灵一愣，毕竟需要到神游境才能使用魂技，这就导致能使用魂技的人少之又少，而拥有魂技的门派宗门也不是很多，一般都不会外传。难不成李牧背后还有人？怎么奇怪吗？李牧冷冷一笑，随后直接扑向了轩辕景灵。我就不信邪了！轩辕景灵大喝一声，随后双手结印，一道神魂之力立刻从法印之中飞出，化为一枚神魂剑矢，
直接杀向了李牧。李牧直接一拳击出，将那枚神魂剑矢直接击退。这么强？轩辕景灵一愣，他这可是魂技，结果李牧一拳就给击溃了，这家伙的神魂也太强了吧！思索间，李牧就已经扑到了轩辕景灵面前，一招横扫过来。轩辕景灵不敢拖大，立刻一个后撤，结果发现李牧竟然消失不见，下一秒就出现在他身后。轩辕景灵脸色大变，想要飞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的速度完全不是李牧的对手。砰！一声脆响，李牧一拳砸在轩辕景灵的背心，噗嗤！李牧的拳头直接穿透轩辕景灵的神魂，好在神魂不是肉身，否则这一拳下去，轩辕景灵就一命呜呼了。饶是如此，轩辕景灵的神魂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还要打吗？李牧负手而立，饶有兴致地看着轩辕景灵，你会放过我？轩辕景灵疑惑地看着李牧，他刚才可是要把李牧等人全杀了，现在李牧有实力杀他，会放过他？我杀轩辕景德，那是因为他羞辱我在先，还想打我二师姐的主意。至于你，我都懒得动手。李牧冷笑一声，随后直接神魂归位。轩辕景灵犹豫片刻之后，也回到了自己的肉身。轩辕管事，如何了？郑红问道。走吧。轩辕景灵无奈一笑，无论是肉身还是神魂，他都不是李牧的对手，再打下去也是自取其辱罢了。万一会李牧改变了主意，他可就真的死路一条了。走。轩辕管事，他可是杀了三长老啊！郑红惊呼道。混账东西，老娘难道不知道吗？轩辕景灵愤怒地看了一眼郑红，他当然想杀李牧，可实力不允许啊。郑红嘴角抽了抽，他了解轩辕景灵的脾气，如果实力允许的话，肯定不会放过李牧的。可轩辕景灵选择离开，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李牧的实力还在他之上。轩辕景灵可是超凡境，依旧不是李牧的对手。这家伙到底有多强？小子，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轩辕景灵瞪了一眼李牧，然后便带着郑红等人离开了。李牧，你打败他了？柳辉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牧。作为执法队的人，他当然知道轩辕景灵的可怕，他也知道轩辕景灵的个性。结果轩辕景灵就这么走了，只能说明轩辕景灵不是李牧的对手。看他可怜，饶他一命，同时给你们一个攻劫轩辕家的机会。李牧笑道。柳辉一愣，随后意识到了什么，立刻兴奋了起来。毕竟轩辕景灵破坏执法队的规矩，要异地执法，同时还要消灭他们，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有这个把柄在，轩辕家这次一定要大出血的。可以说李牧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李牧，多谢了，我立刻向总部汇报。柳辉拱手道。行了，我们走吧。李牧淡然一笑，随后便带着青灵书朝着西山别院飞去。小师弟，你太猛了。青灵书喃喃说道。前2个晚上我确实挺猛的。李牧点头说道。青灵书一阵脸红，没好气道。死不正经，你自己说的吗？你。很快两人回到了西山别院。当青灵书看到西山别院镇满屋子的大美女时，一时间愣住了。二师姐，你怎么来了？张梦瑶看到青灵书之后，立刻兴奋地扑了过来。三师妹，你也在这里？你该不会是……青灵书惊讶地看着张梦瑶，在天域的时候，他就知道张梦瑶对李牧有意思，现在张梦瑶就住在李牧这里，要说没什么关系，他是不相信的。嘿嘿，二师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张梦瑶嘿嘿一笑，毕竟他是鬼谷一仙的传人，那方面的医术还是很厉害的，自然看得出端倪来。你……青灵书一阵脸红。二师姐，别害羞了，大家都是自己人。张梦瑶嘿嘿一笑，随后拉着青灵书介绍众人，而李牧则将周清源叫到了一旁。怎么，有了新欢，准备把我处理了？周清源表情平淡地看着李牧。其实我回来之后，真的想一巴掌拍死你，不过现在已经没那个冲动了。一是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明朗，二嘛，李牧上下打量了一番周清源，那火辣的身材，幽怨的眼神，确实万中无一。你又想干什么？周清源立刻裹紧衣服，没好气地看着李牧。我只是想查探一下你的身体。李牧很严肃地说道。什么？查探我的身体？你臭不要脸！周清源面红耳赤，说得如此直白吗？你误会了。李牧有些尴尬，虽然已经有了男女之实，可他今天真的只是想查探一下他的身体。毕竟从轩辕景德口中得知，让周清源接近他是轩辕家主亲自下的命令。他要知道周清源的身体到底有什么特殊的。虽然周清源反抗了，可是在李牧的实力面前，他的反抗毫无作用。李牧还是释放出一道真元进入到周清源的体内。其实第一次和周清源深入交流的时候，李牧就发现周清源是极阴之体，所以他的纯阳道诀才能更进一步。可现在看来，周清源的身体绝对不只是极阴之体那么简单，否则轩辕家为何单单挑选周清源来接近他呢？可是李牧的真元在周清源体内搜寻了好久，也没有任何头绪，他也就准备收回真元了。可就在这时，储物戒指里的斩神剑竟然有了动静，在储物戒指里嗡嗡作响。什么情况？李牧有些懵，他得到斩神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都在储物戒指里吃灰，毕竟他还没有遇到过需要动用斩神剑的对手，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而如今他探查周清源的身体，
为何斩神剑会有动静？还没等李牧在想什么，斩神剑竟然直接从储物戒指里飞了出来。嗡嗡嗡，斩神剑悬浮在空中，剑锋直指周清源。干什么？给我回来！李牧大惊，难道这斩神剑有灵性？感觉到周清源有什么特殊之处，想要灭杀周清源。然而斩神剑并没有听李牧的命令，而是再次发出一声剑鸣，然后朝着周清源就刺了过去。放肆！李牧大惊，周清源现在可是他的女人，怎么能死在自己的剑下？于是李牧立刻飞过去，想要抓住斩神剑，结果斩神剑的速度太快，竟然躲过了李牧的抓捕，朝着周清源的脑门刺了过去。快躲！李牧大惊。然而周清源的实力完全不如他，反应速度也比不上他，所以面对这一剑，他根本就无处躲藏。斩神剑，你他妈找死！李牧大怒，倘若周清源今天出点什么事，他就把斩神剑砸成废铁。然而就当斩神剑即将刺中周清源的时候，周清源的眼神竟然发生了变化，刚才的不知所措，如今却变成了怒不可遏。那一瞬间，李牧仿佛不认识周清源了。嗖！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周清源竟然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竟然躲开了斩神剑的攻击。怎么可能？李牧目瞪口呆，周清源刚才的速度快得离谱，甚至比他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什么情况？被周清源躲过之后，斩神剑再次嗡嗡作响，然后朝着周清源杀了过去。坏我好事！周清源回头瞪了一眼斩神剑，然后竟然直接飞走了。什么？李牧一愣，周清源会飞？这可是到了玉境境才有的手段，周清源不是只有气血境吗？怎么突然就会飞了？而且速度还这么快？关键是此刻周清源的眼神让李牧感觉像是一个陌生人。嗖！斩神剑没有放弃，也顺着周清源的飞行足迹飞走了。慢着！李牧也不敢迟疑，立刻追了上去。此刻青灵书等人已经相互熟悉，然后就看到周清源率先飞走，然后斩神剑紧随其后，李牧远远地追在后面。周清源会飞了吗？什么时候的事？李仙仙很是疑惑，可能是他深藏不露啊。不过他俩不是应该在房间里温存吗？怎么飞走了？你们懂什么？在西山别院里有我们在，他们施展不开，到了野外还不是自由发挥？张梦瑶笑道。三师妹啊，你这思想很危险啊。青灵书笑道。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南宫月突然开口道。你发现什么了？你们难道没发现那把剑很久都没有反应吗？南宫月问道。众人一愣，自从李牧来到西山别院第一天得到了那把剑开始，那把剑就没有过什么动静，结果今天突然有了动静，而且是追在周清源后面，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啊。特别是那把剑当初在地下镇压的那只恐怖大手，让他们心里也是一阵发毛。不会有事的，我哥不是跟着吗？李仙倩安慰道。众人也都点点头，只希望是这样了。而此刻周清源已经飞出了省城，来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斩神剑也紧随其后，根本就甩不掉。混账东西，没完没了是吧？周清源回过头来，愤怒地看着斩神剑。嗡嗡嗡！斩神剑发出一声剑鸣，随后隔空就是一剑，剑气直接劈了过来，巨大的冲击力击中周清源，结果周清源竟然挡了下来。什么？远处李牧刚刚赶来，就看到这一幕，不由愣住了。斩神剑刚才那一剑的威力很大，他都不一定有把握接住，结果周清源竟然一把接住了。难道周清源一直在扮猪吃老虎？不对啊，周清源可是亲眼看着他灭了周家满门的，如果真的是扮猪吃老虎，不可能不出手的。可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嗡嗡嗡！斩神剑再次看向周清源，然后划破虚空，展出一道奇特的剑气。好强！李牧浑身一颤，因为这一道剑气对他神魂的震慑力强得离谱。也就是说，这一剑是专门针对神魂的。快住手！李牧大惊，周清源的神魂很弱，这一剑下去，周清源可就死定了。然而斩神剑可没有停手的意思，而是直接一剑劈出。该死！周清源大惊，随后全力抵挡。然而这一剑是针对神魂的，所以周清源再抵挡也没用，神魂直接被逼出了身体。不对，李牧突然意识到什么，因为周清源的神魂被逼出身体之后，他发现周清源的身体里竟然还有神魂。周清源不会一心二用，也就不可能有两个神魂。那么留在身体的神魂是什么？被逼出来的神魂又是什么？而且大白天能神游，这可是超凡境的标配。随后李牧立刻神游，来到空中，看到了周清源的神魂。你不是周清源？看清楚那一道神魂之后，李牧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你说的对，我确实不是他，我只是借助他的肉身，想要重回巅峰而已。没想到竟然被这把剑给发现了。那人恶狠狠地说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时候藏在周清源体内的？你想干什么？李牧大声呵斥道。你觉得我会告诉你？那人冷笑道。既然你不说，那我就打到你说。李牧大喝一声，随后直接扑向那人。呵呵，你的神魂也就超凡境的强度而已，还想对付我？真是天真。那人冷冷一笑，丝毫没有把李牧的神魂放在眼里。说话间，李牧一拳砸在那人身上，然后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弹开了。好强！李牧脸色大变，他的神魂可以轻易对付轩辕景灵这种超凡境强者的神魂，可是在这家伙面前，
他竟然占不到任何便宜。也就是说，这家伙的神魂绝对比他强。开玩笑，想当年老娘也是。那神魂冷冷一笑，不过立刻闭上了嘴巴。他不想给李牧说太多。看来你早就附身在周清源的身上了。那么当初轩辕家让周清源接近我，是不是也跟你有关系？李牧死地盯着那人，看来你小子果然不是普通人。不过不重要了，等我拿下你的神魂，将你今天所经历的记忆全部篡改，你就啥也不记得了。那人大笑道：篡改记忆？你是狐族？李牧眉头一皱，以他现在的认识，只有九尾灵狐能够篡改人的记忆。呵呵，你以为能够篡改记忆的只有狐族？只能说你的见识太短浅了。见识短浅？李牧有些疑惑，难道说还有其余人能篡改记忆？好了，不跟你废话了，给我过来吧。那人大喝一声，随后大手一抓，一道神魂之力立刻袭来，在李牧的面前形成了一个囚笼，死死的将李牧困在里面。李牧大惊，随后开始冲击囚笼，却发现这个囚笼坚韧无比，无论他的神魂如何冲击，这个囚笼都坚不可摧。不要挣扎了，我们的神魂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人大笑一声，随后便慢慢走来，而且随着他的靠近，他的神魂模样也在发生变化。之前是周清源的模样，可是渐渐的，他的脸庞变得更加妩媚，身材也变得更加妖娆，声音都变得更加魅惑。看见了没有？以后我就会附身在周清源的身上，你和他深入交流的时候，我就可以操控他的肉身，到时候保证让你爽死，你就偷着乐吧。那女人笑嘻嘻地说道：你既然如此强，却还要附身在他身上，明明可以杀了我，却还要篡改我的记忆，所以你需要我变得更强，对不对？所以当年轩辕家派周清源靠近我，也是别有所图，而你是幕后黑手。李牧问道：看来你的脑子转得确实够快的，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我不是幕后黑手，我也只是知道了这个计划，所以才附身在周清源的身上，本想等到你足够强之后再觉醒过来的，结果这次被这把剑给唤醒了，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也只能强行抹除你的记忆了。那人说道：知道了计划，也就是说制定计划的人应该比你强得多，而且你们并不是一路人。李牧又问：哈哈，你可真是有意思，看来以后有的玩了。那人大笑一声，随后便准备抹掉李牧的记忆。李牧突然笑道：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是被斩神剑唤醒的，你就不管斩神剑了吗？那人一愣，随后看向了远处的斩神剑，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是被斩神剑追到这里来的，结果刚才李牧半路跳出来，倒是让他忘记了斩神剑的存在。斩神剑，动手！李牧大喝一声，随后斩神剑便呼啸而至。混沌！那人大喝一声，随后双手结印，一道神魂之力立刻飞出，在面前形成一道盾牌，想要挡住斩神剑。结果一个照面，他的混沌就瞬间碎裂，紧接着斩神剑便直接飞到了他的面前，一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怎么会这么强？那人大惊失色，一把剑而已，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压制他？斩神剑，破开这个囚笼！李牧立刻说道。斩神剑立刻挥出一道剑气，轻轻松松就将围困李牧的囚笼击溃。李牧这才飞了过来，冷冷地看着他。看什么看？要不是老娘的神魂已经离开肉身数百年，又怎么会被一把剑制服？那人愤怒地看着李牧，很是不服气。离开肉身数百年，不是说神魂无法离开肉身存在吗？李牧质问道。呵呵，你说的那是普通人，一旦超过入圣境，神魂是可以脱离肉身存在的，这种情况就称之为夺舍。更有甚者，神魂可以附着在某个物件之上，存在数千年。那人笑道：超过入圣境？李牧一愣，看来果然有超越入圣境的存在，也就是说，眼前这个魅惑的女人当年也是超越了入圣境的存在，只是这样的人肉身怎么会被毁掉？怎么孤陋寡闻了吧？要不这样，我也不篡改你的记忆了，你让我附身在周清源的身上，你就是一个动作，双倍快乐。那人一脸魅惑地说道。你觉得可能吗？李牧一翻白眼，周清源可是他的女人，他可不允许自己的女人身上还有一个别的女人，关键是这个女人还心怀不轨，那就可惜了。对于伺候男人这方面，没有哪个女人比得上我。那人嘿嘿笑道。行了，说说你是谁吧，当初你又是如何得知轩辕家的计划，顺便说说这个计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李牧一挥手，斩神剑立刻来到他的手里，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如果我说了，你会放过我吗？那人问道。你有资格和我讲条件？李牧冷冷一笑，随手一挥斩神剑，巨大的杀伤力直接将他神魂打得剧烈颤抖，差点散架。行，我说，不过我也只是半路听到一些消息，并不完整。那就说你知道的。我是一只白狐，曾经是一只食星妖兽，一次意外损失了肉身，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轩辕家要派周清源靠近你，周清源乃是玄阴圣体，而你乃是天选之子，一旦让周清源和你结合，就有可能抢夺多大气运，所以我冒险附身在周清源身上，等你获得大气运的时候半路截胡。那人说道。李牧愣住了，这也太扯了吧，食星妖兽，玄阴圣体，天选之子，这白狐的话带来了太多的震撼。一条一条来，你说你是食星妖兽，如果按照修为来说的话，食星妖兽是不是就已经超越了入圣境？李牧问道。不错，
9星妖兽就相当于入圣境的强者，那么10星妖兽自然就是超越了入圣境的。白狐说道。那你刚才说你不是狐族，你听错了吗？我可没说我不是狐族，我只是说能篡改记忆的不只有狐族。白狐说道。李牧一愣，这家伙貌似确实是这么说的，狐狸就是狐狸，真的是太狡猾了，不止狐族，那么还有谁能篡改记忆？李牧问道。其实只要修为超越了入圣境，就可以篡改记忆，而且被篡改之后的记忆，超越入圣境的高手也能恢复的。白狐说道。能够恢复？李牧一皱眉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如果有人找到超越入圣境的强者，将另外2个阴风岭的幸存者找到的话，岂不是就可以知道当初阴风岭里发生的事？虽然那2人并不知道他最后得到了玄铁居士的传承，但只要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就一定会顺藤摸瓜找到他的。至于去杀了那2人灭口，李牧倒也做不出这事来，一是因为他不是那种嗜杀成性的人，二是就算杀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的话，反倒成了此地无银300两了。怎么，你被篡改过记忆？白狐问道。这倒不是，说说周清源的玄阴圣体吧。李牧赶紧转移话题。玄阴圣体是一种很罕见的极阴体质，其阴寒程度比极阴之体还要强一大截，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不夺舍就能附身在他的身上，如果换作是别人，我就必须抢占别人的神魂才行。白狐说道。难怪。李牧恍然大悟，难怪他第一次和周清源深入交流，纯阳道诀就有很大的突破。可是不对啊，他若是玄阴圣体，为何他的修为？以前我附身在他身上，抢占了他的一部分精元，才能让我的神魂得到滋养，所以他的天赋算是被压制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附身在他身上的话，他的天赋就能一日千里。李牧问道。不错，玄阴圣体是很奇特的，要不然轩辕家也不可能找到他。那么我是什么天选之子？我怎么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这貌似和你母亲有关。什么？和我母亲有关？李牧愣住了。其实去到西山别院之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母亲绝非常人，否则南宫月这样的神游境巅峰也不可能守在西山别院。现在听白狐这么一说，他也就更加肯定了，当年的李家血案跟他母亲绝对有关。肯定有关，不过具体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白狐说道。那你说周清源和我结合会有什么大气运，又是怎么回事？李牧问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半路听闻这个事，所以附身在周清源身上，想要趁机抢夺大气运，结果被这把剑发现了，而且我从这把剑身上感受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压迫感，是一种来自心底的恐惧。白狐说道。不知道。李牧无奈一笑，本以为又能得到一些什么线索，结果又是空欢喜一场。不过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斩神剑的可怕之处，这家伙可是超越了入圣境级别的存在，虽然经过100年的消磨，神魂已经削弱了太多，但依旧比他厉害。可是在斩神剑面前，这白狐竟然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可见斩神剑对于神魂的压迫有多强。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可以放过我吗？或者我去夺舍一个女人，从今以后时时刻刻伺候你，保证让你爽上天。白狐舔了舔嘴唇说道。看着白狐那极尽魅惑的样子，李牧都不由一个哆嗦，如果多看几眼，估计他都要挡不住这家伙的诱惑了。不得不说，狐族天生媚骨。于是李牧摇了摇头，严肃道。放过你还是不可能的。你说你100年前就已经没了肉身，那么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你夺舍，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你这种妖兽就不应该活在世上。话不能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人，有些人却不能算是人。白狐一脸无所谓的说道。难道不是吗？在强者面前，弱者就是蝼蚁，生死都在别人的一念之间。那么我夺舍他人，何错之有？毕竟他们不如我，就该死。白狐说道。李牧很无语，这是一只狐狸的言论吗？呵呵，我看你是涉世未深，没见过社会的险恶吧？我涉世未深？李牧冷冷一笑，他当然见识过社会的险恶，周家的阴险，季家的狡诈，还有轩辕家的邪恶，他见过了太多。可他绝不会因为这样就会跟这些人一样。放过我好不好？白狐立刻做出一个妩媚的表情，同时整个脸型也开始发生变化，变成了周清源没穿衣服的样子。找死！李牧脸色阴沉，随后猛地一剑斩出，扑哧一声响，斩神剑直接将白狐的神魂劈散。你不得好死！白狐临死前发出诅咒，不过很快就消散于天地间。最后时刻还想用周清源的身体来诱惑他，真是不知死活。随后李牧立刻魂归肉身，然后一招手，斩神剑便回到了他的手里。今天错怪你了。李牧把玩着斩神剑，带着一丝愧疚说道。他还以为斩神剑把周清源认成了妖兽，想不到竟然是妖兽神魂附身在周清源身上。要不是斩神剑发现了端倪，估计以后关键时刻这白狐突然出现，他和周清源都得死在这家伙手里。嗡嗡嗡，斩神剑发出一声剑鸣，随后便直接飞进了储物戒指里。啊，这里是哪里？就在这时，周清源清醒了过来，看到周围的环境，立刻警惕地看着李牧。他昏迷前的事就是李牧要查探他的身体，结果查探到这荒郊野岭了。这家伙还有这癖好。这里是郊外，你现在感觉身体如何？李牧询问道。我感觉好累。周清源有些愤怒地看着李牧，肯定是李牧趁他昏迷
干了不该干的事，要不然他怎么会感觉这么累？累是正常的，毕竟这么久了。李牧叹息一声，那白狐附身在他身上不知道多久了，神魂不断的被白狐影响，如今白狐被他杀了，周清源的神魂终于可以轻松了。这么久了，你干了多久？周清源咬紧牙齿，满脸幽怨的看着李牧，这个混蛋真的只顾自己快活吗？你误会了，我是说……李牧这才意识到周清源误会了，赶紧解释。结果话音刚落，周清源的身体便颤抖了起来，下一秒，一股惊天寒气从周清源体内爆发而出。哪怕李牧是纯阳道体，面对这股寒气，于是浑身颤抖。好强的寒气！李牧大惊。再看周清源，嘴唇发白，脸上都满是白霜，他的眼神都开始变得迷离起来，眼看着就要昏迷了。李牧也顾不得那么多，立刻冲了过去，将周清源抱在怀里，体内的纯阳道诀也在那一瞬间发动，一股阳刚之气立刻注入到周清源的体内。周清源这才感觉好了一点，然后紧紧地抱着李牧，只有这样，他的身体才会感觉好受一些。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阳刚之气进入到周清源体内，他感觉身体变得更加暖和，可身体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朝着李牧身上靠。李牧也感觉体内燥热难耐，也顾不得这荒郊野岭的了。几个小时之后，周清源趴在了李牧的怀里，而他的修为也已经暴涨到真元境后期。没错，就是真元境后期，直接跨过了玉净境，这就是玄阴圣体的可怕之处。而李牧的纯阳道诀也因此突破到了第7层中期，不仅纯阳道诀提升了，就连玄铁炼体诀都跟着提升了。可以说，今天一番深入交流，李牧的战斗力又提升了一大截。双修不愧是最快捷的修炼方式。走吧，我们回家。李牧一把抱起周清源，然后朝着西山别院飞去。回来之后，张梦瑶他们也发现周清源直接突破到了真元境后期，都被吓了一大跳。清源，李牧究竟给了你多少？你竟然突破到了真元境后期？张梦瑶啧啧称奇道。瑶瑶，你说什么呢？周清源一阵脸红，什么叫给了多少？他突破到真元境全靠自己好不好？哟，还害羞了呢。要说我们这些人啊，可是你最先开始呢。张梦瑶一脸打趣道。我不跟你们说了。周清源一阵脸红，只好跑回到自己房间里。小师弟啊，想不到你还有这情调，好好的家里不玩，非要跑到郊外去。青灵叔也是一脸打趣的说道。二师姐，要不咱们也试试？李牧也懒得解释，直接就反问道。青灵叔被李牧这么一问，脸蛋瞬间就红了。片刻之后，青灵叔赶紧说道。行了，不说这个了，你可知道你逍遥快活的这几个小时都发生了什么事？京都那边有消息了。李牧问道。不错，轩辕景灵把消息传回去之后，轩辕家震怒，摆出姿态，一定要杀了你，甚至派人给天宇宗施压，要求柳辉出面擒拿你。结果柳辉把轩辕景灵破坏执法队规矩的事捅了出来，你猜怎么着？青灵叔笑了起来。轩辕家虽然是10大家族之一，但轩辕景灵干这事确实太过分了。如果天宇宗非要追究的话，轩辕家肯定要脱一层皮，所以我猜测轩辕家肯定和天宇宗私下达成协议，轩辕家为此付出的代价肯定不小。李牧分析道。你说的不错，轩辕家拿出了大量的资源，这次可以说是损失惨重，事情才算是告一段落。青灵叔说道。哈哈，这轩辕家还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梦瑶也笑道。随后青灵叔却摇头道。其实也没那么简单，我在京都这么多年，太了解轩辕家的行事风格了，这次是轩辕景灵有错在先，所以他们表面上认怂了，可是私下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小师弟的。我当然知道。李牧冷冷一笑，如果轩辕家如此轻易就放过他的话，当年就不会搞出什么李家血案了。不过这正合他意，只有和轩辕家正面硬扛，将来找机会拿下轩辕家的家主，才能知道李家血案背后的真正原因。小师弟，要不你跟我去京都，我出面保你，我保证轩辕家不敢对你出手。青灵叔说道。以他在京都的人脉，保住李牧绝对不是问题。二师姐，我暂时就不去京都了。李牧摇了摇头，他当然相信青灵叔的人脉，但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去京都，毕竟在京都超凡境都有不少，还有入圣境，甚至还有超越了入圣境的强者，更何况当年的事情还没有明朗，不肯贸然前往京都。可你若是不去京都，轩辕家明面上不会对付你，可是他们会派遣高手来杀你，执法队都拿他们没办法。青灵叔说道。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我正好可以练练手。李牧嘿嘿一笑，他正好准备提升一下实力，等有了入圣境的实力再去京都不迟。小师弟，你……青灵叔很无语，敢这么不把轩辕家放在眼里的年轻人，整个龙国都没几个。可他也知道李牧的脾气，决定的事绝对不会轻易更改的。片刻之后，青灵叔叹息道。既然你已经决定，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其实白佑得到了一幅画作，请我去欣赏呢。既然如此，这白狐灯仙赋你拿去吧。李牧说道。不行，这白狐灯仙赋是你抢来的，而且你领悟起来更容易，我就不要了。青灵叔摇了摇头道。二师姐，我是专门为你抢来的，要不然我都懒得出手。再说了，我都已经顿悟了，留着也没用。李牧说道。张梦瑶立刻一脸羡慕地说道。二师姐，你就偷着乐吧，他都没有为我们抢过东西。青灵叔还是离开了江东省，毕竟他的人脉几乎都在京都，留在江东省的话，
几乎什么事都办不成。而且他也知道李牧终究是要去京都的，就先去给李牧扫清障碍了。而青林书离开江东省之后，李牧也要计划去京都了，因为那里才是他的主战场。不过必须要做好完全的准备才行，毕竟当年玉龙真人的计划不止轩辕家一个家族，还有别的势力存在，轩辕家都有可能有入圣境级别的存在，那么那些势力肯定也有。那么以他现在的实力去了京都，可占不到什么便宜。而李牧在做计划的时候，轩辕家也进行了一次宗族会议，轩辕家几乎所有神游境以上的高手全都参加了。轩辕景灵在玉京省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了吧？一个白发老者开口说道。众人都点点头，毕竟轩辕家为了这事可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让天宇宗不借题发挥。作为轩辕家的中高层，他们自然清楚这件事。族长，都怪我学艺不精，惨败于李牧之手，否则轩辕家也不会遭受如此大的损失。轩辕景灵很是愧疚地说道。这不怪你，谁又能想到当年李家余孽竟然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老头摆了摆手，示意轩辕景灵坐下。族长，那你说李牧杀了轩辕景德是因为巧合呢，还是知道当年的事和我们轩辕家有关？一个超凡境问道。巧合？哪有这么多巧合？老头冷冷一笑，巧合的是星辰德要拍卖白狐登仙赋，巧合的是轩辕景德恰好对白狐登仙赋感兴趣，巧合的是李牧正好跑到玉京省去了，更巧合的是轩辕景德还挑衅李牧，然后就被李牧给杀了。他很难相信轩辕景德在死之前啥都没有跟李牧说。族长，你的意思是李牧已经知道了当年的事，他放轩辕景灵回来就只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轩辕景德虽然负责代号玉龙真人的事，但他知道的并不多，所以李牧也只知道我轩辕家和李家血案有关，最多也就知道当年的事不止我轩辕家一家参与。不过他放轩辕景灵回来确实是想让我们放松警惕，然后他趁机成长。老头说道。那就别给他机会了，趁他现在只能和超凡境初期打一打，我亲自去解决了他。那个超凡境后期说道。是啊，族长，这家伙既然知道当年的事和我轩辕家有关，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众人纷纷提议，显然对于这次轩辕家的颜面扫地，他们都对李牧恨之入骨。老头却摇了摇头道，他在江东省执法队大队长是柳辉，是天宇宗的手下，咱们派人去江东省只会授人以柄，而且当年代号玉龙真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他。不是杀他。众人面面相觑，如果不是为了杀李牧，为何要如此复杂呢？如果是为了杀他的话，8年前他就活不成。老头说道。族长，那么当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众人都疑惑地看着老头，毕竟当年的轩辕家在整个龙国都是最顶尖的家族，而李家不过是阳城一个小家族而已，完全不入他们的法眼。结果为了这么一个小家族，他们族长还亲自下达命令，让轩辕景德操刀，如此大费周章，到底所为何事？这个不是你们该打听的，都做好准备就行了。等他来了京都，咱们轩辕家可就热闹了。老头笑道。来京都？开玩笑，就算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京都啊。轩辕景灵立刻说道。毕竟轩辕家的老巢就在京都，而他们拥有的超凡境数量多得惊人，至于入圣境也是存在的，随便一个人就能捏死李牧。李牧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只要李牧不傻，就绝对不敢来京都吧。众人也都点点头，觉得族长有些言过其实了。等着就是了，等他来了京都，你们就会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对李家出手了。老头淡然一笑，随后一挥手，示意众人离开了。随后老头才来到轩辕家地下室，打开一间密室，来到了一个阴森的洞口前。轩辕血红，你已经8年没来了。洞口里传来一个阴森的声音，要是普通人听到这个声音，瞬间就会被里面所蕴含的寒气冻成冰雕，哪怕是轩辕血红这个入圣境的强者，面对这个声音也打了个寒战。是啊，一晃已经过去8年了，计划已经开始了。轩辕血红笑道。终于开始了吗？那个声音显得有些兴奋。不错，玄阴圣体已经激活，李牧的实力也已经到了超凡境，咱们播下的种子终于要发芽了。轩辕血红也有些激动地说道。哈，还是你轩辕血红够狠毒，用李家数十人的性命为引，就是为了这一天。呵呵，几10条人命而已，算不了什么。不过你们可不要忘了当初的承诺。轩辕血红严肃道。放心吧，只要计划成功，绝对帮你超越入圣境，不只是你，凡是参与计划的人都可以更进一步。那个声音说道。那就好。轩辕血红冷冷一笑，随后便离开了地下室。而此刻的江东省城，李牧缓缓睁开眼睛，总感觉心头隐隐有些不安，可一时半会又说不上具体是什么情况。作为鬼谷一仙的传人，他的医术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可对于心头的情况，他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少主，这是少夫人给你炖的汤。这时南宫月端着一碗汤走了过来。少夫人？什么少夫人？李牧一阵无语，这称呼很怪异啊，他们不都是少夫人吗？这碗汤他们都有功劳。南宫月说道。行了，别乱说，他们都有名字，以后不能这么叫了。李牧瞪了一眼南宫月，然后便端过汤来，准备喝上一口。然而他刚拿到碗，瞬间就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威压降临，是强大的神魂。我去会一会。南宫月一个转身扑到了西山别院外。南宫月，这么晚你不睡觉，跑出来干什么？
张梦瑶看到南宫月狂奔而出，不由好奇询问道：“少夫人，带着他们躲起来。”南宫月没有过多解释，因为他能感觉到对方来者不善，万一对方施展大范围的神魂攻击，以张梦瑶他们的神魂强度，根本就扛不住。张梦瑶等人还没见南宫月如此严阵以待，也知道应该是有强敌来了，他们只好立刻聚到一起，不去给南宫月添乱。而南宫月来到西山别院外，就看到一道神魂漂浮在空中，来者何人？南宫月立刻神游，大声呵斥道：“神游境巅峰，你的实力不错，不过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是来要人的，你赶紧让开。”对方开口说道：“要人？要什么人？”周清源。他是我家少夫人，你们可以滚了。南宫月大喝道：“我只管把人带走，至于他的身份并不重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开或者死。”那人语气阴冷地看着南宫月，身上立刻杀气腾腾的。南宫月也感受到这家伙强悍的神魂之力，实力肯定在他之上，但他绝对不能后退，于是立刻扑了过去。自不量力！那人冷笑一声，随后在南宫月扑过来的时候，直接一拳击出，砰！南宫月被巨大的冲击力击退，整个人都倒飞出去，神魂都开始剧烈震荡起来。他的神魂差点被这家伙一拳给打散了。要是神魂被打散，那就魂飞魄散了。这家伙的神魂太强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南宫月脸色阴沉道：“交出周清源，或者死。”那人飘了过来，语气阴冷道：“交人是不可能的。”南宫月大喝一声，毕竟周清源是李牧的女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开的。那就给我去死吧！那人大喝一声，随后立刻扑了过来。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就在这时，一个冷笑声响起，然后就看到李牧的神魂急速袭来，挡在了南宫月的面前。少主，快跑！这家伙的神魂很强。南宫月赶紧提醒李牧，李牧却笑道：“行了，神魂归位，服下养魂丹，滋养一下神魂。”少主，行了，听命令。李牧严肃地看着南宫月，毕竟刚才南宫月差点魂飞魄散，神魂受的伤非同小可，如果修复晚了，肯定会有不可逆的损伤。南宫月犹豫片刻，还是立刻神魂归位，先修复了神魂，再来帮助李牧。而南宫月离开之后，那人才好奇地打量着李牧，道：“你就是李牧？你认识我？”李牧也打量了一番来人，从神魂来看，也就30几岁，可是能够让南宫月的神魂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那就说明这家伙的修为至少到了超凡境。30几岁的超凡境放在京都也很炸裂了。他貌似没有得罪过这样的人吧？我当然认识你，而且我今天来是要带走周清源的。如果你识相呢，我可以饶你一命；如果不识相的话，就别管我毁掉你的神魂。那人大笑道：“这就不对了，你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你，不如说说看你是谁吧。”李牧笑道：“呵呵，一个死人，没必要知道我的名字。”那人冷哼一声，既然李牧不听劝，他也就不再浪费时间。只见他直接一拳袭来，他觉得以他的神魂强度，一拳就能搞定李牧。找死！李牧大喝一声，随后也是一拳击出，砰砰，两人的拳头撞在一起，一道阴风立刻四散开来，甚至将周围的树木都给吹得呼呼作响。那人惊讶地看着李牧，毕竟他的神魂如此强，结果和李牧也只能五五开。李牧的神魂也太强了，你很不错，看来你的修为应该已经到了超凡境后期以上了。李牧说道：“不错，我是超凡境后期。我好奇的是，你的神魂到了这个地步，你的修为在什么境界？”说实话吧，我真的不知道。李牧无奈一笑，毕竟他修炼的是纯阳道诀，只知道现在是第7层中期，至于他的修为到了什么地步，他也不知道。反正他的肉身比超凡境巅峰强，他的神魂也堪比超凡境巅峰。如果非要形容一下他的修为，只能说超凡境巅峰都不是他的对手。不知道，那我就打到你说。那人也怒了，随后神魂后退数10米，然后打了个响指，一道神魂之力立刻化为一张弓，然后搭弓射箭。灭魂剑！那人大喝一声，箭矢立刻朝着李牧飞来。随着箭矢的靠近，李牧就感觉神魂受到了压制，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强的魂技！李牧大惊，他以前也遇到过魂技，可是完全没有这一招灭魂剑强。看来这家伙来头不小。可是这家伙为何要来抓周清源？而且是在他觉醒了玄阴圣体之后。不过他也没时间管那么多，立刻双手合十，一道神魂之力立刻从掌心飞出，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盾牌。砰！灭魂剑撞击在盾牌上，巨大的冲击力将盾牌击溃，而灭魂剑也消散于天地间。你的魂技也这么强？那人有些惊讶。他的灭魂剑一出，按理说超凡境巅峰的神魂都不一定扛得住，结果李牧竟然如此轻易就扛下来了。这魂技的防御力真的不弱，你的也不赖。李牧嘴角微微扬起，毕竟这可是从白狐登仙赋里面领悟出来的魂技，实力能差了？哼，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抗几次。那人没有迟疑，再次发起进攻。随着一枚枚灭魂剑飞来，李牧也不断地释放出盾牌来，两人的神魂就开始进行消耗战。而那人神魂之力渐渐的难以为继，而李牧却仿佛啥事都没有。怎么可能？那人脸色大变，也算是知道今天是遇到硬茬子了。于是那人立刻转身就走，等神魂归位，他要利用肉身抓捕周清源。呵呵，你跑得掉？李牧冷冷一笑，
并没有去追，因为他早就有了安排。